大周朝天启15年秋，将军府内，母亲，求求母亲再给儿媳1年时间。若将军纳了妾，儿媳就更没有机会了。不是我逼你，你和云儿都大婚3年了，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咱赵家就他一根独苗，延续子嗣是头等的大事儿。你总不能让母亲到闭眼的时候没脸见列祖列宗吧？母亲，这3年里，他出征在外2年，回来这半年多也不怎么来我那里。只要将军常回来住，儿媳一定不让母亲失望。我知道云儿冷待你，但这几年也是你不中用，拴不住他的心。不然他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怎么拒绝得了年轻貌美的心腹啊？白苏伏在地上，泣不成声。老夫人命人扶起儿媳。孩子，我一会儿让人给他传话，命他回家住。你把握好机会，若今年再怀不上，你就不要怪母亲了。多谢母亲。你平时啊也欢喜一点儿，别整天哭哭啼啼唯唯诺诺的。云儿在军营里相处的都是血性的汉子，不会喜欢自己的夫人太娇气的。母亲说的对，可是儿媳一见到将军就害怕。他是你夫君，怕他做甚？有我给你撑腰，不管他以后纳几个小妾，你也是我们赵家的当家主母。白苏在老夫人的鼓励下，胆子也大了，暗想：我好歹也是将军明媒正娶的夫人，凭什么就不能有个嫡子？他回去后就找来从相府陪嫁过来的孙媪，询问他吃什么菜能够挑起男人的欲望。将军，妾身已经准备好晚膳，就等将军回来一道用膳。说完，偷偷打量他的脸色。赵云停下脚步，眸色暗沉地看着他。白苏心里一阵发毛，这是他第一次对他使用心计。用膳吧。赵云看着桌上菜，皱着眉头。怎么都是荤菜啊？将军整日忙于军务很辛苦，当多吃点肉能补身体的。您若喜欢素菜，下次妾身就多做几道素菜。白苏强自镇定，盛着一碗牛鞭汤递给他。这是妾身炖的汤，将军尝尝是否可口。赵云尝了一口，味道鲜香醇厚，几口就喝了一碗。白苏拿过空碗，赶紧又盛了一碗递过去。赵云看着碗里被切得像花一样的肉，迟疑了一下，想问他这是什么肉炖的汤。抬眼看到他那7分像白染的脸，就没问出口，端起又吃了一碗。将军劳累了一天了，让妾身给您按摩一下吧。说完，不等赵云回话，就直跪在他身后，按摩起他的肩膀来。你不必如此。我每日都会给母亲按一会儿肩膀和头部，今日母亲还夸赞我按摩的手法比前2年进步了。赵云暗自叹了口气，他出征2年，白氏在家伺候母亲起居饮食无微不至，尽心竭力，对自己的情谊他也明白，但他看到他畏畏缩缩的样子和酷似白染的脸，就是喜欢不起来。夜深了，歇吧。你这贱妇，竟敢算计我！他生平高傲自负，不防备，竟被这个唯唯诺诺的女人给算计了。将军，你不要走，不要走，求求你原谅我这次。赵云的腿被他抱得死死的，使劲挣了一下也没有挣开，他大怒，抬起手就想打他。手掌临近他身体，又急忙收住，觉得他那个身子经受不住，一掌砸在旁边桌案上，巨大的响声把白苏吓得手一松。赵云抓住他的肩膀往旁边一推，就把白苏推翻在地上。
白苏又羞又惧，哭得哀切异常，一口气喘不过来，晕了过去。夫人，夫人您醒醒啊！夫人！秋月也哭着在一旁呼喊，不知两人喊了多少声，他才悠悠醒来。夫人，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虽然这次将军很生气，等过几天他气消了，夫人还是有机会的。白苏醒后不说话也不哭，瞪着眼睛看着跪在地上哭泣的两人，又看了看四周，半晌才说了一句：你们都出去吧。两人都觉得夫人有点怪异，又说不出哪里不一样，心想大概是伤心过度的原因吧。夫人，婢子就在外间，夫人有事唤婢子一声。白苏轻轻应了一声，两人几下收拾好了屋子离开。原来白苏在晕倒后没缓过来，被21世纪和他同名同姓的医学博士白苏穿过来了。随着脑海里原主的过往渐渐清晰，白苏了解了原主短暂的一生。小时候丧母，父亲也不重视，嫁了个夫君，还对他百般嫌弃，到死都没有享受到半点温情。他的身体是死掉了，还是被这个时代的白苏用着？如果只是他俩灵魂交换，那会不会睡一觉就能换回来？这一觉睡得很沉。第二天他是被秋月喊醒的。怎么了，小月？夫人，你没事吧？现在都辰时了，还没去给老夫人请安呢。从前白苏无论寒暑都是卯时起床去给老夫人请安，从未迟过。你去跟老夫人那边说一声，就说我今日身体不适，就不过去请安了。夫人，你哪里不舒服啊？请个大夫来看看吧。不用，我没有生病，就是有点累，摆饭吧。吃完饭，孙敖、小月，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人，我想和离，你们把我的嫁妆整理出来，把柜子里没穿过的男装都改成我的尺寸。夫人，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儿啊！将军虽然待人冷淡，但你好歹是他的嫡妻呀，日子还长着呢，只要有机会生了嫡子，后半生就无忧了呀。夫人那么美，就算和离了也不一定嫁不出去，将军总是不理不睬的，看夫人都瘦成什么样了。你一个小丫头知道什么？咱白府不是以前了，若是以前，就算夫人以后不嫁人，相府也能养得了。我意已决，不会更改。孙敖不必再劝了，现在先改一套常服吧，我一会儿要穿着出去一趟。公子爷，这边雅座请。来壶茶。好嘞，公子爷，小店今儿刚做好的点心不错，要不要来一份试试？再来一盘葡萄。哎，京城最大的药铺是哪几家呀？离这远不远？小哥可知道？公子爷可问对人了，在京城地界上就没小的不知道的事儿。最大的2家药铺啊，都在这条街上，一家是街南头的保和堂，一家是离这儿不远的弘正堂。保和堂规模最大，东家是个有身份的人，好几个地方都有分店，里面的大夫也都是有名气的。弘正堂略小一点，但口碑不错。弘正堂的少东家每月初1、15会在药铺坐诊。那个少东家医术很好吗？可不，他叫林彻，从小苦学医术，10岁就遍读医书啊。这2年开始坐堂，因他人品贵重，医术又好，被他医治好的病人称为小神医啊。小哥可否帮忙给找个掌柜过来？我想看看房子。大周称牙人为掌柜。公子爷您稍等，小的马上找个靠谱的来。公子，咱们以后不回徐州老家吗？为什么要看房子呀？不回，咱们就在京城买个院子自己过日子。我想带你和孙敖走，薛红他们就留在将军府吧。小月，你愿意跟我走吗？不愿意也没事，我也不会怪你，毕竟跟着我会吃些苦头。公子就是赶小月，小月也会跟着。婢子不是那贪慕虚荣的人，公子是婢子的主子，无论去哪儿我也跟着。小的也想跟着公子，可以做些劈柴挑水、喂马赶车的粗活，小的有力气，能吃苦。好，福来，那你回去也收拾一下，我们很快就会离开。你们跟着我，会暂时比不上在将军府的日子，不过你们放心，以后会好起来的。不管跟公子过什么样的日子，福来也只认公子一个主子。公子当年的恩情，福来一日也不曾忘记。福来刚到相府的时候7岁，学不会做事，老挨打受罚。
一日又因为做错事被管家跪罚在雨里，刚好被路过的白苏看到，免了他的罚，还给他一个苹果。他不知道当时福来因为做事连续出错，已经好几顿没有吃饭了，那个苹果对他来说就像救命的鲜果。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恩，别跪着了，那就这里来，把这盘点心吃了，喝点茶水，一会儿还得去看房子。有一个2进的院子，离这里很近，刚修葺不到2年，因为主人调任，所以想8万出售，带里面的所有家具。贵一点啊，这个价听起来贵，公子看到院子就不会这么觉得了。里面的家具都是上好的木料做的，房主人要的价并不高。还有几个价格低的院子，2万钱到7万钱不等，但都陈旧一些，没有家具，得重新修葺一下，公子可以去看一下。几人先去看了贵的那个院子，确实如他说的那样。这个院子的价格可以低一点吗？这个院子不议价，公子若嫌贵，再看看另外几个院子吧，多看几处再定，才不后悔。白苏又看了几个便宜点的院子，有先前的趁着，这几个呀都看不上眼。就第一个看的那个院子吧，你看何时能和房主人订契约，越快越好。啊，小的一会儿去通知房主人，明后日都可以。你写个收据，先付你1半定金，把院门的钥匙留下，我明天就想搬进去，到时候你带着契约文书来，再把剩下的4万钱给你父亲。行，公子也是个爽快人，那小的就写个契约。交付完定金，拿了钥匙，申时墨回到将军府。可算回来了，老夫人听说夫人病了，派了田媪过来问呢。奴婢说夫人出去看病了，着急忘了禀报，夫人快去告个罪吧。白苏洗了把脸，就去了老夫人那里。母亲，儿媳许久没有去过外面，一时觉得新鲜，就多玩了一会儿，让母亲挂念了，是儿媳的不是，请母亲饶我一次。秋红说你不舒服，我让田媪去你那儿问问，再去请个大夫来。没想到你已经出了门了，出门连护卫都不带，万一遇到歹人怎么办？儿媳知道错了。这几年老夫人待原主一直不错，白苏不想临走再惹她生气，尽管跪在地上认错很不习惯，但对方是个老人，那跪就跪吧。知错就好，起来，坐我这里来。大夫怎么说的？现在可好些了？现在没事了，早上头有点晕，我以为生了病，就没有过来跟母亲请安。大夫说是7阴2虚导致的眩晕，没什么大碍了。你别不拿自己的身子当回事儿，等亏了身子就后悔莫及了。我这还有2只人参，你拿回去，让厨房给你熬点汤喝。儿媳谢过母亲，这2只人参先放在母亲这里吧，这几天我先按大夫的方法调理一下，过几日若不见好，我再来母亲这里讨药。这2只人参还是皇帝御赐的，为了表彰赵母教导赵云有功，赏给功臣母亲的，白苏怎么好意思吃掉呢？好吧，过几天你若不来讨，我就让人做好给你送过去。母亲的身体才是顶顶重要的，儿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希望母亲健康快乐。老夫人觉得他这话说的怪怪的，但也没有往心里去。你既不舒服，就回去歇着吧，晚上和明早就别来请安了，等身体大好了再来。孙儿，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都收拾好了，细软和衣物被褥都打包好了。夫人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孙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看我现在过成这样，有什么好的？我明天去找赵明轩和离，不会改变主意的。是，既然女郎决定了，必就去告诉咱的人一声，让他们都收拾一下，省得到时候忙乱。不用，我不带那么多人走。此去徐州路途遥远，人少了怎么行啊？女郎在路上总要有人保护。我不回徐州，白家恐怕也没人欢迎我们。我今日已经买了一个院子，以后不靠任何人，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带的人多了，暂时也负担不起，还不如让他们留在这里。女郎就算是身无分文，必也跟着。
讨饭也会先给女郎吃的。我不会让你们跟着我讨饭的，我有谋生的手段。咱们现在一共还有多少钱？陪嫁只有30万钱，这几年花了10万，除了今儿女郎拿走的5万，还有15万钱，另外还有将军给的聘礼还没动呢，也一块带走吧。不必了，赵府的东西一件不带。行，都听女郎的，省得剁我们白府的脸面，便宜他们了。很多陪嫁都带不走。第二天早上起来，白苏约摸着赵云给他母亲请过安了，就让孙傲秋月检查一下要带走的东西，自己循着原主的记忆穿过花园去他书房找他。夫人留步，将军吩咐过，夫人不能进书房。你去告诉赵明轩一声，我找他有急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去衙署找他。找我何事？还要弄到署衙去吗？我要和离。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要和离。你写和离书吧。赵云前天晚上泡了2次凉水澡，才把火压下去。本以为他是为那天做的蠢事来赔礼道歉的，没想到他是为了要和离。没趁了你的心，恼羞成怒了。堂堂将军夫人，不顾廉耻，是那些个下作手段。我还没追究你，你倒闹起来了，是气我对你太好了吗？你对我好，真是笑死。你的好收回去，留给你以后的夫人吧。我现在只想离开你这个畏惧权势、欺负弱小的混蛋。赵云气得噌一下站起来，不敢置信地瞪着他。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当初你心里不满意这门婚事，为何不拒绝？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吗？你既同意了，又一天天摆个受害者的嘴脸给谁看？折磨一个无辜的人，你一点都不心虚吗？我畏惧权势？你爹手里握着10万大军的粮草，国库有空虚，供给但凡迟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我能拿弟兄们的命冒险吗？别说让我娶你了，就是让我娶头猪，我也不会犹豫的。再说府里哪里亏待你了？将军夫人的尊荣你没有吗？你无辜？白染的女儿，就算受些委屈也不无辜。被你爹处死的上千臣民和被株连的上百万百姓才是无辜。我父亲27个妻妾，姨娘又去世的早，1年到头我也和我父亲说不上几句话。他做了什么事，杀了什么人，岂是我这个不受宠的庶女能知道的？说的他像个罪无可赦的恶人一样。他就算真的十恶不赦，也不曾对你有过半分恶意。相府的上上下下也从没有人对不住你赵明轩。你把自己标榜的像个为国为民的圣人一样，你没从中得到好处吗？你现在是百姓心里的大英雄，将士敬服的大将军，皇帝眼里的爱将，这些和我父亲不遗余力的支持你没有一点关系吗？说到你认为的尊荣，我这3年来没得到你半分尊重，从不懂世事的无忧少女变得行销鼓励，患得患失，这就是你给的尊荣。你给的尊荣我要不起，我也不要了。别再彼此折磨了，结束这一切吧。你以为我愿意留你啊？要不是看你伺候母亲还算尽心，我早就把你休了。按理说我没有过错，应该和离才对。你若不愿意，写封休书也行，我也认了。你昨日究竟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为何今日如此反常？从前的白苏已经死了，那个为你低到尘埃里的白苏再也没有了。想到自己莫名其妙传来这里，父母和爷爷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自己还没有尽过一点孝心就离开了他们。从前种种已经过去，现在的我只想要自由，不依附任何人，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再过仰人鼻息的日子。就算真的有和离，也要过段时间，等我慢慢告诉母亲，求得她的同意再说。到时我会派人把你送回徐州的。我说了，不再依附任何人，就不会回徐州，也不必劳你派人相送了。我只求和离。再说了，母亲也不一定同意。母亲若是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呢？不同意就这样过，你还敢忤逆不孝不成？孝敬母亲是你当儿子的和你以后妻子的责任。
母亲已经准备给你找几个妾室，到时候你和你的妾室一起孝顺他老人家吧。原来你是嫉妒了，不愿意让我纳妾啊？平民百姓还有3妻4妾呢，你还指望我一辈子守着你一个人啊？真是可笑。是挺可笑的，你这种轻视女人的人，永远都不会懂什么是一生一世一双人。不管你同不同意和离，我今日都会离开这里。反了你了，来人！站在外头的禁卫李友推门进来。属下在，请将军吩咐。白氏言语无状，不敬夫君，把他带回梧桐院禁足反省。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出房门一步。属下遵命。李友站起身，恶狠狠朝白苏走过来。你不准过来，不自由我宁死。李友轻蔑一笑，继续向前迈步，丝毫不把他的生死放在心上。你再上前一步，我就死在这儿。你可以不顾我的死活，但将军府以势压人，逼死没有过错的嫡妻，到时候朝廷怎么看你家将军？哪个好人家的女儿敢嫁给他？你倒是个烈性子，我教训一下不听话的妻子，还成了以势压人了。说完冲李友挥了挥手，李友行礼退了出去。还不把剑放下来？这是把削铁如泥的宝剑，不是你拿来胡闹的。府里无人不知，你对我弃如敝屣，面上恭敬，心里哪个拿我当回事？恨不得我立时就死了，好给他们的新主母腾地方。他只是奉命行事，你对我大呼小叫的，他能敬重你吗？他觉得像第一次认识白苏一样，很鲜活有个性。看他拿剑横在西白的脖子上，他真的感到了害怕，怕他万一拿不稳。你是有人敬着护着，还有母亲疼爱着。我娘要是能知道我这几年过的日子。白苏想起了妈妈，泪如雨下。你我夫妻一场，与其相看两厌，不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以后见了面还能当个朋友。没想到你不但不答应，还以夫权孝道压我。既然不能好合好散，我就去找官府，看看大周有没有为女人伸张正义的地方。你真的那么恨我，不惜闹到官府也要离开我吗？你以为离开了我就能找到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感情吗？总要试过了才知道，找到了是我的幸运，找不到我也认命。我要你禁足，也只是想让你冷静几天，等我求了母亲，再与你商量和离。你既等不了，就依了你吧。这几年是我冷待了你，府里的东西和钱你随意拿，以后若有难处也可以来找我。我也祝你早日找到称心如意的妻子。母亲那里你走吧，母亲知道了不会同意的，我去给母亲解释。女郎可回来了，府来套好车等着呢，将军同意了没？我已经拿到和离书了，快装车吧，速度快点，别惊动府里的人，传到老夫人那里就麻烦了。白苏进屋，走到书案旁，拿起毛笔给老夫人留了封信，把不告而别的原因写下来。女郎，东西都把马车塞满了，女郎没地方坐了，要不要再带一个人走，再套一辆马车？你俩能坐得下吗？我俩挤一下没事儿，车前也能坐，可女郎不能这样挤呀。你让福来再牵一匹性格温顺的马来，我骑马。那怎么行啊？女郎又没骑过。我知道怎么骑，学过，快去吧。白苏把秋红和另外2个大丫鬟叫过来，把信交给秋红。我和将军已经和离，今日就要离开了。你们愿意留在将军府的就留在将军府，愿意回家就回家，这是你们和白府来的其他人的生气，想回家的自取。我是夫人的人，我也要跟着夫人走。我此去前路未知，就不带你们了。这个箱子里是我给你们留的一点钱，你们待在这个屋里头算算，给大伙分一下，2个时辰后再出去，把信交给老夫人。就这样吧。别紧盯着女郎看了，这一段路人多，你赶好马车就行。我看着女郎。我没见过女郎骑马，看她娴熟的动作，一点也不像第一次骑。秋月，你见过吗？别说她了，我从女郎3岁起就跟着伺候，也没见过女郎骑过，应该是看将军平时骑马，心里记住动作了吧。女郎聪明得很，什么都一看就会。以前从没进过厨房，现在的菜烧的那叫一个好啊。
女郎这几年吃苦了，以后就剩咱们3个伺候了。我想好了，明日我就出去找活干，挣点钱贴补家用。家里的力气活给我留着，我晚上回来干就行。福来倒是个知恩图报的孩子，我老太婆也能做些针线活。女郎虽然落魄了，但咱当奴婢的本分得有，该有的规矩也不能变。我也可以找活干。你出去谁在家伺候女郎？伺候好女郎比什么都重要。挣钱就让我想办法吧。白苏此刻心情大好，以后不用每天给老夫人磕头了，也不用看那赵云的脸色了。我走的路对不对啊？对。你走在前面吧，我怕走错路了。还是女郎在前面吧，万一有什么事，小人也能看到的。女郎往前直走，再过2个街口左拐。将军府内，你让人去衙署传个话，今日让长青带队操练，军务让王少处理。老夫人吃完早饭，让人告诉我一声。李友办好这些事后，见赵云还没有传膳，硬着头皮命人去书房摆膳。他伺候老夫人一场，你不该那个态度对他。属下知错了，属下看他言语对将军不敬，一时失了分寸。那些话是难听，但也不是全无道理。他只是生在了白家，谁又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呢？属下该死，属下知错了。散之后就去刑房领罚。禁卫在门外禀报说老夫人用完饭了。母亲，儿子不孝，特来向母亲请罪。何事？直说。早上白氏来找我和离，我同意了。此时他已经离家。不经我同意就敢和离，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人都走了再给我说还有什么用？你是见不得我过舒坦日子呀，以后你的事也不必告诉我。母亲息怒，儿子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母亲息怒。老太太见他磕头磕得咚咚响，又心疼又生气。你给我出去，别在这儿碍眼。日头渐渐从东边挪到头顶，这秋老虎晒得厉害。赵云已经跪了1个多时辰了。今儿日头晒得院里的花都蔫了，将军也是孝子，偏跪在最硬的青石板上，这上晒下烤的。刚才我在院里经过，看将军满脸湿汗，脸色苍白的在强撑着，八成是没吃早饭。那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得粘在身上了。那李友好歹也是跟着将军上过战场的功臣，此时急得也不顾身份了，见了院里的丫头仆妇就行礼，指望着能在老夫人跟前求个情。老夫人，将军为了认错，连多年不告假的规矩都破了，老夫人就念在将军诚心，就原谅他这一次吧。哼，让他跪着去，跪足1日才好长记性。哎呦，老夫人别说气话了，真跪坏了腿，还不是老夫人最心疼。要是不能保家卫国了，咱们大周的百姓还不得找到将军府来哭呀？再说了，将军现在是大周的英雄，额头红肿的跪在当院，被来来去去的婢奴传了出去，多损将军的威仪呀！好歹把将军叫到屋里来，是打是罚，也不让外人看笑话，不是？我也是心疼白苏，那孩子窝里窝囊的，开始我也看不上他，但他孝顺善良，对人没有不好的，又对云儿一心一意，人无完人，既然成了亲，就该好好过日子。说是和离，还不是云儿嫌弃人家，不定又怎么让人伤心呢？不是说你们已经走了吗？你怎么回来了？你们夫人呢？也回来了吗？夫人没带我们走，只带了孙媪和秋月，还有福来。把那个逆子叫进来。母亲，儿子知道错了，请母亲消消气啊。我问你，你们和离财物给了他多少？儿子对他说，让他府里的财物随意取，什么都可以给他。夫人只带走了陪嫁的钱和部分日常用品，老夫人平日的赏赐以及聘礼都没有带走。你怎么没跟夫人一起走？为什么不早点禀告？夫人说她前路未知，不带着我们，临走给老夫人写了一封信，让婢子2个时辰后才能送来。说完从怀里拿出信和匣子，
一起递给田敖。这个匣子里是白府陪嫁过来的奴婢的身契，夫人说让我们愿意走的就带着身契走，愿意留的就留在将军府。只带走了陪嫁钱，还想着安置你们，是个有情有义有骨气的孩子呀。母亲，儿媳叩首。母亲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儿媳已经离开2个时辰了，原谅我的不告而别，实在是怕离别太过悲伤，和离是我的决定，是我以命相逼，将军才同意的，希望母亲不要错怪将军。我这3年一直在努力，也尽量争取过，但我俩性格不合，还是无法彼此喜欢，勉强不会幸福。与其2人互相折磨，不如彼此放手，各自寻找喜欢的人。感谢母亲这几年来待我像亲生女儿一般，我却让母亲伤心了，以后若有机会会亲自向母亲磕头赔罪。我带来的人如果愿意留下，就让管事重新给他们签一下身契，以后他们就是赵府的人了，请母亲收留他们。最后祝母亲能早日抱得孙子。白苏再叩。秋红啊，你们女郎临走还不忘你们，身契也不用重新签了，就放在我这儿，你们女郎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再跟她走，有想回家的就来我这里取身契。你先下去吧。老太太看着跪着发呆的儿子，他说和离是他逼你的，让我别怪你，你也起来吧。谢谢母亲。白苏今日的行为有勇有谋，有情有义，和以往哭哭啼啼不敢大声说话的样子一点都不一样。他突然觉得一点也不了解他。是他以死相逼要和离的？是。唉，他这是伤心了。大婚3年，你能在他屋里住过几次啊？赵云红着脸不敢抬头。你不会是还没和他圆房吧？你个逆子，哪个女人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啊？亏他忍着没有向白家透露半分，不然你在西北能不能活着回来都难说。现在白家落魄了，她一个和离的女子，没钱没势，以后有多艰难，你想过吗？她主仆4人能不能走回徐州去？路上有危险怎么办？儿子马上派人带着钱追上他们，护送他们回徐州。儿子先告退，有了消息再给母亲禀告。老太太摆了摆手，让他出去。你去账房取100金，带几个护卫，去徐州的方向寻他，找到后务必安全地把他护送回徐州。办好了，就饶你今日不敬之罪。是，属下遵命。赵云缓缓去了梧桐院，屋里前天晚上被他拍坏的桌案被清理了出去，空了一大块地方。这里的桌案为什么还没换上？没人跟管事的说吗？昨日清晨孙敖就给管事说了，管事说等过几日得了空再给换个新的。主子房里添个物件还得等奴才得空。把管事的叫来，让当值门子也过来。秋红，梧桐院里的事经常被怠慢吗？回将军，先前还好些，自去年夏天开始，该给的利钱就常常拖延，到了今年就更轻慢了。6月中旬，夫人放嫁妆的房子漏了雨，管事老是拖着不给修，毁了不少东西。夫人只好让我们把东西都搬进了后账房，等有人来修的时候，屋子里已经搬空半个月了。赵云从不过问内宅的事，本以为白苏在府里安享尊荣，没想到连一个奴才都能欺负。夫人良善，你们怎么不告诉老夫人，或者给我说一声，就任由他们欺负你们的主子吗？哼，若不是你当众给夫人难堪，管事怎么敢啊？秋月和我都想过去跟老夫人说，但夫人不许，说不想为琐事让老夫人烦心。至于将军，就更没人敢提了。夫人对将军日思夜盼，将军过来那天早早就等候在门口，真的等了2个多时辰，却不想将军对下人尚能和颜悦色地说2句，唯独对夫人冷着脸，连句免礼都没说。夫人当场就流了泪，将军的态度和府的下人都看在眼里，哪个还当夫人是正经主子？秋红一时冲动，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说完又开始后怕。秋红今日伤心过度，神志不清，大胆冒犯将军，请将军恕罪。我当日只急着去拜见老夫人，哪讲那么多呀？你早些这么大胆，就没那么多事了。我再不洗他，也不会容别人欺负。你起来，站到一边去。不知将军找小的来有什么吩咐？我前天晚上看这屋里桌案不喜欢，让换个新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换上啊？小的该死，小的知错，都怪孙傲没说明白，小的马上让人从库里搬个最好的过来。哦，感情不用置办啊，府里现成的东西你一天办都办不好，你这狗胆包天的奴才，竟敢怠慢主子至此！将军息怒，小的不知道是将军要的，若早知道，小的就是半夜也能给将军搬过来。是小的没弄清楚，还以为是白事。掌嘴！护卫走过来，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就扇起来，几下就打得口鼻流血，脸肿得跟猪头一样。知道哪里错了吗？小的刚刚对夫人言语不敬，小的知罪。原来管事已经知道白苏和离的事了，他本来就看不起白苏，此时说话更没有顾忌了，没想到就说了一句白事就被掌了嘴。没有别的了吗？小的有罪，没有及时把桌案送来，是小的懈怠了，求将军饶了小人这次。懈怠？你不是懈怠，你是刁奴欺主。我今日才知道，主母的房子漏雨，竟然半个多月才请来你这个管事。每年拨的那么多修葺房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府里的几百个奴才，连主子都伺候不好，要你这个管事何用？将军饶命，小的知道错了。欺主的奴才按规矩得乱棍打死啊！念你在府里侍奉多年，就饶你死罪。来人呐，把他带下去，杖40，打完赶出府去，永不录用。门子跪在一边，吓得浑身颤抖，冷汗出了一身。暗暗回忆这几年有没有对夫人不敬的地方，见赵云看向他，不等问话就自己说起来。将军，夫人宅心仁厚，从来没打罚过下人，这才让一些奴才在夫人面前失了规矩。夫人这几年几乎没出过门，就昨日和今日出去了，小的每次都给夫人磕头行礼，不敢忘了规矩啊。把昨日和今日见到的都细细讲来。昨日夫人4时出的门，福来赶着一个不起眼的马车，夫人只带了秋月，没带随从和护卫，申时才回来。今日出门时是辰时，福来赶着一个偏大些的马车，车厢里不知道是什么，福来和秋月一起坐在车辕上，夫人戴着围帽，骑着一匹白马，看着走得有点急。夫人自己骑着马，她还会骑马？是啊，我看夫人骑术很不错，我对夫人磕头时，她还笑着说一句免礼。你下去吧。他一直讨厌白苏，现在他走了，他应该高兴才是，但是心里觉得像堵了什么东西似的，一点也不痛快。将军，热水已经备好了，孙傲收拾衣物的时候可能没仔细看，把将军的衣服也带走了，只剩了几件穿过的旧衣，将军先穿一日，婢子马上就安排人做。从前那些衣服是谁做的？以前的都是夫人做的，凡是将军的衣物和吃食，夫人从不假手于人。你们都出去吧。他洗完澡，换上白苏给他做的常服，觉得他针线做的也不错。这屋里桌案已经换上新的，家具一件也不少，还是觉得空落落的。看到书架上放着几张叠着的纸，打开一看，是抄写的诗经。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疑？风雨萧萧，鸡鸣啾啾，既见君子，云胡不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居，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赵云自诩看书比较多，竟不知道这首诗的出处，又读了2遍，越发喜欢。可惜呀，不能问问他出自谁人之手，心里很是遗憾。第二天傍晚，李友回来复命。将军，属下往徐州方向追了100多里，沿途没有发现夫人的踪迹。属下回城后又找了京城所有的大小客栈，这2日也没有相似特征的人入住。属下无能，一会儿就去领罚。他带走了不少男装，可能乔装打扮了。
就算夫人穿了男装，属下也认得出来。况且福来和秋月属下也认识。找不到就算了，他可能提前准备了住的地方，应该还在京城。以后若遇到了，要以礼相待，及时禀报。这次你办事认真，罚就免了。下去休息吧。属下遵命，谢将军开恩。一天傍晚，朱雀大街附近一个小院里，你们口口声声说听我的，却天天的阳奉阴违。我说了，以后和我吃一样的饭，你们就个个说不饿，却背着我吃窝头。这才几天呀，就穷得没钱吃饭了吗？孙敖，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女郎息怒，是婢的错。婢原本在家里吃惯了这些，一时想吃就做了些，不是每天吃的。还不承认？那我也尝尝看，这是什么山珍海味，让你们念念不忘。以后我也随你们吃这个。说着拿起一个来就咬。女郎不要啊，婢知道错了。女郎千金之躯，怎么能吃这些粗食呢？奴婢只是不想女郎的钱让奴婢们浪费了，就想了这个主意。婢知错了，不该自作主张，违背女郎的命令。吃到肚子里又不是丢了，怎么能算浪费呢？奴婢怎么就不能吃好一点了？我以后指着你们给我干活呢，你们整天吃这些，哪还有力气？三人不敢反驳，暗怪孙敖没把窝头藏好，被女郎找到了。福来，你说你这2天去哪里了？说实话，别再说去看朋友了，看朋友连着去2天的吗？福来低头跪着不吱声，不敢再撒谎，也不敢说实话。小月，先回你屋里，福来把上衣脱下来。福来知道瞒不住了，又不敢抗命。白苏走到他后面一看，只见他后背又红又肿，还有几处破了皮，一看就是扛重物所致。白苏压抑着怒火，坐回榻上。你这2日挣了多少钱？昨日是第一次，不得要领，挣了40文，今日挣了55文，以后掌握了技巧，还会多些。所以你以后就打算白天出去务工挣钱，晚上劈柴打水，养着我这个主子吗？福来心里就是这么打算的，但是说养主子，他觉得没这个本事。小的现在挣得少，以后会更加努力，也不会耽误了家里的活。白苏气得起身，去柜子里拿出一个匣子，取出里面的生气，递到他面前。你既然自己可以挣钱，就拿着你的生气走吧。我白苏再不济，也不花你吃这窝头做苦力挣来的钱。福来一下就懵了，他抬头看着白苏，见他一脸怒容，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一个劲地摇头不肯接。孙敖，取1吊钱给他，让他明天早上就离开。女郎息怒，小的不该惹女郎生气，女郎要打要骂都可以，求女郎不要赶小的走。女郎息怒啊，婢知情不报，还帮他隐瞒，愿意一起受罚。求女郎看在福来年少无知，又是初犯，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小的该死，不该欺骗女郎，小的知错了。你发什么疯？我让你张嘴了吗？你既自己能挣钱，还在我这里干什么？我说了，我有挣钱的法子，你们偏不信，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撒谎去作践自己。福来知错了，以后绝不会再撒谎。若有下次，小的就先抽烂这张嘴，再任凭女郎处置。求女郎饶了小的这次。白苏怕自己盛怒之下又说出什么让自己后悔的话来，摆手道：改日再处置你。出去，你们都滚回自己屋子里去。第2天，福来的脸肿得更厉害了。白苏看到刚下去的怒火又涌上来，沉着脸在屋里看了1天书。到了晚上，白苏命孙敖把福来叫来。女郎，小的真的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撒谎了，请女郎责罚。你这2天干的什么活？后背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小的找了一个搬运的活，往储存秋粮的粮仓里扛粮食，麻袋粗糙，我怕把衣服磨坏了，让女郎看出来，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脱了。简直是愚不可及，就你这样早出晚归的，能瞒得住我吗？我身边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人？孙敖，你去厨房煮10个鸡蛋，炙热拿过来。福来就在这跪着反省。屋里地上很平整干净，跪着并不难受。
那时候下人罚跪都在院里，院里坑洼不平，有的主人还让跪在石子上加大惩罚力度，忍受重温叮咬，再加上风吹日晒，那才叫惩罚。跪在屋子里虽然不受罪，但面对女郎实在是臊得慌。女郎，小的去院里跪罚吧。闭嘴！再多言，就罚你举着茶杯跪一宿，到我跟前来。再往前，再往前。福来无奈，紧挨着踏冰跪好。女郎是想亲自动手打吗？吩咐一声就行，哪里用劳累女郎？白苏把刚剥好的鸡蛋放到他脸上，用手按着来回滚动，听得福来和孙敖目瞪口呆。那时候的人还不知道鸡蛋敷脸能消肿，白苏也不说话。两人刚挨完训也不敢问，只心里心疼的不行。古时候鸡蛋是奢侈品，比肉还贵呢，只有贵族才舍得吃，下人平时是吃不上的。你自己也拿一个，学我的样子照着做。敷完了脸，白苏让他转过身去，把他衣服掀起来，把后背也敷了敷。滚完脸上肿胀感明显减轻不少，也没那么疼了。福来感动地弓着身子，小声抽泣起来。我知道，你们本意是为了我好，怕以后没有钱花。但你们挣的这几个钱，够干什么的呢？我若没有挣钱的法子，就不会离开将军府。说到底，还是你们不信赖我，觉得我无能，过不了日子。不是的，女郎，是小的的错，小的闲不住，这几天在家里吃完饭就闲着，老想找点活干，就一时昏了头，以后再也不会了。建立起信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也看出来了。只要我挣过来钱，你们几个就会胡思乱想，过2天我就给你安排活干，让你们看看我能不能带你们过上好日子。敷完后背，白苏把鸡蛋放到盘子里，你把这些鸡蛋洗一洗，用开水再煮一下，要是不嫌脏，你们3个就分着吃了吧。我累了，你们都出去吧，也别让小月过来伺候了。女郎这次是真生气了，我还没见她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是啊，女郎想我们不信她，藏着窝头吃，辜负她的好意。我们好几个人都按女郎的标准吃，还吃3餐，那得花多少钱呢？那些钱以后还得留着给女郎当嫁妆呢。那咱们还偷偷吃窝头吗？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都不怎么吃，女郎又不是看不出来。你俩正长身体呢，就听女郎的吧。我老了，又干不了重活，吃点什么不行啊？昨天吓死我了。福来，女郎要是不松口，你会不会走啊？不会，女郎的恩还没有报呢。正用人的时候，我一走了之了，那还算是个人吗？只要女郎不打死我，我就不走。你也真是的，打自己那么用力干啥呀？要是女郎不拦着，这好好的一张俊脸不得破相了呀。不打得狠点算认错的态度吗？我是怕女郎生气，当时我恨不得抽死自己，好让她消消气。我们都听女郎的话吧，我是不敢再忤逆她了。她一生气，我就觉得自己像个罪人一样。我吃了3个了，剩下的你们分着吃吧。我晚上不能吃太多，就吃2个，剩下的福来吃了吧，不然放到明天就放坏了。隔日，公子，买这些做什么用啊？挣钱用啊，本想着再歇2天，谁知道你们一个个的不消停。我要是不挣点钱呀，你们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呢。福来以后一定听话，再不敢自作主张了。这些是除草用的吗？公子是想买点地让福来去种地吗？姑娘啊，这是药锄，挖药材用的。你没跟你公子出过门吧？你们公子啊，一看就是行家，挑的这几样啊，都是最好的，轻便又好用。老张的东西做得不错，这几样我都要了，再帮我选2个轻便点的背篓。婢子知道了，公子是想上山挖药材，然后卖到药房，对吧？也算对吧，不过不是卖药材，是制成药粉、药丸去卖，是一种不用熬汤药，病人直接能服用的药。公子什么时候学会的呀？好厉害！书上学的。
你没看我这几天一直在看书吗？你以后也得学点字，学点简单的字是很有必要的。我书架上的书，你和福来都可以看。那婢子每天学几个？公子，福来想看，小的想抄几本留着。行，想看就看，不用抄，太浪费时间。有那功夫，还不如多看几本。有喜欢的就挑几本，算我送给你的。福来高兴的连连作揖，秋月羡慕又没办法。那你有空得教我，我识字少，总不能耽误公子的时间。教你也可以，我也不让你磕头拜师了。以后我的衣服你洗，对我不能再大呼小叫的。教你的字要认真学，写不好我会打你的手板。好，我认真学，让你想打也没有机会。白苏笑着听他们斗嘴，他们又购买了制药的药碾子、杵、钵、切刀，还买了竹架晒扁药扁，还买了艾叶、艾草粉和一把防身用的匕首，拉回去一马车。第二天天蒙蒙亮，到伏牛山路途遥远，大概得走1个多时辰。女郎还是再睡一会儿吧。你不用管我，只管赶快一点就行。出了北城门，又往北行驶20多里，才到了伏牛山。这是防蛇的药，蛇老远闻着这气味就跑了。白苏交代完，拿着药锄就想背背篓干活。我背2个大的，这个小点的秋月背，公子拿个药锄就好。你背上还有伤呢。原本也就破了点皮，早就好了，背个100来斤没问题，何况2个空背篓。白苏没再和他争，他边走边教他们2个认识药材，遇到需要的就挖出来。到了申时，公子，马车里快装不下了，您一天也没休息了，歇会儿吧，剩下的让小的挖。今日你最辛苦了，起早赶了那么久的马车，到现在也没休息，后背恐怕又要破皮了。不会，小的一点都不累，前2天背的是粮食，一麻袋100多斤重，这小背篓轻得很，背在身上跟没重量一样。再挖最后一篓，挖完就回家，等卖了钱，咱再去太白楼大吃一顿，到时候……突然秋月在前面惊叫一声，白苏起身往前跑去。小月，怎么了？是不是受伤了？骨头，我挖到好大一块骨头。白苏走近一看，泥土中露出一大块骨头，他小心地用手扒开周围的泥土，一块近1尺粗的骨头裸露出来。他轻轻用袖子擦了擦，趴在地上舔了那个骨头一下，很粘舌头。龙骨，这是一块千金难买的龙骨。想不到这块大骨头还是个好东西。龙骨是龙的骨头吗？哎呀，刚刚奴婢吓了一大跳。这是历经千万年的骨头，也是一味中药，止血特别好。公子闪开，我把它拔出来。不能拔，这东西极易碎，得小心的把它挖出来，尽量不要弄坏它。3人合力把龙骨挖出来，足足有10尺长。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等天一黑，山上就不安全了。女郎可回来了。孙儿，快摆膳，饿死了。是，热水备好了，女郎先去洗个澡，必马上去摆膳。白苏简单洗了个澡，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了1碗粥，才觉得缓了过来。你们先吃饭吧，吃完再弄。女郎马上就弄完了。弄完，秋月和福来都累得够呛，吃完饭就各自休息去了。孙敖给白苏全身做了按摩，又用脂膏揉着她磨得发红的双手。女郎只去这一次吧，我刚问他们都认得药材了，以后采药就让他们去，女郎不能再去了。这风吹日晒的，哪是女郎能干的活呀？哎呀，孙敖，我累是累点，但是心里高兴啊。今日出门撞到大运了，这些药材能卖很多钱，你以后不必省着花了。必就算吃一辈子窝头，也不愿女郎吃这个苦啊。只是累一点而已，算不得吃苦，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最踏实了。孙敖就别多想了。第二天醒来时已经4时，福来他们已经按照他提前教的那样清理好药材。吃完饭，白苏也不顾阻拦，坚持要再去伏牛山一趟，决定把发现龙骨的地方再翻找一遍。可惜呀，他们把周边挖了半天，一直到太阳偏西，只挖到几个小块的龙骨。这些钱足够咱们用的了，这副骨架
应该在砂岩深处，咱们在这里做个标记，以后若用得着再来挖吧。这件事要保密，若传了出去，伏牛山就要被人挖遍了。接下来的几天，白苏就领着他们把药材暴晒、烘干、研磨、碾成细粉，制作装入瓷瓶。洪正堂一大早就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一个俊秀的公子领着一个侍女和一个小厮，也不看病，说有要事和掌柜的商量。伙计通禀后，领着他们上了2楼。这位公子不知道找叶某何事啊？在下姓白，我今日过来是有件事跟叶掌柜商量。这是我祖传秘方制作的金疮药，能瞬间止血、止痛、搏击、刀剑伤、烫伤、创伤，效果都不错。我想找一家信誉好的药店，长期出售此药，不知贵店是否有意合作？哦，不知白公子祖上是哪位前辈啊？这个我不方便透露，不过我敢保证，这个药品是大周止血效果最好的，而且一旦选好合作的药铺，我不卖给第2家店。年轻人好大的口气呀，还没人敢说自己的药是最好的呢。难道是哪位高人的后代？他打开瓶子闻了闻，倒在手里一点，用手指捻了捻，又用舌头舔了舔，皱起眉头。他竟没辨出是用了什么药材。公子打算什么价格出售呢？这一小瓶给你们的价格是500文，你们售价不能超过1500文，如果再抬价，得经过我同意，咱们再重新定价格。公子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价格是别人的10倍了，你确定你的药能卖得出去吗？我确定，这药非常珍贵，只会供不应求，伤口处理不好，轻易就能丢了性命，一掉钱就能救一条命。有人会觉得贵吗？没效果的药，1文钱都是浪费。要不是白苏仪表不凡，不似寻常之辈，叶掌柜早就把他当成狂徒赶出去了。偏这药他看不出来究竟，若拒绝了，这万一……公子稍等，先喝杯茶休息会儿。这等大事我做不了主，我们少东家马上就来，我跟他商量一下。东子，快去迎少东家，直接把少东家请到楼上来，就说有贵客在。不一会儿，东子推开门，请进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长得白净斯文，一看就是好脾气那种。叶掌柜站在一旁，把事情讲了一遍。小的实在看不出究竟来，不敢拿主意，所以请了少东家过来。他也和叶掌柜一样，倒出一点药粉，闻了闻，捻了捻，用舌头尝了尝。先生，这药确实是不错，但效果究竟如何，我无法确定。但这价格是真高，不知道这药效和价格是否匹配。白苏看向身后施力的福来和秋月，你们去门外等着。白苏看向叶掌柜少东家和站在他身后的东子，把手指放到嘴边，冲几人嘘了一声，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挽起袖子，对着左胳膊划了一道1寸多长的口子，鲜血一下就涌了出来，顺着葱白的手臂滴到桌案上。尽管白苏提前给了暗示，但叶掌柜和少东家还是惊诧不已。东子岁数小，吓得忍不住惊呼出声：公子，小的能不能进来？不是，我和少东家有话要说，你推远一点。白苏拿起桌案上的药瓶，撒了一点药粉在伤口上。我这个小厮和侍女胆子小，让他们见到了又大惊小怪的。薄薄的一层药粉撒在流着血的伤口上，立时就止住了血。两位看这药的效果和价格是否匹配啊？在下林彻，先生喊我林彻就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不该怀疑先生的话，以致先生受伤，请先生见谅。林彻啊，原来是小神医啊。先生，莫要听他们说的玩笑话，我哪是什么神医啊？我配的伤药和先生的一比，简直一文不值。那我这药，我们洪正堂全部留下，700文一瓶。以后若卖在超过先生定的数额，超出的价格按3期分账，7成给先生。700文一瓶？对，先生的药是千金难求啊，卖1000多文一瓶应该很抢手。这药是先生的秘方所制，先生理应拿大头，500文少了。林公子果然是个仁义君子。福来、秋月，你们就把马车上的药都拿过来。东子，你跟着去拿，别让小姑娘干这力气活。开玩笑，那么贵重的东西让小姑娘搬，掉地上摔了怎么办啊？这个箱子里面是刚才看的药粉，叫金疮药。这个是我制作的治伤消瘀丸，是内服的疗伤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和配方的汤药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不用熬制，适合出门在外的人用。林彻打开瓷瓶一看，又是一惊，瓶里一粒粒绿豆大小的药丸，他倒在手里一些闻了闻，
药香浓郁，颗粒均匀。叶掌柜看着这大小均匀的小颗粒，无法想象是怎么做成的呀。白公子，这都是你做的吗？是啊。这个药是用水化开服用，还是直接吞服啊？药量怎么掌握呢？用水化开，直接碾成粉不就完了吗？还费这事儿干嘛？直接吞服的，做成药丸，不仅服用方便，还让病人服用时避免苦口，也不刺激胃。药量用秤称，或用勺子一类的东西量一下就行。先生这制药的方法真是太高明了，是不是只要有药方就能做成这种药丸呢？是的，这就是普通药材做的，价格便宜点就行。这个是药品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服用方法说明。林彻接过一看，上面详细写着用法用量，适用于什么病，连药方都写得清清楚楚。先生大意，连秘方都写得明明白白，实在令在下佩服。啊，这算不得什么秘方，我把药给你们卖，总得把方子给你们写明白，你们才好放心给病人用啊。这箱药就送给林公子了，下次做了再收钱。啊，这怎么行啊？先生，这些药得花多少功夫？在下怎么能白药呢？林公子是诚信之人，我想交你这个朋友。这种配方的中成药，百姓没有见过，少不得还得让你们给病人推荐一番。这些就算是试用吧。如果这种药卖得好，以后我还会做很多这种药，就优先在你们店里销售了。那就谢谢公子了，我会大力给病人推荐。如果效果好的话，白公子以后所有的药，我们店里全部收下。白素一共做了20瓶金疮药，收了叶掌柜14000文钱。福来提着钱袋子，笑得合不拢嘴。先生，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祛疤膏，用了不留疤痕，先生一定要记得用啊。公子，你受伤了？怎么受的伤？没事，不小心碰破了一点皮。走吧，回家。福来把钱袋子往地上一扔，恶狠狠地瞪着东子问：刚才是不是你叫的？你叫什么？是不是你伤到我们公子？不关人家的事，你这么凶干什么？公子不说，小的实在不放心，求公子让小的看看伤。公子，就让我们看看吧，刚刚我们出去时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公子会受伤啊？看到了没？我刚才不小心在桌角上碰了一下，就破了一点皮，别大惊小怪的。若伤得厉害，我不喊你们吗？这包着也看不到伤口严不严重啊？怎么还想让我打开给你们看呀？两人急忙磕头道不敢。罚了你们了，还不快滚起来！不来给东子道歉。东子，对不住了。林彻看着远去的马车感叹道：年纪轻轻就能做出如此神奇的药，人品还如此的好，想不到京城还有如此厉害的配药高手。少东家，您看着铺子点，我得去跟老东家说一声去。去吧。马车里，秋月看白苏面色如常，就信了他的话。公子，想不到那些药那么值钱，真的太好了，孙老不得高兴死。这次你们放心了吧，以后别想着吃窝头了，回去喊着孙媪，午饭咱们去太白楼吃。太好了！几个人在太白楼点了一桌好菜，大吃一顿。傍晚，秋月去福来那里拿脏衣服洗，福来沉着脸嘱咐他：你千万要把女郎伺候好，别没心没肺的，只知道看到钱傻乐。你觉得女郎不是伤了一点皮吗？可看起来没什么事啊。少东家和叶掌柜都是很斯文的人，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哼，也就你相信，如果只是伤了一点皮，用得着抹祛疤的药吗？女郎为什么把我们支出去，连采药制药都教会了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背着我们的？太白楼吃饭时，女郎只吃素菜，你包的虾和鱼一点都没吃，可见伤口不轻。怪不得你一天都不高兴，我没想那么多。难道女郎把我们支出去，自己把自己弄伤的？啊，难道是为了验证止血的效果吗？八九不离十，主子受累受苦又受疼的挣钱，要我们这当下人的脸往哪儿放啊？你去伺候女郎去吧，衣服我自己洗。那我先过去伺候女郎，等女郎的伤好了，我再给你洗。白苏胳膊上的伤口很浅，但当时也把她疼坏了，看不到效果，谁肯出那么高的价钱呀？好在结果不错，时间长了肯定瞒不住身边伺候的秋月。换药的时候被他发现，又跪在跟前哭了一场，啥也不让他干。白素在家歇了好几天，直到那点伤完全好了，一点疤也没有留下。在白素的指导下，家里药材都做成了中药丸。他让孙敖准备上山的东西，要带他们再去采一趟药。女郎留在家里吧，这些活我和秋月去就行了。上次采挖的那些药材，小的都认识了，绝对不会弄错。是啊，婢子也都认识了。这2天有点闷热，女郎就别去了。这个时候
采挖的药材最好最全，我若不去，碰见好东西你们也不认识。歇了那么多天了，也该干活了，去准备吧，明天早点去。第二天，他们赶着马车出城的时候，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往北走了5、6里路，马车突然停了下来。怎么不走了？路边躺着一个人，不知道是死是活。路边趴着一个受伤的男人，身子底下流了很多血，他手探到鼻孔下面，呼吸很弱，肩膀处有一处刀伤。白苏掏出怀里的半瓶药，撒在伤口上，翻过他身子看了一下他的瞳孔。快，把马车掉头，把他拉回去，这人还有救。孙敖，马上去烧水。福来，速去洪正堂拿2瓶金疮药和纱布，再拿1支人参和2瓶烧酒，酒越烈越好。秋月，你去找剪刀、针还有线，把针线放在热水里煮一下，用干净的盆打1盆盐开水晾着，水里放1勺盐。福来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把烧酒、金疮药和纱布放在桌案上。公子，少东家恰好在店里，非要跟过来，小的说不用。他先生，我非要跟来的，看看能不能帮上忙。说着看向榻上的人，走到跟前一看，这伤口那么大，有办法，既然来了就干活。白苏洗了洗手，开始用纱布和烧酒给伤者擦伤口周围。你们俩去院里洗手，洗完用烧酒把手擦一遍，然后过来帮忙。秋月，把这只人参取一半，让孙敖熬成人参汤。白苏用烧酒擦完上身，又把凉了的盐开水端过来，开始冲洗伤口。在盐水的刺激下，伤者开始呻吟，像要苏醒过来。秋月，用绳子绑住他的腿，别让他挣扎。林彻、福来，你俩按着他胳膊。在盐水的不断冲洗下，伤者果然开始挣扎。别动，我再给你清洗伤口，你忍一忍，一会儿就好了。伤者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白苏，咬着牙安静下来。秋月，拿个干净的金帕让他咬着，你的伤口很大，我马上给你缝合，会有一点疼，你忍一忍，尽量别挣扎。白苏从热水里拿出铁针，用手用力掰成弧度，引上线开始缝合。先生，你想干？闭嘴，都别说话。伤者看他拿着针和线穿透皮肉，在疼痛加恐惧的刺激下，一下清醒过来。他用力挣扎一下，发现手脚都动不了。别挣扎，忍一忍，伤口不缝合一定会感染，到时候连命都没了，爷们点。听了白苏的话，知道是在给他疗伤，果然安静下来。他疼得出了一身汗，也没再动一下。公子，人参汤熬好了，端过来让他喝了。福来，取瓶治伤消瘀丸来。秋月，把绳子解开。白苏取出他嘴里咬着的金帕，拍了拍他的脸。醒醒，把药喝了再睡。醒醒。他强撑着睁开双眼。白苏和林彻把他扶起来，喝下1碗参汤和疗伤药。大家一起来，抬着这榻，把他挪到里屋的大床上。把他抬到厢房吧，婢已经铺好被褥了。就在我屋里吧，厢房没住过人，太潮了，他这身子经不住。等把人安置好，白苏累得额头上满是汗水。林公子请坐，今日谢谢你了。刚刚情况危急，我态度不好，请不要见怪。先生，那么大的伤口，缝住不生脓疮吗？能救得活吗？应该没事，只要熬过去3天就没事了。你那些东西和那只人参多少钱呀？一会儿让福来送店里去。林彻愣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公子，他伤得那么严重，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万一救不活，或是被人追杀的坏人，咱们不是惹祸了吗？放心，他死不了，我心里有数。不管他是什么人，既然遇到了，总不能见死不救。也是他命大遇到咱，再晚一会儿他就活不了了。林公子，你怎么还站着？坐呀。福来，去太白楼要一桌酒菜来，让林公子吃了饭再走。先生，我第一次见这种缝合伤口之术，震撼无比，实在不想离开啊！求先生能让我留下照看病人，也让在下长长见识啊！好，我正累呢，你也可以帮我照看一下。不过我可不付你小生意的诊费啊！过来坐吧。什么小生意啊？先生莫要取笑在下。怎么突然那么拘束啊？和那天在洪正堂的你不一样了。谢谢先生，以前在下如井底之蛙，没见过日月，一见先生才知道自己那点医术实在粗浅可笑啊。林公子太谦虚了。福来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寻找林彻的小厮，就把他带了过来。公子，可找到公子了，吓死小的了。这小厮去了一趟茅厕，回来就找不到他了，只知道主子是追着福来走的，却又不知他们去了哪里。你不必跟着伺候了，回去告诉老爷一声，就说我今日在先生这里学医，晚上再回去。吃完饭已经过了午时，白苏查看一下昏睡的男人，脉象虚弱，但很平稳。我先去厢房睡会儿，晚上我守着他，你和福来先看着他吧，有事就喊我。林彻点头应是。
白苏累坏了，竟然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都轻手轻脚的。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啊，真是抱歉啊，一觉睡到现在了，让你劳累了一天。转过头对福来吩咐：“你快去套车，送林公子回去。这个病人看着凶险，但并没有伤及肺腑，我来守着他。你快回去休息吧。”先生，在下想拜先生为师，求先生收下徒儿。你连我叫什么、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要拜我为师？先生的医术、医德和人品无不让人折服，这和先生是什么人没有关系的。弟子有幸遇到先生，今日又得见先生的风和术，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愿执弟子礼，拜在先生门下，朝夕侍奉，只求先生能指点一二。我今年才17岁，你还不知道吧？林彻看得出来，白苏年岁小，但他的能力和气势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德高望重的名医。学问不分大小的，能者为师嘛。孔子都能拜7岁相陀为师，弟子愿效仿孔圣人，拜师心意已决，求先生答应。白苏其实对林彻印象很好，谦虚好学又智力上进，自己也带过大学生和硕士，对收徒并不排斥，只是自己是女子，还是事先言明好。你随我到正堂来。白苏来到正堂，坐到榻上，林彻拒绝坐下，坚持跪在榻下。我姓白名苏，是个合理的女人，因女子做事诸多不便，所以才女扮男装。现在你还想拜一个女子为师吗？林彻大吃一惊，他本来看白苏面如好女，俊美异常，身形也比一般男子纤细，但看她行事果断，潇洒不羁，还有前几天自己把胳膊割伤的勇气，谁也无法想象是一个女子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想不到竟是位女先生，先生是男是女都不会影响弟子拜师的决心。女子有如此医术，更为让人佩服。先生放心，弟子绝不会因为先生是女子而轻慢半分的。如若有任何不敬或懒惰，任凭先生责罚，打死无怨。拜师毕竟不是小事，你回去跟你父母如实禀告，他们若同意，我就收下你；若不同意，咱就以朋友相处。你有什么想学的，我也会教你，拜不拜师的一样。父母对我一向纵容，拜师这事儿也不会不依的。师傅若不收下徒儿，徒儿是没脸学师傅的医术的。你先和父母商量一下再说吧。起来吧，别跪着了，你也不嫌累。师傅能收下徒儿，徒儿就是跪上3天3夜，心里也高兴啊。林彻笑嘻嘻地谢过白苏，然后站起身来，想到师傅如此人物竟然会和离，心里又愤愤不平起来。天下怎会有如此不长眼的男人？师傅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姓名？是否在他家受了委屈，徒儿不才，想为师傅出一口恶气？白苏心里一暖，这徒弟倒是有心。也没受什么委屈，我们性格不合，我受不得约束，就主动要和离的。与其看人脸色活着，不如自食其力活得痛快。也是弟子之福，要不然师傅的医术恐怕无人得见了。天不早了，你回家吧。不来，林公子的随从和小厮在门外候着呢，倒不必小的去送了。啊，那弟子就先回去给父母禀告一声，明早弟子再过来。一夜无事，黎明时病人醒了过来，他一动身子，身上就疼得忍不住哎呦一声。你怎么了？是不是疼得厉害？我要小姐。哦，好，公子出去休息吧，熬了一夜了，小的来照顾他。看一下尿液的颜色和排尿量，然后告诉我。说完转身去了堂屋。福来伺候完伤者去了堂屋，一边低头给白苏汇报情况，一边替他委屈。他心里敬若神明的女郎，为了给那个男的治伤，不得不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的，还要听病人排尿这种事儿。白苏听得很认真，听完又进去给病人仔细查看伤口。大夫，多谢你救了我，你真是厉害啊，能把伤口当成破衣服一样缝起来，我现在是死不了了。白苏又上了一遍金疮药，用心的纱布把伤口包好。那可不一定，你失血过多，伤口又大，过几天不感染才算是脱离危险。这几天好好躺着，别乱动哈。哦，我不动，听你的。你的小厮只让我喝了1碗水，我饿了，给我吃点东西吧。等会儿吧，小月已经去熬粥了，看你也是习武的人，怎么被人伤得那么重啊？要不要通知你的家人？你怎么知道我是习武之人啊？你手上的茧一看就是长期握剑磨出来的。你倒是心细啊！我叫楚寒，楚云飞，路上碰见劫道的匪人了，不用告诉我家人，我父母去世了，继母他们巴不得我早点死了。好吧，只要你不是逃犯就行，安心在这里养伤吧，有事就喊一声，我在外面听得到。哎，大夫，你别出去啊，跟我说说话呗，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白苏。白苏，看你岁数不大，我叫你名字可以吧？可以。白苏，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你喊我楚大哥，或者喊我云飞都行。楚公子，你睡了1天1夜，你是精神好了。我家公子为了救你，昨日累了1天，又熬了1夜，
实在没有精力陪你说话，你有什么事儿就对我说，我办不到的再转告给公子，好吧？我跟你主子说话，你插什么嘴啊？福来才不管他高兴不高兴呢，对白苏施礼。公子恕罪，小的本来不该插嘴，但公子体弱，不能再劳累了。这楚公子那么精神，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一会儿我伺候他用膳和喝药，公子去睡一会儿去吧。好，我去厢房睡一会儿。一会儿林彻要是来了，你就回去休息，让他守着。吃完饭再给楚公子熬点参汤。你早饭只能吃白粥，不能吃别的东西哈。吃饭的时候，楚寒看着只有一碗白粥，你好歹给我弄点菜啊，这我也喝不下去啊。不行，公子说了，只能喝白粥。你们公子也没说不让吃菜啊，你给我弄点你们吃的菜就行啊，我也不要求别的，行不行？不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闻到菜的香味了。你叫福来对吧？去给我弄点菜来，我改天给你10车菜的钱。不行，没得商量。楚寒为了吃口菜，和一个小厮说了那么多话，还是吃不上。不让我吃菜，粥我也不吃了。为了给你缝伤口，我们公子在地上跪了半天，累得浑身是汗。你少吃顿菜怎么了？还不是为你身体考虑。要不是你的命是我们公子费劲才救回来的，我才不管你吃不吃。我知道你们公子辛苦，我也不会让他白救，不是啊？你要多少钱？说个数，多少都行，我改天让人送来。我们救你是为了钱吗？连救命之恩都能说得像赏赐一样。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昨日见到你就不该停车，我家公子也不用为你熬夜劳神。你们别吵了，福来，你不会好好给楚公子说话吗？吃了粥还得喝药呢。楚公子，公子不让你吃菜，肯定是为了伤口好。我家公子连人参都舍得让你吃，会不舍得让你吃菜吗？要不是公子说我出入厨房，身上有什么菌对伤口不好，我就伺候你吃饭了。福来熬了1天1夜了，说话不中听，你别计较哈。实在不行，我就去洗澡换身衣服消毒，再过来伺候楚公子吃饭。楚寒看见福来两眼通红，这会儿也觉得说的话不妥。不用了，都吃白粥吧，福来伺候就行。来吧，我喝。福来也松了一口气，要是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女郎会不会失望？你早说这粥这么好喝，我还要什么菜啊？再去给我盛一碗。这是公子嘱咐让这么熬的，里面放了红枣、糯米、板栗，还有莲子，天还不亮就开始熬了。怪不得那么好喝啊！楚寒又喝了一碗，喝完还意犹未尽的舔舔嘴。不能再喝了，第一顿饭吃多了不一定好，把药喝了吧。福来把药用勺子倒了一勺小药丸，另一只手端着热水。你们家公子真是个妙人啊！这药也是他做的吧？不苦也不用熬，会缝伤口，还懂得做饭，我得好好结交这个朋友。福来不理他，拿着空碗往外走去。你怎么出去了？我还没说完呢。我去吃饭，你吃饱了，我还饿着呢。福来出去了好半天，才跟着林彻一起进来。林彻先给楚寒打了个招呼，就开始诊脉，又看了肩膀上的伤口，重新上了药。福来，胸口的伤口也和这个伤口一样，愈合的这么好吗？是啊，只是略微红肿一点，没有渗血。太好了，师傅简直是个神医啊！白先生，小儿林彻拜师心切，我们冒昧前来打扰白先生了。是晚辈无礼，不知先生要来，让先生久等了。林先生请坐。先生是小儿的师傅，哪里能是晚辈？老夫今日特意过来拜见先生。林父被叶掌柜搀扶着，微微转动一下身子，对着白苏拱手。小儿从小到大没佩服过谁，这一次是真心佩服先生。今日我就把他交给先生管教，如有懒惰懈怠，任凭先生责罚。林先生快起来，既然林先生信得过我，我就收下他。白先生请坐，让小儿磕头行拜师礼。徒儿林彻叩见恩师。言罢，他额前触地，郑重拜了3拜。拜完，从怀里掏出拜师帖，双手托着。徒儿林彻仰慕师傅之学识，承蒙师傅允纳门下，徒儿将谨遵师教，潜心致力于学，愿执弟子礼，朝夕侍奉师傅左右，莫齿不忘教诲，所有情书本心，绝不反悔。徒儿林彻叩上。说罢，把拜师帖高举过头顶，呈给白苏。白苏接过来，放到一旁。林彻从叶掌柜手中接过茶，跪着，双手奉给白苏。白苏接过来，喝了一口，放到一旁。林彻奉上拜师礼单，白苏接过来，放到一旁。请先生训话。济世救人，诚信处事，一为人术，必聚人心。这是他爷爷经常说的话。徒儿谨记师傅教诲。请白先生给小儿赐个字吧。林彻沉静内敛，希望他以后能随性洒脱些，就叫子由吧。林胜手捋胡须，笑着点点头，显然是很喜欢这个字。弟子谢师傅赐字。
白苏看着林彻虔诚地跪伏在自己脚下，他心里感动的同时，也觉得自己责任很大。他上前扶起林彻，我必竭心尽力，毫无保留，不负你和林先生的信任。林彻老成的脸上难得露出来笑脸。白苏扶着林胜坐下。林先生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吗？几年前换了眼疾，一只眼还能看到些光亮，另一只接近失明了。我能看一下吗？当然可以。白苏翻开的眼皮看了看，他的瞳仁已经发白，是很严重的白内障。师傅对这种眼疾有办法医治吗？这是白内障，只是我没有工具，若有了趁手的手术器械，还是能治的。这么严重的眼疾都能治，这位年纪轻轻的白苏到底还有多少本事啊？白内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名字取得真好。先生需要什么工具？只要说出名字或是有个样子，小的都能够找到。我改天给你画个草图，你找个匠人看看能不能做出来。只要先生有图样，小的就是把全京城的匠人都请来，也要做出让先生满意的工具来。行，画好了直接给你。那就有劳白先生了，治不好也没事儿，本来就是瞎子，先生不要有负担，就死马当活马医就行。我自当尽力而为。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小儿就留下来听先生吩咐，老夫就告辞了。林彻走了大运了，找了个这么有本事的师傅。林公子人不错，又对公子恭敬有加，公子收下他也算多了个亲人。你家公子的医术那么厉害，是跟谁学的呀？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公子没有师傅，都是从书上自学的。那也得是读了奇书古本，要不然会不了这么多啊。他出身一定很好吧？怎么做起大夫来了？不做大夫怎么能救治你？主子的事儿我不方便多说，你少说点话吧。伤口不疼了吗？怎么不疼啊？就是因为疼才说点话，分散一下注意力嘛。那我给你读会儿书吧，公子这里有不少书，我拿2本你看看，喜欢的话我给你读。你还识字啊？主人的书也让你看吗？那是，不懂的公子还给讲呢。白苏领着林彻进来，吩咐福来去休息。他用手摸了摸楚寒的额头。师傅，您摸额头是想确定他发热不发热吗？是啊，我配药还行，最擅长的是手术，诊脉并不十分精通，你来给他看看。这位公子体格好，昨日因为失血过多，脉象弱的都差点摸不到了，今日就恢复了不少。那是，我楚寒的体格，这点伤不算什么，很快就会和以前一样。那也不能掉以轻心，再过2天没事儿，才算是保住了命了。你有事喊我，我就在外面。好，白苏，祝贺你收徒哈！今天吃什么饭？庆祝一下啊！给你炖了排骨汤呢，一会儿炖好了喊你。付诊费的时候多付一点哈。白苏用龟笔画了一个眼部解剖图，又画了一张白内障眼部解剖图，开始给林彻讲解眼睛的各个部位的名称、结构和功能，以及白内障形成的原因。你父亲的白内障晶状体大面积浑浊，已经形成了棕黑色，几乎失明了。是的，父亲现在完全离不了人，走路都在人搀扶。师傅若能把他的眼疾治好，就是把徒儿的眼睛给父亲换上，徒儿也愿意的。你倒是孝顺，这个病并不难治，只需要做个小手术就能重见光明。白苏详细讲解了怎么把白内障用金针拨障术拔掉，他用现代名称给林彻讲解的，又配上2张详图和几个小图。林彻一听这些完全陌生的词汇，脑袋懵懵的。他明白了师傅会治这个病，方法是把眼睛用工具开一个小口，把阻挡视线的白膜取出来，就治好了。但人的眼睛也能切个口子吗？那眼珠子还能不能长好？不能萎缩或者干瘪的吗？白苏一看就知道他在走神，这些知识对他来说太惊世骇俗了吧。这时秋月和孙敖摆好了膳食，林彻先伺候白苏用膳，白苏让他坐下一起吃，他坚决不同意。自古师徒不对坐，师傅没吃完，哪有弟子能吃的道理啊？师傅宽厚，不给弟子立规矩，但基本的礼仪弟子还得遵守啊，不然父亲知道徒儿如此无礼，也会责罚徒儿的，求师傅成全。随意些就好，我们家没有那么多规矩。秋月、孙敖他们和我们吃一样的饭，也是一起吃的。师傅仁慈，疼爱下人，吃一样的饭才可以，但是尊卑有别啊，在一起吃，他们只会觉得拘谨，还不如随他们的心意呢，他们倒吃得自在些。林公子说得对，尊卑有别，礼不可废，主子抬爱，婢子内心也惶恐。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思想和规矩，强行改变也不太可能。我本想着饭菜趁热吃，是怕你们吃凉了，一起吃饭也热闹，反倒你们吃得更凉了。罢了，以后你们随意吧，只是一样，饭菜和我必须一样。这是你父亲做手术需要的工具，你去交给叶掌柜，
让他找人去做，然后你就回家吧，我去温习一遍我给你讲的内容，明日我提问。啊，徒儿可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师傅尽管责罚，求师傅留下徒儿，徒儿住一间柴房也可。你家离这又不远，还有父母亲要照顾，明日再来就是。师傅，入室弟子学徒期间都是住在师傅家里的，也好方便给师傅晨昏定省。徒儿虽愚钝，但端茶倒水、洒扫庭院还是会的。我父母有下人照顾，日常也无需徒儿师傅。下人怎么能和儿子比？不必多言，你回去吧。林彻不敢再说了，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白苏，你不满意这个徒弟吗？没有啊，这徒弟挺好的呀。那你怎么让他走了？他家里舒适，又有人伺候，还有父母在堂，住我这里干啥？你呀你的小徒弟今晚要哭鼻子了。啊？为什么呀？就因为不让他住我这里吗？我这有什么好的？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不住在师傅家的叫入门弟子，表示师傅对徒弟不看重不认可，只算是进了师傅的门。住师傅家的叫入室弟子，表示师傅认可看重，徒弟朝夕侍奉，师傅耳提面命，口传心授，教授真正的技艺。你今儿让他回家，他不误会你不看重他吗？你看他都难过傻了，把你画的图都忘了拿走了。我哪知道这些说法，那怎么办呀？不怎么办，世上没有不对的师傅，就让他难受一晚上呗。明天他若答错了，就打他一顿，跪上半日，他就高兴了。这又是什么道理？怎么挨打到高兴了？师傅打得越狠，说明对这个弟子越看重。当徒弟的最怕师傅不打不罚，说明对徒弟失望透顶，懒得管。其实师傅管徒弟和治军一样，就得宽严相济，恩威并施，该立威时就得立威，徒弟越打越孝顺，不然很容易养成白眼狼。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我打你是因为我看重你，明天他要是回答错了就罚他一回，他是他父亲的老来子，宝贝得很，让他父亲知道他挨罚，会不会怪罪？你替他管教儿子，他父亲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罪啊？再说了，师傅打徒弟天经地义，就算失手打死他父亲也没权利怪你。这师傅的权力可够大的。那可不，太子见了太傅也得行礼，错了也照样挨罚。白素，你的医术真的是自学的吗？算是吧，我就是多读了几本书。这时福来走了进来，他睡了一晌，显得精神抖擞的，对白苏行完礼站在一边，看到桌案上的解剖图，连着瞄了好几眼。那是我给林彻画的眼部解剖图，你如果想学就跟他一起学就行，我明天再跟你们讲一遍。福来大喜，跪下给白苏磕了个头。眼睛解剖图？你徒弟也拿它当个宝贝似的，拿来给我看看。画的不错，字写的也好看，标注的很清楚啊。白苏，这种绝密技艺你一点也不保密，我这种来路不明的人你也让看，对谁也不设防，这怎么行啊？你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句话吗？这有什么保密的？有了这张图，没人教他们也学不会，有真心想学的教他们也无妨，也能让他们多救治几个病人。你还真是个菩萨心肠啊。吃了晚饭，白苏给楚寒换了药，就去了堂屋休息。楚寒也侧身睡了。福来拿着2张图反复的记，直到记得滚瓜烂熟，才从软榻下面拿出一根木棍，放在软榻边。他刚闭住眼一小会儿，一个黑衣人翻窗跳进屋里，轻手轻脚地往窗边走去。福来睁开眼，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抄起旁边棍子，找死！转身踢向福来的手腕，棍子一下被踢飞，紧接着飞起一脚踢向福来的面部。住手！主子！陈峰！主子！你没事吧？属下来迟了。真他娘的够慢的！别碰你家主子，他身上伤得厉害。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叫白苏，你踢的那个叫福来。谢谢白少爷。谢谢福来少爷，刚才冒犯了福来少爷，请福来少爷恕罪。福来第一次被人行这么大的礼，还一口一个少爷的叫着，脸都红了，连说没事儿。白苏，你看看福来的手腕是不是受伤了？这小子一脚能踢死一头狼，你快给他看一下。属下收着力呢，没使劲儿。白苏抓着福来的手腕仔细看，没踢中，踢棍子上了。没事就好，不然就把他们给赶出去。半夜3更的进来，还敢打我的人。白少爷息怒，若真是伤了福来少爷，陈峰自当10倍谢罪。
方才晓得寻主子心切，惊扰了白少爷，多有冒犯，请恕罪。是我先动手的，我以为他是来杀楚公子的，就下了狠手，都是误会。让福来领你去前院洗洗澡，换身衣服，用酒把手擦擦。楚寒身上的伤口很重，你好好消消毒再靠近他。陈峰担心地看向楚寒，我没事儿，你先去洗个澡吧，回来再说。不一会儿，陈峰洗澡消了毒，换了一身福来的衣服，跪在楚寒床前。刺客都死了？那些都是死士，没留一个活口。看那些人的身手，绝不是一般人能指挥得了的。应该是针对太子的人啊。都怪属下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险些害了主子，属下死罪。不怪你，他们是有备而来，要不是遇到了白苏，就让他们得逞了。你去那边的榻上睡吧，明天再说。第二天早上，林彻双手高举着戒尺，跪在白苏面前。师傅，这戒尺是父亲命徒儿转交给师傅的，徒儿有错，没把师傅布置的功课完成，请师傅重重责罚。你的确该罚，教你的时候走神，还把我给你画的图随手落下。师傅息怒啊，徒儿知道错了。你先去厢房等我，我忙完就过去。白苏提问的时候，林彻连错了好几个，如愿以偿挨了一顿手板，福来也挨了2-3下，两人这次都长了心眼儿。白苏一边讲，他们在一旁拿着小本子记，这不明白的还知道发问，不懂就要多问，觉得我讲的不对的也可以直接提，不能把疑问留在心里，当面不说，背后嘀咕，因为回答不上来的一律挨板子。师傅，徒儿有疑问，做白内障手术时怎样固定好病人的头部？如果病人受不了疼痛挣扎，会不会伤了病人的眼睛脉络，使眼睛出血、萎缩或者长脓疮？手术前自然得先做好麻醉，给楚寒缝合时家里没有麻醉药，情况又紧急，就直接缝合的。正常情况下得先做好麻醉，病人就感觉不到疼了。麻醉药是什么呀？徒儿竟然不知道。麻醉药是由洋金花、生川乌、生草乌、姜黄制成的散剂，温酒调服，生效后可以刀割不痛。明天我领你们去伏牛山采药，教你们炮制麻醉药。林彻想不到师父对自己如此信任和看重，把那么珍贵的药方传授给自己，兴奋的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师父上山太辛苦了，这些药药铺里都有，我一会儿让他们送过来吧。不用，我还需要采挖别的药材，福来也要学辨别药材。再说了，铺子是你家里的生意，生意和私情混淆是不可取的，次数多了账上容易出乱子。说完留他俩在屋里复习，自己带着秋月和孙敖去街上买东西。大洲的面食都称为饼，馒头叫蒸饼，面条叫汤饼，烧饼叫做糊饼，糕点也是米糕一类的东西。公子，怎么一下买那么多吃的呀？不是答应过给你们做点心吃吗？回去就做，让你们瞧瞧我的手艺，再给林先生送点。公子说的对，是该送些回礼的，正好赶上中秋节，会赠点心再合适不过了。几人到家就开始忙活，白苏化身糕点师，秋月和孙敖给他打下手，后来福来和林彻也参与进来。厨房里传来一阵阵笑声。去看看他们干什么呢？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啊？不一会儿，陈峰笑着回来了。白少爷领着他们做点心呢，让林少爷做什么奶油，林少爷做不成，还抹了脸上好几块，跟个花猫似的，偏他自己还不知道，白少爷正给他擦脸呢。不会做还跟着掺和什么呀？白苏做了点心，绿豆糕、五仁月饼、板栗月饼、枣泥月饼，还有酥皮的黑芝麻月饼和2个蛋糕。今儿不分尊卑，也不用谁伺候。陈峰，你坐你主子身边，孙敖，你们也都坐下，蛋糕需要大伙一起吃才热闹。白苏拿着木质的切刀，把蛋糕切成小块，递给楚寒一块。你是病人，第一块先给你吃。多谢苏苏。白苏以前的家人和同学都喊他苏苏，听楚寒这么喊，他也没有反对。楚公子，你才刚认识我师父3天，这样称呼我师父不合适吧？3天怎么了？你难道没听说过有人白首如新，有人倾盖如故吗？我和你师父一见如故，你一个小辈儿，我们怎么称呼？也轮不到你说3道4啊。我徒儿单纯善良，你少欺负他。你明明和他岁数差不多，冲什么长辈啊？要不是他拿人参来给你吃，你能恢复那么快吗？白苏插起第2块，放进碟子里，递给林彻。你尝尝我做的怎么样？你师父可不止医术好啊。苏苏，你一个大夫，这点心做的浓香软绵，比五芳斋做的都好。你要是开个点心铺子，他家的铺子就只能是京城第2了。
师傅医术高明，济世救人才是王道，怎么能做这些吃食给别人呢？你是怕我真开点心铺吗？别担心，我只教你医术，不会教你做吃食。不过五芳斋还真做不出来这个叫蛋糕，过生辰时吃这个不错。这个叫月饼，我做了好几个口味，比糊饼好吃。比糊饼好吃多了。几人一边吃一边聊天，最后蛋糕吃完了，月饼也吃了不少。林彻，你把礼盒给你父母送去，明天早上去采药。你要是想住下，以后就和福来住在前院，自己去收拾，这里可没人伺候你哈。林彻大喜，跪在地上给白苏磕头。他回家不大一会儿，东子就把他行李拉来了。白苏过去的时候，他正自己打扫床呢。东子尴尬站在一旁，想干又不敢插手。你不能插手，师傅说了让我自己收拾，你别看我没做过，时间长了指定能学会。你擦床你倒是连着擦呀，这擦一下那擦一下的，不脏了也不知道洗洗，反倒弄得擦过的地方又脏了。白苏站在后面实在看不过去了，让东子帮着你收拾一下吧，以后隔几天就让人过来一趟给你收拾收拾。两人这才知道白苏来了。东子见过礼后就开始干起来，不一会儿就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临走还把院子和马厩打扫了一遍。第二天黎明，东方刚刚泛白，几人就出发了。白苏和林彻各骑了一匹马，走在前面，福来和秋月在后面套车落在后面。白苏和林彻刚出了朱雀大街，左边就有一队兵马过来。打头的那个人勒住马，往白苏的方向看了看，可惜天色太暗，什么也没有看清，人就骑马走远了。将军，可有什么发现？刚刚过去的那个人有点像白苏啊。是不是夫人看不出来，但是看身形，他旁边那个男人比福来高许多，要不要属下追上去看看？赵云顿了一下，算了，找小侯爷要紧，皇上和太子还在等消息呢。现场打斗的够惨烈的，看尸体腐烂程度得有3天左右了。这小侯爷5年才回来这么一次，没想到到家门口了又被人暗算。听说他个性张扬跋扈，恐怕是以前得罪过的仇家。这小子不是几年前在京城打架斗殴的小霸王了，现在把宿州那一群杂牌军训练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精锐军。这几年那一带连流寇都没有了，那也比不上将军带的兵厉害。那羌族那么野蛮，不也是被我们降服了吗？他就是大义轻敌，据说只带了4个随从和1个副将，能抵得住上百杀手吗？8月15中秋节，街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孙敖买了桂花酒，做了桂花糕，福来和秋月提着瓜果和青菜。女郎也不跟我们出来玩了，今儿个街上多热闹啊！女郎不高兴，中秋节了，她身边连1个亲人都没有，在将军府还有老夫人，在相府的时候也热热闹闹的，哪像今年呐，连个漂亮衣服都不穿了。是啊，说女郎以后每天都穿男装，还怎么有人提亲事啊？女人再能干，也不能不嫁人吧？秋月，你不要在背后议论主子，主子想怎么样就怎样，你一个奴婢，只管服侍好主子就好，还敢操心主子的事儿？你的字昨天怎么写的？越写越难看，是不是没用心？想挨打了吗？没有，我昨天累坏了，就写得快了些，不是不用心。福来每天教他10个字，晚上去拿脏衣服时，把写好的字交给他检查，写错了还会训斥几句。福来脸一沉，他还真的有点怕。哼，累就可以敷衍了事吗？林公子一个大少爷，磨了一手的水泡，还不嫌苦累伺候女郎，哪里不周到？把本该你做的活都干了。你若是写几个字还嫌累，以后就不要学了，也给主子省些笔墨。哎呀，好福来，是我错了，我不该议论主子，也不该不认真写字。我今日多写一张，把昨日的重新写，写不好随便你打，我绝无怨言。你千万不要不教我。你平日出力最多，还要抽空教我这笨丫头，这篮子就让我提着吧。福来的篮子里都是瓜果，比他手里的小篮子重好几倍。他一手一个，提了一小段路就累得出了汗。
福来这才把篮子接过来。以后不许你们议论主子，就我们这几个人的脑子加一块也比不上主子一丁点儿。嫁不嫁人的更不许提，在我看来，就算王孙贵妾也不一定配得上主子。这是我们老爷让送过来的，给白先生加个菜。老爷说谢谢白先生送的糕点，他活那么大岁数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呢。白苏让东子给林老先生带回去一些桂花糕和放在井里的月饼，又拿了几个铜钱和点心赏了东子和小厮。老话说一羊胜两猪，这羊可太贵重了，林先生真是太客气了。这么大一只羊，咱们怎么吃啊？烤全羊吧，去买烤架和木炭，我来跟你们烤。主子负责指挥，婢来做。婢长这么大还没有吃过羊肉呢，等做熟了，主子赏奴婢一小口尝尝味道就行。白苏被他的样子逗得笑了一下，他今儿心里特别想家，越想啊心里越难受。唉，不知道那个时代的自己是不是还在。我去买烤架和木炭，公子还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吗？烤羊需要葱、姜、蒜、花椒、桂皮、茴香、胡椒、烧酒、鸡蛋，各种的香料和酱油。看看厨房缺什么，没有的就去买吧。主子，不行了，奴婢馋得口水直流。今儿您就是赏一块骨头解解馋也好，不然奴婢就是大周第一个因羊肉而馋死的奴婢了。一会儿让你们吃个够，我没事儿，大家不用担心。今日我们一起过节。秋月、孙敖，你们先把羊洗干净，一会儿用材料腌制1个多时辰入味儿，吃起来不腥。他没想到会有人下那么大的代价杀他吧？没有见到他和那个副将的尸体，就可能还活着。那个副将叫什么名字？叫陈峰，身手不错，曾在宿州军演武大会上连获好几年第1名。可惜了，吩咐兄弟们从药铺、客栈、寺庙和没人居住的房子开始找，再去城门查一下，看这几天有没有可疑的人出入。是将军。此时演武大会的冠军陈峰正拿着一个公桶，笑嘻嘻地求主子出宫。不错，正是求。楚寒要去茅厕，陈峰不答应。主子是千金之躯，还是小心点好，还是在屋里吧。您要是有什么闪失，小的就是万死也难赎。青天白日的，在屋里多别扭啊，弄得屋里臭烘烘的。白苏不是说我能动了吗？你还这么大惊小怪的，还怕我拉个屎能崩开伤口不成啊？主子没别的味儿，小的在里面放了沉香木的木屑，求主子了。那茅厕里蹲着，万一挤到伤口就坏了，您就依小的这一次吧。说着就要下跪。好好依你，一会儿你把公桶多刷几遍啊。是，谢主子。多了林彻的参与，这次刚到申时末就挖了满满一车药材，有时就回到家了。几个人都累得半死。白苏洗了澡就去躺在厢房，孙敖一边给他按摩，一边心疼的叹气。孙敖，你不用管我了，去帮他们炼药材吧。陈峰也帮着弄呢，林公子他们都不让婢插手，让婢来伺候女郎。女郎，这一车药材加上上次卖的，够好几万文钱了。女郎就别再去吃这种苦头了。这算不得什么苦，就是累一点点罢了，就当锻炼身体了。这身子太弱了。吃饭的时候，楚寒看白苏累得直不起腰，气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这个人，主子不像主子，师傅不像师傅的，就你这身板还跟他一起干活啊？累成这样，教教他们还不行吗？你们几个也不劝着点，有你这样当下人当徒弟的吗？福来这次难得没有回嘴，林彻和秋月也低着头没有吱声。你别训我的人哈，活是我要干的，关他们什么事？我会听他们的吗？锻炼一下有什么不好？我就喜欢采药，你不知道找到好药材我心里有多高兴。你少管我的事，抓紧养好身体，回家早点把诊金送来。好，我回去就给你送钱来，你以后就别去采药了，缺啥药材直接买。我干啥你说了不算，采药是乐趣，这药救人是我的理想和追求，说了你也不懂。大家都别愣着了，吃饭，吃完去休息。几人都很年轻，歇了一晚就恢复了精神。白苏早上刚洗漱完，林彻就来请安。徒儿给师傅请安，徒儿惭愧，让师傅如此辛苦。上山是我决定的，不关你的事。今儿是15，是你坐堂的日子，你用完膳就早点过去，忙完去陪你父母过节吧。多谢师傅。
午后，腌制好的羊被绑在烤架上，炭火被点着。白素教夫来多久翻一次面，何时改花刀，抹酱料。楚寒对陈峰道：“你记住步骤，全程盯着，这样烤熟的羊肉一定比你以前弄的好吃。白素，你腌制的时候是不是放酒了？怎么还有一股酒味啊？”腌制的时候是一定要放酒的，酒能去腥味儿，再抹上鸡蛋和调制的酱油，烤出来的肉外焦里嫩，香得很。都回屋等着吧，得烤2个时辰才能熟。太阳渐渐偏西，天气凉快起来了。羊肉烤了1个多时辰，浓浓的香味儿就把人从屋里招出来了。这也太香了，素素，我等不到它熟了，现在就想吃。里面恐怕还没熟透，再等1、2刻也等不及了吗？等不及。不行，你身体还没恢复，得熟透了才能吃。孙敖、小月，去把井里的西瓜拿过来，先让楚寒解解馋。西瓜价钱很贵，等些人家都吃不起。白素因为过节才买了2个。什么非得熟透啊？以前生肉都吃过，也没怎么样啊。以前是以前，现在你是病人，就得听我这个大夫的。师傅，徒儿回来了，这香味啊，在胡同口就闻到了。徒儿带了一坛女儿红，给师傅品尝。争取一坛好酒呢，冬子来的正好，羊肉马上就烤好了，给林先生带回去些。福来撒上香料和葱花，香味扑面而来。他切下来2个羊腿，还有几斤羊排，用油纸包好，交给冬子。再给冬子切一块，让他拿着路上吃。素素，我先吃了哈，不是我不懂礼数，实在是这羊烤的实在太诱人了。大家都随意吧。秋月给大伙儿一人倒了1杯酒，一时间酒香四溢。楚寒有伤不能喝酒，给他准备了1杯蜂蜜牛奶。以前受伤也没人说不能饮酒啊，你让我喝1小杯也行啊，有肉没酒，真是太遗憾了。别说1杯，就是1滴也不行。在你们家，你就是泡在酒缸里，我也不管。在我这儿，对伤口不好的、影响健康的，一律不能吃。我还等着你好了给我送枕巾呢。楚寒撇撇嘴，心里却对白苏管着他很受用。这酒不错，大伙随意，别光顾着吃肉啊。林彻拿起酒壶，又给他倒了1杯。把切下来的肉片蘸好蘸料，放到白素跟前的小盘里。师傅，您多吃点肉，这酒虽不烈，喝多了也不舒服的。没事儿。子由，你也吃，别光顾着管我。孙敖呢？你不是馋着羊肉吗？怎么不吃啊？孙敖在前院设香案摆贡品，一会儿准备拜月呢，婢子拜完月神再吃。去吧，拜完抓紧回来吃羊肉。主子啊，您过去看看吧，看是不是有不周到的地方。秋月想让白苏去拜拜，好求月神赐一个好姻缘。自古男不拜月，让你主子看什么？我是主人，看看去吧。孙敖已经摆好了香案和贡品，给白苏递了1炷香，点燃插在香炉里。白苏看着挂在天上的月亮，心里越发思念亲人。爸妈爷爷，你们也在过中秋节吗？谁陪在你们身边呢？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常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此生此夜不常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白素，你的文才当个太学博士也绰绰有余啊。这不是我做的，我只是背给你们听而已。这可不能冒认，万一以后要即兴作诗的时候不会写，那就丢死人了。这是哪个名家写的？怎么没听过这诗啊？按理说这个水平的诗早就传不开了。苏轼比你小1000岁呢，你怎会听说过？我倒想背首普通点的，但不是名诗我也不会背啊。不知道谁写的，小时候看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上写的，后来这书就不见了，可能是哪个人见它破得不成样子就丢了吧。那你这不行啊，人家都是自己作诗，你这是背别人的诗，你得再背一首才行。这个好说，作诗我不会，背诗我脑子里装着一脑袋呢。说罢，一下就想到了纳兰性德的《长相思》，诗里浓浓的思乡情，和他现在的感受一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师父，这词韵律优美，又含蓄深沉，闻之让人一下就感受到了写诗之人思乡的情绪，真是一首佳作。师父，您喝杯这茶，润润嗓子吧。几人都看出白苏情绪低落，纷纷找话题缓和气氛。白苏没有接林彻递给他的茶水，端起一旁的酒杯又喝了1杯。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子由倒酒。师父，您喝的不少了，孙敖刚炒的菜好吃，您尝一口。是啊，孙敖炖的这羊肉汤也好喝，苏苏快趁热喝点。我还没给大伙儿敬酒呢。他的手左摇右晃，拿不稳酒壶，酒洒在桌面上不少。林彻赶紧接过来，
徒儿给师傅道上。我先敬孙敖、小月、福来，谢谢你们对我不离不弃，跟随我，陪伴我。我没家了，以后这个小院儿就是我们的家，你们就是我白素的家人。主子待奴婢们情深义重，奴婢们能跟着主子，是几世修来的福分呢。秋月和福来也跟着附和。孙敖，你放心，我以后给你养老，让你老有所依。秋月，我给你准备嫁妆，以后让你风光出嫁。福来，你聪明伶俐，以后可以挣得一份功名，到时候我给你们自由之身。小的不需要什么功名，只愿给主子提水劈柴。师傅莫要伤心了，徒儿会终身追随师傅的，绝不敢忘师傅的教诲。若以后对师傅有不敬不孝之心，就让徒儿立死当场。呸！大过节的说什么胡话？你是我的好徒儿，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我是中西医双博士，我会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你。众人不知道中西医双博士是什么意思，但都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将林彻当成了传人。白素，为什么说没家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回不去了。我再多喝点儿，晚上做梦的时候也许就梦到了。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难受了。侍女呢？扶你们主子去休息。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多谢你们这几日的照顾。楚公子客气了。福来情绪低落，闷着头不想说话，举杯冲二人示一下，一饮而尽。是谁欺负了白素？他为什么说没有家了？福来，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定要为他讨回公道。每个人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儿，你又何必多问呢？再说主人的事儿，我也不敢多嘴。楚寒看福来不说，又缓缓看向林彻。师傅的事我也不太清楚，师傅不说，自有他的原因。楚公子就不必多问了，免得师傅想起来伤心。我就怕他伤心，才打算给他解决一下。罢了，他什么时候想说再说吧。以前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以后有我保护他，绝不会让人欺负师傅，不管他是谁。哎，对了，我今儿个听药铺里的人说，昨天有官兵去药铺里找人，找2个20岁左右的年轻男人，不会是在找你们俩吧？知道是谁带的兵吗？不知道，真的是找你们的？我不想骗你们，十有8、9是在找我。我去宿州当兵好几年了，本想回京过中秋，没想到半路遭到追杀，4个护卫都战死了。我怀疑是我继母勾结外人干的。那些官兵是你继母的人吗？我猜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找我，但那些杀手身手不凡，有点像正规军训练出来的。为什么你继母这样害你啊？我主子好心救了你，你别再给他招来灾祸。我不是坏人，也不是任人欺负的无能之人。等我回去了，先把害我的杂碎处置了，以绝后患。你先养好伤再说吧。药铺里的人没有见过你，不会乱说的。希望他们不要找到这里。不会的，放心，他们找不到这里。你说的轻巧，那可是官兵，陈大哥不就是自己找来的吗？那群酒囊饭袋能和我手下的人比吗？你要是怕麻烦，我明日就离开。我没有要你走的意思，京城的御林军也不是酒囊饭袋啊。福来少爷不必担心，我的主子最讲义气，他不可能不顾白少爷的安危的。我能找到主子，是因为在城外看到主子留的记号，顺着马车的车轮痕迹找的。进了城，相似的痕迹就多了。我日夜不停地找，还找了2天，何况我一路把痕迹都给抹去了，他们想找还真找不到。陈大哥，我没别的意思，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都快没呼吸了，主子坚持把他拉回家来，也没考虑别的。是啊，我还记得师傅当时说呢，大夫什么时候也不能见死不救，管他什么人，反正都是病人。当时我就想跪下拜师了。说起来，要没楚公子，我还拜不了这么好的师傅呢。楚公子也不要计较我们言语不当。当时我迷迷糊糊的也听到他说的话了，用盐水洗伤口的时候可把我疼坏了。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都是为了白苏着想，我也在意他，不会给他惹麻烦的。早上白苏醒来，头还是有点疼。师傅，我给您按按头行吗？师傅虽然是长辈，但是男女有别，怕师傅介意。好啊。林彻心里放松下来，一边给他按摩头，一边把楚寒的事说了一遍。楚寒的身份和恩怨跟我们大夫无关，我们只管治病救人，见死不救和胆小拒诊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白苏想起昨晚喝醉的样子，昨晚我真的是丢人了，你带来的酒还挺有后劲儿。都是徒儿不好，没劝住师傅少喝点。这怎么能怪你呢？其实一个大夫是不该多喝酒的，万一有急诊的病人就耽误事了，还容易误诊。徒儿记住了，行医时绝不饮酒。白先生，您看看这些手术用品做得怎么样？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叶掌柜果然用心，想不到做得如此完美。先生吩咐的，哪敢不用心呢？何况是我们东家用的，这些都是用上好的冰铁做的，有锋利又不生锈。叶掌柜再辛苦一下，
把别的病症需要的手术刀和血管钳之类的做一套，费用我来出。白先生有需要尽管吩咐，费用无需先生费心，图纸画好让人给小的送来就行。那怎么可以？您上次做的治伤消瘀丸卖得很好，上次是小的贪心白要了你一箱药，东家还训斥了我一顿。您就算给小的一次弥补过错的机会了，消瘀丸卖的50文钱一瓶，金创药卖的1300文一瓶，2种药都快卖没了。我这2天把药做好，让福来送过去。你给林先生说一声，让他这几天吃的清淡一些。我这边准备好了，通知他手术时间。白苏教林彻制消瘀丸的方法，他让林彻准备制药丸的东西：1个药扁、1个刷子、1小盆清水，还有配好的药粉。白苏站起身，拿起刷子，蘸了一点清水，刷在药扁1/4处，反复涂抹均匀，使扁面湿润。撒少量药粉于湿扁面上，用双手抓着药扁轻轻转动，使药粉全部湿润，然后用刷子顺次轻轻刷下，变成了一个个小颗粒。接着白苏又转动药扁，将被湿润的小颗粒移至另外一边，撒上少许细粉，并摇动药扁，使小颗粒全部均匀地沾上药粉，并摇至另一处，小颗粒变了大了一点。接着又按照上面的步骤反复操作多次，小颗粒渐渐大起来，一直重复几个动作，至形成较微密的绿豆粒大小的小圆粒。制作完成。这种用冷水粘合制出的药丸叫水丸，前一段教秋月他们的时候教了好几遍才学会，累的我胳膊都快断了。师傅辛苦了，以后这种活由徒儿来做，再不让师傅劳累了。他上手很快，第一次就做得像模像样，一会儿就熟悉起来。他和福来、秋月分工劳作，白苏开始还看着，后来看他们做的比他还好，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楚寒的伤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了。8月18那天，白苏准备给他拆线。白苏先把自己的手用烈酒消了毒，又用烈酒给伤口周围消毒，用淡盐水把线软化了。别紧张，稍等，让线软化一下，会有点疼，但在可以忍受的范围。我皮糙肉厚的，不知道疼是什么东西，你尽管拽出来就行。你看这个伤口是没有间隙的愈合状态，干燥没有渗出，就说明恢复的挺好。他用剪子把线头剪掉，用镊子夹着线头从新长的肉里拽出来。给伤口缝合的时候一定要缝到伤口的深处，如果只缝表皮，里面就容易造成感染死腔，就是生脓疮。伤口过于深的话就得缝2层，里面那一层要用桑白皮做的线，用桑白皮线缝合的伤口不必拆线，肌肉组织可以吸收。等把线拆完，白苏又在伤口上敷了一层药，用纱布重新包扎好。恢复的不错，过段时间把湿的血养回来，还跟以前一样壮实。陈峰红着眼眶跪在地上给白苏磕了个头，心里充满了感激。哎，何必行这么大的礼？这小子体格好着呢，还有几十年好活。拆了线浑身都轻松了。白苏，你是我的恩人，我会报答你的。什么恩不恩的，就是碰巧遇到了，哪个当大夫的也不能见死不救，你不用放在心上。诊金1万钱，这几天的花费都有了，以后想着把诊金送来就行。你这个人明明是救命之恩，被你说的好像生意一样。我要付不起诊金怎么办啊？付不起先欠着呗，啥时候有了啥时候送来，实在没有就算我做了善事了。那我今日就回去了。白苏，大恩不言谢。你刚拆了线，不能剧烈运动，你家里也不知道安不安全，晚几日再走也不迟。我住了8天了，再不走我表哥要着急了。我先回我表哥那里住几天，把害我的人找出来，我再回家。也好，这几瓶药是我刚做好的，你的伤口虽然长住了，但失血过多，身体得服药调养一段时间，饮食上也得注意。这个小药瓶是祛疤膏，你再过2天就能抹了。这个祛疤的药我用不着，这个疤我得带着，看到它我才能不会忘是谁救的我。白苏不理他的胡言乱语，把药交给陈峰，让福来用马车送他。你的身子近期不能剧烈活动，千万记住，你的事我们也帮不上忙，也盼你早日康复，珍重。我记住了，苏苏，我会回来看你的，告辞。你说你将他们送到了皇宫？是，楚公子说他得先去宫里复命，让小的把车停到宫门口不远的地方，就和陈峰下了马车。小的看到宫门的侍卫，见到他们很恭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陈峰的身手那么好，都甘心当他的禁卫，楚公子的身份应该不低。他没事最好，费劲巴力的救了，别再让人给害了。行了，我教你们炮制生川屋的方法。子由，你以前是怎么炮制的？
说说你的方法。3天后，林先生不用紧张，放心睡一会儿，醒来就做完了。白先生大胆的治就行，我相信白先生，我非常信任白先生。若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也是命该如此，和白先生无关。你们不准为此对先生有任何不敬的言行。白苏深深地为林胜的话感动，一个老人如此信任自己。林先生放心，这不是多难的手术，你放心的睡吧。林胜点点头，一会儿就昏睡过去。可以手术了。尽管有了心理准备，林彻看到白苏用手术器械刺入他父亲眼球时，心还是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他脑子一片空白，好在他父亲没有任何反应。白苏从容不迫地用器械把浑浊的晶状体剥离、套住、粉碎、套出，动作一气呵成。弗莱在一旁给白苏递工具，做完以后，白苏用中药熬成的药水往眼睛里滴了2滴，用纱布把眼睛包起来。林彻赶紧上前给父亲号脉，看脉象正常，才长长舒了口气。把手术器械整理一下，一会儿拿回去用开水煮了消毒。你们刚才看清楚了吗？不太难吧？主子，我看清楚了，但这里面有很多技巧，学会恐怕没那么容易。白内障手术并不复杂，得用心观看几次，十分熟悉原理和流程才可以。子由你呢？师傅，徒儿刚刚又走了一下神，徒儿知错了。你在什么的时候分的心呢？是师傅刚用生拔器刺入父亲的玻璃体的时候，我心里紧张了一下，但徒儿很快意识到错误了，调整过来了。你第一次见知情之人手术，紧张害怕都正常，算不得什么错。明天你父亲的复查换药你来做，等你父亲能看到东西了，你就放心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夫，心理素质要十分强大，要具备坚毅沉稳的品质。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有条不紊，遇险不惊，遇难不退，坚韧不拔。是，徒儿记住了。弗莱，你去给叶掌柜他们说一声，就说手术结束了，很成功。白苏让叶掌柜和林彻轮流喊林胜。林胜在1刻钟左右的时候醒了过来。林先生，手术很成功，过几天去掉纱布，你就可以看见东西了。多谢白先生，真是一点也没觉得疼，太神奇了。没想到睡了一觉，手术就做完了。子由，你这样给你父亲揉揉腿和脚，全麻以后会造成血流缓慢，按摩有利于血液循环，对身体恢复有好处。这如何使得？白先生让彻儿做。哎，师傅怎么能亲自动手呢？徒儿来做就好。叶掌柜也学着白苏刚才的动作按摩另一条腿。白苏陪林胜说了一会儿话，在洪正堂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又观察一会儿，看他一切正常，身体恢复了知觉，也放下心来。林先生，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让子由给你检查换药就行，让他伺候你2天。这个是用青皮和皮消煎的养药水，从明日开始，每日早晚2次往眼睛里滴2滴，然后再把眼睛用纱布包住。白先生，林彻是拜了师傅的人，怎么能随便回家呢？白先生，还是让彻儿跟着您吧。这么厉害的师傅离开1天，不知道错过什么该学的东西。给父亲侍疾是他当儿子的本分，等您好了再让他去我那儿吧，不然他做事也不安心。3日后我再来这里给您复诊。回到家后，这是怎么了？主子出门没让他跟着伺候，他这是怕主子不要他了，从主子出去就开始哭，这2个时辰哭了好几阵儿了。小月，是这样吗？主子，婢子知道自己愚笨，不如弗莱机灵能干，但是婢子一直在努力学，有不对的地方，你打也好，罚也好，可千万不要婢子。我没带你是因为做完手术得在那里观察好久，你站在我后头全程2-3个时辰，我不是怕你累吗？可不是嫌弃你，你多心了。主子真是对婢子太好了，可婢子是贴身侍女，哪有怕累就不跟着伺候的呀？是啊，主子，您就是太宽厚了。主子跟前儿侍女都是站着的，哪有因为这个就不去伺候的？以后去哪儿都带着你，别跪着了，起来吧，跟个小孩子一样，还闹起脾气来了。婢子谢主子，您不知道，婢子一刻也不想离开您。主子累了，休息吧，小的去捻药。去吧，明日是庙会，我们一起出去逛逛，看哪家酒楼做的螃蟹好吃，再带你们吃一顿。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不多陪陪你父亲几天？父亲昨天就不想让徒儿住家里了，说徒儿学徒期间住家里不合规矩。今儿早上给父亲换药，父亲右眼能看见东西了，家里人都高兴坏了。父亲急着让徒儿给师傅报喜，早饭都没让徒儿吃，就给赶出来了，说让徒儿给师傅多磕几个头。
做了手术立刻就能看到东西，只是眼睛有伤口，前几天必须得包着，只要没有什么不适，过几天拆掉纱布就没事了。父亲没有任何不适，现在就盼着早日把左眼也做了。他说托师傅的福，一下就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另一只眼得过几天，左眼好了再做。秋月，你去给孙老说一声，让他做着子由的饭。谢谢师傅。我今儿不教你们什么，一会儿带你们出去逛逛。你知道京城哪家酒楼做的螃蟹好吃吗？逛完带你们去尝尝。最有名的当属蟹王楼了，那里的螃蟹鲜而肥，干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味道最正宗了。好，那就去蟹王楼。白苏走在这古老的大街上，张望着周围，灿烂的阳光洒在绿瓦红墙上，那突兀横出的飞檐，那高高飘扬的招牌旗帜，那川流不息的行人和一张张恬淡惬意的脸。白苏明白，他已经彻底成了大周人。师傅，玉带河离这儿不远，河岸的菊花开得不错，桥上有杂耍的艺人，离蟹王楼也近，您去看看吗？好，那就去玉带河。几个人刚到玉带河附近，就听到远处有人大声呼救：救命啊！有人掉河里了！救人！当他们跑到近前，落水的人已经被人给捞上来。人没气了，准备后事吧。我的儿啊，你叫娘怎么活呀？娘不如随你一起去了吧。热热，让我过去看看，我是大夫，人过去还有救。白苏挤进去一看，落水的是一个11、12岁的小男孩。白苏蹲下身，往鼻孔处探了一下，确实没了呼吸。他用手捏开小孩的嘴，把嘴里脏东西掏出来，又迅速掏了掏鼻孔。都往后退，让空气流通起来。没用了，已经没呼吸了。白苏也不言语，跪在地上，捏住孩子的鼻子，深吸一口气。这人这是在干什么呀？对这个死孩子还亲上了？是啊，秦大夫都说不行了，他难道能救活了？不能吧，死了的人怎么救活呀？你真的是大夫吗？你这是干什么呀？就是啊，救人不得把孩子倒过来，先把肚子里的水控出来吗？你到底是不是大夫？白苏专心做着人工呼吸，这时候每分每秒都是关键，没空给他们解释。我们是大夫，我是洪正堂的，这个是我师傅，我师傅正在全力救着，请大家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我师傅救人。这人我认识，是洪正堂的林小神医，以前给我娘看过病，他师傅应该更厉害吧？说不定真的有办法救活。白苏进行了5个循环，一直持续做了2刻钟左右。孩子忽地抽动几下，嘴里吐出来几口水，哭了出来。活过来了，真的救活了！这是神医呀！我儿若死了，我也活不了。神医不止救我儿一人，是救了我一家呀！救死扶伤，大夫的职责，大嫂不必在意。把孩子的湿衣服脱下来，换上干衣服，别着凉了。这1、2日若有咳嗽发热，就找个大夫瞧瞧。婢子跟不上主子，也挤不进去，真是太没用了。白苏的腿跪在凹凸不平的地上那么久，一碰就疼得厉害。没事，别擦了，先去找个地方歇会儿，我累了。来，你们俩扶着师傅，我去叫个监狱来。几位留步，林贤侄留步。几人扭头一看，是刚才那个说孩子不行的老大夫。老夫秦维，见过先生，不知先生高姓大名？我和令徒林贤侄的父亲曾是旧识。在下白苏。林彻冲秦维拱手行礼，喊了一声秦伯父。老人家，你有什么事吗？老朽行医多年，从没见过没了呼吸的人能救活。今日有幸得见先生施展此秘术，不知先生何以吹了几口气，按了胸腔一阵，就让人死而复生啊！福来孙敖几人有些不悦，自古医术都不外传，这哪有人当面问人的？若有人发生溺水、窒息或者其他意外造成的意识昏迷、心搏骤停、心源性猝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病人做心脏复苏，就是我刚刚给孩子做的，能有7成以上的人能救活，当然得短时间内施救才行，超过半盏茶时间就危险了，1盏茶时间基本就救不回来了。施救时中间不能间断。心脏复苏，心脏重新苏醒，就是先生刚才的方法就可以吗？福来不悦，上前一步。老人家，我家主人累了，该说的也说了。老头一下臊红了脸。福来，白苏斥责，福来不敢再言语，退到白苏身后。老人家，跟我到那边树荫下歇会儿，我跟你仔细讲一讲，行不行？老头不是没有看出来白苏累，
可他太迫切想了解心肺复苏了，那就老不要脸一回吧。那就劳累先生了。这是救人的良方，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多一个人了解，就可能多一个病人获救。几人都站在两边认真听白苏讲，虽然他们是他身边的人，但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把人给救活的。先让病人躺平，手臂打开，开放气道，像刚刚把病人嘴里和鼻孔里的污物清除。白苏看向林彻问：看到我刚才怎么做的了吗？看到了师傅，就是防止污物堵塞气道，对吧师傅？昏迷的人常常会因为舌后坠而造成气道堵塞，这时用仰合抬合法，用手按住其额头向下压，另一只手托起病人下巴向上抬，直到下颌与耳垂的连线垂直于地面，这样气道就被打开了。接着就是开始心肺复苏，其包括人工呼吸与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就是我刚才做的，一手捏住病人的鼻子，对嘴用力吹2次气，胸腔会略有起伏，然后是胸外按压30次，接着立即人工呼吸2次，继续胸外按压30次，如此循环着做，直到病人苏醒。竹子，用嘴对嘴吹气是不是给昏迷的人毒气啊？胸外按压是不是从胸腔挤压吸气呢？胸外按压的主要作用是血脉被挤压给脏器继续供血，恢复血液循环，而人工呼吸的主要作用是恢复通气。通过做心肺复苏，能有很大一部分心跳骤停的人恢复心跳和呼吸。同气相求，阴阳交感，弟子明白了。秦维说着就要给白苏跪下行弟子礼。哎，老人家，这怎么使得？这不是折煞晚辈了吗？老头也很倔，坚持要跪下磕头。学生向夫子请教，还需行弟子礼，以示敬重。先生传授如此重要的技艺，怎能不给先生磕头呢？万万不可，老人家岁数都可以当我爷爷了，您这样以后再遇到了，我以后可不敢理您了。伯父不用多礼，我师父是不拘小节的人，您年长心子大礼，师父反倒不自在了。这时福来叫来监鱼，秋月扶白苏坐上去。秦伯父，我们就先告辞了。都是弟子无礼，让先生劳累。不用不用，老人家不必把这等小事放在心上，以后有缘自会相见，再见了。白先生医德高尚，人品贵重，是我秦家子弟的楷模呀。这螃蟹真大！楼上雅间赵云正在和几位同僚喝酒，听到了秋月的声音，往这边看过来，一眼就认出了女扮男装的白苏。他扭头招来李友，低声吩咐几句。李友往楼下看了一眼，躬身退了出去。大家不必拘谨，快点吃吧。师傅，您不用动手的，剥蟹肉徒儿最拿手了。好，我就吃现成的。这胳膊现在还酸得很，篦子给主子捏捏。不用，你们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不知道怎么剥，就跟子由学，看着熟练程度就知道以往没少吃。徒儿小的时候身体瘦弱，母亲在吃食上费了不少心思呢，螃蟹也没少吃，还不喜欢别人动手，这剥蟹肉的手呀就练出来了。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做得挺地道，真是人间美味啊！你们快尝尝。真是太好吃了，小月也知道螃蟹啥滋味了。谢谢主子，谁家下人能有这福气呀？连这等贵重的东西都能吃得上。这算什么？以后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挣钱的时候让你们出力，花钱的时候也不会委屈你们。来，大伙干一杯，你们自己随意喝，我这次就喝2小杯，不能跟上次一样了。这黄酒温和，和螃蟹一起吃，既能驱寒还能暖胃，师傅喝一点没事的。徒儿给师傅斟酒，绝不会让师傅喝多了难受的。我就吃2个，你不用管我了，你也快去吃吧。也不是常吃，吃3个也不多的。好一个郎情妾意啊！白苏，想不到你如此水性，怪不得你要死要活的非要和离呢，原来早勾搭了小白脸了。原来这人就是师傅的和离夫君，现在又对师傅口出恶言。他怒火一下窜上来，朝他紧走2步，抬起拳头。赵云冷笑一声，向前1步也想动手。住手！子由，你过来。师傅，他对师傅不敬，你让徒儿如何能忍？徒儿先给师傅出口气，再向师傅请罪。他竟不听白苏的命令，又朝赵云扑上去。福来一下抱紧他的腰，往后拖了2步。福来，你为什么要拦我呀？我要打烂他这张破嘴，让他胡说八道。赵云一听林彻喊白苏师傅，也懵了，知道自己可能误会了，呆愣在那里没动。林彻，你放肆！你再敢上前1步，
就别认我这个师傅。福来，放开他，我看他敢不敢抗命。师傅息怒，徒儿眼睁睁看着这人污言秽语，污蔑师傅。若不能给师傅出气，枉为人徒。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不是让你为我打架出头的，我的事我自会处置，你只当是疯狗乱吠几声罢了。赵云气得牙咬得咯咯作响，刚遏制住的怒气又窜上来。好啊，他竟敢骂他是疯狗！将军误会了，林公子是主人刚收的徒弟，离开将军府后认识的。将军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这样当众污人名声，怎么能怪主子生气呢？赵云往四周一看，周围好多人往这边看热闹，也不知道被人听去了多少。这女人的名声何其重要啊！自己一向冷静，这一次怎么跟个毛头小子一样莽撞了？想到这儿，他不禁有些心虚。孙敖、小月，谁让你们跪下的？你们不再是他赵明轩的奴婢，是我的人，还不给我起来！两人跪下，完全是条件反射，对赵云的敬畏之心早就刻在了骨子里。听到白苏的话，脸臊得通红，也觉给他跪下，对不住主子。你也起来，坐下，继续给我剥螃蟹。你们三个也都坐下，都给我吃完，不准浪费食物。几人都坐下了，但都没有了吃下去的心情。哼，赵明轩，我白苏在将军府里的3年，自问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至于如今我是什么性子，好像碍不着你的事了吧？这小子看起来比你还大，谁能想到是你徒弟啊？心里肮脏的人才会看什么都觉得肮脏。你这样凭空污蔑我和我徒弟，难道不该道个歉吗？道歉？你骂得我这么难听，还有这小子的无礼，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堂堂男子汉，做错事推诿逃避，不敢承担责任。我原本以为咱们见面还能是朋友，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以后遇到也当成没有看到，就不要再打招呼了。赵云一下子又羞又臊，的确是自己误会在前，他骂人也是情有可原的。明轩，你没什么事吧？怎么不上来啊？没事，这就上去。他又低头对白苏小声道：这次怨我冲动鲁莽了。赵云说完，又看了白苏一眼，转身到楼上去了。真是晦气，好好一顿饭被他给搅了。将军是误会了，好在给主子道歉了。真想不到将军也会认错。这么没诚意的道歉也算道歉啊？还是什么将军？将军赵明轩，他不会是那个平西大将军赵云吧？师傅，是，就是他。你打他就是以下犯上，不说明欧官犯法，单论身手，10个你也打不过他。要不是弗莱拦住你，你不定闯下什么祸事来。想不到他就是大将军赵云啊！哼，那又怎么样？只要他再敢对师傅不敬，徒儿照打不误。就算打不过，也得让他知道，师傅也不是没人护着的。你还敢犟嘴？你要吃了亏，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看着挺老实的孩子，以后切不可鲁莽了。你师傅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人。赵云只觉得白苏的笑容格外刺眼，他以往见了他，可从来没有这么笑过。是，师傅同意了，徒儿在动手。师傅说不能打，徒儿就忍着。孺子可教，他也就是逞下口舌之快，我们用语言说他就好，清者自清。弗拉今天表现很好，不卑不亢，进退有度。来，我敬你一杯。几人吃完饭走出酒楼。女郎留步。白苏回头一看，李友从后面追上来。女郎，将军说女郎离开时什么也没带，实在不妥，吩咐小的给女郎送来100金，请女郎收下。不必了，钱你拿回去吧。你回去告诉他，我不会要他任何东西，自己挣的钱花得踏实。当然小的对女郎不敬，将军已经教训过了，恳请女郎见谅。李将军快快请起。李将军保家卫国，征战沙场，归我实在不妥。我不收他的钱不是因为这个，我和他已经和离，没有再要他钱的道理。李将军不要误会。当日女郎离开后，将军派小的带钱护送女郎回徐州，追了100多里也没见女郎踪迹。今儿一见到女郎就派小的去取钱，女郎若是不收下，将军恐怕要怪小的办事不力了。你回去告诉他，就说我谢谢他的好意，但钱不能收。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不缺钱花，也不计较他刚才的无礼了。你这样说他就不会怪你了。怎么，他不收啊？他怎么那么犟？李友把白苏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不要就算了，你找个人打听一下，他收的那个叫林彻的徒弟是什么人，拜他为师有什么目的？林彻是跟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吗？对，他一个大男人拜一个小女郎为师，总不会是学缝衣服做饭吧？赵云已经相信了白苏和福来的话，也相信林彻对他是出于敬重，但他想不出他有什么本事让一个男人这么不顾一切地维护他。看那个林彻也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实在看不出是图他什么。我和他夫妻一场，他又不回娘家，就多照看一二，
省得他被人骗了，老夫人知道了没法交代。是，手下遵命。找个他不认识的人去问，让他知道了，省得他多想。是，手下明白了。将军这是想悄悄关心人家，又死要面子。隔天，欢迎白先生。引得路人都往这边看。白素跟大家打了招呼，赶紧进了屋。以后别这样了，让人怪不自在的。白先生治好了东家的眼睛，是我们洪正堂的大恩人呢。我们真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先生的感激之情。东家和少东家在里面等着您呢。秦为一辈子追求第一，没想到也有打脸的时候。我是比不了他，可他的儿孙却没有我儿那么厉害的师傅。林先生看起来心情不错呀，我看看眼睛恢复的怎么样。白先生，我的眼睛看到了，这纱布能不能摘了？我现在恨不得就摘了它去街上转转。不行，还得蒙几天。林先生躺在床上，我看看恢复的怎么样了。白苏摘下纱布，林父激动地眨眨眼。白先生，我看清你了，想不到你如此年轻。我才17岁，能不年轻吗？恢复得很好，再过2天就可以把纱布去掉了。白先生，晚一会儿再包纱布行不？我想看看小叶他们现在啥样了。叶掌柜正在门外听着动静，闻言忍不住推门进去。东家，我是小叶呀。小叶也显老了，这些年辛苦你了。东家的恩德，小的竭尽一生也难报一二，何来辛苦一说？林先生想见，就让门外的几个人进来，先远远看一下，过几天就能天天见了。好好，听白先生的。叶掌柜擦了擦眼泪，走过去把门打开。林胜笑着让他们起来，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最后看到东子。你是东子吗？长得真高啊。是啊，老爷，要没您，东子早就饿死了，哪能有今天啊？他刚来的时候又瘦又小，现在快跟彻儿这么高了。东子是个好孩子，我听福来说，每次去伺候子由，都把院子和马厩打扫了，连马都给刷干净了，把水缸都灌满，真是多谢你了。能伺候白先生和少爷是东子的福气，可当不起先生谢。先生不嫌小的愚笨就好。东子有把子力气，福来现在也跟着先生学习医术，不如先生就把东子留在身边使唤，做点劈柴打水的粗活，也好让福来安心学医。不知东子有没有这个福分伺候先生？只要让他在外院伺候，跑个腿啥的也方便些。先生若用的不顺手，撵回来就是。东子定定地看着白苏，眼里泛着期待的光。白苏不忍拒绝，心里也喜欢这个孩子。福来要劈柴打水，碾药制药，还要学医，确实忙不过来。还不快给白先生磕头，跟着先生，切不可懒惰懈怠。若有错处，我先饶不了你。谢老爷，谢白先生，东子不敢偷懒。起来吧，以后伺候你们少爷，也给福来做个伴。叶掌柜带着众人退下去，白苏给林胜换了药，把眼睛用纱布包起来。林胜恨不得马上就把另外一只眼睛也做了。白苏给他解释一下，一起做风险太大，怎么也得隔几天，这个眼睛啊完全康复了再说。白先生，先不要让彻儿回来照顾我了，我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事儿我会主动找白先生的。彻儿，侍奉好你师傅。是，儿子记住了。正在这时，忽听街上敲锣打鼓的来了一群人，停在洪正堂的门口敲起来。夫君，就是这位先生救活了咱们儿子。谢谢先生救小儿一命，先生大恩大德，陆班无以为报，特做了一个匾额送给先生，这是答谢先生的一点谢礼，请先生务必收下。儿子，快给恩人磕头。白苏赶紧把几人扶起来。大夫救人是本分，陆先生不必放在心上，这匾额我就收下了，我也没给孩子开药，钱就不收了，留着给孩子以后读书用吧。白苏让几人把匾额抬进洪正堂，陆班再三要给钱，见白苏执意不收，也不再勉强。不知恩人高姓大名，小的也好给恩人立个长生牌位，日日烧香磕头，保佑恩人天福天寿。白苏一听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说担不起啊，推脱说有急事，带着林彻、福来和小月挤过围观的人回了家。孙傲听秋月说了原委，主子救了他儿子，他们给恩人立个长生牌位供奉也是应该的，这有什么不妥的？
这样的大恩呐，很多地方的风俗是要给恩人认干亲，终身孝敬的呢。那就有些挟恩图报了，大夫救人本分而已。是师傅太仁义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这无以为报的大恩大德呢？那天若没有师傅，那孩子早就没命了。我那天教你们的心肺复苏法，你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师傅。林彻把方法步骤复述了一遍。这个方法救人经常得用，你下次去洪正堂的时候教叶掌柜他们。谢谢师傅。今日那么多人围观，恐怕会有慕名而来找师傅的，到时候找到洪正堂，师傅去还是不去啊？小毛病我就不去了，论把脉，我比不上你和叶掌柜，有看不了的疾病或外伤，我就过去看看。师傅太谦虚了，当年传授徒儿炮制药材的方法就不知比别人高明多少倍了，更别说医术了呀。我这些天啊，跟您学的东西足让徒儿受益一生了。这就知足了，我脑子里装的东西可多着呢，只要你们想学，以后都会教给你们。你去帮弗莱碾药，下午教你做金疮药。他自从拜了师，觉得每天都学到很多新奇的东西，真想不明白师傅这么才貌双全的奇女子也会和离。那边林胜回家后也是唉声叹气，你明明恢复得很好，叹什么气呀？可是又有什么烦心事儿了？你是没见到啊，彻儿的师傅相貌不比医术差，若彻儿开始不拜师，把他求取过来得多好啊。拜师了能学医术，若求取不成就没机会再见面了。再者说那白先生如此出色，就算成了，彻儿恐难振夫纲啊。林胜想到林彻对师傅恭敬的样子，点了点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万不能传出去，让彻儿生了非分之想就坏了。那白先生医术高超，彻儿有幸成了大弟子，也算是祖上积德，万不可让他生了忤逆不孝之心呐。夫人言之有理，彻儿纯善，对白先生执礼甚恭，应该没事，是我起了妄念了。下午东子就搬进了白俗的小院，果然勤奋守礼，轻易不入内院。他把福来的活儿基本上都给干了，连衣服都抢在秋月之前给福来洗了。以后的活儿咱俩分工，别都让你做了，给我留一些。福来哥又要学习医术，又要碾药制药，我过来本就是做这些粗活的，福来哥不用客气啊。福来很喜欢这个小他几个月的东子，知道他在洪正堂也是一个小伙计，学不到什么医术。主子传授的医术我可不敢私教你，不过我抄了几本医书，你若有空可以拿去看，能学到不少东西。谢谢福来哥的好意，我是逃荒过来的，父母都饿死了，没上过私塾，就伺候少爷的时候跟着学了几个字，认不了书上的内容。你要是想学，晚上就和秋月一起学，每天我教你10个字，你有空就多练习，若你学得快，我还可以多教你一些。那福来哥以后就是我的先生了。先生当不起，你既然叫我一声哥哥，我就当你是我弟弟，哥哥教弟弟也是应该的。看你也是个勤奋的人，多学些字，以后有大用处。东子不敢懒惰，若有马虎懈怠，任凭哥哥责罚，绝不敢有怨言。福来满意的点点头。从那以后啊，东子对福来恭敬有加，福来也更用心的教他。小院里的人啊，都在飞速的进步着。玉带河救人起死回生，治新奇的药丸和止血神药的金创药。原来白素说的不缺钱是真的，林彻还是小有名气的大夫，那白素的医术得远在林彻之上了。大婚3年，竟然不知道自己妻子会医术，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既然他生活得很好，就不用再管他了。这2天他老是想起白素一身男装，笑着吃螃蟹的样子，和离的时候他声泪俱下指责他的样子，离开自己，他果然活得更好。陈峰，快起来，你别动不动就下跪，太多礼了。楚寒现在怎么样了？主子恢复得很好，先生不必担心，主子吩咐过了，小的们见先生如见主子，小的不敢无礼。主子这几天出不了门，不能亲自见先生，特让小的给先生报个平安，送来一点小礼品，希望先生收下。陈凤指着先前进屋的托盘，这是宣纸和上好的松烟墨，主子说了，先生的字和画的图都很珍贵，用这些纸墨也好让后人珍藏。这些是绢、纱、罗绮、棉、丝绸各2匹，给先生添几件换季的新衣。这些是一些品相好的药材，还有燕窝、人参，让先生补身子用。
这个小箱子里面是一点金币，主子说希望先生不要太辛苦，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休息。主子还说先生的诊金主子付不起，这些就算是利息，以后再慢慢还。啊，这些东西不知比诊金高多少倍。看来楚寒还真是个有钱人。他现在安全了吗？追杀他的人找到了吗？主子现在很安全，那些人也找出来了，已经做了处置。那就好，楚寒身边应该不缺好大夫，我就不多嘱咐了。那些东西我就留下，这箱金币太多了，你带回去吧，给保护塔尔战死的那几个侍卫家里分了。先生真是仁义之人，那几个侍卫都记了功，家里人都已经得到了厚赏和安置，这些是主子的心意，先生就不要拒绝了。好吧，那我就收下了。你们是不是快回宿州了？你给他说，让他尽量不要过早的颠簸劳累，以免落下病根。谢谢先生，主子不去宿州了，以后就在京城常住，等过几天得了空就会来看先生。这2瓶止血药很好，你带给他，手下的人有受伤的用得到。这个楚公子出手这么阔绰，身份肯定不一般。定安侯府的楚家，不知道和他有没有关系。安定侯军功赫赫，夫人早逝，又娶了继室，和楚公子说的继母符合，又是领兵之人，应该是侯府的公子。1两墨1两金，说的就是这个松烟墨，一点如漆，万载存真。楚公子说的对，师傅，您画的图非常珍贵，以后肯定要流传后世的。以后您就用宣纸和松烟墨吧。以后画重要的东西就用这个。纸墨婢子看不出来好不好？这些丝绸布料是真的不错。你们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一人裁1身。不来，把金币清点一下，把东西都放入库房。这日子呀，过得忙碌又充实，转眼就到了给林父做手术的日子。一会儿你们一定要仔细看，认真学，争取以后都能学会。子由，这次你当我的助手，手术的消毒也由你来做。是，师傅。白先生，我来迟了，您今儿来得好早啊。林先生，我们也是刚刚到。想不到老夫也有重见光明的一天，今儿我没坐马车，也没用人搀扶，连根拐杖也没拄，就这样走过来的。路上遇到了好些熟人，都好奇我的眼睛，我一路解释过来的，把他们羡慕的呀。所以来晚了些，白先生别见怪啊。怎么会？这次让子由给我当助手，让他也给林先生的眼睛出一份力。好好，这儿就有劳先生教导了。那我们去手术室吧。手术室就是做手术的屋子对吧？嗯。太好了，小叶说这几天好多人打听先生，像先生独创的缝合手术和这样的眼疾，他们根本就不会，到时候还请先生过来。我让叶掌柜做了一些缝合针，得空了让子由他们练练。缝合是基本功，等子由学会了，让他教教叶掌柜他们，无非就是消毒、清创、缝合，再配上我的金疮药，不难学。叶掌柜听了喜出望外，他知道少东家见了白苏缝合伤口才拜的师，没想到轻易的就传授给他。叶掌柜这是干什么？你年长我许多，我可不敢当，快快起来。小叶以前尽心伺候了我好几年，我才传授给他一点医术，白先生肯把这等重要的技艺传授他，他是该磕头的。子由教又不是我教，不必谢我，快起来。师傅，您传授给徒儿的医术，若不经过您同意，徒儿是半点不敢泄露的。叶掌柜当然得谢您了。白素对林彻一瞪眼，林彻又赶紧对叶掌柜说：我师傅仁义，不让你磕，你就起来吧，心里记得这份恩情就好。谢白先生，谢少东家。白苏在林彻的配合下，很顺利的把林父的另一个眼睛的手术做完了。师傅，我来给父亲包扎吧。林彻模仿白苏的手法，给父亲包扎好。不错，子由这次做得很好，全程都很认真，你们几个也表现得不错，很镇定。秋月、东子，你们第一次见，刚刚心里害怕了吧？婢子不害怕，上次给楚公子缝合的时候，婢子在旁边还给他绑腿了呢，不算第一次了。小的就是心里紧张了一下，也没害怕。先生的医术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没事的。任何手术都是有危险的，半点马虎不得。子由，去喊醒你父亲。福来，去给叶掌柜他们说一声。林彻收拾好手术器械，让东子拿去煮了消毒，然后开始喊父亲。叶掌柜跟着福来进来，
叶掌柜，你就安排人把后院的上房收拾出来2间，让师傅去里面休息，以后就专门给师傅歇息用。是，小的马上去安排。里面的都放在旁边的耳房里。等等，我又不怎么过来，没必要再占地方，就在这歇一会儿就可以。师傅，那里比较肃静，也方便。师傅做手术劳心劳力的，这里太嘈杂了。那是2间闲屋子，就算师傅不用，也是闲置的。秋月也能随师傅歇一会儿，不是？明明是少东家的屋子，非得说成闲屋子。白先生是不怎么来，少东家以后歇着就得去耳房了。既然是2间闲屋子，那就去收拾吧，也不必专门给我用，我偶尔落落脚就行。是，小的明白了。等叶掌柜再次进来的时候，林胜已经醒了过来。东家醒了，白先生，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您去休息一会儿吧，有什么事儿再去喊您。小叶说得对，白先生快去休息吧，让您在这儿守着，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彻儿，先送你师傅过去。好吧，我一会儿再过来。林彻把白苏送到屋里，里面收拾得干净整洁。白苏对林彻的安排很是满意。你去照顾你父亲吧，小月在这里陪着我就行。你父亲有任何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叶掌柜和福来正给林胜按着腿，林胜刚醒了一会儿，没什么精神。你歇会儿吧，我来。我不累，林公子给林先生说说话吧。主子说了，这2个时辰不能睡。父亲，您感觉怎么样？难受吗？不难受。我在想，你师傅做的那个麻醉药怎么那么神奇呢？吃了这药，就算截肢的时候也不疼了吧？是，师傅把药方和炮制的方法都教会了我，但是炮制药材的方法都不知道跟我们用的方法高出多少倍，还教我认识了好几种新药材呢。你拜师的时候，你师傅说对你竭心尽力，毫无保留，是真的做到了。寻常大夫的秘方都是私藏，别说徒弟，就是亲儿子也不舍得传授。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白先生也是看少东家人品好，是重情重义的人，才放心传授。师傅心思纯良，没有私心，不但允许我教叶掌柜他们缝合术，连那天救人的心肺复苏法也同意了，说多一个人学会能多救几个病人。你能拜白先生为师，真是我林家之幸啊！有此良师，你可要认真学习，不能再马虎大意，做对不住你师傅的事儿。我们洪正堂的人都要以师礼对待白先生。我打算等我好了以后，在家里举行一场宴会，把亲戚朋友都请来庆祝一下，把你师傅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看怎么样？师傅可能不喜欢这种场合。哎，福来，你跟着师傅时间长，你怎么看？主子喜欢和熟识的人在一起，不太喜欢和陌生人应酬，又有许多前辈，估计不会喜欢。白先生到底是年轻人，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是会觉得不自在。等回去你问问你师傅吧，他要是想多认识几个朋友就去，不想呢就算了。宴会是一定要举行的，重见光明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庆祝一下。掌柜，前厅来了好几波病人，张大夫他们忙不过来，问您能不能过去看诊。我这就过去。自从那天落水的那家人送了牌匾，这几天的病人越来越多。东家，我先过去诊病了，一会儿再过来。去吧去吧，我这里没事儿，连店里都沾了你主子的光了。每隔半个时辰左右，白苏就去看看林胜。很快2个时辰就过去了，林胜的麻药恢复，各自回了家。白苏做的中药丸供不应求，他又写了几个药方，领着几人把药材全部都做成了药丸，让福来送到店里，换回好几万钱。林彻和福来这几天学了切开、缝合、打结、止血几个外科的基本操作。林胜派管家送来请帖，请白苏9月初6去家里赴宴。白苏果然兴致不高。先生，我们老爷本来想亲自来送帖子的，又怕先生不愿意去，不好拒绝，所以嘱咐小的给先生捎话，说知道先生要制药，还得抽时间教我们少爷，繁忙得很。若哪天得空，就介绍几个朋友给先生；若没时间，千万不要勉强。先生是老爷最尊贵的客人，第一个肯定得给先生送啊。若先生不喜欢应酬，就不用为俗事浪费时间了。师傅，您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父亲不会介意的。到了初6那天，白苏让林彻带了一瓶新做的眼药水送过去。我师傅正在研究一种药方，没时间过来，特命我送来师傅亲手熬制的滴眼药水。师傅说祝父亲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楚。白先生那么忙，还记得给我带药，你一会儿带人过去啊，送一桌酒席，替我谢谢你师傅。旁观的人见白苏没来，林胜一点也没介意，
知道他是真的敬重白先生。我今日很高兴，感谢各位来参加这场宴会，希望我的喜悦也能分享给大家。老夫患眼疾近10年，却在年过花甲的时候重见光明，全仰仗白先生妙手回春。各位都是我的故友亲朋和医术界的当家人，白先生今儿虽没来，但我林某人还是想给各位介绍一下白先生。他是小儿林彻的恩师，也是我林某人的恩人。今日各位替我做个见证，今后白先生若是在外遇到什么难事，谁帮了白先生，我洪正堂10倍报之。谁要是为难白先生，也是和我洪正堂过不去。林老多虑了，白先生有如此高明的医术，说不定哪天就会求上门，谁敢欺负他，那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朱老弟，你是不知道，白先生虽然是彻儿的师傅，但岁数比彻儿还小2岁，心思纯良，谪仙般的人物，若在外行走，免不了有胆大宵小之徒欺负。他对我父子有大恩，老夫拼尽全力也会维护白先生到底。哦，想不到白先生如此年轻，医术界的天才啊！我们这些老人就算是为了惜财，也会维护好他的。朱兄说的对，兄弟我就有求于白先生。家母的左眼从去年开始就看东西模糊，今年几乎都看不到东西了，右眼看东西也不太清晰了。从发病开始，我就给母亲尝试了各种内服万用的药，每晚给母亲按压穴位，从未间断，但依然越来越严重。林大哥，您能不能让令郎帮我问问白先生，看看能不能抽空帮家母诊治，诊金多少钱都可以啊。柳贤弟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为这份孝心，我也得让彻儿去求求他师傅。我的眼疾，白先生诊断的说叫白内障，若令此的眼疾和我的病症一样，说不定也能治愈。他师傅最新医术，为人低调，轻易不出手，一会儿让彻儿去问问。白先生若真抽不出时间，柳先生可不能怪我们少东家呀。白先生只是出于情义给东家治了眼睛，还有一次就是在玉带河边救了一个小孩，这才扬了名。这几天闻名而来的许多病人都没见到白先生。叶掌柜一番话让白苏更显得高深莫测。白先生这是不出诊啊，那么高的医术可惜了，要不这病人不得排着队来找啊。哪个隐士的高人不是这样啊，轻易不出手的，要是早就接诊病人，恐怕早就扬名天下了。柳叔叔放心，我一会儿就去问我师傅。师傅虽然没有出过诊，但是心最善了，不一定不答应。有劳贤侄了，若是白先生不答应，我就亲自上门去求，无论如何也要求得先生答应。刘贤弟真是孝顺啊，有你这份孝心，也能打动白先生了。为人子怎么能不尽心竭力？朱兄，你不知道啊，每次看到母亲被人搀扶着走路，我心里多难受啊。若母亲也能像林大哥一样恢复那么好，我就算多磕几个头也是愿意的。这个柳贵呀，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夫，为了给母亲治病，竟愿意去跪求一个10几岁的年轻人，令现场很多人感动。我明白柳叔叔的心情，小侄当初苦学医术也是为了给父亲治眼。柳叔叔放心，我现在就回去，一定求师傅答应。对，去吧，早去早让你柳叔叔放心。柳贵再三道谢。有人说，林老给讲讲是怎么认识白先生这么医术高明的神医啊？林胜得意地讲起来，从林彻拜师开始，讲到白苏做的麻醉药，讲到做完手术，听得众人啧啧称奇，纷纷对他父子俩羡慕不已。林彻到的时候，白苏正在专心致志地伏在书案上画图。他行完礼，来到跟前儿，正想给师傅说柳贵的事，眼光扫到桌案的画上，一下就呆在了当场，把想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画纸上画的是一个人身体的轮廓和身上的5脏6腑，连肠子都画得清清楚楚。原来人的脏器长这个样子吗？白素用的彩色颜料画得很逼真，有的器官上的血管都画得很清楚。师徒2个，一个专注的画，一个仔细的看，直到白苏画完，又把各个器官的名称标注上。师傅，您怎么会画出这么逼真的5脏6腑图啊？这太不可思议了。你师傅会的东西多了，这个是人体器官图，器官的形状和长的位置都正确。我想着你拜师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没有送你收徒的礼物，这幅图就算补给你的收徒礼物吧。师傅这些天教会徒儿的东西，已经让徒儿终身受益了，还给徒儿画这么重要的图，徒儿要把这份礼物供起来，传给后世子孙。此图当今世上绝无仅有，你牢记在心里就好，愿意收藏也行，怎么还值当的供起来？
还不快起来？师父的恩情无以为报，只有磕头才能表达心里的敬意。你好好学习，把我教你的医术传承下去就行。这花晾干了，你拿走就行，让弗莱临摹一张。他虽然没有医学基础，但很聪明上进，过几年也可以当一名合格的大夫。徒儿明白，弗莱刻苦努力，又比徒儿冷静沉稳，假以时日，必能成为一个好大夫。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不多陪你父亲一会儿？哎呦，坏了，把柳贵托付的事儿给忘了，随即便把柳贵母亲眼疾的事说了。柳叔叔托我问问您，看您能不能给老太太看病。您要不答应，他还打算亲自上门来求。那就给他母亲看看，大夫的本职工作就是看病，至于诊金，你看收多少合适？在洪正堂手术室做，肯定要给洪正堂抽一点的。洪正堂分文不取。那不行，不抽分成，我就不去那里了。师傅，您就给徒儿一个报答的机会吧。洪正堂靠您做的药赚了不少钱了，还有借着您的名气，病人也多了不少，给您出点力不是应该的吗？借我的名气？什么名气？那天陆班送匾额的时候，不知道您的名字，只知道您是徒儿的师傅，连带着给洪正堂扬了名。那个匾额现在还在洪正堂呢。就挂在洪正堂吧，我以后在那里坐诊，就按以前你说的3、7分，洪正堂抽30%，负责接待病人、宣传和我们几个的饭食，需要的医疗器械叶掌柜负责。我隔一段时间就去坐诊，带你们去实习，多做些手术，你们就能学会了。以前说3、7分的时候还没拜师呢，师傅时刻为弟子着想，徒儿家的铺子还要赚师傅的钱，不行，传出去人家得骂徒儿是忘恩负义之人了。孙敖进来禀告说，东子带人送来一桌酒席，白苏让人收下，摆到膳房，让东子拿了盒刚做好的重阳糕做回礼。徒儿回去吃，柳叔叔还在等消息呢。您哪天给他母亲看啊？我想再挖2趟药材备着，9月初9吧。那天我在洪正堂坐诊，就说那天敬老，60岁以上的老人白内障手术半价，让他母亲这2天吃清淡一点。是，徒儿记住了。林彻临走，扭头看了一眼白苏画的图。回去吧，一会儿晾干了，我给你裱起来。谢谢师傅。贤侄，怎么样？师傅初9去洪正堂坐诊，您那天早点带老夫人过去就行。师傅说这2日让老夫人吃清淡一点。好，多谢贤侄，多谢林大哥，小弟欠林大哥一份人情，以后有用到小弟的地方尽管吩咐。刘贤弟客气了。到了黄昏的时候，林彻带着他父亲和叶掌柜一起来到白苏家，要求把抽成改成1、9分。白苏不同意，1成刨去吃饭和手术器械就没了，这洪正堂白忙活。3、7呢，林胜坚决不同意，后来就改成2、8。白苏还答应适当指导他们一下，双方都很满意。林胜连连说洪正堂沾光了，白苏怕穷人治不起，他们把白内障手术的价格定在1只眼睛2000文，这是比较低的价了。这次采药赶了2辆马车，东子也去了。东子很能干，他当伙计的时候认识不少药材，又打小干活，挖得又快又好。回去的时候拉了满满2车，2天挖了4大车，晾了满满的一院子。女郎那么辛苦干嘛呀？以前缺钱不得已，现在这些钱足够女郎花用的了，还干这些粗活，这手啊都有点粗糙了，得养好久才养得过来呀。这个季节药材最好，我就多储存一点备着，能用好久。明天一坐诊，以后想去也没时间去了。百姓茶余饭后又有了新话题，林胜的眼睛不瞎了。林胜多年前的眼疾让他儿子的师傅治好了，跟叶掌柜在街上溜达呢。太奇怪了，林大夫不瞎了，还去戏园子看戏了呢。听说林胜昨天还给洪正堂治了几个病人。初9那天，柳先生，老夫人的病可以手术，但手术有一定的风险性，比如视力恢复的不理想，或者手术后护理不当导致的失明，手术麻醉失效。有那么多可能吗？对，因为这毕竟是个手术，就是得在眼睛上动刀子的。尽管手术失败的可能性很小，我也会全力避免意外发生。万一发生，请家属谅解，并积极配合我的治疗。贤侄，真的那么危险吗？林彻拿来一张纸递给他，是白苏提前让他写好的手术知情同意书。刘叔叔，凡事都有万一的，
手术毕竟和咱们平时开药方不一样，我师傅也承担很大的风险的。这是我师傅让我写的，您要是同意呢，就签个字，我们马上给老夫人安排手术。上面写着姓名、年龄、性别、病情诊断，后面还有术中和术后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良反应，一条一条的写了长长的一串。我愿意付10倍的诊金，外加100年先知一嘱，求先生全力给我母亲诊治。每个病人我都会全力救治，你给我100倍的诊金，我也无法完全保证，我不是神仙。手术若是失败，我分文不取，还会免费做好后续治疗。我要是不签呢？那这个手术我不敢做，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你太过分了，哪有你这么给人看病的？放肆！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你马上给白先生道歉。柳贵第一次见这样的告知书，在他看来这是大夫推卸责任的行为，但母亲的话他又不敢不听。对不住了，白先生。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手术前把风险告知病人和家属，取得你们同意并签字的，方能手术。刘先生放心就行，白先生也是谨慎的人，看我们东家恢复的多好啊。叶掌柜，这个不能劝，让柳先生自己想清楚再说。这种病什么时候做也行，不差这1-2天。我既然答应了子由，他什么时候想做了，我都给老夫人做。是。叶掌柜站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了。白先生放心做就行，风险也无非就是瞎了呗。本来我老太婆就是瞎子，所以这根本就算不得什么风险。我这逆子不听话，是我没教好他，白先生别生气。母亲息怒，是儿子错了。白先生是我复明的唯一希望，你这样的态度对他说话，是不想让先生给我治了吗？柳贵哪经得起这么说呀，吓得连连磕头求母亲原谅。去好好给白先生赔个不是。你刚刚是什么态度？我这瞎子都听得出来。是，儿子谨遵母命。柳贵站起身，刚想对白苏下跪，就让白苏拦住了。柳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给老夫人医治的。签字是告知，也是家属对大夫的信任和理解。柳先生不用过度担心。谢谢白先生不和我计较，是我妄加揣测，对先生无礼，先生一定要受我一拜。真的不必，你若同意就签字吧，别浪费时间，后面还有病人。好。柳贵拿起桌上的毛笔签了字，还按了手印。白苏把手术知情同意书递给叶掌柜。叶掌柜，你用大一点的纸把这个抄一份，贴在门外，让想做手术的提前看看，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有了家属签字，这病人万一有什么事儿，也怪不得大夫了。手术很顺利，柳贵激动地对白苏连连作揖。林彻笑着给他讲手术后的事项。白先生，外面来了很多得眼疾的病人，您看今天还能做吗？能做，一会儿把老夫人推到别的房间休息，咱们铺里有几个床位。床位？你说的是病人用的床吧？这里的病人一般都是轻症，重症的都是去病人家里，所以没有您说的床位。但我们有4个坐堂大夫，有4个诊查床。那就再做4个吧，一会儿让老夫人推到我那间屋子休息，把手术床再推过来，另外去收拾一间病房，把那4个诊查床抬进去。是，小的马上去安排。子由，跟我去看其他病人。我是曹参军大人的管家，我们老爷让我来请您过去，马车在外面等着呢。白先生先去我们府上给我们老夫人看看吧。我还没开门呢就来排队了。是呀，参军怎么了？这么多人排队等着，怎么能去出诊呢？住口！你们这些贱民排了队怎么了？难道让我们老夫人来这里和你们这帮贱民一起排队吗？谁在说话，一律赶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参军府，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管事的没想到白素一个小小的大夫竟敢这样跟他说话，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这位老爷有理，这些病人都等好久了，很多都是大老远来的，白先生实在没办法出诊，对不住了。你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插嘴？我是这里的掌柜。哦，你一个开药铺的不出诊，还开什么药铺啊？您……叶掌柜，不必再说了，我不会跟他去的。这位管事，既然你家老夫人那么金贵，还是请御医给他诊治吧。
我才疏学浅，不敢给贵人医治，你请回吧。还没有哪个小百姓敢拒绝我们参军府的。你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吗？哦，我一没犯法，二没犯罪，你能把我怎么样？还能把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去不成？年轻人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你乖乖的跟我走，把我们老夫人给治好了，我就不跟你计较。否则的话，想看病就跟我师父好好说话，就你这态度，也想让我师父跟你走？你做梦了吧？叶掌柜在一旁一个劲儿的给林彻打眼色，不让他继续说。白苏看得很清楚，也怕给药铺带来麻烦，压了压心中的火气。不是我不跟你走，这么多的病人等着，你提前也没预约，我不可能去的。你家老夫人想看病，明天让人早点过来排队，我明天再过来给她看。你让我们夫人来你们这里排队，真是笑话！你考虑清楚了，真的不去吗？来人，把这几个人请出去。几个伙计跑过来，语气不善地往外请几个人。好，你们给我等着！叶掌柜，门口安排几个人，别什么人也让进，惹我师父生气了。这几个人来者不善，总觉得这事儿不会善了，恐怕还会找白先生的麻烦。找就找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么多病人在这里等着我，我不可能丢下他们去巴结什么参军，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白先生不为权势，为我们这些病人着想，谁要是欺负他，就是和我们百姓过不去。对，那个参军家我知道，我卖货的时候见过，就住在城南的金鱼巷，一家的主子奴才都不是东西。他要是敢欺负白先生，我们就围了他的参军府。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了。师父，喝杯茶，别跟那种人生气。白苏喝了茶，把空杯子递给林彻，对排队的问：这些病人都是患眼疾的吗？是。如果不是眼疾，就别在这排队了，去找那边几位大夫看，他们的医术也很好。我今天只做白内障手术，而且这里没有那么多床位，只能再坐4个人，后面的人明天再来吧。先生，是不是有床就能多坐几个人？是，因为手术后病人需要平躺着观察2个时辰才能回家。床好说，我送给先生几个床，只求先生辛苦些，能给我父亲诊治了。我去把家里的床拿来。我们来的时候带着被褥呢，躺在地上就行了。白苏看众人都不愿意回去，扭头问叶掌柜：这附近能买到床吗？能，屋子里也能挤一挤，就是白先生连着做手术，会不会太辛苦了？是啊，师父。叶掌柜，你去买床，再跟门口的人说一声，就说今日名额已满，别让人再排队了。屋里的人能做多少做多少，我尽力而为。找个人把排队的人按排队顺序登记，登记完就自己找地方休息，别在这站着了。我按照登记顺序来看诊，今天看不了的，明天优先看。福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他上前说：小的去登记。白苏点头，开始看诊。第一个病人也是白内障，手术知情同意书叶掌柜提前给他们说了，家属已经签了字，速度快了很多。在洪正堂和林彻几人的大力配合下，这一天一共接诊了28个病人，做了18台手术，给10个不适合手术的病人开了药方。师傅，你要是再不休息，把身体累垮了，明天怎么给病人复诊啊？您这是对徒儿的不信任。做手术我不行，这术后检查和护理徒儿还是能做好的。啊，我不是不信任你，只是我不看看病人，心里不踏实。徒儿按您的吩咐，每半个时辰给病人诊一次脉，每个时间段都有记录。福来，你拿给师傅看看。福来把手里记录的本子拿到白苏跟前儿，一张张的翻给他看，果然记录得很详细。主子，您要是不放心，就在这儿歇着，看着我们点儿。看我们哪里做的不对，您再指正。白苏点点头，半躺在那里看他们做事。林彻给病人观察诊脉，福来记录。秋月和东子充当护士的角色，给病人家属讲解术后需要注意的事项。白苏看他们做的都很好，病人的状态也不错，心里放下心来。不一会儿就半躺着睡了过去。白苏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屋里的病人已经走了大半。啊，抱歉啊，我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先生醒了，是先生为了我们病人累坏了。哎呦，终于能大声说话了，我这大嗓门小声说话还真是不习惯。病人从醒来后都没有再睡吧？没有，林大夫都嘱咐我们了，都没睡。主子放心，病人情况都很好。白苏看屋里欢快的气氛，就知道情况不错，病人和家属都很满意。
林彻拿着病人的病历给白苏看，做得不错，很认真。谢谢师傅夸奖。福来呢？天快黑的时候，福来看天阴的沉了，怕下雨，就带着东子收院子里的药下去了。等送走了所有的病人，回到家已经是亥时了。主子啊，你不知道，今儿好几个病人家属给彼此行礼，也有好几个人对小的说谢谢。小的长那么大，还没那么多人给我说过谢谢呢。福来没有说话，脸上也带着兴奋和满足。只有林彻从小听惯了夸赞，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幸亏有你们几个，若没有你们，今儿这些个病人，我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完。大家都辛苦了，都去洗漱休息吧。听伙计说，白先生昨日忙得很晚才回家，累坏了。没想到先生今儿还是来得这么早。确实累点，但也不能让病人久等啊。老夫人感觉怎么样？昨晚眼睛疼了没？没有，昨天下午有轻微一点疼，晚上就感觉不到了。白苏给他解开纱布，慢慢睁开眼，看看我。老太太轻轻睁开眼，看了看白苏，又看了看柳桂。哎呦，想不到白先生长得这么俊，衬得我儿这么丑。白苏没有想到老夫人说话这么有趣。母亲，您终于看清儿子了。柳桂40多岁的汉子竟高兴地抹起眼泪，众人一下子沸腾起来。请大家安静，手术后能看到东西是很正常的，大家不要喧哗，病人需要安静。幸亏有你们几个，若没有你们，今儿这些个病人，我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完。大家都辛苦了，都去洗漱休息吧。柳先生，你也是，老夫人不能激动，更不能流泪，你起来站到一边，别妨碍我换药。柳桂赶紧站起来，一个劲儿地给白苏施礼。白苏换好了药，林彻在一旁给老夫人包扎好后，给柳桂道喜。贤侄啊，我家里有一颗上好的灵芝，一会儿让人送过来，给你师傅补补身子。谢谢你了哈，以后有事儿吩咐一声就行。告辞了。林彻也没跟他客气，给师傅补身子，收了就收了。这好灵芝可遇不可求，大不了啊，以后还他人情。下一个病人是一个白内障患者，可以手术。白苏让林彻带他去手术室麻醉，自己利用麻醉起效的时间给复诊的几个病人检查。哪个是会治眼的白大夫？都说啊，古代的医生是高危职业，想不到他行医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第二天就引来了官差，他心里暗道晦气。我就是。几位官爷，不知道找白先生何事啊？我们大人有事询问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的大人是哪位？有何事询问我？不是我白某不去，是我这里有病人，实在走不开。哼，果然是个不识时务的刁民一个。大人问话还得看你有空没空吧？识相点，乖乖的跟我走，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一没犯错，二没犯法，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就成了刁民了？你们不说哪位大人找我，也不说找我有什么事，我凭什么跟你们走？是啊，官府找人问话也得有原因吧？这样无缘无故的带人走，官差也不行啊。看不出你还是个牙尖嘴利的，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有什么话见到我们大人再说吧。说完一摆手，后面2个手下就想过来抓人。林彻听到消息，从后院疾步跑过来。哼，你们休想抓我师傅，要抓就先抓我。敢妨碍官差执行公务？什么执行公务？我看你们是滥用职权，为虎作伥，官兵就可以随便打人吗？要抓我师傅就先打死我，我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敢不敢闹出人命？嘿嘿嘿，那我就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叶掌柜急出一身冷汗，一下子冲过来，死死抱住林彻。东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自己拼了老命也得护少东家周全。嘿嘿，老头儿，你也想试试我的拳头吗？好，我一个个的让你们挨个尝尝。住手！我跟你们走，你们不要牵连无辜，不然我就跟你们来个鱼死网破。秋月福来紧紧抓着白苏，不让他去。你们都不准再冲动，自古民不与官斗，你们哪个挨了打，我都会心疼。师傅，您千万不要跟他们走啊！好汉不知眼前亏，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我就不信他们还敢杀了我不成吗？各位父老乡亲，对不住了，等我回来再给你们做手术。复诊的找我徒弟，你们都看着他点儿，别让他犯傻。把他给我绑了带走，啰嗦起来没完了。2个官差拿着麻绳上来，3两下把白苏双手反绑起来，推着他往外走去。福来跟着官差来到街上，看着白苏被押着上了马车。林彻拼命挣扎着让叶掌柜放开，叶掌柜铁了心般：叶掌柜放开吧，主子他们走远了。少东家，不是小的不心疼白先生，
但咱拦不住啊。白先生又没犯法，他们也不敢把人怎么样，小的让人去喊老爷了，咱们可以慢慢想办法呀。病人和家属见白苏被抓走，也不排队了，都气得议论纷纷。各位，昨天来的那个参军府管家是什么参军？姓啥名啥？家住哪里？望各位告知。昨天认识那个管事的人叫牛二，他刚好来复诊。是京兆尹的参军，姓曹，不知道叫啥名，家住城南金鱼巷，一贯对百姓作威作福。金鱼巷以前是一个普通的小巷，多年前出过一个名士，因名士被皇帝御赐过金鱼带，所以他居住的地方就改名为金鱼巷。福来听完，快步走到外面，解开门口拴马桩上拴的马，打马往西跑去。不是那边，是城南，我带你去也行。福来跑得飞快，早就听不到了。连彻这会儿也冷静下来。师傅前几天救了一个人，叫楚寒，可能是安定侯府家的公子。福来可能去找他了。安定侯府的公子前一段确实出了事儿，没想到是白先生救的，有安定侯府撑腰，你怎么不早说呀？说了那帮孙子也不敢对先生无礼了。楚寒没说过是安定侯府的，只说是宿州回来的，当兵的，但身上的气势不凡，他的身份也是我猜的。楚家世子的确是宿州统兵，那10有8九是他，但方向也不对啊。安定侯府在皇宫东边的平安街，不是在那边的，在平安街那个位置。平安街东头门口2个石狮子，上边挂着牌匾，非常好认。好，我去跑一趟。少爷，小的去吧，小的马骑得好，还见过楚少爷和陈峰少爷。就让东子去吧，少爷在这里出主意就好。东子，你快去。我师父性格耿直，不会跟强权妥协，被带走恐怕会受到迫害。楚寒能不能帮忙还说不准。我恳请大家跟我一起去金鱼巷，咱也不给他们起冲突，就堵在他们门口等着师父，让附近的百姓都看看他姓曹的要是顾及名声，就会马上放了我师父。我们堵在他门口，官差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啊？白先生就是为了给我们治病才得罪的曹参军，白先生视我们为乡亲父老，我们也不能当忘恩负义之人。灵小神医，我跟你去。那曹参军如果只是为了找先生治病，就不会对先生怎么样了。我们暂且在这里等着，说不定给他家老太太看完病，就把先生送回来了。哎呀，我师父性格刚烈，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昨日管家来请都没去，这也是他们如此对待我师父。他不会对权贵低头，也不会给他家的老太太看的。你师父刚刚也说了，民不与官斗，给他家老太太看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白先生就妥协了，我们大伙儿多等一会儿就完了呗。想不到还有人觉得我师父该给他治。凭我师父的医术，我敢说，就算太院的太医令也比不了。若每个权贵有个头疼脑热的来找，师父都要去他们府上诊治，那就没时间给大伙看了。师父常说，济世救人，诚信处事，宜为人术，必聚人心。师父若不是有一颗济世救人的慈悲心，也不会怕大家看不起病，把诊金定得那么低。一个眼睛2000文，也不算便宜吧？哪个人说的？你嫌贵就去别家诊治啊！我洪正堂从此不赚你1文钱。前2天，一个病人给师父送的谢礼，光金币就有1箱，别说其他的贵重礼品了。给权贵看病，不知道要多挣多少倍呢。哼，既然有人如此的不领情，就不劳烦大家了。我也会劝师父以后不来坐诊了，不做这费力又惹祸的事。大家回家吧，不必等了。这怎么行呢？以前是没法治不得已，现在有法子治，就算砸锅卖铁，也不能让老人瞎着呀。小神医别生气，我跟你去，我家去3口人，我媳妇儿还有我爹。我爹眼不好，我用板车推着去。刚才是哪个王八羔子说的话呀？没良心的东西，赶紧滚出去！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让白先生看病，自己是个没骨气的玩意儿，还敢揣测白先生。林胜急匆匆地走进来，身后还跟着一群家丁。叶掌柜连忙把经过禀告一遍。父亲，欺人太甚，我儿受苦了。小的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怎么这么巧？白先生第1天坐诊，城南的参军就来找，恐怕有人从中挑拨呀。现在当务之急，得先把白先生救回来再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我这双眼睛就是白先生给治好的。我的朋友知道了，对白先生百般央求，白先生才在我们洪正堂给大家看诊。若没有我，白先生会一直隐居在家，也惹不出这样的祸事。要是白先生因此受到伤害，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所以恳请大家随我前去曹参军家门口等着白先生去。当然，我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
凡是跟着我去的，不管男女老少，诊费由我洪正堂出一半，而且优先看诊。大家路上可以通知你们的亲朋好友，所有人都可以去。那只需1溜钱就能治1只眼了吗？我去，我不是为了叶掌柜补的那1溜钱啊，本来我就打算去的。白先生信任我，让我们洪正堂收钱。到了曹参军门口，伙计会给大伙登记名字，到看病的时候直接报名字就行。我给大伙出一半，只要白先生还能看病，我就请先生先给大伙看。那还等什么？快点去吧，别让白先生吃了亏啊！想跟着去的，把病人安排在洪正堂病房里休息，有伙计专门伺候；不想跟着去的，速速离开。大家跟着我，把老人请到院里的病房里去，里面有床，可以让老人休息，大家放心就行。朱月，你去照顾我刚做好麻醉的那个病人，这次麻醉白做了，给病人解释一下，把费用退给他们，注意事项一定交代清楚了。林公子，我也想去找主子。秋月听话，只有你知道怎么照顾麻醉的病人，师傅在这里也会这么安排的，我一定会把师傅救回来的。辛苦各位官爷了，那个大夫带回来了没有啊？带回来了，抓这么个小人物不费多少事。说完冲手下一挥手，2个官兵来到马车前面，粗鲁地把白苏拽出来放到地上。谢谢各位，我一会儿就把大家的功劳禀告老爷。管事客气了，这大夫的药铺里的病人不少，医术应该不错。年轻人不懂事，给老夫人看完病，好好教训一顿就放了吧。官爷放心，只要他好好认错，把老夫人看好了就行。老爷宅心仁厚，不会为难他的。怎么会有这么无耻之徒？这样欺压百姓，还能说成宅心仁厚？呸！好，有事吩咐一声就行，告辞了。本管事好好的去请你，你不来，现在怎么样？被捆来的滋味怎么样啊？庆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不能骂，好汉不知眼前亏，君子报仇，10年不晚。哼，还敢瞪我？你要是乖乖认错，我还能在老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少受点罪。既然你还是这样不识时务，我一会儿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来人呐，把这个小子押到院子里的思过路上候着，我一会儿去禀告老爷。是。院子很深，就像走不到头似的。白苏的胳膊疼得像断了一样，走到一条石子路上，齐阿奴一脚踢在他腿腕上，白苏双腿一下子跪到碎石上。那思过路是专门为惩罚下人所设，上面铺的都是挑选的尖利的小石头，白苏跪在上面就像跪在刀刃上一样疼。他哪受过这种苦啊？一会儿疼得出了一身汗，但仍咬着牙一声不吭。管事见他不肯求饶，也不敢耽搁太久，慢慢悠悠进屋去禀报。你就是白大夫？是我。你是曹参军？哦，你怎么知道我是曹参军呢？抓我的官差穿的是京兆远衙门的服饰，京兆远是3品，当穿紫官袍，而你穿的是绿色的官袍。你门口挂着曹府2字，还能使唤动京兆远的官差，我猜你应该是个司法参军。曹参军看他一个大夫，竟对官场的事分析得分毫不差，有点意外。仔细看了看他的模样，也没看出来和哪个官员相像，才放下心来。白染官居1品，他一个从7品的芝麻小官，次是没有见过。白苏说这番话的本意，第一是拖延时间，第二也是想暗示一下他，他如果对白苏的身份起了疑，就会对他有所顾忌。哦，你一个小小的大夫，竟然还懂官场的事儿？大胆！你一个贱民，也敢在大人面前自称你我，一个连自称尊称都不懂的粗鄙之人，还想在大人面前耍小聪明。分明是小的昨天请他的时候说了是参军大人请的，他又看到牌匾才编出来这么一出，装出很懂的样子。哼，你们大人问话，你一个奴才也敢随便插嘴，语气比你们老爷还冲，声音也盖过你主子许多，不知道的还以为府里是你当家呢。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不该插嘴，小的对老爷忠心耿耿啊，绝没有半点不敬之心呐。老爷，管事直到把头磕得红肿，曹参军才出声制止。好了，别磕了，知道你没那个心，但也要注意分寸。是，小的记住了，再有下次，小的就自己张嘴。起来吧。谢谢老爷慈悲。
小的也是气糊涂了。昨儿小的去请他的时候，说参军大人请他给老夫人诊病，他就是不来。小的对他再三相求，就差下跪了。他不但不来，还说想让他给老夫人诊病是做梦，最后把小的赶了出来。小的是个奴才，受点委屈没什么，但大人整认为朝廷操劳，老夫人菩萨一样的人，怎么就不能请他看看病了？小的就是气这个呀。欺下瞒上，胡言乱语，曹参军不要毁在家奴的手里。他昨天有没有去请你啊？有。你是不是不想来呀？当时店里有很多病人，我不能离开。你是不是把他赶出来了？是，他嚣张跋扈。住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赶他就是不行。我也不为难你，年轻人嘛，难免犯错，改了就好。你去老夫人面前认错去，多磕几个头，求他准你诊治。什么时候老夫人原谅你，再把老夫人眼睛治好了，我就送你回去，诊金也不少你的。哎呀，您真是太仁慈了，对这样一个不懂尊卑的人也这么宽容。要小的说呀，您把他交给小的，小的把他调教的规矩些，再让他给老夫人诊治，免得冲撞了老夫人。呸！你们死了这条心吧，还想让我看病？做梦！我本以为奴才狗仗人势，主子未必知情，原来他的胡作非为都是你授意的。你们这些无耻的小人！管事冲旁边家奴使了个眼色，家奴掏出一块破布，上前堵住白苏的嘴，架着胳膊把白苏按在地上。老爷，让小的替老爷管教他吧。不用，他还得见老夫人，血淋淋的不好，让他跪在思过路上反省，白天对着太阳，晚上对着月亮，什么时候知道错了，什么时候起来。等去老夫人那儿认错的时候，给他找身衣服换上，别这一身脏兮兮，让老夫人看着心烦。是，小的记住了，这里是新换的石头，最见力，让他跪在这里吧，也好让他早些知错。是。管事看白苏狼狈又痛苦的样子，觉得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心里非常痛快。你们两个在这里看着他，不准偷懒，让他跪端正了，反省就得有反省的样子。我隔一个时辰再过来看看。是，管事，小的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办。一个郎二郎啊！你跪端正些，我们可不想耗力气架着你。你要跪不端正，就把吊人的架子弄来，把你的头发吊在上面。那时候你可比现在受罪多了。好你个无法无天的刁民啊！你那徒弟竟敢煽动群众闹事，还妄想把你交出去，哼，简直痴心妄想！我们老爷会受这些贱民要挟不成啊？我这就去衙门喊人过来，把你徒弟和带头的几个人捉到牢里，让他们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们两个好好看着他，一点也不许偷懒，等我回来了再好好收拾他。是。白苏被折磨的骨头像碎掉一般，也没有想过屈服。现在他开始怀疑，若林彻、福来、秋月他们也都被抓了，遭受酷刑，他会不会妥协？真是好大的胆子，还敢带人来威胁我，企图靠舆论给我制造压力，教训一个不懂事的百姓都教训不了，这个司法参军我也别当了。哎呀，老爷息怒啊，别为这伙人气坏了身子。你速速带人过来的时候去找于捕头，让他多带几个人，带着铁链和木夹过来，把带头闹事的几个人抓到牢房去，让他们好好长长记性。抓了几个带头的，这帮乌合之众自然就散了。别惊动旁人，动作快点，别让这伙刁民坏了我的官声。这下麻烦了，一个小小大夫有这么多人护着，这万一处理不好，自己也会受到牵连。这管事一看，这会儿的人数比刚刚得多了1倍，也有些傻眼。这么多人不好处理啊。为首的呀是他那个徒弟，就他闹得最凶，先把他抓了，把人驱散。这事儿过了呀，老爷不会忘了关毅的功劳的。要我说，还不如把那个夫人放回去，免了许多麻烦。参军大人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为辅吧？我们大人啊也没想把那个大夫怎么着，这伙刁民就这么威胁大人，实在是无法无天呐。这时候放了他，大人的脸面往哪儿搁呀？官爷，抓紧抓人吧，有大人兜着呢，你怕什么呀？于捕头一想，自己也是奉命行事，这曹参军心胸狭窄，得罪不得。前面的百姓速速散开，再在这里面围着闹事，就统统抓起来。大家不要怕，法不责众，况且我们没犯法，官兵也不能乱抓人啊。我们今天一定要救出我师父，放人！放人！放人！跟着喊的人越来越多，声音在林彻的带动下渐渐整齐起来，一声声放人的口号传出老远。先抓那个带头闹事的徒弟。官差冲进人群，直奔林彻。大家不要散开，把林彻围在中间，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齐心协力，一个人都不能让他们抓走。
把他绑了。官差一拥而上，用木枷锁住了柳贵。柳贵身边的人吓得连连尖叫，纷纷往后躲。一群乌合之众，继续抓！你们这帮为虎作伥的小人，连白先生这么好的神医也迫害，你会遭报应的。乡亲们，不要怕他。刘叔叔，不能出去！他对保护在林彻周围的伙计和家仆说：“保护好少爷，谁也不能后退。”一个官差挤过去，拿着铁链就想往林彻头上套。林彻早就急红了眼。凡是林家的人都拿出家伙来反击，使劲揍他们，出了事我养你们一家老小。管事的一看情况不好，转身就想溜。正在这时，远处来了一队人马，是禁军。这来人正是赵云带领的禁军。福来认为赵云虽然不喜欢白苏，但是也不会任由别人欺负。卑职京兆尹府衙捕头于力，叩见将军。都绑了，没事了，没事了，是我不好，是我来晚了。禁军把曹参军抓了过来。曹参军看到禁军，早就吓破了胆。此时一看赵云把脏兮兮的大夫抱在怀里，给他小心揉着手腕。都说大将军不近女色，想不到是喜欢男人，惹了大将军，还知道了他的秘密，自己还能活吗？将军，卑职不知道他是您的人，不然的话，借卑职10个胆子，卑职也不敢呐。卑职想治母亲的眼疾心切，一时糊涂听信谗言。将军，饶了小的这次吧。打，给我狠狠的打，让他每一块骨头都知道疼是什么滋味。几个禁军打人很有技巧，打得又疼又断不了骨头。曹参军被打得在地上不停翻滚，嘴里呜呜着出不了声。白素，清醒，喝点水。是你啊！白素，白素，快去把他徒弟叫过来。不一会儿，李友就带着气喘吁吁的林彻跑过来。师傅，师傅，没死，只是晕了，快想办法救他。快取盐水来，打桶凉水，再拿2把扇子，师傅需要通风和补充水分。林彻给白苏诊脉时，看到手腕处的伤，又恨得咬牙切齿。好在白苏没有大碍，是脱力脱水，加上疼痛引起的昏迷。凉水浸透的金帕敷在白苏额头上，李友和林彻在一旁扇着风。赵云正在给白苏喂盐水。楚寒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大将军，世子。两人都疑惑对方和白苏的关系，但此时两人都顾不得打听这些。白苏竟被这帮狗娘养的欺负成这样。林彻，你师父怎么样？楚寒、福来、陈峰、东子都凑到白苏跟前，想仔细看看他。几位往边上挪挪，别挡住风口。楚寒拿过李友手中的扇子，他一看他手腕和膝盖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师父晕过去了，都是我没用，没保护好师父，我真是恨死自己了。将军，曹参军晕过去了。楚寒的火正没地儿撒呢，一桶冷水泼到曹参军的身上。曹参军机灵一下醒了，睁眼就看到楚寒凶神恶煞的脸，恨不得立时再晕了。是你把白苏折磨成这样的？世子爷饶命啊！是卑职瞎了狗眼，冒犯了白先生，求世子爷饶卑职一条狗命。好，我留你狗命。陈峰，让他双臂反吊，跪在那里。是。世子爷饶命！世子爷饶命啊！楚寒犹不解恨，用靴子踩在他跪着的腿腕处，使劲碾了碾，碎石刺破皮肉，和膝盖骨碾压在一起。曹参军疼得灵魂出窍一样，尖叫一声，又晕了过去。把他弄醒。羽林军提来一桶水，一下泼在曹参军的身上。世子爷饶命！世子爷饶命！把抓白苏的那群狗东西带进来，还有那个管事。卑职京兆尹孙阡陌叩见大将军，叩见世子爷。孙大人，你手下的人欺压百姓，以权谋私，殴打手无寸铁的百姓，还激起了民愤。要不是禁军及时赶到，还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你身为他们的顶头上司，是怎么管制的？将军息怒，卑职刚知道消息就赶过来，还不太清楚原委，这就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问，一定给将军一个交代。于力看到孙阡陌，像看到救星。大人，小的抓那个大夫是受曹大人的管家指示的，小的只是奉命行事，
至于刚才那些百姓不但闹事，还敢罔顾王法，殴打官差，我们这些兄弟都挨打了。你们一群官差被一个奴才就能指使得团团转，百姓打你们是见义勇为，何罪之有啊？还想带回去审？白苏醒不了，一个也不准走。你们最好祷告他没事，他要是有个好歹，你们这帮人一个也别想活。这位大人，我儿子就算是犯了错，也该由孙大人带回去审理，再判有没有罪，而不是这样动用私刑，还想撕去我儿的性命。哼，羽林君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儿子欺压良善，差点引起百姓暴乱，现在被他害的人还昏迷不醒呢。我杀了他是为民除害。母亲，快回去吧，儿子没事，只是犯了点错，受罚也是应该的。世子爷在气头上说的气话，不会杀了儿子的。老父刚刚护子心切，冲撞了大人，求大人恕罪。你起来回话吧，孙大人也起来吧。养儿不教，父母之过。曹奎犯了错，都是因为他父亲去世的早，老父教子无方，是老父的错。大人要罚他，就先罚老父吧。赵云知道这妇人是想为儿子开脱，但因为他也是被寡母养大，所以对上岁数的寡老太太就是说不出狠话来。你这老妇是想为他开脱吗？你眼睛分明没有什么事，只是患了白丝症，有点眼红流泪的症状，是个大夫都会治，偏偏要我师父撇下一屋子双目失明的病人来给你医治。哼，怕一个奴才啊，在我师父面前耀武扬威的，我师父不来就用绳子绑了来。天底下有这么求人看病的吗？还把我师父折磨成这样，我师父要有个好歹，不用世子动手，哪怕要我抵命，我也要弄死你儿子，给我师父报仇。许是林彻的声音吵到了白苏，白苏缓缓睁开眼睛，醒了过来。白苏，白苏，主子，白先生，师父，师父，你醒了。一院子的人都松了口气，跪着的人都觉得自己小命算是保住了。张明轩、楚寒，你们都来了。师父，你可醒了？师父，你受苦了。师父，都是徒儿的错。哭啥？让人笑话。你的脸还疼不疼？不疼，都是徒儿的错，都是徒儿劝师父治病救人，惹出了祸事，又保护不了师父，让师父受这罪，徒儿愧疚死了。不关你的事，人生在世，难能不经历几个挫折？我们坚持原则，守住本心即可。坚持原则，守住本心。白先生，在下京兆尹孙阡陌。孙大人，惭愧啊，是在下管制不严，让先生和令徒吃了苦。现在这些人都在这儿，在下这就给先生出气。好，那就有劳孙大人了。我就知道天子脚下岂能让恶人只手遮天。你们哪个动手打的白先生的高徒，跪到前面来。大人，是小的动的手。你们动手抓白先生的，手碰过白先生的，都跪到前面来，每人掌嘴30。立刻有几个膀大腰圆的官差过去，对几人啪啪啪的抽起耳光，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哀叫声连成一片。先生，常言说相由心生，先生一看就是人美心善之人，犬子冒犯了先生，老妇在这儿给先生赔个不是，犬子已经知错了，也受了罚了，求先生看在老妇年事已高，只有这一个不孝子的份儿上，饶了他吧。你们快给先生磕头，求先生饶了夫君吧。思过路上对着曹参军，不知道是因为疼的，还是看母亲为他求饶愧的，看向白素的眼神满是哀求。行了，别磕了，老夫人，你眼睛明明没有大碍，你儿子就把我绑过来，让我跪着跟你认错，求你让我看病，我不应就让我跪碎石子，还说让我白天对着太阳，晚上对着月亮，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起来。要不是大将军和世子及时赶来相救，我现在很有可能就死了。我白素扪心自问，从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不知道错在哪里，叫我怎么认？老夫人，我和你们素昧平生，无冤无仇，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白苏，你别生气，这就让这姓曹的在这跪着，白天对着太阳，晚上对着月亮，什么时候骨头跪断了，什么时候让他起来。世子爷够狠啊，骨头断了还能站得起来吗？
先生没错，错的是我这老太婆和我那糊涂的儿子。我这2天眼睛干涩流泪，他虽混账，但对我还算孝顺。我一有病啊，他就容易犯浑，那些混账话都是冲动的时候说的胡话，他万万不敢让先生跪伤了身子的。先生就饶了他这一次吧。孝顺，在我看来，他不是孝顺，是不孝。我之所以去弘正堂接诊，是因为一个叫柳贵的人，为了给他母亲看眼疾，要上门相求。我看他一片孝心，答应了。他这2日都是第一个排在弘正堂门外，等我到了，再把他母亲从马车里请出来，为他母亲的病几次对我这个晚辈下跪。他母亲的眼睛在今天早上已经恢复了光明，在我看来，这才是孝。曹参军也是为母亲看病，大门都没迈出一步，还差点害死大夫。我若是个没骨气的，也是带着怨恨看病，不会尽心尽力。我若有骨气的，被迫害死了，残了，我徒弟和朋友也不会罢休。2种结果都没有给母亲带来好处，反而会带来忧患，怎么能称之为孝呢？曹参军身居官位，不思报效朝廷，造福百姓，反而把朝廷赋予的权力当成了打压、欺压百姓的工具。连帝王都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而曹参军家里的奴才欺负邻里，横行霸道，对百姓一口一个贱民，百姓提起曹府之人，无不侧目。小孩子都知道，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厚德才能载物，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救我的人不但救了我，也救了你儿子。我若醒不过来，你儿子就成了杀人犯，你孙子就成了杀人犯的儿子。是我疏于管教，才让他犯下如此大错。他是罪有应得，但我实在是不忍他如此受罪呀。母亲，儿子犯了错，应该受到惩罚，而不孝。若以后不能再侍奉母亲，母亲就当没我这不孝子吧。夫人，你以后替我好好孝敬母亲，对儿子严加管教，把我的过错如实讲给儿子，传给后世子孙，让他们引以为戒，莫要长成我这样的人。你把母亲扶进后院，不用再到这里来了。白素看他真的受够了教训，再吊着人就要出事了。他侧头看了看给他扇着扇子的赵云和楚寒，他既已知错，就把他放下来吧。赵云嗯了一声，给手下人使了一个眼色。白素，你就是心软，这种人不吊他个2天3夜，得不到教训。算了，让孙大人处理吧。多谢白先生信任在下。白先生，我把曹奎和管事带回府衙审问，从严处罚，衙役每人杖责20，罚俸1个月，可以吗？杖责就算了，都打伤了，就没法给大人办差事了。我徒儿和外面的百姓为了救我，跟官差起冲突的事，希望大人不要追究就行。不会，世子爷说了是见义勇为，大官差也是不得已，罚他们1个月的月俸钱，就补偿给受伤的百姓，只是没法公开表彰补偿他们的损失，还得借贵徒的名义发下去。那就好。那个捕头用木枷锁住柳贵柳叔叔，往他身上猛踢，还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他们打人有技巧，伤不了身子，但肯定是疼得很。这样吧，杖责他30大板，再让他给柳贵磕头赔罪，另外奉上5吊钱作为赔偿。大人，打板子磕头都可以，但小的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知道你没钱，我先借给你，再从你月俸里扣。1年之内，你别想再喝到1口酒。曹参军手上绳子被放下解开，他被人拖了过来。先生的教训如醍醐灌顶，让在下知道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待处罚过后，在下决定辞去官职，回乡种田耕地，专心侍奉母亲，教导后辈反省自身，修养德行。苦读寒窗10几年才换来的功名，辞了等于从云端掉进泥里。母亲不必忧伤，而无论如何不会让母亲受苦。孙大人，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当然可以，先生放心，在下一定从严处理，给白先生一个交代。谢谢你们来救我，就这样吧，你们带兄弟们回去吧。便宜这帮孙子了。还有，你怎么还跟我客气啊？我为你做任何事都不必说谢这个字。赵云侧头看他一眼，对李友吩咐：你带人回去，让长青带他们操练。是。不来，子由，咱们也回去。外面有没有马车？有，早就给师傅准备好了。好，你俩扶着我。你的腿现在不宜用力。哎，你不用这样，我腿没事，让他们扶着我就行。多谢众位父老乡亲对白素的厚爱，几位大人已经处理好了此事。白先生，看你面色不好，
你是不是受了伤？什么时候能给我母亲看病呢？我没有大碍，复查的病人让我徒儿林彻给大家诊治，手术大家再等一等，我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些给大家手术，大家回去吧。林胜看林彻站在白苏后面，眼皮有点肿，白苏也没有大碍，一颗心这才放下来，招呼着大家伙回去。福来把马车赶到白苏跟前儿，我扶你上去。这手柔弱无骨，软绵如玉，比女人的手还要软上几分。他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主子，热水备好了，但您的伤能洗澡吗？能洗，这一身汗渍泥渍的，快把我难受死了。赵云看他步履蹒跚的样子，恨不能把他抱过去，但他明白他没有资格抱他去浴室那么私密的地方。楚寒看福来，一步也不敢靠近，心里猜测更重了。白苏，我抱你过去吧。那怎么行？不用，我自己就可以，你们有事回去就行，我改天好了请你们吃饭。我没事，一会儿看看你的伤再走，不然怎么放心得下啊？福来把二人让到厅堂，给他们倒上茶水，就站到一旁。赵云打量一下四周，将军是第一次来吗？我还以为你和白苏关系匪浅，原来不是太熟啊。今天谢谢你了。我和白苏认识好几年了，无需你道谢。倒是世子刚回到京城，是什么时候认识白苏的呢？难道是你失踪的那几天？哼，将军猜到了吧？就是你想的那样，我的命是白苏救的，看到没？你看这伤口，当时我已经失血过多昏迷了，就算是太医令在，都不一定救得活。白苏愣是给我把伤口洗了洗，用针线缝了缝，把我救活了。赵云盯着楚寒的伤疤，上面针眼清晰可见，果然是用针缝的。没气的人能救活，瞎子能复明，伤口能用针缝，这白苏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本事？福来看他伤疤一点也没有变大。主子给你的祛疤膏你没用吗？没有，我说了，我要留着这疤，看到他呀就想起白苏的救命之恩了。你们不知道我多感激他，我要是女人就以身相许报答他了。你说话还是这么不讨人喜欢，你就算以身相许，我主子也看不上你。好你个福来，还这样跟我说话，你就不能看在我是世子的份上对我客气一点吗？不能。你主子怎么就不能看上我了？我有钱有貌还有真心，皇上赏我的东西我一点没留，都送过来了，还给表哥讨了宣纸和松烟墨给你们用。你个没良心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要是个女人，身上都给白苏摸遍了，看不上我也得嫁给他。你不要胡说八道，什么摸遍了？早知道你这么想，当初就不该给你缝伤口，让你自生自灭算了。我主子以后不知要救多少人，若碰到的都像以身相许，我主子岂不烦死？赵云以前没有注意过福来这个小厮，没想到他还挺机灵的，还一点都不怕楚寒。嘿嘿，脾气真大，快生气了。你既觉得我说的不对，我以后就不说了。赵云看楚寒一直试探，猜想他可能怀疑白苏是女子了。这个小子是个花心大少，长得又好看，白苏若是被他缠上，赵云想到这儿心里一阵不舒服。世子刚接手羽林军，有很多事情都要熟悉，应该忙得很吧？这群人可不大好管啊。可不是，这群废物得好好练练才行啊。不过我有信心，1个月纠正过来这群人的臭毛病，3个月让他们脱胎换骨，1年让他们成为一支精锐之师。那世子可以下点功夫了。这群人和你带的肃州军不一样，肃州军出身都很低，管起来容易。羽林军大多都是贵族子弟，毛病多，有背景，管起来不容易啊。看着不起眼的兵，不定就牵连着谁呢。我管他什么身份背景，只要是我手下的兵就得服我管，只要你犯错，该打打，该罚罚，该挨的板子一下也少不了。军队没有铁一般的规矩，带不出来好兵。将军不是也是这样管理禁军的吗？我刚接管禁军的时候也是难管得很，我为了管好他们可下了不少功夫呢，连家都很少回啊。两人一聊起带兵就有了话题，直到白苏洗完澡出来，两人才止住话头。伤口很小很多，福来清洗一遍，怕清洗不好，主子再洗一遍吧。白苏点了点头，福来认真专注的又清洗一遍，用酒消了毒，敷上金疮药，用纱布把2个膝盖包起来，包好，众人都松了口气。那帮狗娘养的把你伤得那么重，他娘的不能便宜了那帮孙子，我非得打断那混蛋一条腿不可。既然孙大人负责此事，你们就别再插手了，按律处置就行。我这伤看着严重，其实就是皮外伤，过2天就好了，没有必要再做出格的事情。今天多亏有你们，不然我这不知道还得吃多少苦头。不必客气，维护京城的治安本来就是禁军的责任。这么多百姓聚集，没我们也很快会有人管此事的。想不到百姓这么拥护你啊！我也没想到，应该是林彻和他父亲找来的人吧，毕竟我才给人看了1天病。正说着，东子奉林彻的吩咐送来午饭，
白素留两人吃饭，楚寒不讲究，食不言，一边吃一边讲他回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儿。他回去以后呢，就住在太子府，一边养身体，一边查找凶手。父亲治家不严，被皇上责备了几句，又说因为我长期离家，才让那些人起了觊觎之心，就把我刘京城当了羽林军中郎将。那会儿酒囊饭袋不好管，所以我才这么久没来看你。你没生我的气吧？没有，我知道你很忙，而且还送了那么多东西和钱过来。子由当时猜你是安定侯府的公子，果然被他猜中了。你父亲的小妾为什么要害你啊？说是因为我小时候打过他，以后啊定容不下他，实际还不是替继母背锅啊。那小妾没有子嗣，继母子嗣多，想讨好主母，为以后找个依靠吧。那你继母的几个孩子以后会不会恨你？你父亲一下子少了2个媳妇，你会不高兴吧？恨就恨呗，我留他母亲一命就不错了。至于我父亲，早就腻了继母，赶到乡下，说不定正合他的心意。妾算什么媳妇儿，奴婢而已。家里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小妾，他才无所谓呢。唉，豪门就是是非多。白素从小没有了娘，白染妻妾众多，她小时候也受了很多委屈吧。哪家后院都有这种勾心斗角的事儿，我要不是有我舅舅姨母他们护着，说不定早就让这伙人给害死了。你刚接手羽林军，今天的事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吧？不会，羽林军也有维护京城安定的职责，不信你问问赵将军。不会，京兆尹的辖区出了事，他只会压下此事，不会弄大的。你的名气会越来越大，到时候免不了有当官的想让你去府上诊治，你不可能都拒绝了吧？我正打算办一个宴会，跟朋友聚聚，这次索性把京城的官员都请过去，你也过来，我把你给他们介绍一下，他们知道你是我的恩人，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不用了，其实只要他们提前预约，病人如果病得严重，不方便行走，我是可以去府上诊治的。他们不是仗着身份不按你说的规矩办吗？像曹奎这种人多了去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你就到我家去一趟吧，多认识几个朋友，没有坏处。不用了，患这种眼疾的人不是特别多，用不了多久，病人就诊治完了。况且京城就那么大的地方，今日的事很快就会传开，有世子和将军护着，想找事的也没这个胆子了吧？唉，我想介绍我的朋友给你认识，再认认我家的门，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啊？真不用，你忙，我也很忙。没必要为了这个浪费时间，我也会小心的，不再让自己吃亏。真有闹事的，我就报你的名字，看他们谁还敢。这还差不多，有不长眼的，你就报我的名字，让人给我捎个信儿，看我不收拾他们。白苏也累了，我们一起回去吧，让他好好休息。好，白苏你去躺一会儿吧，我改天再来看你。赵云暗暗对他翻了个白眼，率先走了出去。将军慢走，我有事想问。你和白苏认识的早，你知道他家里的事吗？世子打听这个做什么呀？和朋友交往还需要打听出身吗？将军误会了，我中秋的时候在这养伤，当时白苏喝醉了酒，说自己没有家了，还伤心的哭了一回。我问他，又怕他伤心；不问吧，又怕他有难事儿，帮不上他，让别人欺负了去，这才问问你。赵云听到白苏哭泣想家，心里一阵难受。要不是自己辜负了他，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女扮男装，抛头露面的去挣钱吧，还要受一个小小七品参军的折辱。将军，我只知道他父亲妻妾众多，他生母去世很早，在家里并不受宠，小时候应该也吃了不少苦头。那大了以后呢？有人欺负他吗？他的家人在哪里啊？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呀？谁欺负他呀？自己以前对他不闻不问，算是欺负他吗？应该算吧。世子，这毕竟是白苏的私事，是我不能多说。我想白苏知道你打听他的过往，也不会高兴。告辞。妻妾众多，那应该是富贵人家，白姓，莫非是下台的权相白染的旁支，所以才不想让人知道和罪臣有关联。若如此，还真不如不知道的好啊。他思忖片刻，打马去了京兆尹府衙。以前的事儿他管不了，眼前欺负白苏的，不能这样轻易的放过。师傅，您醒了？您伤口还疼不疼？能不能让徒儿看看啊？你怎么又跪着呢？师傅，徒儿早说过以后保护师傅，却眼睁睁看着师傅被人带走欺负，徒儿无能，没保护好师傅，让师傅受尽了委屈，徒儿愧疚死了。林彻的眼泪跟不要钱似的，一串串的往下淌。站起来。林彻吓得一愣，随即想到可能是自己的哭相惹师傅厌烦，马上止住抽泣，站起身，低着头，眼泪啪啪往地上掉。扶我起来，你不是要看看伤吗？过来看看吧，省得你胡思乱想。林彻轻手轻脚地解开缠绕的纱布，露出青紫的膝盖和已经止血的伤口，在白苏葱白的腿上格外刺眼。有一点渗液，加上点药，纱布换新的重新包。是。林彻洗了洗手，给白苏重新上了药，用纱布包好，
把裤腿给放下来，低头站在一旁，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因为给你父亲治好眼睛传的名气，又因为给柳贵母亲他们诊治而惹的祸，又在你家药铺被抓，你才愧疚难安的呀？是，师傅，您就让徒儿跪着吧，徒儿这心里难受，跪着心里才好受一点。大夫治病是职责，给你父亲看病是应该的。你认为我坚持给平民百姓治病，而不去曹府看病，是不识时务吗？不是。对，一个人首先得有自己需要坚持的信念和操守，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有什么错呢？师父受辱，就是徒儿无能，师父不怪罪，徒儿也羞愧难当。我知道你是觉得没有护住我，让我受了点折辱，但这不是你的错，相反，你勇敢地保护师父，师父为有你这样的徒弟骄傲。师父，你回来多久了？1个时辰了。一直在这里跪着？是。你说你傻不傻？你跪在这我又不知道，我要是睡到明天早上，你就在这跪一晚上吗？长时间跪着会引起膝关节的损伤，容易得滑膜炎和半月板受损。看来我得抽时间给你画一个人体骨骼图，教教你每块骨头的重要性。林彻听到这儿，两眼一亮，通红的眼睛兴奋地弯起来，嘴角也往上扬起。还不给我站起来，给你画个图就乐成这样，没出息。我会的，不是早晚得交给你。林彻磕了一个头，谢了白苏，方站起身来，嘴角抑制不住的往上扬。以后真有了错，是打是罚也得经过我的同意，别像今天这样肆虐似的跪着，真跪坏了腿，我可不要一个瘸子当徒弟。徒儿记住了，再不敢擅自长跪，让师父忧心了。病人复查的情况怎么样？病人都恢复得很好，每个病人都很欢喜，还有病人就来看我师父，都被我拒绝了。你做得对，这点小伤过2天就好了，让人家看望不合适。柳叔叔家我也去了，他的伤都是皮外伤，徒儿给他带了师父做的金疮药和治伤消瘀丸，柳叔叔立刻就用了，对效果赞不绝口。柳叔叔虽然受了伤，但整个人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的，义府的人都兴高采烈的庆祝老太太眼睛复明呢。他送来的灵芝我带回来，让孙敖给师父炖了点汤，徒儿去看看炖好了没。炖好了，我给主子端过来。他倒是个性情中人，除了柳贵还有没有外人受伤？没了，动手的都是家仆和店里的伙计，有的受了点轻伤，没有严重的，都安置好了。师父不必担心。那就好，若有人为我受了重伤，我就良心难安了。白素看独少东子，让福来从前院把他换过来。东子不必见外，以后把差事做完了就来后院，也能多学点东西，月钱也跟福来一样。东子是林家的下人，月钱自当由林家给，怎么能拿师傅的钱呢？师傅能留下他，就是对徒儿宽容了。他在我这干活的时候，就在我这里领钱，不能在我这里干活，再让你父亲付钱，等他回你家干活的时候，再从你家领。可是他还是伺候我的时候多呀，徒儿本该伺候师傅的，他做这些也是替我做的呀，怎么说要师傅的钱也不合适啊。怎么和师傅还掰扯得那么清？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自然是徒儿听师傅的。东子，快谢过师傅。东子高兴地给白苏磕了好几个头。月钱在哪儿领都可以，他高兴的是在这儿不但一天能吃3顿饭，还跟着福来学了不少字。吃过晚饭，孙敖和秋月轮流给白苏按摩了很久，直到他通体都舒畅了才停下。晚上睡得很踏实。那边的将军府，赵云却躺在梧桐院的床上失眠了，脑海里反复出现见到白苏时候的样子。他看得出来，楚寒喜欢他，林彻福来崇拜他，病人敬重他，那么多百姓都喜欢他，他们都很有眼光，骗自己是个眼瞎的。以前自己怎么就没有发现他的优点呢？他医术那么好，树大招风，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病人，就算楚寒给那些同僚打了招呼，也避免不了有麻烦，他身边得有身手好的护卫保护才行。赵云越想越觉得护卫重要，安排什么样的人去好呢？赵云反复斟酌，一想就过了大半夜。这次为了救我，你父亲出了不少力，受伤的仆人和伙计，除了官府补给的钱，剩下的赏金和医药费我们出。有没有受伤严重的？伤得重的我给他们诊治。没有，都是一些轻伤，除了柳叔叔摔倒的时候腿上划伤了，流了一点血，别人都没有破皮，都是徒儿家里的人，怎么能让师傅花钱呢？那也不能让他们白挨打，去的人都该打赏一点钱，鼓励鼓励。还有病人看病的1半费用，也不能让你父亲补，直接搬家就行。为了我花的钱再补我身上，那我成什么人了？是，那就搬家，别的师傅就不用管了，林家的人就是师傅的人，徒儿不会亏待他们的。
我养伤这2天研究下麻药的改进，做一种局部麻醉的药，全麻病人恢复得慢，太浪费时间。师傅的意思是服下麻药后只让眼部麻醉吗？这不太可能吧？他思考了一下，眼神一亮。师傅是想把麻药改良成外用，涂抹渗透到需要手术的部位。你说的对，就是外用的麻药，做成液体滴进眼睛，也可以做成药膏，外伤缝合使用。师傅，那您看以前的方子需要怎么调整？徒儿去熬制过滤，在徒儿身上试试效果。这个不急，我再斟酌一下。你和福来去屠宰场买些猪眼过来，你俩也观察了那么多场手术了，也自己练练。我估计近期来求诊的少不了，学会了就不用让病人久等了。师傅是说让我们先在猪眼上练练手？对，观察和动手操作有很大区别的，得把手术器械用得十分熟悉，把手法技巧完全掌握了，胆子也得练出来，才能给病人动手术。是，徒儿一会儿就去。吃了早饭，林彻、福来和东子刚出了门，林胜和叶掌柜就来看望白苏了。询问完白苏的伤情，叶掌柜就为昨天拦着林彻的事儿道歉。白先生，不是我不让少东家管，实在是少东家拦不住啊！希望白先生不要为此事伤心。您要是气我，尽管责罚小的。叶掌柜对林家忠心耿耿，何错之有？我跟你心思一样，都不想他受到伤害，我又怎么会怪你呢？小叶是护主心切，怕彻儿冲动吃了亏，又不敢公然和官差对抗，才拦住了彻儿。不然以彻儿的性子，拼了命也会护着先生的。这个我信，但是当时确实不适合和官差硬碰硬，不然本来没我们的错，再给咱扣一个殴打官差的罪名。叶掌柜做的没错，大家都为我担了风险，出了力，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罪？彻儿没护住先生，让先生吃了苦，心里愧疚。小叶昨天给他赔礼，他也不理，还说要给先生请罪。林先生放心，我让他出去买猪眼了，让他这几天练练做手术。林胜和叶掌柜对视一眼，齐齐站起来对白苏施礼道谢。两位客气了，我是他师傅，交代是应该的。洪正堂上上下下对我的这份情，我也记在心里了。两人刚走，孙昂又来禀告，说是一个叫做陆班的领着妻子过来看白苏。陆先生怎么来了？也听说我的事情了吗？昨天傍晚听到先生的事，又找人打听了一下，知道先生腿受了伤，就连夜做了2个拐杖，希望先生能用上。我们听说后心里非常担心，就想来看看先生。先生的伤没有大碍吧？没有大碍，倒是让你们担心了。孩子身体没什么事吧？他身体很好，没落下毛病。当日多亏了先生仗义相救，现在已经送去私塾读书了。孩子非常敬佩先生，立志以后要成为像先生一样的人。有志向是好事，学习起来有动力。这些鸡蛋是自家鸡下的，还有这副拐杖也是自己家里的木料做的。先生，您一定要收下。好，我就收下了。想不到陆先生是位木匠师傅，陆师傅有心了。晚上做的有点粗糙，怕涂了桐油一时干不了，上面就什么也没抹，先生不嫌弃就好。我看这手艺真是不错，陆师傅应该是木匠里的高手吧？高手称不上，不过他心细，一般的活儿他总比别人做的细致些。先生家里若要添置家具，或者有需要木匠做的活儿，尽管吩咐一声就行。我这有样东西需要做，我画个图纸给你看看，看能不能做。只要先生能画出来，小的一般都能做出来。秋月，拿纸笔来。先生画的这个应该是个模具吧？白苏点头。那就应该选结实的、不易变形开裂的木料，这个能做。不过这样的模具小的第一次见，得花点时间，2天以后给您送过来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这个是制药用的，你先做一个看看，如果做得好，可能需要做很多个。你给别人做这个模具，价格一般多少钱？给别人100文左右吧，因为木料要求高一点，但是先生用怎么能要钱呢？我儿的命都是先生救的，小的当牛做马都报答不了，别说这点小事了。一码归一码，我救你儿子是大夫的本能，不用放在心上。我收了你的拐杖，就算救你儿子的报酬了，以后咱们就算扯平了。这个模具的价格我给你200文一个，做好无需刷桐油，但是这东西和图纸你得保密，不能私自出售给别人。除了不能要先生的钱之外，别的都能做到。我做的时候关起门在家里做的，保证外人不知道。哎呀，是啊，不能收钱，多收更不行了。你们也得用钱过日子不是？我做这个也是用来赚钱的，你们要是不要钱，我只好麻烦一点，再找别人做了。你们就答应吧，我们主子不会让你们白做的。你们不要钱，主子还得去找别人，多麻烦。
既如此，那就按市价算，收先生100文一个。先生若非要多给，陆班就没法在儿子面前说话了。那好吧，就按100文一个。秋月，给陆师傅拿100文，把鸡蛋拾出来留下，把陆先生送来的点心给孩子带回去2包，尝尝鲜。再拿1条鱼给孩子吃，吃鱼补脑子。哎呀，怎么能要先生的东西呢？还有钱，等过2天看看做的模具能不能用，先生再给钱吧。定制当然得先给钱呀，给孩子带的东西你就拿着吧。白素让他把图纸拿走。先生画的图和要求，小的已经牢记在心里了，无需图纸。尺寸和厚度啥的都得按照标注的做，这么多要求，没图纸记得清吗？陆班张口把尺寸和要求复述一遍，连一共有多少个凹槽都说得分毫不差。这图纸既然需要保密，小的就不拿走了，省得被人瞧见了麻烦。白素不由对陆班的记忆力暗暗佩服。3个买猪眼的人回来了。怎么买了这么多的猪眼？今日用不完，明天就不能用了。没买多少猪眼，徒儿想着用猪眼练习时不好固定，就买了几个猪头。福来怕买多了浪费，就买了6个，又买了些猪眼。猪头被放在托盘里，蒙上手术冻巾。林彻和福来一人对着一个猪头练习起来。散职后，赵云带着挑出来的2个兵来到白苏家。你们这是做什么呢？这是什么眼？回将军，这是猪眼。主子在教小的和林公子做白内障手术的练习。主子受了伤，拄着拐站着教你们。你们当奴才和徒弟的，都坐着受教啊？你怎么一来就教训人呀？他们不坐着怎么练习？何况教他们是我愿意的，他们学会了，我不就轻松了吗？有了急诊啥的，也能腾出手来。我没别的意思，你受了伤也不知道休息，他们也不知道劝劝，万一养不好怎么办？这算不得什么伤，我就是大夫，我心里有数。你们继续做完，把需要注意的地方总结记录下来，然后就休息。你腿清醒了吗？还是少走动好的快些吧。没事，这伤就是看着厉害，其实都是皮外伤。你医术竟然那么好，什么时候学的呀？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我爹藏书多，小时候也没别的爱好，就爱看书，医书看了不少，现在都记忆犹新。想着当大夫能挣钱，还能救人，就想把书上学的东西运用起来，就当了大夫了。但运用的那么熟练，还能从眼睛上动刀子，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学熟练的吧？你也是在猪眼上练习的吗？那本书上对这个手术记录的很详细，详细到我在厨房看到家畜的眼睛，就想尝试着做做。这几年我老待在厨房，就把下人打发出去做了几次。可能是我在这方面有一点天赋吧，这些病人都恢复得挺好。一个女人不想着做点针线，老想着对着家畜的眼睛动刀子，真够瘆人的。这几年是我对不住你，上次在谢王楼也是我不对，我给你赔个不是。赵云这次赔礼没有再扭扭捏捏。过去的事了，怎么又提？说起来我该谢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来得快，我昨天还得多吃些苦头。你不怪我慢就好。昨儿福来去的时候，我正在练兵，耽误了一会儿。我已经给他们说了，以后只要是你府上的人找，都第一时间禀报。好，以后再有人找麻烦，就早些找你来。尽管他不想依靠别人，但在这个等级分明的年代，像自己这样的百姓，遇到强权是很难不被人欺负的。真遇到麻烦，等你们找到我还是有些事。我给你带来了2个侍卫，他们身手都很好，10个8个的人近不了身，以后就让他们跟着你吧。朱信、王展，属下在。以后你俩就跟着白苏，保护好他，不得有任何差错。是。你们称呼他白先生吧，去见礼。是。见过白先生。来，2位将军，快快请起。他从心里对保家卫国的军人有好感，觉得受他们的跪拜不好意思。谢谢你的好意，但是真不用。2位将军，还是跟你回去吧。他们的身手和人品都很好的。朱信身经多场战役，从没失败过。王展，你别看他年轻，功夫也是出类拔萃的。我知道他们都很出色，不是嫌他们不好。军人的热血和汗水应该在军营效忠国家，而不是保护我。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可能总发生昨天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没必要让2位将军委屈在我这里。朱信和王展闻言，心里对白苏的印象瞬间好了许多，只觉得白苏的话简直说到他们心里去了。先生直呼我们名字就可以。没委屈他们。朱信左臂受过伤，拉不了弓，不适合再上战场，但当个护院绰绰有余，跟你正合适。王展正该磨磨性子，先让他跟你2年，表现得好的话，我再把他调过去。他最听朱信的话了，犯了错就让朱信按军法处置他就行。卑职不敢，再犯错误任凭将军处置。原来赵云是经过深思熟虑挑的人，留下他们确实对我的安全非常有利，但是我们都已经和离，再接受他这样的保护不妥。人生很长，总不能一辈子依靠别人吧？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朱信，你胳膊怎么了？是伤了筋骨没接好吗？是，
是去年末在西北的时候，被敌军将领的流星锤砸断了手臂。他拖着受伤的胳膊战斗了好几个时辰，杀了几十个敌军。等打败敌军回营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时候他的胳膊都不成样子了。多亏他身体好啊，熬了过来。只是左胳膊再也伸不直了。回京后，我给他找了好几个太医和太医令。太医令说他筋骨尽断，又没有及时正确的结果，以后只能这样了。朱宪大概20岁多一点，王展呢也就18、19，比他带的学生还小，但都至少跟着赵云上过2年战场了。朱宪，把你的袖子脱了，把受伤的胳膊露出来，让我看看。朱宪微黑的脸上染上红晕，看了赵云一眼，没有动。啊，你还会看骨伤？会一点，有的骨折畸形愈合是可以通过手术矫正过来的。此话当真？我总要看过才知道。还不快脱？是。白苏葱白纤细的手指捏着他胳膊，从下往上细细摸了一遍，又在断骨处摸了好一会儿。你胳膊伸展开。朱宪缓缓地伸开手臂，畸形的胳膊无法伸直。疼吗？疼。好，再弯起。疼吗？不疼。胳膊往上抬。朱宪随着白苏的指令往上抬了抬。只能抬这么高了。你起来吧。胳膊断了2处，都有错位，好在不是粉碎性骨折，断开重新接上就行。是断了2处，你摸得真准。他的筋也可以接上吗？可以，我估计他这个是肌腱损伤，因为他胳膊还能简单的活动，可以治好的。3人不知道什么是肌腱损伤，但听明白了，这胳膊呀能治好。要把胳膊上的肉用刀剥开，然后把骨头切断，再重新接吗？对的，断开重新固定，重新长，肌腱缝合住就可以了。将军不用担心，到时候把我绑起来，卑职不怕疼，卑职一定能忍住。只要能重新征战沙场，这点疼算得了什么？赵云没了开始的喜悦，脸色沉重，思考着。将军，把信鸽灌醉绑紧，给他治吧。自从他胳膊伤了后，整个人都没精气神了。啊，你们不必紧张，我有麻醉药的，手术过程中不会疼，但系好以后肯定会疼几天。麻醉药？麻醉药服用后会暂时失去知觉和痛觉，起效后可以刀割不痛。没有麻醉药，我怎么给病人眼睛上做手术？那些老人可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求先生给我诊治，以后先生的吩咐，朱信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你严重了，这就算报答你们昨日的相救之恩，不用放在心上。手术现在做不了，还得准备许多东西，而且这手术用时很长，得等我的腿完全恢复了。好，有需要我做的吗？没有，缺的东西让洪正堂的叶掌柜准备就行。你医术那么好，市民怎么能没有人保护呢？你就留下他们吧。是啊，先生。真的不用了，我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真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会让人找你的。既如此，那我们就告辞了。什么时候能给朱信治胳膊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过来。你们别急着走，子由他们为了练习手术买了好几个猪头，快煮好了，我们也吃不完，我最见不得浪费，一会儿你们一人带回去1个吃，也算帮我的忙了。东子正在剔骨，马上就好。主子怕您无聊，先切了一盘，请将军尝尝。肥肉香，瘦肉软，极有弹性，吃到嘴里满口回香。这肉煮的真香啊！想不到你还有这手艺。必不敢当将军的夸奖，都是主子配好了材料，又说了步骤，必只是按步骤做而已。哦，原来如此啊，做的真香。必也觉得比外面卖的香，颜色也好看。主子在卤料里面加了很多中药，可能是这个原因。赵云挥手让孙敖下去，把表面平静，实则呀早馋得不行的王展和朱信喊了过来。剩下的你俩吃了，一人只能喝1小杯酒。是，将军。两人狼吞虎咽的几下把盘子里的肉吃得精光，连葱花都没有剩。吃完又一人喝了1小杯酒。王信舔着嘴唇，盯着空盘子，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被人看到了，以为我平时待你们多苛刻呢。回去后牵起校长跑10圈。将军，明天再罚吧，明天我跑双倍。一会儿我想把这肉带回去，给我爹娘尝尝，真是太香了。赵云抬手拍了拍他脑袋一下，王展嬉笑着挨了，把盘子和酒杯收拾出去洗了。将军，按理说夫人受了伤，咱该带着礼品来，咱两手空空来的，走的时候又吃又拿，怪不好意思的。你早些时候怎么不提醒我？我只想着早些把你们俩送过来，哪有那么多呀？卑职当时也没想到嘛。让你们来还不乐意，跟着他多好啊！不用每天操练，还能吃到想吃的肉，比军营得轻松多少倍啊！卑职不是舍不得将军和弟兄们吗？夫人不收我们，
夫人若收留，我们也心甘情愿的愿意。他不收你们就算了，以后多留意他和洪正堂。你这胳膊要是真能治好，也是你的造化。胳膊若能治好，卑职就每天带人来朱雀大街巡逻，天天给夫人请安，看谁还敢欺负夫人。别喊他夫人了，他听到了会不高兴的。这不是偷偷喊的吗？有外人在就喊先生。想不到夫人医术如此厉害，白冉那个老匹夫倒也不算一无是处，收集了这么多书，也算间接帮了庆哥。白冉年轻的时候被人称作玉面状元郎，模样和才华都是顶尖的，后来虽然臭名远扬，但对咱征西军还是不错的。那倒是，但他名声实在是太臭了，还拖累了夫人。要不是因为他，将军也不至于这么不喜欢夫人。可惜夫人那么好的人呢。我看将军现在后悔了，你看将军昨天看到夫人后心疼的样子。可不，最不可思议的是，将军还会给夫人赔不是。除了老夫人外，将军还从没对谁说过软话。将军低个头也值啊。夫人那么有本事，人又那么好看，天生丽质，肤若凝脂，就是形容夫人这样的女子吧。以前或许因为将军和夫人离得太近了，反而被偏见蒙了眼，拿珍珠当榆木对待了。现在分开了，又想到夫人的好了。信哥，你说的对，那个小侯爷对夫人就居心不良，还不知道是女子呢，看到夫人就两眼放光。像夫人这么好的人，可不能让他们羽林军抢了去。要被小侯爷抢了去，咱弟兄们就太无能了，怎么对得住将军的栽培？咱得帮将军。信哥说的有道理，从明天开始，咱哥几个巡逻的时候就重点关注朱雀大街，不能让人欺负夫人，再给小侯爷献殷勤的机会。这边白苏把剩下的肉让东子给林胜送去一半，自己留下一半，就开始检查他俩最后练习的手术。都有进步，明天继续练习，千万要慎重再慎重。手术是出不得一点差错的，大夫的一个小失误就有可能造成病人无可挽回的后果。是师傅。主子。孙敖把拌好的猪头切了满满2大盘子，把炖好的鱼汤还有几个青菜都端到膳房。炖的什么肉啊，那么香？天2个人够吃的不？啊，你来的真是时候，再晚一会儿就只能吃剩的了。这是一些补品，你留着吃。腿好些了吗？轻多了。陈峰把东西递给福来，这是2罐蜂蜜、燕窝还有人参，给白少爷补身子。这些东西都很贵重，你伤好没多久，自己留着补身子呗。我这算什么伤啊？我皮糙肉厚的，早就没事了。你身体娇贵，就该好吃好喝的养着。我昨日从你这里走了，就去了京兆府衙的监狱，把那2个孙子抽了一顿，还问出了背后的小人。你猜是谁算计你，把你推荐给曹奎的？大概是同行吧，见不得洪正堂人气高。莫非是保和堂？不错，正是你们的同行保和堂。曹奎本来找的保和堂的大夫给他母亲看病，那大夫说他治眼疾不如你，你专治眼疾，一出手就药到病除，京城都传遍了，还说你是他管辖内的子民，自然该以老夫人为先，以诊治老夫人为荣。那曹奎一听就打发走了他，立刻让管事去找你了。哼，好一招借刀杀人，不出面就差点把我除了。他知道洪正堂很多病人排队，我若去了曹府，病人肯定对洪正堂有怨言，我若不去，自有曹奎对付我，他还能把自己撇干净。可不，他只是给曹奎推荐了你，又没让曹奎抓人，也没说你一句坏话，所以官府没法抓他。为此，我从大牢离开就去了保和堂，保和堂的掌柜推说不知情，只承诺立即把那个大夫辞退了。哎，这肉怎么炖的？真香啊！哼，掌柜不可能不知道，说不定还是他授意的呢，真卑鄙。白苏示意大家都坐下。福来不必生气，君子报仇，10年不晚。此仇我必定会让保和堂付出代价。当初幸亏没跟他们合作，要不然跟这种人打交道，得把人恶心死。师傅当初是打算把金疮药和治伤消瘀丸卖给他们吗？是做了一下比较，洪正堂虽然小了一点，但口碑比他强，就选了你家。保和堂比洪正堂大多了，连皇宫里的药材也是他们供的，一定是祖上保佑，才让师傅去了洪正堂，不然徒儿就拜不了师了。马上就让他们的药铺成不了第一。我已经让人去做制药的模具，做好了交回叶掌柜他们，很快就能占领市场。制药的方法就是生前的宝贝啊，你自己找人做，再卖给洪正堂出售不是一样吗？你要是人手不够，我给你找些可靠的人。是啊，师傅，咱们找些老实本分的人也能做啊。林彻好像丝毫不在乎自己才是洪正堂的主人。陈峰，你也坐下吃，别站着。子由，你也趁热吃。制药责任重大，出不得一点差错，就得专业的人做才行。再说，我也不想费太多心神在上面。你父亲他们都为我费了不少心，我这么做就算报答他们了。再说，以后还不都是你的吗？白素，你对林子由太好了，这傻小子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你以后要是不孝顺你师傅，我就扒了你的皮。我要是不孝敬师傅，就让我林彻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呸！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没事，你乱发什么誓啊？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个中二病一样。中二病就是痴呆症。痴呆症像，你还笑？还不是你胡说八道，才让他胡言乱语。他傻是不傻，只是过于天真可爱了些。昨天你醒来的时候，你没见他那个样子，那真是嚎啕大哭啊，那眼泪一串一串的，跟流不完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我们哪个心里不难受不心疼啊？你看人家福来伺候白苏好些年了，感情比你深吗？人家也就无声的流泪，一点动静没有，哪像你啊，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似的。那眼泪控制不住，我有什么办法呀？许是我情绪容易激动了些，但我知道这是师傅在我心里的位置重要。像你受伤那次，我就一点事都没有。哦，那我真有点伤心呢。我拿你当朋友，你对我却如此狠心啊！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子悠，别理他，他一个兵痞子，你怎么说得过他呀？你吃着林公子买的肉，还欺负着人。要我说，咱不让他吃了，陈大哥咱们几个吃，让他看。那怎么行啊？我路上隔了好几条街就闻到香味了，快马加鞭的赶过来，不让我吃，不得馋死我呀！我再尝尝这鱼，鱼也是林公子家里送来的。那他不是痴呆症，我才是。以后在你们这说话得悠着点啊，不然这么美味的东西不让吃，不得把人馋死了。众人哄笑，气氛欢快起来。被撑到了，一会儿打几套拳消化消化，不然今晚恐怕得难受啊。下次你再来的时候，送你一些帮助消化的药丸吃，吃多了也不难受了。吃药？不，那还不如打2套拳呢。我最厌恶喝药，就是你做的那药丸还勉强能喝，但喝完嘴里的药味久久不散，也不喜欢。这种药不苦，等我做出来让你尝尝，用蜂蜜做的，酸酸甜甜的，比点心还好吃，保证让你喜欢吃。药还能做出点心的味道？我知道你做饭有一手，但把药做的比点心还好吃，我怎么觉得不大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啊？师傅说能就一定能，我师傅哪次说的事儿没做到啊？我也相信主子能做出来，要不咱们打个赌？哦，赌什么？你不是嫌弃我对你态度不好吗？你要是赢了，以后我对你恭恭敬敬的，跟陈大哥对你一样，你的话我绝不降半句。输了呢？输了，你以后再来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的，别老是调侃人。还有就是做好的药丸，你3个月内不许吃。我才不跟你赌，你一个小孩子家的，对我啥态度，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我有时候觉得你那炸毛说话的样啊，还挺有趣儿。再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那还不得憋死啊！我向来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主子真做出来了好吃的药丸，3个月不让我吃，得把我馋死，怎么都是我吃亏啊！天色渐晚，众人吃饱喝足，宾主尽欢。楚寒、陈峰2人告辞而去。林彻给白苏打开腿上的绷带换药，福来在一旁打下手。腿上伤口已经结了痂，青紫的颜色也淡了不少。换完药，两人正想行礼退下。福来，我想跟你说说你和楚寒打赌的事情。人们都说小赌怡情，你和他也没有赌什么东西，但我觉得打赌这种事儿还是不要沾染为好。哪怕是赌一顿饭也不要赌。我知道你是因为信任我，但打赌的人往往因为过于自信，小赌也可能会激发人的赌性，一旦赌性被激发出来，就容易丧失了判断纠错能力。多少赌徒都是因为赌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福来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心里一阵剧痛，浑身战栗，跪伏在地上。你跪下干嘛？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夸张了？福来伏地摇了摇头，肩膀微微抖动。白苏对林彻使了一个眼色，林彻赶紧去扶福来，福来倔强的不肯起来。这时两人都感到福来的不对劲了。怎么，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还是觉得我不该说你？福来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就是不抬头说话。抬起头来。福来抬起头，脸上泪水早已泛滥成灾。白苏不知道他怎么就委屈成这样了。哎，师傅说那2句，你怎么还哭上了？别哭了啊！主子，教训的对，福来知道自己错了，福来知错了，求主子狠狠责罚。心里难受就哭一场吧。福来像是压抑了多年的伤痛，一下子被勾起来，哭得浑身抽搐。过了好一会儿，福来才平静下来。说说吧，怎么回事？回主子，是小的想起了一些往事，情绪失控了，绝不是因为主子的话。主子说的对，赌不论大小都不可原谅。外面院子里有根棍子，求主子让东子狠狠打小的一顿，求主子重罚。说完，福来重重磕了几个头，大有你不罚我就不起来的劲头。打你干嘛？知道错了
下次注意就好了。主子不知，小的是最不该沾染赌的人，若得不到教训，以后不知会不会又起了这念头。求主子重罚，让小的好好长长记性。弗莱，你怎么反应那么大？是和你的身世有关吗？是不是以前身边亲人有赌博的？你介意和我说说吗？徒儿先出去了，弗莱，你给师父说说吧，有什么难处，大伙儿都能帮你的。林公子不必回避，公子自从跟了主子，跟主子一起对弗莱悉心教导，从来没有把弗莱当成奴才，在弗莱心里早就把公子当成师父和兄长，弗莱还有什么需要背着公子的呢？那就说说吧，有什么事让你这么上心啊？我平生最恨赌徒，没想到今日不经意间自己就主动与人赌，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流着和我父亲一样的肮脏的血脉。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其实还不错，父亲是个秀才，母亲也上过私塾，才学比父亲还好。我识的字都是母亲教的，我2岁学认字，4岁就能读《论语》。在我5岁的时候，他因屡试不第，性格大变，不知怎的染上了赌博，家里的钱输了不少。每次赌输了，回家就对我母亲横挑鼻子竖挑眼，从此争吵声不断。家里再没了欢声笑语，母亲常常独自垂泪。他赌输了，就说母亲整天哭丧着脸带来的晦气所致，开始对他拳打脚踢。母亲是家中独女，哪受过这种委屈，身体逐渐垮了。我6岁那年，母亲一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没了母亲的阻拦，他赌得更加肆无忌惮，很快就输光了家产。7岁那年，他为了还赌债，把我卖到了相府。我那时候做事又笨又不懂规矩，要不是主子护着，我恐怕早就被管事打死了。主子，您说我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流着赌徒的血，才会生了赌心？白苏摇头。母亲要是活着，一定宁可把我打个半死，也不会让我染上赌博。主子对弗莱一主一师，慈爱有加，从不把小的当奴才对待。小的少了敬畏之心，才张狂的起了不该起的念头。主子仁慈，又觉得无关紧要，但不罚小的实在愧疚难安，求主子狠狠责罚，让弗莱一次吃够教训，再不敢心生赌念。白苏听完，心里对6岁丧母、7岁为奴的弗莱有说不出来的怜惜。他并不认为不严加管教，弗莱就会变坏，但规矩的约束有时候也会给这样的孩子带来安全感。这次楚寒没有同你赌，若他同意了，不管输赢，你心里都可能会有变化。追求刺激，心存侥幸，盲目自信，都是深陷赌博的诱因。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敬畏才知行止，错了就该罚，没有惩罚，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触碰的界限和底线。但你打赌只是一时兴起，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也没有赌成，还认识到了错误，这次就不重罚了。子由，去把戒尺取来。是。林彻取了戒尺，双手捧着，躬身递给白苏。你去重重打他20下，一个手打10下，不许心软。是。棍子变成戒尺，20下还变成一个手10下。弗莱虽然觉得罚得太轻，但看白苏面沉似水，也没敢再出声。啪啪啪3下过去，就被白苏叫停了。你没听到我的吩咐还是怎么回事？这几下不算，重新来。什么时候打得像样子了，什么时候开始算。林彻不敢再放水，几戒尺打下去，弗莱就疼得手臂微微发抖，但仍咬牙一声不吭。20下打完，弗莱疼的额头上出了一层薄汗，2手都红肿起来。罚你去前院，平举着2手，在半个时辰的马步反省，罚过之后就此打住，以后不许再提此事。2刻钟过去，弗莱就累得浑身酸痛，四肢开始发抖。等挨到半个时辰，林彻一说到时辰了，他一下子瘫软在地上。他觉得身上很累，心里却很轻松。比罚跪还累吗？听人说当兵的扎马步一扎1-2个时辰都没事呢，你怎么累成这样啊？比罚跪累多了。罚跪是膝盖硌得疼，这个是浑身的骨头肉都酸痛。我本来还想求主子多罚一会儿，幸亏没说，不然还真坚持不下来。你我以后都要谨言慎行，要被师父这么罚上1-2个时辰就惨了。我扶你去见师父。你老家还有别的亲人吗？你父亲这样，没人管他吗？祖父去世得早，祖母在我3岁时去世的。若有祖母在，他也不敢这样。母亲去世后，外祖父气得一病不起，外祖母看我跟着他受罪，想把我带到身边抚养，他不肯。
我被卖后就断了消息。前年我突然打听过消息，得知他对外称我是因为无人照顾走丢了。外祖父母伤心不已，隔了2、3年都先后离世了。那畜生反倒因为伺候了几天，分得了外祖母些许家产，又娶了个媳妇儿，生了一个儿子。可怜我外祖父外祖母到去世都不知道，他的外孙早被他给卖了。天底下竟有如此禽兽不如的人，真是好人不长寿，祸害1000年。我们去官府告他，把他抓进大牢，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没那么简单，在这个孝大于天的时代，儿子恐怕不能状告父亲。大周的律法是亲亲得相守逆，长辈犯法不能告，违者轻的话会被判徒刑和杖刑，重的话甚至会被判绞刑。而父亲打杀儿子、卖掉儿子都不算犯罪，就算是福来的外祖父母去告，官府都不会受理的。但让他这么逍遥的过日子，真让人意难平。没办法，我母亲去世后，外祖父也想过告状，但一个表就劝他说，夫君打妻子天经地义，哪对夫妻吵架妻子挨打也不犯法，何况你女儿是生病死的。若他反咬一口，说你教女无方，教的女儿不懂得顺从夫君，以后可能连外孙也不让你见了。我外公虽然生气，却又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便打消告状的念头，却把自己气病了。外祖母为了能见我，还得和他维持关系，心里憋屈难受，郁愤难平，身子渐渐也垮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父亲得不了好下场。别看他得了你外祖的家产，只要他戒不了赌，有几个钱恐怕也被他败光了，他早晚会被追债的人打死。他这种人戒不了赌，迟早会有报应的。我也盼着老天开眼，让他早点遭到报应。既然暂时拿他没办法，就别为这种畜生劳神生气了。你起步晚，再勤奋点，多看点书，有不懂的就去问我和子由，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大夫。到时候我给你另置宅院，还你自由之身，以为你母亲和外祖父、外祖母的在天之灵。福来永远追随主子，不会离开。那混蛋虽然卖了我，我却因祸得福，遇见了主子。主子是我母亲离开后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福来永远不离开主子。小孩子家家的，知道什么是永远。我明白你的心意，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但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子由比你年长，医术学问也很好，他常常教导你，以后我不在身边的时候，有什么事儿你就听他的，他管教你的时候，你不许忤逆。是，福来不敢。子由，你该教的教，该罚的罚，只要不对身体造成损伤就行，别纵着他，更不能放手不管。他要是犯了大错，我先罚你管教不严之罪。是，徒儿知道了。秋月哈，秋月不知道里面还有自己的事儿。婢子在。你最近学了多少字了？每天跟福来学10个字，现在学了好几百个了。学过的要复习，不能写过去再忘了。你认真学，等你学的字儿足够多，能够看书，能写便利的时候，我就教你妇科。妇科就是专门给女子看病，前提是你想学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只想过几年就嫁人生子，守在家里服侍男人和公婆，就不用学了，也省了福来的时间。那不行，我愿意。秋月一急，声音也高了不少。福来眼一瞪，秋月立马收了声音。婢子愿意学，绝不偷懒，学过的字儿也没忘。福来昨天刚检查了，写错字还会打手板呢。能有学字的机会，还能学医术，这是积了几辈子的德才遇到的好事儿。有半个心眼的人也知道怎么选。虽然我不如福来聪明，但总抵得上他一小半吧。多下些功夫，不一定比他差多少。那你昨日错了几个？检查了60个，错了3个。那还好，3个手板不多。嘿嘿，3板也很疼，好不好？当时疼得差点哭出来，回去吓得把那3个字写了无数遍。因为福来说了，罚过的字再写错，惩罚翻倍。没有一技之长傍身，走到哪里都是很难安身立命的。对女人来说，手艺比男人重要，也是一个人最大的安全感。秋月连连点头称是，保证一定会更加用心。连彻和福来也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东子也跟着学了吧？他学得怎么样？东子学得刻苦，一个字都没错过。刻苦？是的，主子。东子每晚把林公子和小的换下来的衣服都洗了，都收拾完才开始练字。早上天不亮就开始收拾庭院，挑水、喂马、打扫马厩。他天亮前就把活都干了，只剩下劈柴，也是因为怕声音太大影响林公子睡觉。等小的起来劈的时候，还一有空就跟小的抢。他是把你当成师长对待了，你教他写字也算是他的先生了。东子是个勤奋感恩的孩子。福来的衣服本来是婢子洗的，但东子和福来住得近，福来换下来的他就洗了，婢子抢不上。小月更不容易，我的衣服不是你洗的吗？还有这一大家子的饭都是你帮着孙熬做的，还得随时伺候我。
这么忙还抽空学练字，错2-3个字也正常。秋月瞬间脸上就笑得跟开了花似的。白苏让他去准备热水。东子做这么多活还能抽空学字不出错，不是聪明就是刻苦。是刻苦，他不管干什么，只要一停下来就练。劈柴的时候用木柴在地上写，扫地的时候用笤帚写，刷马的时候在马身上练。因他学得晚，我把以前教过秋月的每日再多教他10个，他现在识的字快赶上秋月了。我没注意过东子这么忙，以后让他读书，不让他伺候我了。那怎么行？伺候你是他的本分，他不伺候你也没有留下他的理由。你这主子肯让他花时间和精力学字，是你和福来对他的情分。如果他伺候你不如以前用心，那也没有必要学什么字了。你们2个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小的明白，林先生和主子让东子住进来就是为了伺候林公子的。他如果连伺候公子都不做了，就是忘了本，是一心为了自己的小人，也没必要教他什么了。也说不上一定是小人，但绝对不是值得栽培的人。远远的打发了，干点粗活，不能重用。林彻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你这方面不如福来领会得快。比如福来是我的小厮，挑水劈柴的事不做，让我做，还想着让我教他医术，你觉得对吗？那肯定不对啊，但东子这事儿不太一样吧？徒儿是他的主子，他伺候徒儿好几年了，徒儿也没教过他什么，反而辛苦福来教他。但是你给了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你父亲当初还算是救了他，他替福来做事，福来教他认字，他俩是各取所需，都算不上辛苦，没你什么事。年轻人为了学东西付出点力气是应该的。通过这些事还能观察东子的人品值不值得栽培，若他用心做事之余把字学得很好，努力上进，还能对你俩心存感恩，你再重用他不迟，就像你父亲对叶掌柜一样。开始东子把活都干了的时候，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才开始教他认字。我甚至还想要不要起得比他更早，把活抢着做了。现在想想没必要这么做。东子因为勤奋得了伺候主子的机会，还是因为勤奋取得了跟你学习的机会，现在还能随意出入后院，越见越长了。他的付出已经得到了回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勤奋和人品无关。一个懒惰的人人品好，和一个勤奋的人但人品不好，用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人品好的。人品应在勤奋之前，勤奋生运气，人品养德行。你若不让他伺候，不但可能让他不懂珍惜，甚至还可能让他失去目前的机会。徒儿明白了，德才兼备，德在前。东子的勤劳和勤奋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少的运气，他应该很满足才对，不用徒儿去迁就他，不让他伺候，就让他失了原本的价值了，对他反倒并不一定是好事，传到父亲那里还有可能换掉他。你个傻徒弟，终于明白了，当师傅比当老师还累，老师教知识，师傅还得教做人。师傅对人的品行这么看重，当初收下徒儿的时候是怎么辨别徒儿的品行的呀？你口碑不错，没见过你的时候就有人夸你人品贵重，第一次见你给我的印象也不错，看到我受伤，眼里的表情瞒不了人，还主动让利。你的做法看似吃亏，实则比易掌柜高明不少。如果那天你不在，我们也会和易掌柜做成生意，但只能是暂时合作关系。你表现出来的悲悯之心才是长期合作和后来收下你的关键。虽然你笨了一点，但到目前为止我对你还算满意。林彻从小被夸到大，现在呀被师傅说笨也没有丝毫不悦，好像只听到师傅夸他人品贵重有悲悯之心了，在那里一个劲儿傻乐。瞧你那傻样，夸夸你就得意成这样，这是我对你现阶段的印象。以后你要是品行不好了，做了恶事，我立马把你打个半死，再逐出师门。师傅在上，徒儿绝不敢做出半点有辱师门的事儿。主子，您对小的这么好，还传授医术给我，是不是小的身上也有好的一面啊？这是一个个的求表扬来了。那是自然，你7岁的时候，我顺手对你一点小恩小惠，你一直记到现在，还主动离开各种条件都很好的将军府，不顾一切的跟着我。懂得感恩的人，人品不会太差。开始的时候，里里外外的力气活都是你一个人在干，吃饭时总是开始吃得很慢，等我们吃饱，你才放开了吃，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月钱有多少，还瞒着我去做苦力，想贴补我。只这份心，我也该好好待你。福来不知道白苏把这等小事儿都记在心里，又感动又高兴，脸上表情一会儿想哭，一会儿又笑。又傻了一个。这次你俩都满意了吧？说得我口干舌燥，都滚回去歇着吧，我也累了，这一天闹哄哄的。将军府内，赵云和母亲坐在石案旁，老夫人吃着儿子夹的肉赞道：这肉做的肥而不腻，入口即烂，鲜香入味儿，色泽也鲜亮，真好吃。
这不是府里的厨子做的吧？他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还没吃过这么香的肉呢。你也尝尝看。谢母亲，是儿子从外面带回来的。赵云吃了一口，顿时满嘴生香，对母亲点点头。是很香，还留了一半，我让人放在了冰鉴里，母亲明日还能吃一顿。这是哪家酒楼里做的呀？田儿，你给管事说一声，以后就在他家买了。母亲，这不是在酒楼里买的，是一个朋友送的，你要是爱吃，我改天给他要了方子来，让府里的厨子给您做。不能张这个口啊，母亲吃一次就心满意足了，你不能因为我做出让人为难的事儿来。田儿，去取酒，让云儿喝几口，如此美味，不喝上几口就辜负了这肉了。谢母亲，儿不会做让人为难的事。这么着还行，只是你一个大将军，为了母亲的一口吃食去跟人讨要，未免有些失身份了。什么身份不身份的，母亲难得有口喜欢吃的，只要母亲能高兴，儿子要什么身份面子的，都没母亲多吃一口重要啊。大将军为了母亲提着东西去讨猪头肉，传出去呀，一定能给他那个配方扬名的。午膳后，白苏小睡了一会儿，醒来就听秋月说陆班和他媳妇来了，拿着做好的模具在偏厅等着呢。白苏赶紧洗漱一下，让秋月把两人请到厅堂。他见到陆班夫妇，笑着告罪两句，互相见礼后分宾主落座。陆班说：先生客气了，我们也是刚到。他把模具上包裹的黑布解开，拿出模具，双手递给白苏。您看小的做的这个能不能用啊？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白苏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模具的每一面每一处都做得很细致，凹槽里打磨的一点毛刺也没有，闻着还有淡淡的原木香味儿。陆师傅的手艺真好，这手艺给100文还是少了点。陆班的脸又红了，他媳妇道：哎呀，不少不少，市价就是这个价，他做的活儿一直比别人细致些，但价格一直和别人一样，从不多收钱。陆师傅和陆大嫂都是实在人，活儿细致就多费功夫，多收些钱也是应该的。这个价儿是我沾了光了。是您仁义，人都想着少给几文，哪有像您这样的主动多给钱呢？先生看看模具能不能用，还有木材看看行不行。这个是胡桃的木材，不是十分名贵，但也经久耐用。能用能用，木材我不懂，你说这个好，那就用这个吧，不需要名贵的，安全耐用就行。陆师傅再给做12个吧，先做这些，后期需要再找你。好，那小的做好给先生送来。陆师傅，再耽误你一会儿时间，我有事儿问陆大嫂。哦，先生还有需要问我的事吗？您问，您问。我需要收购一些山上的野果，就是红果，又没有时间去摘。陆大嫂看看能不能找些人去摘，我按市价收购。就是山上的那个酸酸的红果吗？对。哎呀，那个还花什么钱呢？明早我喊几个没地方挣钱的闲人，找辆马车去山上摘，一会儿给您摘一车来，你给他们一人10文8文就行了。白苏听得哈哈大笑。不用省，陆大嫂，就按2斤1文收吧。那么远的路都不容易，摘了都送到我这里来，过程就给钱，只要好果。陆大嫂提醒着他们点儿，我一天多给你20文费心钱。先生放心，保证给您把活干好。陆班无奈叹了口气，显然是觉得媳妇丢人，向白苏谈了几句细节，带着媳妇告辞而去。两人出了白苏家的胡同，陆班就开始教训媳妇。杨翠花，看你在先生家那样，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要斯文点吗？先生这样的人哪儿见过你这么粗鲁的婆娘啊？说话哇哇的，大嗓门像铜锣一样，你丢人不丢人呢？你好你个陆班，竟敢嫌我粗鲁，老娘就这样，又不是第一次跟先生见面了，老拿捏着不别扭吗？又不是以后不见面了，时间长了还不是得现原形？先生的眼界和气度，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你哪只眼睛看到先生嫌弃我了？我看先生不但不嫌弃，还笑得很高兴呢。翠花，翠花，你怎么又在街上踢我耳朵了？快放开，快放开，传到先生耳朵里面笑话呀！翠花哼了一声，放下手。陆班故作严肃，继续说：先生不生气是涵养好。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对着神仙一样的先生把大腿拍得啪啪响，像什么话呀？杨翠花一听，伸手又想拽他耳朵，陆班早有防备，抬腿往前跑去。杨翠花一手捂着腰里的钱袋子，一手指着他，叫骂着追过去。林彻领着福来和东子回来后，给白苏禀告情况。手术的病人已经全部复查完了，还有好多来人来打听师傅何时能再去看病。徒儿说大概得10天半个月的，提前会在店外张贴告示。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再有个3-5天就好差不多了。师傅得彻底好了才能去，不然手术时一阵这么长时间怎么行啊？况且一开始就会有看不完的病人，师傅会很辛苦的。我想了，我每天手术也顶不住，以后也按官员的5日1休沐，上4休1，腾出点时间休息和做别的。等你能做手术了，我就轻松了。徒儿一定加紧练习，回来的时候让人买了猪眼，一会儿就去练。让福来先练着，你让东子去把叶掌柜请来，我有事跟他商量，一会儿你也过来听听。林彻看白苏说的郑重，赶紧应声出去吩咐。叶掌柜已经知道是保和堂使了坏，心里正愤恨不止，听白苏讲述的扩大中药丸的产量和方法，立时激动得两眼放光。白苏又拿出刚做好的搓丸板，给他们讲解一下使用方法和计划。叶掌柜激动得无以复加，起身给白苏磕了好几个头。等叶掌柜平复下来，白苏又说了收购红果的事儿，让他准备好库房和人手，明天就有人送来。小的今晚就把地方找好，明早就派人打扫。只是先生要把周围的红果都收了吗？都收了，我想过了，红果现在无人种植，只有周边的2个山上有，数量也不多，而晒成干片后可以放2年，不怕用不上。明年的红果就会涨价。师傅说的对，因为无人知道红果的效果，才无人问津。咱们一收购也会有人注意的，而且这药丸一开始出售肯定会被人研究仿制，到时候他们也会抢过红果。白苏赞赏地看了徒弟一眼，林彻顿时绵眼带笑。这搓丸板用的时候得找店里头信任的人，千万不能传出去，等他们琢磨到方法就已经失了先机。先生放心，铺子里的伙计基本都是死气，包括小的和几个大夫，绝不敢背叛东家。哪个敢往外泄露一点消息，都是比偷盗主人贵重物品更重的罪。东家和先生可以下令，立马杖毙了泄密的人，只要这个做模具的木匠不往外说就行。怎么古代的人动不动就说要杖毙啊？奴才果然是没有人权啊！偏叶掌柜还觉得合情合理，木匠也很可靠，不会往外说。但是我能想出来，时间长了，别人也会琢磨出来。他怎么能和先生比呀？保和堂的几百个人加一块儿，也比不上先生的一根小手指头，谅他们一时也想不出这个办法来。话不能这么说，这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先生是文曲星般的人物，才看着不复杂，小的看着无处不精妙。不然为什么自古至今这么多年都没人想出这个办法？小的敢说，往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还会有人沿用先生这个方法制药。不用说那些没用的了，咱们药铺扩大规模还需要很多的东西，还有我手术用的东西。白苏拿出好几张画好的器械图交给叶掌柜，什么摇骨钳、骨刀、骨凿、骨锤、平板拉钩、关节拉钩、止血钳、钢板，你看看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得抓紧做，我过2天得用。叶掌柜神色认真，一一看了一遍。小的都记清楚了，明天一早就安排人去做。还有伤口缝合线，这个小的知道，今儿少东家等病人的空隙，已经教了小的缝合的手法和打结的方法。不是你用的那个缝合线，是不用拆线，身体能够吸收的缝合线。一种是桑白皮线，还有一种是羊肠线。这2种线呢，可以缝皮肉下的伤口，比如缝合肠道和包公等等。白先生的意思是，这些都能缝？
只要先生经手，病人就算肠穿肚烂的也不用死了。还得多备一些棉签，还有高纯度酒精，这个子由会教你们，以后有店铺里的人做，还有药丸的包装这样做。叶掌柜从旁边书案上拿过纸笔，一边认真听，一边仔细记。等谈完了所有细节，天早已经黑了。你小子是个有福的，大字不识几个就能伺候少爷，如今又到了白先生身边，这是几世修来的福分呢？你可要珍惜这福分，踏踏实实做人，以后会有个好前途的。小的明白，谢谢掌柜的教诲。叶掌柜回到家，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带着伙计看了几处院子，看完就急急忙忙去找林胜。你去把街南胡银家的院子带着前面的门店一块买下来。东家，那院子要价1000万，那些铺子顶多值上600多万，太不划算了，咱租用花不了多少钱。租用看似划算，但不是长久之计。一旦看咱们生意发了财，租金一定会往上涨，而且做中药丸得长期需要很大的晾晒的地方，此处最为合适。那院子比铺面大10几倍，以后如果铺子需要扩张，那院子能盖多少房子？白先生给了这么好的方法，我也得给这生意提供好最好的条件。我有预感，洪正堂一定会摆脱万年老二的称号。另外，买的时候直接把其中6间铺子过户到白先生名下。6间铺子至少得值300多万，怎么能这么送人呢？东家，这也太多了吧，咱以后做的药丸还得给他分红利呀，这些都是留给少东家的呀。白先生对彻儿恩重如山，咱们以后也少不了先生指点，只分些红利不够诚心。有了这几间铺子，他的后半生就可以衣食无忧了。东西是死的，别舍不得。自从认识了白先生，一直都是咱们在占便宜。东家三思，这些东西留给少东家，少东家也会孝敬白先生的呀。你跟我来，我给你看样东西。叶掌柜作为林家头号家奴，也只是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进祠堂磕头。今儿不知道东家为什么带他过来，直到烧香磕头过后。这个是白先生画的吗？对，回正厅再说。片刻之后，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赠送白先生铺子了吧？你我习医多年，都知道那幅画的重要性，再结合你今晚所说的鱼肠线、止血钳、酒精等等。叶掌柜呆呆的还在想着画上的东西，听到林胜的声音才反应过来。白先生的医术深不可测，只展露的这些就足以让后人追赶几世了。他对彻儿毫无保留，从拜师到现在才短短数日，彻儿的医术已经突飞猛进，若能这样跟着先生学上几年啊！哎呀，这几间铺子是值不少钱，但跟先生对彻儿和洪正堂恩德相比，真不算什么。医术和制药都是咱们领先，用不了几年，这钱就能挣回来。但这医术和技术可永远都是咱们的。东家说的对，那小的这就去找胡银谈价格。今天别去了，你本来就是晚上才去的，现在再去就暴露了买下来的急切，就不好压价了。你明天早上再去，就说你嫌租来租去麻烦，有劝我买下来的打算，千万别让他看出来真实想法。你先跟他谈谈价格，然后我再过去压压价，不管能压多少，明天一定要买下来。等保和堂察觉到咱大量收购红果，一定会阻挠咱买这院子，他们实力雄厚，咱们争不过他们。是，小的明白。叶掌柜走后，林胜回到内院，把事情给媳妇说了一遍。应该如此，白先生对我们全家的恩情不是钱能衡量的，还是赠送铺面显得好。这世道女子艰难，有了这几间铺子，不管白先生以后嫁不嫁人，都够他主仆几人花用了。还是夫人和我心意相通，小叶起初还舍不得。他从小就疼爱彻儿，觉得这些都应该是彻儿的吧？没错，有白先生指点，咱洪正堂一定能迅速壮大起来。林夫人轻笑着点头。自从眼睛恢复了，为夫觉得自己一下子年轻了20岁，从身体到心态都有很大的变化。青青，你觉得
为夫年轻了吗？都多大年纪了，还轻轻的，老不正经。多大年龄，轻轻也是轻轻啊。叶掌柜为了多压点价，把说辞琢磨了半宿，天一亮就匆匆吃了几口膳食，去找胡银。地段是不错，但价格太贵了，1000万能买20间新铺面了。您那只有12间，还有些旧，修葺也得花不少钱。那院子虽大，我们就算租赁100年，才花几个钱呢？您要是真心想卖呀，就说个实在价。我若降价，早就卖出去了，留不到现在。新铺面位置还没我那好呢。我找人问过了，1000万价格正合适，一点也不贵。何况我那院子里还有几间库房呢。别人说不贵也不一定就有道理。咱京城里除了达官贵人，有几个能拿出1000万的？达官贵人们都住清静的街道，有谁会在这市井气十足的地方买房子呀？光街上小贩的叫卖声，贵人就受不了，更别说这街上住的都是一身铜臭气的商人。他们读书人是这么说咱们的吧？唉，没办法呀，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任凭你有多少钱，士大夫阶层的人啊，也看不起你啊。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为了挣钱养家，不得已当商人。胡老爷现在已经不做生意了，还受他们歧视，这不划算了。他们看不起商人是刻在骨子里的，怎么可能改变看法呀？要我说，胡老爷把这院子早点卖了，拿着这些钱去扬州买处好园子。听说扬州四季如春，胡老爷带着娇妻美妾爱子，重新结交一些清贵人家的子弟做朋友，不比生活在这遍地是鼻孔朝天的当官的，冬天又冷得要死的京城强啊！你说的有道理啊。最主要的是扬州出美女呀，可能是扬州的水土养人，那里的女子又温柔又水灵，咱们这里的人去了那里住上几年，容颜也会变美。有意思，我知道你说来说去还是想压价，但你确实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我早厌了京城这帮子士族子弟了，只是没想过搬家的事。这样吧，我也不说1000万了，950万卖给你们东家，给足你面子了吧？叶掌柜被他说破也不恼，软磨硬泡的又让他让了10万钱，并且负责1个月内把租户清退，才让人向东家报价，并请了林胜过来。林胜看这个价格是真便宜，也没好意思再压价，随即交了钱。这么多钱你们一下就拿出来了，还清点的整整齐齐的，怕是早就打定主意要买了吧？还硬生生压了我60万的价呀！胡老爷是富而仁义的君子，不在乎这些个身外之物，也不想让这几个钱绊住身子，这才成了这交易。说得好，确实不能让身外物啊绊住身子了。午后不到半晌，先生放心，我一直监工看着呢，保证没有小果和烂果。白素笑着道了声谢，又给大伙打了个招呼，道了一声辛苦。不辛苦不辛苦，今儿还没用完呢，车子就装满了，要不然还能摘这些。摘这些正好，还能留下力气明天用，要不然累坏了，明天就去不了了。众人本来还怕他要不了那么多呢，我们还需要一些给红果清洗切片的人，大嫂看看能不能找几个人，得老实勤快的，偷奸耍滑的不行，工钱肯定不如上山摘红果的人挣得多。肯定呢，没问题，村里的人不得抢着来呀，我给你挑几个干活又好又实诚的。谢谢陆大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晾晒的地方，掌柜和伙计早早的就等在那里给大伙过秤呢，过完秤立即结账。好，这个是铺子里的伙计，等着给大家引路的，大伙跟着他去吧，我腿脚不好，就不跟着过去了。红果称重完，立即结了账，大家伙得了不少钱，都高兴地向陆班媳妇道谢。回去的路上，同车的人问他明天能不能多带几个人。明天谁的兄弟姐妹要是想跟着去摘，那也可以，但是跟谁来的人谁负责管着，若是来的人不老实，摘的果子里面掺了烂果，就自己拉回家去，以后也不用再跟着来了。白先生给咱们提供了挣钱的机会，咱们得对得住人家，不能干只认钱不要脸的事儿，丢咱们乡下人的脸。知道了，陆大嫂，你给我们找了这个挣钱的活，我们都感激得很呐。你放心，谁要是偷偷往筐子里面放烂果，让你在恩人面前丢了面子，让他拉回家里去也不行，我还得大嘴巴子抽他。陆大嫂，我家有驴，我明天再赶个驴车去行不行？行，咱们只对红果有要求，管你是驴车还是马车，别不抹药就偷偷去山里就行，偷去被蛇咬了，可不是挣钱不要脸，是挣钱不要命了。一伙人起了一个大早，颠簸了2路，
在山上攀爬跳跃的干了大半天活，脸上也没有一丝痛苦之色。快乐有时候啊，就是这么简单。9月15又是林彻坐堂的日子，白苏继续让福来跟在林彻身边学习望闻问切，把东子打发到大院里帮忙，自己在家用龟笔画人体骨骼图。他这一画就画到了黄昏。林彻看白苏整个人都充斥着疲惫，师傅当以身体为重，怎能为徒儿如此辛苦？让师傅这么劳累，徒儿宁可学慢一点，无论多慢都没关系的。后面几人都跟着呼啦啦的跪下来，孙媪还抹起眼泪。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都起来，都起来！你们不也是刚刚干活回来吗？大家都很辛苦，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那能一样吗？在这坐一天不动得多累啊！听孙媪说，你也不听劝啊，还冲他发脾气。师傅，别人的好意你也该听一点啊。白苏想了想，好像说了一句都出去，谁也不许再进来，好像语气是有点冲。现在想想也觉得理亏。白苏厚着脸皮，我发脾气了吗？我忘了，我做事的时候就想一口气做完，说过什么话也记不住，以后我做事的时候你们都别理我就行了。那怎么行？看到师傅不爱惜身体而不去劝说，徒儿岂不成了不孝之人了？看主子劳累不去劝说，婢子也成了不忠不义之人。几人都跟着点头。白苏一看连福来也想张嘴说话，急忙哎呦一声，胳膊疼。孙媪、小月，快给我揉揉。孙媪立马擦干泪，着急忙慌的和秋月一边一个给他揉起胳膊来。腿也不舒服，子悠，快给我看看我的腿。福来去拿药，东子去给我倒杯蜂蜜水来。白苏被揉得舒服，哼哼唧唧的对孙媪撒娇。孙媪，你没生我的气吧？我真没别的意思。婢怎么敢生主子的气呢？主子觉得这力度可以吗？在孙媪的观念里，哪有奴婢生主子气的道理？只是心疼他，又不敢违抗他，站在外面着急又难受罢了。幸好伤口没事儿，师傅长时间坐着不动，腿肯定会发麻难受的。秋月，你先来给师傅捶捶腿。其实他很想自己给师傅捶捶腿，但是他不敢。师傅年轻貌美，唯恐师傅觉得他冒犯。闲下来的林彻又开始说教：师傅，您以后可不能这么做了。我这不是打算给朱信做手术吗？提前得跟你们讲讲骨头的形状和作用。你们看看我画的图，画上细节画得完美，连牙齿和骨头的关节缝都画得清清楚楚。师傅，这些都是你凭着记忆画的吗？是啊，好在我仔细想了想，还记起来，早点给你们画出来，也省得我有天忘记了。人体有206块骨头，都有着不同的功能。像朱信这样的骨折很常见，也是不可预防的。但我们要知道的是那块骨头的形状及作用。幸好师傅聪明绝顶，还能记得住。您看的那本书不知道还有没有？若是遗失或者损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就失传了呀。哎，师傅，您看了那个书上还有别的图吗？有，怎么怕我忘了？现在就想让我画出来吗？不是，师傅都这么累了，徒儿再怎么急切也不敢有这个想法呀。徒儿就是好奇，师傅还有多少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当师傅的当然得比你懂得多点了。东子端来水后就站在一旁，一个劲儿的往画上描，也不敢离近了看。东子，你想看就离近了看，大大方方的，不用拘束哈。等裱好以后，这画就挂在厢房，想看随时去看。白苏喝了杯蜂蜜水，这会儿啊身上舒坦不少。你们几个今儿顺利吗？怎么回来的那么晚？顺利。那个打柳叔叔的鱼捕头啊，今日去他家里抠头赔罪了。柳叔叔特意派了个伶俐的管事来，把他赔礼的过程描述了一遍，说那个鱼捕头被打了30大板，走路一瘸一拐的。柳叔叔的院子又深，故意在最远的房间接待的他，说他走到的时候啊，疼得出了一脑门子汗呢。那人磕头也磕得很诚心，把青石地板都磕得砰砰响，就是捧着那5吊钱不舍得撒手，还说了一句没酒喝，得把他给馋死。柳叔叔看他脸被扇得肿得老高，又挨了板子，额头也磕红了，就想让他把那5吊钱拿回去。又一想，这人还欺负了大侄子和白先生，不能便宜了他，就没有吱声。于捕头无奈，委屈巴巴的把钱放在桌案上，一瘸一拐的走了。看他那天那个嚣张劲儿，活该。今儿又有许多人打听师傅何时复诊呢，其中有不少是外地来的。师傅这几天得好好歇歇了，可不能再像今日这样了啊！又来了。白苏又问东子，收红果的那边怎么样？接受的多不多呀？切片的人来了吗？都很顺利，切片的人一早就来了，昨天那几车都处理完了。今儿摘红果的比昨天多几辆驴车，马车上的人过完秤，等驴车的时候帮着咱们把过完秤的红果都清洗了。哦，主动要帮忙的吗？
陆大嫂找来的人都很实在，他们都听陆大嫂的，有了他们帮忙，一会儿就清洗完了。叶掌柜说以后有活就找他们干，招伙计的时候也优先从他们里面挑。那些人都很高兴，尤其几个小伙子，清洗完还帮着切了一回红果片，带动着咱们铺子里的伙计干活都快了不少。这是怕被比下去了。打扇吧，我饿了。第二天，白苏家里来了一位贵客，京兆尹孙阡陌。一个箱子里的钱是众衙役的罚金，补偿给他们打伤的人，劳烦白先生帮着分下去。另一个箱子里面的是曹奎赔偿给先生的，他这次是真心悔改，想请先生能原谅一二。那个礼盒是在下带的一点补品，希望先生不要嫌弃呀。大人说笑了，您给我带礼物，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弃？给受伤百姓的补偿，我也会及时给大家分下去。至于曹奎，如果这些钱是官府让他补偿给我的罚金，我就收下；如果是他个人主动拿来给我，想让我原谅他，我就不收了。哦，为什么不收啊？这些钱还不少呢。因为我不是宽宏大量的人。先生对那些打人衙役那么宽厚，连他们的杖责都免了，怎么能说不是宽宏大量的人呢？那些衙役虽然打伤了人，这都是奉命行事，如果不是曹奎，他们也不会动手打人。罚了月俸，补偿了受伤的人，也就算得到教训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曹奎，他的管家，还有保和堂的那位，他们几个我一个都不会原谅。看先生的面色红润，以为你好的差不多了，难道伤还是很严重吗？外伤已经结了痂，但是我的膝盖处被湿寒入侵，以后有可能诱发关节疼痛，造成的后果不可估量。还有我无端被他们欺凌侮辱虐待，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怎么可能原谅他？而且如果不是大人、将军和世子及时赶到，阻止了他继续作恶，说不定我和我徒弟他们还会遭受什么折磨呢？曹奎和那个奴才那天晚上在牢里被世子打了个半死，身上没剩下一处好皮，又被勒令带了重枷，是受够了罪了。先生的仇也算是报了。楚寒也是气不过，他这么做不会给他惹麻烦吧？不会，谁敢找世子的麻烦？谁让曹奎不长眼，惹着了先生啊？白素看他话里话外的，有给曹奎说情的意思。大人，曹奎和他家的管事会犯什么罪啊？你可不能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从轻发落呀。那怎么可能啊？白先生可能不知道，曹奎这么对待先生，按律判不了什么罪，这一两日就得放了他。孙阡陌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对律法不懂，也怕他生了误会，以为他们官官相护。因为曹奎是官，先生是民，官员惩罚子民，就算是罚错了，告到上面也就是被教训几句，赔偿点钱了事。就算是打残了，只要不出人命，也最多是降个1级2级。而且民告官先打20大板再审案，不是人命案子，谁也不会去告官。先生，你想想，曹奎是司法参军，他会不懂律法吗？白素扭头看了眼林彻，林彻微微点了点头。林彻知道曹奎把白苏抓走肯定会吃亏，这才拼命阻拦。曹奎就算在律法上不算大错，在道德上他也是道德败坏之人。律法应该是做人做事的最低标准，道德在于规范人的内心，律法规范人的行为。做人应该先守德，再是守法。就像师傅打徒弟不犯法，徒弟没有过错，当师傅的常常打骂侮辱，师傅即便是没有犯法，也是不配为师，甚至不配为人的。谁能当先生的徒儿，是他的福气呀。先生说的没错，曹奎不管是管家教唆还是被人利用，先生受苦的确是他起了关键性作用。曹奎这人精通律法，好多事儿有他在，我很省心。我就私心的想着罢了他的职，让他在我的身边当个小小的主簿，帮我处理日常事务，把他放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也做不了恶，又不知道留下他对不对，这才向先生讨个主意。我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不肯原谅他，此事就此作罢了吧。还向我讨主意，是怕楚寒找你的麻烦吧？我怎么能干涉大人的决定呢？既然大人看得起我，我提个意见啥的还行。曹奎就算有才，但是德行不行。俗话说得好，权是双刃剑，容如两边沾。有的人无德，就是喜欢为难他人，尤其是当他手握权力之后，会变着法儿的为难他能够为难的人。在京城这个权贵云集的地方，不定哪个不起眼的人物后面都和贵人有关系，大人用人更得谨慎小心。
白先生说的有道理，用人不但得挑有才的，更得要挑有德的，对不对？孙某受教了。我可没有干涉大人的意思，你要是想留下他，我一个小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不是？白先生可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啊，有将军和世子护着，京城有几个人还敢向你生事啊？白先生要是遇到了什么为难事儿，一定要早点告诉我，这不是我帮你，是你帮我呢。大人言重了，只不过我如果真的遇到困难，当然得找您这个父母官解决了。两人又寒暄几句，最后白苏也没留曹奎的钱，又让孙阡陌带了回去。师傅，您是不是在为曹奎受不到重罚生气呢？也不是，曹奎丢了官又挨了打，也不算是罚得轻。我就是觉得这律法太不公平，好像就只是为了约束我们百姓似的。民打官，杖100，徒3年，官打民就是白打。要不是楚寒和赵明轩维护着，这个孙阡陌顶多把曹奎不疼不痒的骂几句完事。这也是徒儿没想着直接去衙门告状的原因。师傅，别生气了，反正恶人都有了报应，以后也没人找事了。我本意不想依靠别人，咱们靠自己的本事生活，也不愿意和赵云有过多接触，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靠他们救了我，以后还仗着他们的名才不被别人欺负。师傅，您得这样想，他们本来就有维护百姓和治安的职责，我们找他也应该啊。而且您还答应给他的爱将治伤，说起来还是他占了便宜呢。至于楚公子，命都是您救的，您还跟他见外吗？不用白不用啊，大不了他再来的时候多给他吃点好吃的呀。何况咱们也不是仗着他们的事作恶呀。不管孙阡陌怎么说，保护百姓本就是他的职责，您不必介意他的话。不想了，你去和福来练习吧。白苏把东子喊了来，让他把另外一箱赔偿给受伤的人的钱给叶掌柜送过去，让他分给众人。官差赔偿的钱已经分发下去，林胜又添了一笔钱，每个跟着去金鱼巷的伙计和家仆都得到了赏赐。我当时还不如冲得上前些，也能多得些赏钱。我真是亏死了，去的时候胆怯了一下，去茅房躲了躲，出来的时候人就走了，谁知道他们就挨了几下拳脚，就得了那么多赏钱，后悔呀。今日我在此承诺，忠心护主的每次都会有赏，舍身护主并立了大功的，可以跟叶掌柜一样恢复本名。大周的奴才没有姓名权，卖身后用的都是主子赐的名字，若能有机会恢复本名，说什么也得拼一下。积极并认真做事的月钱会增加，偷懒不守规矩的重罚，只要过程中出了错的发卖或者辞退，恶意泄露店铺秘密的家奴直接杖毙，故宫绑了送官。因林胜和林彻都是宽厚之人，平时别说杖毙下人，就算是下人和伙计犯错了，一般也只是轻罚，最严重的就是发卖了事。主子和掌柜都对咱们那么好，谁要是胳膊肘往外拐，非要当吃里扒外的畜生，打死也是应该。对，杖毙的都是泄密的人，咱们都是忠心的，有啥怕的？惩罚不是目的，是为了保障大家共同利益的一种手段，也是为了防止你们之中有人经不住别人的诱惑，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我们洪正堂的秘方秘法泄露出去。现在白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兴起壮大的机会，很快洪正堂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洪正堂强盛起来了，大伙儿腰里的钱袋子也会鼓起来。你们也知道，胡家的大院已经被咱们买下来了，以后还有可能去别的地方开分店，到时候掌柜的人选就有可能在你们之间挑选。众人又是一阵躁动，过了须臾才安静下来。洪正堂走到今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洪正堂也是我们大家的洪正堂，谁要企图搞破坏，谁就是大家伙的敌人。对，洪正堂是大家的洪正堂，绝不允许有人破坏。谁要是吃里扒外，就是我们大伙的仇人，我们大伙一人一棍子，乱棍打死他。众人情绪激动，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摘红果的村民干劲也很足，短短5天时间，2个山头的红果已经被他们采摘完了。一个原因是这个山头本来就很小，红果树也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还有一伙人也在摘，那伙人甚至想多出一点钱，让村民手里的红果直接卖给他们。有个村民动了心思，二狗子，你这个没心肝的东西，为了多卖几文钱就不想要脸了？前天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叫着要跟着来的，卖了钱又乐得闭不住嘴。要不是人家洪正堂给你抹了药，你有这胆子上山吗？说不定早就被蛇咬死了。没良心的东西，你要是敢卖给别人，以后再有挣钱的事儿，别说你在哭叫连天的，就是给我磕破头，我也不带你。陆大嫂，你误会了，是他们老跟我说话，我只是随口问了一句，没想卖给他们。
让你嘴贱，让陆大嫂误会生气，实在该打。你们还不快走？你们出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卖给你们。满山的红果随便你们摘，打我们红果的主意干啥？明知道我们的红果是卖给谁的，还来这儿买，真不地道。不管做生意还是做人，那都得敞敞亮亮的才对。耍心眼子挖人墙角，你们就不怕墙倒了砸死你们？不卖就不卖呗，你怎么骂人啊？哼，骂的就是你们这些黑心肝的畜生，背后捅人刀子的小人。别以为你们办的那些缺德事儿没人知道，老天爷在天上看着呢。你们这些坏胚子，迟早都要遭报应。泼妇！他们走了老远，杨翠花才住了嘴。这帮坏胚子坏得很，青天白日的就撬人买卖。白先生这次摊上这么恶心的事，说不准就是这帮人害的。最近白先生的名声太大，说不定被人集合了。这帮人啊，定是白先生的同行，普通人谁买这个呀？去大院送红果的时候，杨翠华把山上发生的事儿跟叶掌柜说了一遍。叶掌柜感谢了大伙对洪正堂的支持和厚爱，结账的时候一人多给了10文钱答谢，另外又给了杨翠花20文。至此，红果已经收购完毕，诸事皆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只有白苏说的商标和药丸名称没有定下来。林彻这2天又做了一种驱寒除湿的药膏，每天早中晚服侍师傅抹上3次。我那天那样说，是故意说给孙建墨听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天这么热，哪那么容易就受了寒气？师傅的身体容不得半点闪失，不管寒气有没有入侵，用了这驱寒除湿的药膏，总没有坏处的。过2天等级的痂都脱落了，师傅抹完这个驱寒除湿的，还得再抹点祛疤的才好。祛疤膏抹就抹吧，薄薄的一层也不碍事，但你这个不行，用着也太麻烦了，每次都弄这么厚厚的一层。涂的薄了没多大效果呀，师傅，您就辛苦一下吧，忍一忍，就算是看在徒儿熬了一夜才琢磨出的方子的份上，成全徒儿一片孝心吧。其实你这配方效果不错，抹着还很舒服。我这2天是没什么事儿，若是有事出去就不能抹这个了，太耽误功夫。那师傅也得用完7天才好啊，实在不行的话，每天早晚用2次，多用一段时间。我现在走路都没什么事儿了，再停个1-2天就能去做手术了，总不能让外地来的病人也这么干等着吧。走路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您现在不宜久站啊，只要您一去，病人指不定有多少呢，累坏了怎么办啊？不是我这人有多高尚，只是作为一个大夫，在手术床前治病救人，心里才踏实，累点也很幸福。知道病人大老远的来了，自己还稳稳当当的在家养着，也不安心。哎呀，徒儿明白师傅的心情，那些病人去了铺里跟徒儿打听的时候，徒儿也很着急，恨不得自己立时就学熟练师傅教的医术，给他们医治了。可是大夫也得保证好自己的身体不出差错呀，才能更好的医治病人啊。唉，这药膏要是做成膏药就好了。膏药和药膏有什么区别吗？你做的这个药膏也叫软膏，膏药叫硬膏。膏药是把药材用香油熬制到一定火候，加入猪丹后去渣收膏，涂抹在布上，便制作成了。做好了直接贴到膝盖处就行，不影响日常干活，使用很方便。师傅这是又传授徒儿一项绝学啊！今日太晚了，徒儿明日就试试做出来给师傅用。我也只是会说，没有做过。这膏药还有一个歌诀：1丹2油，膏药成稠，3上3下，熬枯去渣，滴水成珠，离火下丹，丹熟造化，冷水地下，其形黑似漆，热则软，凉则硬，贴之即黏，拔之即起。嘿嘿，师傅说的话太重要了，徒儿以后该随身携带纸笔，时刻准备记录才对。哦，徒儿把刚记录的念一遍啊，师傅看看有没有记错的。说罢从头读了一遍，竟一字也没有记错。第2天，小的估计先生说的商标就是和铭文差不多，就和铺里的其他人商量着画了几个，总看着不美观。白素接过一看，画得四四方方，像印章的模样。最上一行写了洪正堂3字，下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济世爱民，诚信为本，修德修术，严谨勤奋。另外2张也是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商标不宜有这么多字，字越多越容易被人忽略，也不容易记住，就洪正堂3个字就挺好的。他冲林彻眼神示意下，林彻立即拿过来纸笔，白苏参照后世商标的模样画了一个圆形的小图，四周有一圈简单的花边，中间写了洪正堂3个竖着的小字，两边画了2根向上的药草，类似这样的，所谓大道至简，这样简单的倒容易被人记住。他们觉得白苏画得非常好看，还有那字也不知道是什么字体，写出来那么清秀受劲，均以豪迈。彻儿，觉得你师傅画的这个怎么样？你有没有别的想法？儿子也觉得简单点好，师傅画得非常好。那就按先生这个吧。那小的一会儿就去找匠人做出来。那个只是一个草图，你还得修改修改。想找到能修改先生的墨宝的人，恐怕不好找啊。给先生制作器械的那个匠人说，
他见过无数文人的字和图纸，包括翰林和什么名士，都比不上先生的图纸上的小字。药丸名称最后就定下来，叫做红果大蜜丸。最初晒的红果干已经碾成了粉，另外麦芽和六神曲也按先生说的方法碾了，蜂蜜和糖也准备得很充足，只等着先生定制的模具了。应该快了，你调好制药的人，午后我去大院那边先教他们步骤和方法。怎么好让先生来回跑？让他们带着药粉到先生这里来吧，先生在前院里指点他们一下就行。去大院吧，我也想过去看看，在家里闷了好几天了。先生对彻儿和洪正堂的恩情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是有些事情也得说在前头。洪正堂能制出药丸的方法完全出自先生的指教，等有了利润给先生几成合适。白苏这么做的本意是想感谢林胜他们不惜一切救自己，又能借着洪正堂崛起报复保和堂，倒没有考虑钱的事儿。药儿子说师傅出方法，洪正堂出人力，刨去成本和人工，一人一半合适。我不负责经营，也不管投资和赔赚，我多分不合适。这样吧，有利润的话我就要1成，赔了钱算你们的。药丸的配方我和你们一起商量着定，你们看行不行？林彻和林胜都觉得白苏要的少了一点。扩大经营需要持续的投入人力和物力，这些都得你父亲掏钱费心，我只要利润，不算吃亏，就这么定吧。等午后到了大院里一看，满院子都是晾晒在席子上的红果，远远望去，场面很是壮观。唉，想象和看区别还是很大呀。他们对我得多信任，才因为我一句话下这么大的本钱。大家都是林先生挑选的最信任和器重的人，希望你们做药丸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做。蜂蜜要炼制到起了泡沫，麻油也要熬好，麦芽神曲要炒了再碾粉过筛。众人齐声应是。他从福来手里接过搓丸板，打开上下2块模具，展示给大家看。这个是固定药丸不错位的，这个木板叫搓条板，是把药剂擀成长条的。然后大家仔细看我怎么操作。首先用刷子在模具上面刷点麻油。众人都全神贯注，屏声静气看着白苏的动作，唯恐漏掉细节。这红果大蜜丸可以健脾消食，提高食欲，是一种安全性比较高的药物，大家可以尝一尝。说完，白苏捏起个药丸咬了一口，只觉得酸甜的香味儿清爽而沁人心脾，异常的软糯酸甜，酸酸甜甜的，比我预料的还要好吃。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桌案上有数的那些大蜜丸，眼神都很期待。这2丸给我父亲母亲带回去，剩下的你们分了，大家都尝尝。白苏看众人尝过之后，一脸意犹未尽的吃相。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是，好吃啊！好吃，好吃，好吃。那大家轮流动手做做，还有和好的药剂。来，大家谁先来？我来，我来，我先来。等他们2个人试过之后，众人都尝到了1、2个，整个过程都完成得很好。屋里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笑。大蜜丸虽然好吃，但到底是药，吃多了胃容易发酸，每天2、3次，每次用膳后吃1粒为宜。叶掌柜，这些我带走了，家里还有一个侍女没有吃过，费用你记在我账上。我还有别的事，就不陪大伙儿一一的练了。叶掌柜一直把白苏他们送到大门外。虽然现在只有1个模具，但是分工操作也非常快。我这2天就打算去铺子里面做手术，希望叶掌柜早点儿把送给病人的大蜜丸做出来。是先生，小的马上安排此事。白苏回到家以后，看到屋里地上和桌案上都摆放着许多贵重的礼品，随即询问怎么回事。主子刚走不大一会儿，将军就带了人过来呢，还送了这些礼品。见您不在，等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带这么多礼品干什么呀？这也太夸张了。将军说他上次来得匆忙，没带礼品很失礼，这次一并补上，说还有一些是朱信他们送给主子的。礼品还是先补上的吗？还说是朱信送的，这些东西哪个是朱信能送得起的？以后我不在，你谁的东西也别收，就说你做不了主，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收人家那么多东西，谁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婢子说了，东西太多，不敢做主。但是你也知道，将军面前婢子说话一向没什么用，但是将军这样的人不至于让主子做什么为难的事儿吧？这可怎么办呢？算了，这次收了就收了。福来、东子，你们帮着把这些东西放到库房里面去，
下次不管是谁，就说我有严令，不许你们做主私自收礼，他们不会真的为难你们下人的。孙敖低头应是，心里却在嘀咕：女郎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一次，将军得了一筐荔枝，给老夫人送去尝鲜，见女郎在老夫人跟前伺候，随手递给她一串，把女郎高兴的哟，好几天舍不得吃，直到那荔枝放得烂掉发臭，才不得已埋在屋里的花盆里。没事了，还老对着那花盆发呆。孙敖被白苏一喊，才从回忆里回过神来。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你尝尝。白苏坚持喂到他嘴里。这个就是主子用红果做的吗？真是太好吃了。是啊，你和小月留一半，剩下的一半给福来他们3个，吃完我再给你们带。林彻却在一边琢磨着师傅所说的膏药。师傅一心想早点去给病人做手术，他得提前把膏药做出来才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彻和福来、东子就在前院支起油锅，点着了木材，将昨日炮制好的药材按照种类和药性依次倒入油中加热熬制。早上后，时至又过了1个时辰，滴水成舟。我可以了，把油锅端下来。看起来做得还不错，膏药不粘手，拉丝不断为好，过硬则老，过粘则嫩。那就只剩师傅说的去火毒了吧？盛膏后倒入水中，扯拔千遍即可摊贴。如不急用，膏进入水中，每天换水，至少满1日，过3日到7日为好。咱们就勤换水，半个时辰换一次，明天就能摊膏药。后日贴上这膏药，去给病人做手术。几人又谈论了制膏药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点，和摊膏药时用的棉布怎样才不渗透。必有个浆布的方法，将棉布放入煮熟放温的锡面糊中，趁热温和揉均，然后捞出晒干，就成了浆布了。相爷以前在布上作画就用过此法，作画的墨汁就不会阴到布的周围，膏药这么粘稠，更不会渗了。此事交给毕来做，正好库里有匹棉布，现在做，今日就能晒干。几人大喜，没想到孙敖还会此法。当天午后半晌，浆布就晒干了。孙敖和秋月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布备用。黄昏的时候，陆班夫妇把做好的模具送来。陆师傅这次做得真快啊！开始的那个需要去集市挑选木料，又没有经验，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一天能做2个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我的帮忙。白素笑着夸赞陆大嫂几句，他又给陆班画了2个做小蜜丸用的模具，两人交谈了一些细节，陆班夫妇就告辞而去。白素留了2套模具自用，剩下的随即让东子给叶掌柜送了过去，并让他把出诊时间告诉叶掌柜。次日，林彻将膏药摊了2贴，给师傅贴上试效果。白素贴上后，林彻和福来都围着他问他什么感觉。刚贴上哪有那么快起效？你们2个把我给你们讲解的手臂的尺骨和桡骨，上臂的肱骨和肘关节的作用复习一下，从纸上画一遍，再来问我的感受。两人画好后，拿着画好的纸过来，又来问白苏膏药的效果。是贴上膏药的感觉吗？怎么描述呢？就感觉膝盖处像敷了一块长期发热的热毛巾。清晨，洪正堂还没有开门，门口就聚满了排队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是那天排过队的病人，围过来争相给白苏打招呼。白先生，我今天不排队看病，我母亲的眼睛已经能看见东西了，另一个眼睛过一段时间再看，把机会先留给别人。我来呢，是我娘让我来看看您，我不来一趟，她老人家不放心。白素赶紧向他施礼道谢，又向众人施礼道谢，并称为那天赶去金鱼巷相救的人备下一份礼品，请大家去店内取了带回去，给家里老人吃。众人听后一阵欢呼。叶掌柜拿着那日参与的人的名单，招呼着大家过去领红果大蜜丸。除了给名单上的客人备的礼品外，另外还多出100盒，15文1盒。这100盒不一会儿就卖光了，没买到的人看着一排排等着送出去却没人来领的大蜜丸说：哎呀，他们既然无人来领，你就先卖了呗，说不定他们过几天才来呢，到时候你们做出来再给他们不是一样的吗？在下不能那样做，东家经常教导，决定送给别人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别人的了，不能拿着别人的东西出售。明天就会有充足的新鲜的红果大蜜丸做出来，到时候大家再过来买吧，实在是对不住啊。诚信之人就该如此行事。白族那边也很热闹，
他先给病人讲解一遍表面麻醉药和全身麻醉药的区别和表面麻醉的好处，让病人自己选择。病人一听这个表面麻醉药用了之后，手术的时候人还很清醒，就觉得害怕，不敢尝试。既然价格也一样，连着2个病人还是选择全身麻醉手术。后面的病人却小声讨论起来，屋里屋外都很热闹。先生安好，小的王展见过先生。王展，你怎么来了？今儿轮到小的在这儿巡逻，得知先生在此，特来给先生见礼，再替我信哥排个号，看看先生哪天有空给我信哥诊治。信哥这2天都快魔怔了，一有空就看着那个受伤的胳膊傻乐，就盼着先生能早日给他治治。昨儿还为此被将军骂了一顿呢。不过我看今天是排不上了，明天我让信哥一早过来排队，可以吗，先生？明天不行，朱信的手术得消很长的时间，一给他做，别人就做不了了。过几天吧，等休沐那天我不接诊，专门给他做。多谢先生，哪天我和信哥早日过来。小的和兄弟们每天都在附近巡逻，先生若有吩咐，就打发个伙计给小的们递个话，搬个东西，跑个腿啥的，小的们都能干。白苏点头，王展怕耽误白苏的正事，说完就行礼退了出去。白苏也没有起身，继续给那个病人诊断完，就起身去院内做手术去了。这个将士懂礼仪，知道尊重先生，这才是诚心看病的态度啊。白苏连续做了4天手术，第5天是休沐日，也是约定好给朱信手术的日子。先生，各位将军有礼。这个是校尉常卿，先生。常校尉，先生唤在下常卿即可。这个是军司马王绍。这是他身边的一文一武2个副手都到了，看来这个朱信的身份也不是普通的兵。你们来的还挺早的。都习惯了，到5更就行，就早来了一会儿。朱信，来，我给你切下脉。片刻后，脉象强健有力，非常健康，可以手术。林彻拿过来一张手术知情同意书，递给朱信，让他签字。先生考虑的太慎重，这么多条可能，最坏的也就是恢复的不理想呗。本来就是半废掉的胳膊，先生尽管放心做就行。之后有什么结果，我都接受，不会埋怨先生的。这个是我制定的做手术前的规矩，是每台手术必须有的规程。你要同意就签个字吧，口头说的不行。你看你带来的这几个兄弟各顶各的厉害，万一恢复的不理想，找我们的麻烦，哪个是我们能惹得起的？那几人都跟着笑起来，连说不敢。朱信笑着取过笔签了名字。你们人太多就别跟着去了，人多身上容易携带着病菌，手术需要特别干净的环境，就在这里等你吧。白苏让福来带着朱信去了手术室，自己带着秋月去的房间里换手术服。小月，一会儿你会不会害怕？害怕你就留在这里，别跟着我过去了。婢子不怕，婢子跟着主子，给主子擦汗。好，那就跟着吧，也练练胆。等他到手术室的时候，看赵云他们几个人都跟了过来。我们在屋里就远远地站在一边，保证不出声打扰你手术，行不行？手术会进行很长时间，你们进去干嘛？又热又累的。我们跟在旁边，朱信心里才踏实，他胆子小，是不是朱信？我还没有见过你给人治病的样子呢。将军啊，你说担心我也好，好奇怎么正骨也好，干嘛说我胆子小啊？我活了这些年，第一次听人说我胆子小，怪怪的。你们人太多，最多能跟着进去2个，剩下的人在外面等着，别让人过来打扰。你们谁跟着进去？我小的也去。好，就你们2个吧，你们都先去消毒。那属下和王司马，我们3个就守在门口，将军和先生有事就吩咐一声。等到这个伤口也缝合完，已经是2个多时辰后了。期间赵云的心境发生很大变化，从开始对白苏高超又大胆的医术震撼佩服，渐渐被他的那份镇定从容、认真专注的态度吸引。白苏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手术一完就一下子卸下紧绷的神经和力气。秋月，快去给白苏倒水。秋月抬腿就往外跑，去给门外的几个将军说一声，手术很成功。朱信的手臂已经由原来的扭曲变得顺直了。赵云往手术床头处走了2步，看朱信呼吸均匀，脸上没有一丝痛苦之色，心里顿时松了口气。先生真是神医啊，连太医令都毫无办法的骨伤，先生都给矫正过来了。这小子倒是好福气，睡着觉就把胳膊治好了，以后真要是能拉弓上战场了，这小子不得乐死。先生这是救了他半条命啊。王展全程都在，知道白苏有多辛苦。先生受累了，我替信哥谢谢先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只行个机礼，没有诚意，至少也该替你信哥给先生磕几个头吧。那王展也不含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友哥看这次诚意够不够？这青砖都快磕碎了。你这小将军倒是实诚，没看出来李友是在逗你吗？朱信平时呢最是疼他，他替朱信给你磕几个头也是应该的。没那个必要，
医理就很好，磕头反倒让人不自在。再说了，只是正了正骨而已，又不是什么救命之恩。朱信得在洪顺堂住几天，你们留个人伺候他，等伤口愈合了再回去。回去也得休养几个月。2个多时辰了，你终于看我一眼了。将军，让我留下来伺候信哥吧。一会儿让他的侍从过来伺候，你也留下来陪他2天吧。多谢将军。先生，众位将军在酒楼订的酒菜已经送来了，请先生和众位将军去膳堂用膳吧。你们留2个人守着朱信，给他捏捏腿脚，估计再有半个时辰左右他就要醒了。他身边不能离人。小的和王展留下。朱信有什么情况或是醒了，立即喊我。朱信醒了，醒多久了？怎么也没让人去喊我一声？刚醒没多大会儿，你徒弟一直在这儿呢，就没让他们喊你。你伤才刚好，多休息休息才好啊。是啊，师傅，徒儿给朱将军把过脉了，朱将军一切都正常，师傅无需担心。多谢先生。白苏伸手翻开朱信的眼皮检查一下，又给他把了把脉。朱将军的身子骨果然是比常人强壮不少，这么长时间的麻醉，脉象还是很好。现在胳膊是不是感觉到疼了？不怎么疼。随着麻药的失效，会越来越疼，疼过2-3天后才会逐渐减轻。这2天你得忍一忍，手臂别用力挣扎，不然影响恢复效果。疼就咬牙忍着，总疼不过你当初断着胳膊杀敌的时候吧。你若胡乱动，胳膊恢复不好，就不必再回军营了。就算给我牵马，我也不会用你。将军不要吓我，我定不会让先生白白辛苦一场的。啊，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当初朱信胳膊受伤后，将军想他也立了不少军功了，想让他退役找个闲职，也不用在军营里头那么累了。谁知这小子说，就算以后给将军牵马，也不想离开军营。信哥定会恢复如初，说不定以后还能当神箭手。信哥真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拿绳子绑他2天，定能熬过去。不要小看我，我要是连这点疼都受不了了，以后就没脸管教你了。那小弟我以后就更不敢犯错误了。如今信哥一巴掌就能把我打个跟头，要是以后再犯了错，信哥左右手一起打，岂不得把我打成饼子啊？还不是你该打。上次练骑射的时候，你偷偷爬出去摘果子吃，打你一个跟头是轻的。要是我先命人打你几十军棍再问话，哪像朱信一样还费劲管教你。我那天连练了好几个时辰，又渴又饿，偏那个果子长在树尖上，射下来怕摔坏了，就想摘下来填填肚子。我刚爬到一半就被信哥发现了，果子没吃到，还挨了顿打，打完又罚了个半死。信哥一点都没留情面。你这是没拿操练当回事。真要是实战，你这么大的目标爬树，早就被人一箭射下来了，罚你也不冤。不远。打罚完以后，我规规矩矩的认了错，信哥也原谅我了。想不到先生还懂这些带兵打仗的事儿啊！我不懂什么带兵，但是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吧？操练的时候就该当成实战对待，就像我徒弟他们练手术的时候一样。他们要是拿着猪眼随便乱切，我也会罚他们的。以后练兵的时候都要当成实战对待。王展，你以后若再仗着功夫好点，就心浮气躁的不守规矩，就直接去伙房当个火头兵，去烧火洗碗。将军放心，我以后不会再纵着他，一定会对他严加管教的。将军，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若再犯错，就按都尉大人说的。那不行，你这小子打罚了多少次了，还记不住教训？我看将军这法子就挺好。小的以后再也不敢犯就是了。以后就算那果子碰到我脸上，我也不多看一眼。卯时按时起，操练不多懒，大错小错都不犯，这总不会让我当火头军了吧？不多懒，先从给朱心捏腿开始，手别停，继续揉他的小腿，也别太用力。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对他身体的恢复有好处。弗莱很喜欢这种氛围，虽然看似都在教训王展，但看得出来他们也都很疼爱他。既然朱信一切都正常，就别在手术室里待着了，把他推去病房吧。病房里有闲置的床位，你们几个也能轮流歇一会儿。这是给病人准备的吧？明日病人一多，会不会这屋里就会有别人住进来啊？还有多余的病房呢，尽量不让你这屋里添人。你们几个占着6个床位，付钱的时候付6个床位的钱就行。几人闻言都松了口气。要是乌泱泱的一屋子病人，朱信胳膊又疼，一定休息不好。你们陪着朱信，给他多说说话，别让他睡平躺，别让他枕枕头，再是别让他吃东西，渴了可以喝一点水。诊脉让我徒弟来，他诊脉比我强，我在最里面那个屋子，有事儿就去喊我。说完，白苏带着秋月转身就离开了。赵云的目光追着白苏的背影，只是大门被秋月合上。将军，小的有罪啊！赵云沉着脸接过茶水，一饮而尽。不怪你，要不是当初小的胡言乱语，将军和夫人可能也到不了这一步。
白侍女取之为妥，一女子而已。将军娶了若不喜欢，放置一旁即可，也不影响将军纳妾。虽然委屈了将军，但却可以取得白冉在后方对军需方面的支持，我们出征才会无后顾之忧。此婚事当应下为上。他在我身边的时候，看着就是有一股小家子气，见到我就一副又惧又怕的样子，我见他心里就烦。现在想想，他那时候才多大呀？军营里那些气势高的汉子见了我还哆嗦呢，别说他一个小女郎了。将军脸一沉，气势的确骇人，兄弟们确实没有不怕的，但夫人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惧怕将军意思，包括我们几个。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这段时间的胆色和态度跟之前判若两人？后来我猜想，他以前惧怕我是心里太在乎了，患得患失才会显得卑微又胆怯。现在他完全把我当外人，心里不在乎了，又怎么还会怕我呢？无欲则刚，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他展露的医术又令人折服，那么多人尊敬他，他的自信自然迅速成长起来了。不爱了就不会怕了。很多人的确是因为太在乎而瞻前顾后，反倒显得畏畏缩缩。以前他对母亲和我的确是用了心的，相府奴仆上千人，他虽然是庶女，也必是娇生惯养的长大。过门后硬是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他伺候母亲周到，晨昏定省也从不懈怠，对下人也宽容。偏我对此视而不见，觉得他理应如此。直到他以死相逼要和离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柔弱的外表下内心那么要强，而我的冷淡也伤了他的心。将军也不要太自责，至少老夫人待他不错。将军军务繁忙，聚少离多的，互相不了解才有了隔阂，也怪小的们不了解夫人，一味的向将军说白家的不是，也起了不好的作用。难得他不记恨，还给朱沁治伤，你是没见到他正骨的时候的手法，真是一绝啊。赵云夸起白苏，脸上表情都柔和许多。夫人仅凭小时候看的医书，就能习得远超太医令的医术，其聪明程度堪称旷古至今也不为过。现在夫人为将军的部下正骨这么辛苦，将军理应单独去表达一下谢意才好。可是朱信疼的厉害啊，不是，他没那么娇气，能忍得住。那你怎么过来了？请坐。这不是娇气不娇气的问题，他两处畸形都重新断开重接，一定会很疼的。我已经让人去熬止痛药，一会儿端给他喝。我是来谢谢你的，谢谢你这么辛苦的为朱沁诊治。不用谢，王展不是已经谢过了？他是我的部下，我还是该谢谢你。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朱沁以后的情况，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恢复好的话，拉弓射箭啥的都没问题，和以前没受伤的时候没多大区别。当然，恢复期间他得配合着锻炼，最近这几天也很关键，伤口也有感染的可能，所以得住在这里观察几天。朱沁这个人啊，最守规矩了，对自己呢要求很高，一定能按你的吩咐配合着治的。那就好。白苏的眼睛定定看着他。你还有事要问吗？赵云一时不知道说啥，装傻的问。那个朱沁骨头上的铁片时间长了会生锈吗？那是冰铁呀，怎么会生锈呢？而且等骨头完全愈合后，还会把那个冰铁板取出来的。还能取出来？取出来更好一些，等1年以后断骨完全愈合，骨髓腔已经相通了，就可以取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比现在受罪小，也简单很多。想不到你医术如此的好。我也想不到堂堂大将军连冰铁都不认识，雕虫小技糊口的营生而已。白素想起他前几日送的一屋子礼品。你前2天送那么多东西干嘛呀？我去看望你没拿礼品，回来的时候还拿了你的东西，觉得很失礼，就挑了几样东西送了过去。那个楚寒不就说他送过不少东西吗？谢谢你啊，但以后不要再送了，我啥也不缺。赵云脸色有些发红，白素的话客气却疏离，自己在这儿没话找话的赖着，他早就厌烦了吧。我没别的意思，上次从你家带回去的猪头肉，母亲吃了很喜欢，我心里对你很是感激，就挑了几样礼品当谢礼。我写个卤肉的配方给你，你让府里的厨子做就行，做法很简单。说着拿起纸笔就写，几下就在纸上写了好几行。母亲说这是秘方，不让我讨谣，你什么时候得空做了，给母亲留一点就好，我过去取。一个炖肉的配方而已，算不得什么秘方，我还不至于舍不得，何况是个老人吃的。你可能不知道，你炖的肉比酒楼做的好吃得多，这配方应该也能值不少钱啊。值钱不值钱的，我也不去卖卤肉，你拿去吧。不但是猪头能卤，什么肉都能卤着吃，但老人不宜吃得过多，隔几天吃一次就好。铺子里刚做出来的红果丸，你带回去几盒，让老夫人用膳后吃一粒，帮助消化的。赵云见白苏这么爽快，只好把配方收起来，道了声谢，回了病房。这是黄昏。白苏，白苏刚应了一声，
楚寒就脚不带风的进了病房。这不是将军身边的禁军吗？怎么跑这里来看伤了？将军身边的人就不能来这里看伤吗？你这是吃河水管得宽啊！你这花花公子又来找我们夫人干啥？世子，是先生医术高明，所以小的才寻到此处诊病。楚寒看了眼朱信手臂上的伤口，嘴里嗯了一声。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我早就想来看你，老是被一堆破事缠着，抽不出身子。这会儿功夫还是好不容易挤出来的。他围着白苏看了一圈，面色还是不好啊。你怎么刚好些就这么劳累啊？这都什么时辰了还在忙活？幸亏我先在这儿拐了个弯，不然还得在你家空等着。你不用担心，我的腿早就没事了，都接诊了好几天了。你这么用心的教他俩，他们还不能替替你吗？什么事儿还得你亲力亲为？我看是他们没用心学，尤其是林子游，不能替你师傅分忧，是不是该打呀？他们才学了几天呀？你以为做手术跟切菜一样简单吗？那你也不能太辛苦了，累了就休息，让他们等着，病人是治不完的。我现在和你们休沐的制度一样，上午休医，并不是每天都接诊。没事，你不知道我当大夫的乐趣就是累并快乐着。白苏把朱信的胳膊重新包好，说了声伤口愈合得很好，又叮嘱2句，让他们按时吃药。他是最后一个病人了吧？白苏点头。那我们回去用膳吧，我给你带了刚做好的人参茯苓饼，说是吃了养身子，还有一个烤鹅，等下你尝尝，看是不是比得上你的卤肉，还有你上次说的那个比点心还好吃的药丸，做出来没有？做了。真的？哈哈，不来，快去给我取来，让我尝尝，多拿点。哼，方才还指责我和林公子不用心，如今又开始指使我，我不去，我只听我主子和林公子的吩咐。嘿，又炸毛了，别这么小气嘛！朱信和王展站在病房门口目送他们，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不见，还能听到楚寒的笑声。这个小侯爷真讨厌啊，没事就来缠着夫人，看来上次夫人家的肉他也吃了。你看他在夫人跟前那不见外的样，脸皮真厚。小侯爷这油嘴滑舌的性子倒讨人喜欢，听说皇后和皇上都喜欢他。他要是真心讨好夫人，咱将军那沉闷的性子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就他那样，怎么比得上我们将军啊？夫人不会这么没眼光吧？他如今和从前大不一样，在宿州这几年，把那群乌合之众调教成了精锐，就连他刚接手的御林军都比以前强了不少。哼，那又怎么样？看他那长得细皮嫩肉的样，他的功夫说不定还不如我们呢。你这话说的就不靠谱了。别说他，就连他身边跟着的陈峰，你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何况夫人选夫君，又不是看谁的功劳大。用完晚膳，孙敖和秋月去厨房收拾，陈峰在院子里给林彻福来他们耍剑法。楚寒在屋里给白苏讲这几天羽林军里发生的趣事儿，和他继母为了能重回侯府折腾出来的那些事儿。几个弟弟妹妹被人怂恿着对着父亲哭求，哭的父亲也差点心软。那毒妇如此害我，留他一命已经是看在几个弟妹的份上。明眼人谁看不出来，那个姨娘只是替死鬼。我好几个禁卫送了命，她还妄想回侯府守着她的孩子，继续当我的继母，让我给她行礼，简直是做梦。我对父亲说，恶毒的母亲教不出仁义的孩子，父亲放他回来是想让他教坏弟弟妹妹，还是想让我们兄弟戏强，还是想让他继续害我，直到害死我为止？他这是引狼入室。父亲怎么对待我这个儿子，我娘在天上看着呢。楚寒说到这里，眼眶发红，半点不似平时没心没肺的样子。你这样说，你父亲会不会生气啊？他说我忤逆又自私，打了我一巴掌，又罚我对着母亲的牌位跪了一夜。白素心里一缩，跪一夜，那膝盖得多疼啊！第二天，我那半边脸还肿得老高，羽林军那帮兔崽子老偷偷往我脸上看。楚寒的悲伤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不过这一巴掌挨得直，那一夜父亲显然也没有睡好。清晨让我起来后，当天就换掉了继母和弟妹身边所有的奴才和婢女，几个孩子也不哭不闹了。没几天，乡下就传来消息，说那女人染上了不能见人的痨病，再也不能回来了。显然是父亲处置的。看来你父亲心里还是疼你的。若是那个女人真的回来了，日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算她真的改邪归正，你那性子给她行礼，心里也得呕死。父亲钟情于我母亲，不管我怎么气他，只要一提我母亲，他就对我狠不下心来。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身边只有2个乖顺的小妾，家里非常清静。自从母亲去世后，渐渐添了好几个姨娘和一堆弟妹，府里一天天的乌烟瘴气的，一点也不像个家。钟情还能那2个乖顺的小妾在跟前，古代男人的钟情好廉价呀。我从小到大身边没缺过什么，继母也不敢在明面上苛待我这个嫡子，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除了我父亲和表哥偶尔管教我一顿，没几个人真心对我，包括我身边伺候的人，所以我出门没带过他们，就带陈峰这一个。在你这养伤的那几天，是我最轻松和踏实的几天。我特别喜欢来你这里，你和你身边的这几个人都很
怎么说呢？就是相处下来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可靠、很放心，在这永远不会受到伤害的那种。是吗？我们这有那么好？不过我们都不会去害人，这句话是真的。我来到你这儿就觉得特别的轻松自在，就算忙得没空来，也老想着你这儿。楚寒突然换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白苏啊，我来你这儿吃饭，你不会嫌弃我吧？不会，想来你就来，我还管不起你饭吃不成？我们吃啥你就吃啥，别嫌弃我们的饭是寒酸就可以。不嫌，苏苏家的白粥都比别处的好喝。等哪天你休沐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林苑打猎吧。时下的天气不冷不热的，正适合打猎出游。不去，我没空。那你下次休沐的时候呢？可不可以陪我去玩一次？下次的事现在怎么说得准呢？我此时答应了你，万一有急诊抽不出来时间，不就失信了吗？楚寒低垂脑袋不说话，一副伤心失望的样子。我有空了提前告诉你，咱们再出去玩。说起来，我只带他们出去了一次，也没玩尽兴。楚寒还是不吱声。你有空了，随时可以过来吃饭。你有想吃的，偶尔有空就亲自给你做，这样总行了吧？行，我跟你一起做咱们上次吃的那个非常大的糕点。我给你打那个奶油，我指定比林子油打的强。那个叫蛋糕。哎，对，就是蛋糕，又软又甜，带奶香味儿的那个。行。孙敖端来茶水和切好的果盘，楚寒端过杯子就喝了2口。这是什么茶呀？味道怪怪的。这个是酸枣仁茯苓茶，晚上喝一杯有安神的作用。还有这功效？给我包一点带走，我给我父亲煮点喝。孙敖转身就去给他拿。他老说我不孝顺，我借你的红果大蜜丸和这个茶对他表表孝心。他睡眠不好，部里最近烦心事儿多啊，也好，小事上顺着他是应该的，给你多带一点。你做的那个红果丸啊，太好吃了。你别看我要了那么多，1分也就没多少了。你看陈峰长时候那个样，得给他一点吧。我父亲、我表哥还有我姨母他们，一人再送上1-2盒就没了。你吃完再来取，我下次给你多带点事啊。再说了，那东西只卖15文1盒，你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一点钱就够买一大堆了。那不一样啊，买的就没那个滋味了。我就是想白要你的东西。好，随你拿多少，都记在我的账上。院子里传来一阵笑声。师傅，这舞剑徒儿是真学不来，人家陈峰身体跳起来身轻如燕的，舞起来宛若蛟龙，徒儿跳起来是体笨如牛，舞起来啊树枝都差点飞出去。就你树枝飞出去也正常，打不到人就不错了。陈峰的确厉害，倒是我的徒儿也不差，不信让他俩比比诊脉。不让他俩比，你不是厉害吗？你俩比，你恐怕连什么是浮脉和沉脉，什么是红脉，什么是细脉都不知道吧？不然比手术刀也行，我徒儿出手能救人，你一出手不要人性命就不错了。几人都笑起来，连陈峰也笑着看他主子吃瘪。白苏，你对林子游也太好了，他占用了你那么多时间，我想跟你一起打个猎玩1天都不行，还不许我说他一句了。我的徒儿只有我能说，别人想欺负他不行。真够护短的。那好，以后我不说他就是了，不但不说了，还和你一起护着他，行不？谁让他是你徒弟呢？白苏看他认怂，略显得意的微翘着下巴，眉眼弯弯，神采飞扬。楚寒心里一阵悸动。你去查查白苏的身份，查查他一个大夫怎么认识赵云的，和赵云什么关系？今儿在洪正堂遇到的那2个禁军，看我的眼光都不太友好，显然不喜欢看到我去找白苏。我要知道为什么，悄悄的查，别让白苏知道了。他要是知道我查他，一定会生气。您既然怕白先生生气，还查这个干嘛呀？管他和将军什么关系呢？又不会影响您和白先生的交情。交朋友当然不用查什么身份，但我猜想白苏十有八九是个女郎。不会吧？白先生长得是好看，但他说话方式和做事的方式一点也没看出来像女人的做派啊。他行事的确干净利落，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你看他身边通常是那2个侍女伺候，近身伺候的时候从来不用服赖。主子说的对，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嘛。有很多的公子身边都是侍女伺候，不用小厮近身的呀。陈峰还是不想去调查白苏。你说的那些都是花花公子，白苏是那种好色的人吗？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哪儿那么多废话？陈峰见主子发火，急忙跪到地上认错。你悄悄的查，他们不会知道的。就算真知道了，你也是奉我的命令行事，他们生我的气也不会生你的气的。陈峰磕头应是。吃着先生的东西还偷偷调查人家，若先生知道了千万别怪罪我啊，这都是主子的命令，我不敢不听啊。休沐日，林彻从清晨开始从猪眼上做手术，一直做到50，终于通过了白苏严格的多方面的考验。
当天午后，洪正堂大门外就张贴了新告示：洪正堂的少东家白先生大弟子林彻，手术水平已经通过白先生的严格考核，明日在白先生的监督下开始第一台手术。林彻大夫的手术费暂定为每台眼疾1500文。于是很多生活拮据的病人家属去铺里打听，询问林彻做手术的风险。明日每一台手术做完后，白先生都会再检验一遍，保证手术效果。而且少东家的手术水平已经在白先生的教导下反复练习了成百上千次了，手术水平得到了白先生检验并认可的，医术绝对过关。一位以前让林彻整过病的男人简单问了几句，就抢先报了名，交了定金。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我还没问明白呢。第一个报名的能得到10贴驱寒除湿的膏药，不快怎么能行？我问了，这膏药是林小神医特意做给他师傅用的，能不好用？而且从没出售过。我母亲腿受过寒凉，用这个膏药正合适。至于林小神医的手术水平，我更是信得过。他那人品和口碑，会做出没有把握的事吗？我劝你们想报名也尽快，毕竟名额有限，信任林小神医的人多的是。那人得知预售只有10个名额，也交钱报了名。10个名额不到半晌就被预定完了。林彻的10台手术做完后，硬是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又做了好几台。福来在一旁羡慕的不行。福来进步也很大，但学医本来就比别的行业难很多。只要你仔细观察，用心学，再多看点医书，等学会辩证，得到病人的信任，很快也能给病人手术的。小的一定会用心学，争取早日给主子分忧。福来刻苦又认真，进步得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学会。说得对，只要用心学，再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容易。子由的第一次手术完成的那么完美，我很高兴，也很满意。今晚让孙敖加2个菜庆祝一下。谢谢师傅，徒儿跟师傅白吃白喝那么久，终于能挣钱孝敬师傅了。你做手术挣的钱要交给我？当然了，徒儿学徒期间的所有收入都归师傅的，就算是出了师，前3年的收入还得孝敬师傅呢。师傅，您不会不知道这个规矩吧？我还真不知道，收你的时候也没指望你挣钱给我用，我又不缺钱花，你自己留着花吧。那怎么行？天底下没有这样的规矩啊！师傅可不能让徒儿当一个不孝之人。徒儿刚觉得自己有点用处了，师傅千万别打击徒儿这份心啊！再说了，在师傅这儿师用都很好的，还给徒儿零花钱，父亲每月也给，徒儿也没花钱的地方啊。不要你的钱，你还着急了？那不是我的钱，本来就是师傅的。以后福来学好了医术，也会做手术挣钱，挣的钱也要上缴给我吗？那是自然，小的是死气，命是主子的，何况是钱呢？更别说这医术本来就是主子传授的了。师傅仁慈，福来做得好，师傅肯定是会多赏赐他的。弟子也用心学，以后也能给主子挣钱。小月每日护理病人，就是在给我挣钱呀。你们都有上进心，这很好。英雄不问出处，奴籍也可以变良籍，奴才出身的也有封侯拜相的。弟子可不想变成良籍，跟着好主子的奴婢，可比什么挨饿受穷的良籍好多了。不跟着主子，去哪里挣钱啊？像婢子和孙敖，最多绣点绣品卖，一天卖不了几文钱，还累得要死。哪有跟着主子好啊？婢子就跟着主子，学了医术挣了钱，也都交给主子。小的也跟着主子。好吧，我也入乡随俗，按你们的规矩来。你们有需要用钱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咱们如今不缺钱，若是没有你们，我一个人哪能做这么多事？孙敖做了好多菜，几人欢天喜地用了膳，还喝了一点米酒。短短数天，红果大蜜丸已经在京城打响了名头。柳贵和朱成从里面看到了商机，分别找到林胜家商量。林大哥，小弟有事跟你商量。你上次送我的红果大蜜丸，家母非常喜欢。我那里的病人也常有脾胃不好的，我就想能不能从你这里拿点，放到我铺子里售卖。能用甜药丸治好的病，就不让病人喝那个苦汤药了。我母亲吃的时候也方便。价格呢，你若能让一点，就让1文半文的；不能让我就原价拿，能让我卖你的药丸就行。柳贤弟上次为了救彻儿的师傅受了伤，哥哥我一直记在心里。难得令慈喜欢吃，需要的时候就算让彻儿亲自给老夫人送过去也应该。至于柳贤弟自己售卖，在商言商，弟弟我就按照做生意的规矩来了。这大蜜丸为了打响知名度，价位定得很低，没有多少利润，最低能给到贤弟12文一盒。林大哥真是太慷慨了，小弟万万没想到还能有3文钱的利润啊！哥哥能保证这个价格今年不变，
明年如果成本高了，价格也会往上调，但还是能给贤弟3文钱的利润。这是自然，成本高了，价格自然得涨。哥哥还有个要求，就是从洪正堂拿的药丸出售时不能改换包装，必须得用洪正堂的原包装。行，哥哥想的真是周到啊！那盒子上的标志如此醒目，很快洪正堂就能名扬天下了。做这大蜜丸本就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让人了解这种药丸，再扩大洪正堂的知名度，为别的药丸做铺垫。上次贤侄送我的智商消瘀丸效果的确很好，服用又方便，那金疮药效果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治伤的神药。这种药丸服用方便，又不似汤药那么苦，效果也不差，一定会受病人欢迎的。以后林大哥制了新药丸，小弟也要代为售卖。没问题，彻儿为他师傅的腿伤熬制了一种膏药，贴在腿上能长时间暖乎乎的，驱寒除湿、消肿止痛的效果不错。林胜说到这儿，冲旁边的下人示意一下，下人立即从屋里拿出几贴膏药来，双手递给林胜。听说贤弟经常给老夫人的腿敷药膏，这几贴膏药是彻儿拿来让我看的，贤弟先拿去给老夫人试试，若是管用，就让他再给老夫人做一些。这个不是卖的，彻儿只给他师傅做过一次，还没打算出售。这个膏药是不是把油纸揭开，直接贴在腿上的患处就行了？对，很简单，粘性也很好，药效可以持续好几天。多谢林大哥惦记着家母，家母也是年轻时受了劳累，自从上了年纪，膝盖处站起来或坐下的时候都会感到疼痛。要是母亲用着有效果，小弟又欠了林大哥一个天大的人情啊！方子是彻儿配的，制膏药的方法是他师傅传授的，没他师傅，彻儿制不成这膏药。柳贵又羡慕地赞叹一番，才告辞而去。隔日，药材商朱成就找上门来，要把红果大蜜丸贩到外地。朱成是个走南闯北的药材商，人很仗义，朋友很多，和林胜的关系一直不错。对于他收购大蜜丸的想法，林胜也同意了，价格也是12文一盒，要求也一样。朱成爽快地答应了，并做出承诺，经他手出售的红果大蜜丸都不会更换包装，并先交了一笔钱做定金。做生意啊，就是这样，有欢喜的就有忧愁的。你们这群废物，我今晚拼着被蛇咬的风险采摘这些红果，又设法子给你们买来他们的药丸，让你们研究。你们这么多人，这都好几天了，还没做出来一粒味道相同的药丸来，养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啊？害得我在东家面前颜面尽失，还被罚了一顿。你们给我抓紧想办法，尽快的研究出配方来，留2个当值做糖的，其余的人都给我赶紧琢磨。3天后，保和堂做出来的红果大蜜丸味道和洪正堂有了8、9分相似，但他们用手团出的药丸大的大，小的小，有圆的有扁的，模样千奇百怪，奇丑无比。后来有个大夫想出一个办法，把药剂切成小块，然后分别放到秤上称称，然后再仔细团成丸状，大小果然匀称了不少。于是也按照洪正堂的包装稍作修改，药丸名称叫保和堂红果大蜜丸。等做了2天，掌柜才觉察这样不行啊，10几个人用了2天时间才做了100多盒，这也太慢了。养着这么多人也该用用啊，让大夫伙计都参与，每天分配好任务，不就节省成本了吗？白先生是2个月前才买的房子，他像是突然出现在京城的，没查到他以前住哪里。不过属下打听到大将军3年前和前丞相白冉家的庶女结了亲。你他娘的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好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赵将军正好是前2个月和白氏和离的。楚寒的表情瞬间僵住，心一下子像坠进谷底，脸色难看的像结了一层寒冰。过了好一会儿，那白氏是叫白苏吗？那白氏排行19，白家人都喊他19，名字倒没什么人喊。属下问了以前在相府干过活的人，都说白19的名字好像是叫白苏，但记不清了，不敢确定。属下打听到白19的模样身高都和白先生很相似，但是性格脾气却大相径庭。白19性格软弱，无论是在相府还是在将军府都很不讨喜，一点也没有相府女郎和将军夫人的气势。听说将军府里除了老夫人都不喜欢这个主母，赵将军也就很少去他的院子。
他在将军府里的时候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但是并没有人听说他会医术，说不定并不是同一个人。没想到我不在京城的这几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啊！白苏要真是白19，会医术也并不奇怪。你不知道，那白冉就是无所不知的鬼才，书法、绘画、诗词，无不出类拔萃。女儿孝妇。属下打听到，将军夫人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个小厮和2个侍女，这个和白先生的仆人吻合，再结合他们合离的时间，所以小的觉得将军夫人大概就是白先生。但是白先生言行举止大方得体，性格也热情开朗，半点不似将军夫人那懦弱的性子，所以又觉得和白先生不是一个人。白19就是白19，什么将军夫人，合离了就不是什么将军夫人。是，主子说的对。赵云为什么要娶一个庶女？还有他们为什么合离？是因为白家没落的原因吗？这些属下也查了，据说是白冉看中了赵云，主动提的亲。赵云为什么会同意？属下猜想大概是和征西有关，因为他们大婚几个月后，赵云就出征了，一般人谁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丞相。不管是因为什么目的去的，也不该看白家没了势力就合离。赵云这人也是薄情寡义之人。听说是白19主动要合离的，态度还很坚决，背着老夫人签的合离书，等老夫人知道的时候，白19已经离开了。为此，赵将军还在院子里跪了好久，老夫人才消气。一个没有娘家依仗的女郎，得有多大的勇气才敢抛弃将军府的身份地位，主动合离？何况如今赵云是正得圣宠，前途无量的时候，这哪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对呀，抛弃身份地位得有多大勇气啊！他们这些大男人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魄力，别说一个女郎了，这和白苏治病时的胆色和魄力还真是很相像。赵云这厮着实可恶，娶了这么好的人不知道珍惜，让她成了合离女的身份，如今看她那样，分明是后悔了。看来主子以后只能把白先生当成恩人和朋友了。不行，白苏这样的人世上再难找到，我怎么能放手？只要他愿意，我就算不要这世子之位又如何？这偌大的侯府，处处勾心斗角，反倒不如那小院住着舒心。你今日所说之事，别往外透露一个字，就当你从来没有查过此事，在白苏面前也别让他们看出来。主子就算舍了世子之位，太子也不会同意的。他自然是想让我娶个贵女联姻，好给他巩固势力，但他也疼我，从小到大，只要我坚持的，他最后哪次也会依了我。陈峰，你说人要是连心爱的人都能轻易放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主子说的对，白先生也确实是可遇不可求，主子做什么决定，属下都支持。楚寒晚上想了半宿，既然事实是这样，自己也只能接受，不管白苏经历了什么，也无损他在自己心里的位置。这日午膳前，赵云带人送来很多卤肉过来，除了给朱信、白苏他们，连铺子里的掌柜和伙计都饱吃一顿。母亲让我好好感谢你，把这么好的配方送给我。我本想送你礼品的，又怕你不高兴，就让厨子多卤了点肉给你尝尝。怎么带了那么多样？我们也吃不完啊，太浪费了。目前厨子只尝试做了这些，我每道菜都想让你帮着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是不是你做的那个味儿？做得挺好，味道很正宗。他说完一抬头，就看到赵云站在一旁，望着石案上的菜，一脸发馋的样子。你还没用膳吗？厨子做好后，我怕凉了不好吃，就立刻送了过来。那就一块吃点吧，这么多我们也吃不完。谢谢你，我今儿带他们操练了一晌的骑射，早饿得不行了。湘军为了和夫人一起吃顿饭，真是煞费苦心啊！当初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一打就是一整天，有时还要举着火把打到深夜，一个就是好几顿，也没听将军说过一个饿字。这才练了一晌兵，就饿得不行了。李将军也一块吃吧。谢谢先生，小的先伺候将军用完再吃。李友，你去伺候朱信吧，让王展也歇歇。李友躬身应是。这是嫌我碍眼了，把我撵出来。朱信伤的是左手，用膳啥时候需要人伺候了？王展也不过伺候他洗漱一下，递递东西罢了。等他到了朱信屋里一看，王展把2个小桌案拼到一起，上面摆满了盘子，还有一瓶不知道在哪儿找来的酒。朱信手伸得老长，正和王展一起大口大口抢着吃那盘猪耳呢。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不能吃慢一点啊，让人看见了多丢咱们禁军的脸面啊！这肉是夫人的配方做出来的，我们前一段有幸吃过一次，这滋味是真香，尤其这猪耳软糯脆韧香，一吃你就知道了。吃相什么的在美食面前都不重要。友哥，你怎么过来了？怎么没伺候将军呢？将军和夫人在一起，
哪里还需要我伺候啊？把我撵出来伺候朱信呢，还说让你小子歇歇，说的好像你多辛苦似的。将军为什么要撵你啊？你是将军的近卫，跟在将军的身边不是应该的吗？傻小子，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和意中人在一起的时候，别人伺候的再周到也是多余，碍眼得很。赵云已经开始动起筷子，他先给白苏加了鸡翅，像是对白苏解释吧。不想去朱信那边和他们一起用膳，像上次在你家一样，他们总是拘束着紧紧着我吃完，偏他们又隐藏不了自己的馋样，最后还没他们吃得多。我在你这里，他们自在，我也省心。赵云用惯常的面无表情的脸，一本正经地说着部下比他吃得多的样子，极具违和感，引得白苏心里发笑。将军自己用膳即可，我来伺候师傅就行。这蘸料是我让厨房做的，很提鲜的，将军尝尝看。赵云夹了一筷子鸡胗，蘸了蘸蘸料。这蘸料做的不错，尤其里面的酸辣味，真是酸香爽口。来，你们这的厨子也是个手艺好的。这也是我师傅教的法子，将葱呢切成细丝，香菜和蒜切成末，放入碗中，淋上香醋，放点熟芝麻麻粉。锅里呢烧热油，放入花椒和猪鱼，小火炸香，捞出花椒和猪鱼，再将熟油呢倒入调匀即可。你这厨忙，难得记得住这些。世人都道君子远庖厨，其实男子也该学点厨艺的，不然就算是有食材也是白下了东西。我们在外面打仗的时候连着吃了好几个月的大饼蘸酱，一点荤腥都没见过，馋得王展看见肥点的老鼠眼睛都发直。书信心疼他，跑了很远的地方才猎到一只小山鸡，回来的时候都是晚上了。王展迫不及待的就想吃了，黑更半夜的也没再折腾厨子，他们几个就自己把鸡拔了毛，宰洗干净，叫了火来烤。快烤熟的时候把我喊了去。我到那一看那鸡烤的焦黑，书信用匕首刮了刮上面的黑灰，给我切了一个鸡腿，现饱似的递给我。我咬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那么难吃吗？是不是烤焦了？许是用的火太大，外面烧焦了，又柴又苦，里面呢还没熟透呢，又腥又没盐味。他们这么不容易弄来的肉，我也不好意思吐掉，勉强咽了下去。那边王炸馋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我呢就把那半个鸡腿给了他，他急不可耐的就咬了一口，也随即失望的不行最后呢，他们把烤的焦黑的还是半熟的鸡放到清水里洗了洗，又放了点盐，弄到锅里煮了煮。王展烧的火，他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没进过厨房，把鸡煮熟后脸上抹满了黑灰，别提多狼狈了。白苏想着王展银娃娃般的脸抹满黑灰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煮好的鸡他们端过来给我，鸡汤里漂浮着没洗净的灰，那鸡的模样你们可以想象。他们谁劝我呀，我也不想吃了。不是我为了心疼他们，是真的没有吃的欲望。那朱信费这么大的劲儿猎来的鸡就白瞎了吗？你们酱制的伙食怎么那么差呀？没瞎，长青他们每人吃了点，王展吃的最多，数他岁数小都紧着他呢。最后汤也没剩。至于伙食也不算差吧，出征那么远的地方，千里迢迢的运军粮，能及时供给不用吃发霉的粮食，不让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就不错了。远征的将士从来都不容易，这也是百姓遇难将士的原因。赵云听得心头发热，这句感同身受的话比从前听到的所有赞美之词还要让他感动。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君子远庖厨不是不让君子进厨房，是君子不忍杀生，心怀怜悯之心的意思。这世上好些人就爱断章取义，曲解经典，利用圣人的话当成自己推卸责任的借口和工具。在我看来，不下厨房的人称不上什么君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为家人下厨房也有很多乐趣。就算烹制不出来什么美味佳肴，但为家人忙活的心意远胜于味觉的享受。师傅说的有道理，等哪天徒儿有空了，也学做2个菜给师傅吃，表达一下徒儿对师傅的敬意。白松，以往是我不好，辜负了你对我的心意。如今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意，但你却在我刚明白自己心意的时候收回了对我的心意。厨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欲速则不达，它烤的时候定是离火太近，以至于外焦而里不熟。还有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把鸡清洗干净，用盐和调料腌制好，鸡腹中放入葱姜大料，用荷叶包起来，用细绳绑住，然后在荷叶上糊上黄泥巴，在地上挖个小坑，把炭火和黄泥裹的鸡都埋在坑里，上面盖上土。第2天再从土里扒出来，
敲掉上面的黄泥，剥去荷叶，里面的鸡肉酥烂香嫩，油光水色，上块骨肉分离，食不啮齿，荷香四溢，别提多好吃了。听你说的都馋了，你这一张口又是一个秘方。师傅，徒儿也馋了，想吃您说的这个荷香味的烤鸡。等哪天有空了，做给你们吃。林彻欢呼雀跃地谢过白苏，却脸上像笑开了花。一个叫花鸡的制作方法而已，不是什么秘方，只怕很多人都会做，只是你们这些厨盲不知道而已。厨盲是指对厨房的事一窍不通的人吗？你用的这个词倒是贴切啊，有趣儿。也指不会做家事的人。白苏，你什么时候做叫花鸡啊？我能不能也去尝尝？我也馋了。我哄孩子的话你也当真了，不定啥时候才有空，没法说哪天能做。将军府里有烤炉，你把此方法告诉厨子。哄孩子？7尺高的大男人是孩子，比你高半个头，岁数也比你大的孩子。他要是孩子，我只比他高一点，岁数也比他大不了多少，那我是不是也是孩子？你可不可以哄哄我？你叫林子由对吧？你今年多大了？姓林名彻，子由是师傅赐的字，今年19岁了。他喊我一声师傅，在我心里就永远都是个孩子，不论他岁数多大，也是个小辈。这一天正好是休沐，没有治眼疾的病人。白苏对叶掌柜说，铺子里的大夫和伙计有想学打石膏的，可以在旁边看。我用你的胳膊做示范，让他们观看学习，你不会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大家谢谢祝将军，他要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们观看。多谢朱将军。白苏用2个小夹子夹住他的袖子，然后拆掉纱布和夹板，露出了手术留下的伤疤。他检查一下，看一切都很好，就拿过纱布给朱信的手臂缠纱布。纱布不能缠得太紧或太松，太紧病人血液循环会不流畅，太松纱布又容易移动脱落。本来朱将军的骨头上已经加了冰铁固定，如果注意几个月不打石膏也可以，但是朱将军的胳膊断了2处，又是军人，更保险些。白素把事先做好的石膏绷带泡进水盆里，10息后，水里不再往外冒气泡的时候捞了出来，挤掉里面的水分，从下往上依次缠到手臂抹平，并用折叠好的石膏绷带铺于手腕到肘关节处，并抹平，再用纱布缠住，用手抹平。这样就算是基本完成了，等1刻钟左右，石膏绷带就会坚固成型，这个期间一定不能动。1刻钟后，石膏变得坚硬如石头。白苏摸了摸硬度，朱信，你感觉怎么样？紧不紧？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朱信摇头说没有。那这样就算是打好石膏了。周围的人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掌，紧接着众人都鼓起掌来。大家都散了吧，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私下再问我，都回去做事吧。伙计们都呼啦啦地散去做事，只剩叶掌柜和2个闲着的大夫还对着石膏绷带查看。你回房间收拾一下，今儿就回去养着吧，按时吃我给你开的药，隔几天就回来检查一下就行。朱信站起身，双膝跪下，给白苏磕了个头。不必行此大礼，这本是我为了感谢你们当日对我的相救之恩。手术费我也不收了，你只需要付给洪正堂床位费和药钱就可以。东家吩咐了，朱将军所有的花费都免了，以感谢将军和众位将士对白先生和洪正堂的相救之情。当日去曹府是禁军职责所在，我们拿着俸禄就是替百姓办事的，所以你们无需承我们的情。但白苏对朱信的这份恩情的确不是钱能报答的，这个手术等于是重新给了他一个上战场的机会，也是给了我们禁军一个神箭手。朱信和他的袍泽兄弟都会牢记在心的。李友，去跟掌柜把床位费用和药钱付了，白苏的恩情就让朱信记在心里吧，以后慢慢报答。将军家财万贯的，怎么这么小气啊？自己爱将的手术费都不想付，非得让爱将欠人情，把钱付清，两不相欠不好吗？在世子眼里，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一条胳膊对将士来说有多重要，世子不懂吗？况且白苏是出于怜悯之心给他治的，手术时他有多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谢礼改日我自会亲自奉上，但滴水之恩还等涌泉相报。难道白苏对世子的救命之恩，世子也是用钱来买断，跟他两不相欠的吗？我和白苏自是与你们不同，他如今是大夫，治病收钱难道不应该吗？好了，白苏急忙起身站在2人中间，对楚寒道：你们2个怎么还急上了？当初确实是我
要回报他们的相救之情，才主动给他治的，怎么好再要钱呢？又转过头来对赵云道：你们帮了我，我如今只是用我擅长的医术帮了你们一次而已，怎么还成了天大的恩情了？你们不用给我送什么谢礼，送了我也不收。还有朱信，不用记我什么情，你当日打曹魁时那么卖力气，我就算是报答你了。先生当时昏迷着，也看到我了吗？子由告诉我的呀，他不是在一旁吗？你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还有我，先生，我也动手了，另一个动手的就是我。好，我知道了。你以后若是需要我帮忙，我也不收钱。白素一笑，气氛瞬间缓和下来，没有了刚才那般紧张。你怎么突然来了？今儿不是休沐吗？我想找你出去玩，就去了你家。你不在，我就找来这里了。你果然又在为别人忙活。他说起别人两字的时候，语气格外的重。上次休沐时你说要教徒弟，这次呢？这次也在教徒弟啊，我刚才就在教他们打石膏啊。现如今石膏也打完了，可以跟我出去玩了吧？我本来打算给他们讲讲石膏绷带的原理和制作方法，午后再熬锅膏药呢。你总得吃饭吧？我酒席都订好了，那些东西以后再讲，先去吃饭。午后我帮你熬膏药。秋月，去伺候你主子换衣服。不来，子由，你们也去换衣服。一天天的不闲着，你们这些人也不知道劝劝。又催促白苏：快点吧，我好不容易订到的位子，你怎么能不去呢？哎，好，我去，我先去换衣服。说罢，给朱信、赵云等人告了别，带着秋月去了后院。楚寒顿时高兴起来，挑衅地看着赵云，眼里充满得意。京城里的酒楼，竟还有小侯爷不好订到的位子，真是稀罕。也就白苏能信你。我是心疼他这么忙就应该好好放松一下，不像你只会给他带来麻烦。说的好像你没麻烦过他似的，也不知道你受伤失踪的那些天麻烦了谁。我是给他添麻烦了，但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我们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半个时辰后，赵云一伙人围坐在太白楼的雅间里。夫人怎么想出来如此巧妙的方法？这样用石膏固定着，断骨就算是想长偏也不可能了。可不，我感觉非常安心，等骨头长好，一定能和从前一样。夫人不但有常人难及的智慧，胸襟和气度也远超常人。像石膏绷带和经络穴位图这种旁人当成传家宝的东西，随手就传授给了人，我们这些男人有几个能做到的？可不是，我听铺子里的伙计说，铺子里售卖的蜜丸，还有信哥吃的小颗粒的水丸，都是夫人想出来的法子。但是那红果大蜜丸就能给洪正堂带来多少利润和声誉啊！要不洪正堂的人都对夫人那么恭敬，那个林子由也是真孝顺啊。林子由是个有福气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夫人的医术在大周甚至在天下是这个。她再怎么能干也是个女郎，身娇体弱的，手泡在石膏水里的时候，对皮肤伤害多大？还是将军关心夫人，真没想到这石膏会对夫人的手不好啊。等小的能打猎了，打几张麂子皮给夫人做手套。我还有几张好皮子，只是不知道哪能找到手艺好的匠人，得把手套做得轻薄又防水，才能让他在做手术的时候不影响操作。这个就交给属下去做，一会儿属下跟将军去取皮子，做好后给将军送过来。小二端着盘子进来上菜，一边往桌案上摆放，一边介绍菜的特色和风味。嘿嘿，各位爷，这道凉菜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呀！这可是我们这条街上鼎鼎大名的白先生亲自传授的调味方法办的招牌菜。哦，是哪个白先生？洪正堂的白先生吗？是的爷，白先生如今在我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白先生不是治病的吗？怎么还教你们做菜了？以前我们这道菜调味用的是芥末，白先生吃的时候指点小的，说用猪鱼炸香的油调味比芥末要好。小的告诉我厨子，一试啊，果然如此。这微辣的味道的确比芥末好吃多了。瞧小二刚刚得意的样子，肯定靠这道菜赚了不少钱了。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夫人轻易的就教了别人。依属下看，不仅是夫人心善无私、坦荡赤诚，也是因为夫人的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心善无私是真，智慧取之不尽这话以后不可再提了。今儿就咱们几个人说说就算了，别给他招什么麻烦。几人齐声应是。我想他就算是比旁人聪明一点，背后肯定也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将军说的对啊，哪有随随便便就成名的人啊？聪明和努力都少不了的，只是努力的时候没人见到罢了。但这盘凉拌小菜是真好吃啊，属下没吃够，属下让小二再上一盘。常校尉说的对，
我还没尝出什么滋味呢，就没了。我看你就是吃的最多。长青啊，再要2盘来，让他吃个够。这位是我最尊贵的朋友，特地来尝你们这儿的菜，把菜做地道点，若做的不好吃，小爷以后就再也不来了。这个紫阳蒸盆子是用土灶、竹柴火蒸煮的，听说一道菜就要花费不少功夫，我吃着还行，你尝尝。这肉又鲜又滑嫩，汤纯而肉香，色香味俱是上等，真是不错。你喜欢就好，你厨艺这么厉害，真怕这儿的菜入不了你的口啊。我那2下子怎么比得上大酒楼里专业的厨子呢？这菜我就不会做。你就不该学那么多，什么事都会，什么都要自己动手，不是太辛苦了吗？像你这么不染世俗又菩萨心肠的人，就该被人恭敬地伺候着才对。我性子本就严肃呆板，身上再没了烟火气，不就更显得无趣了吗？我本意不是说你无趣，是看你太累了。你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一天天的为病人和徒弟着想，也该给自己留一点休息和享受的时间啊。你说的也有道理，虽然我觉着忙忙碌碌的很充实，也习惯了那种日子，但像这样偶尔出来和朋友小聚一下，尝尝美食也挺好的。你终于认可我的话了，以后有空了就来这里用膳，都记在我的账上。那倒不必，怎么能记你账上？我也没有吃饭记账的习惯，我如今收入很高，子由他们挣的钱也都交给了我保管。师傅，不是交给您保管，那本来就是您的钱啊。你师傅就是个傻的，自己辛苦带的徒弟挣了钱还能揣自己兜里不成？幸亏你身边的人也都实诚，不然你这性子得吃多少亏啊！我知道你挣得多，但我的俸禄也不少，你就是天天在我这吃，我也供得起。真不用，我挣那么多钱也得找地儿花不是，不然就没了它本身的意义了。你遇到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介绍介绍，我就很感谢了。你们都多吃一点，点这么多菜浪费了可惜。楚涵，你也多吃点，谁让你点这么多，我一个菜吃一口就饱了。你好不容易出来一次，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菜都点了，让你尝尝。你要是经常出来，我就不会这样了。你还挺有理，你点的你多吃一点，吃不完就打包带走，不能浪费。你让我打包剩菜，被人知道了不得笑死啊！怕人笑，以后就少点一点。听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很穷，还有卖儿卖女饿肚子的呢。哪个年月也有卖儿卖女饿肚子的呀？这是避免不了的，不然哪里来的那么多奴才啊？你这个理由太牵强，省下来的钱又不能分给他们花。我不反对花钱，自己挣的钱可以吃最贵的，用最好的，这都没什么。但浪费就不好了。富人的钱虽然不能分给穷人花，但是也能帮到穷人的呀。像打仗的时候、赈灾的时候，朝廷筹集善款，就会向大臣募捐，省下来的钱可以多捐一点。你拿出来的钱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不就是等于分给穷人花了吗？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但自己的钱还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才痛快啊。像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想把自己喜欢的都分享给你，也没什么错吧？就是因为权贵可以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物质生活，才会激励百姓的上进心啊，将士才会拼命立功，读书人才肯苦学，盼着出人头地。楚公子说的也没错，但我还是觉得师傅说的对。我并没有让你为了穷人降低你的生活质量，我说的是浪费。尤其是不管你们当官的多么富有，钱还不是来自底层百姓的赋税吗？说白了，你们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血汗钱。我知道你的心意，但你可以这次点一部分喜欢的菜，下次来了再点另外一部分，次数多了不就都尝过了吗？你是我的朋友，我才劝你。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其实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事虽正常，但总是让人惆怅，不是美好的事吧？你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啊，我被你说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2句诗太厉害了，听起来确实让人不舒服。我以后注意，尽量不浪费。白素，你刚刚说了，这次点一部分菜，下次再点一部分，你不能不来啊！这京城的美食我都想让你尝尝。有空的时候就去，我会请你。我也不是苛待自己的人，也爱吃好的。跟你在一起，我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你有一种魔力，就是让你身边的人都能变得更善良。你们说是不是？是。楚公子出身高贵，从小锦衣玉食，不知道百姓的疾苦。穷人之所以穷，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不努力不上进，像一些天灾人祸根本就没办法避免，水灾、旱灾、蝗灾、地震，一招就能让百姓沦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哥哥说得对，我家就是遭了旱灾。有一次我母亲沿着街挨门挨户的磕头乞讨，磕了1天头才讨来半个窝头。很多卖儿卖女、一子而食的人也不一定不爱他们的孩子，
他们也只是为了让自己和孩子继续活下去吧。像小的遇到了老爷和少爷这样的好主子，日子要比以前强上万倍。但很多人没有小的这么好的命，都饿死在逃荒的路上了。林彻给东子夹了一个鸡腿，跟了我，以后啊，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东子捧着碗里的鸡腿，瞬间就红了眼眶，一个劲儿的给林彻道谢。东子今儿终于跟我们说说话了，值得表扬。东子是个好的，去侯府寻我的时候干净利落，一点也没有耽误功夫，不然我没那么快赶过去。谢世子爷夸奖。陈峰、福来、东子，你们都帮帮我的忙，多吃一点，别让我真的打包丢人啊！满满当当的一大桌子菜，最后竟然被吃得七七八八。楚寒很高兴，因为不用打包了。你们几个真是好样的，这饭量可以啊！福来，看你这饭量，以后只能长个大高个。福来，秋月，19。白苏脑袋一懵，急忙搜寻原主的记忆，原来这人是白染的嫡女白诗依、白沁。19，是你吗？你怎么这副打扮？是我是19。11姐，你怀孕了，我刚刚一下子没认出来你。白沁一把搂住白苏，低声抽泣起来。楚寒和陈峰对视眼，知道这个女子也是白染的女儿，看着哭得泪水连连的样子，恐怕在夫家过得也很艰难。白苏，在这走廊上说话不成样子，我给你们找个干净的雅间，你们进去说话吧。姐姐怀孕几个月了，怎么姐夫没陪你一块吃饭？7个多月了，他事务繁忙，哪有时间陪我呀？我去寺里许愿，回来的时候路过这里，怀念这儿的菜，就来了。没想到遇到了你，我这2天刚听说你的事儿，正担心你呢。你怎么没回徐州啊？家里就算是比不了以前，但也不至于短你一口吃的。原主胆小自卑，不爱和人交往，和家人的关系都不亲厚，没想到这个11姐还记挂着她。姐姐不必担心，我如今生活得很好，比在将军府时候还好。孙傲、秋月和福来跟着我都很忠心。我如今在我徒儿的药铺里给人看诊，收入也不低，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回徐州路途遥远，我一个和离的女儿住在娘家，也会给侄女们带来不好的名声，还不如在这里自己生活。姐姐也不要告诉父亲，就让他们依然以为我在将军府吧。和离？你和将军是和离的？是啊，赵明轩待我总是冷冰冰的，我就跟他和离了。是你要和离的？是啊，我觉得他配不上你妹妹我，就跟他和离了。只是这大周没有修夫的，若是有，我一纸休书休了他了。白沁看他笑得这么开心，知道他说过的好是真的，心里安心不少。你如今怎么连这样的话也敢说呀？真是羞死人了。白苏看白沁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姐姐，怀孕不是小事，我给你诊诊脉，检查一下吧。你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怎么连诊脉都会了？我小时候就爱琢磨医术，只是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而已。姐姐不要说话了，安心坐着就行。不一会儿，白苏脸上就没了刚才嬉笑的表情。姐姐留2个婢女伺候，剩下的去门外候着吧。徐傲和华善留下，其余的人去外面等着。子由，你来诊断一下，我只诊断出姐姐阴虚火旺，肝郁气滞，你仔细诊断一下，看看能不能诊出别的。白沁和2个婢女都暗暗吃惊，白苏诊断的结果竟和孔俊设法请来的太医诊断的一模一样。过了须臾，师傅，徒儿诊断的和您一样，许是孔夫人忧思过度，郁郁寡欢所致。徒儿还诊断出夫人太阳经筋无力，恐怕会胎位不正。姐姐不必慌张，幸好发现的早，没事的，能正过来。我有办法，你一定会没事的。子由，你能不能诊断出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白沁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他此次去寺里许愿，就是盼着能生个男孩。我知道，姐姐盼着能生个儿子，但不管男孩女孩，姐姐都不要太激动，咱们自己心里提前有个数就行。师傅不必忧心，看夫人的脉象，这一胎怀的是个男孩。子由，你有几成把握？我问过很多大夫，他们都说我的脉象极其复杂，无法诊断出怀的是男孩女孩。夫人的脉象确实复杂，有些许的紊乱，但也只是有一点点的乱，还是能分辨出来男孩女孩的。至于几成把握，我想至少有8、9成吧。白沁转身抱住白苏，激动的热泪盈眶，开始抽泣起来。
说了不让姐姐激动，怎么又激动了？还抹起眼泪来了。19，这个孩子对我太重要了，要是再生个女儿，我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抚养灵儿，恐怕迟早会有被休的一天。姐姐和姐夫一向恩爱，怎么会有被休一说？难道是因为白家的原因，姐姐和姐夫已经不似从前恩爱了吗？那些恩爱的时光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我如今只盼着能生个儿子，在孔家站住嫡妻的位置，能跟我的锦儿在一起，守护着她长大。锦儿？锦儿是谁？锦儿就是灵儿。公爹说林字有大雨淋淋之意，不好听也不吉庆，孔俊就给改成了锦字。当初姐夫求父亲给灵儿取名字的时候，还说父亲取的这个名字好听，寓意也好，说是福泽深厚，恩泽无尽之意。父亲这一倒台，连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成了不好听不吉庆了。姐夫对你怎样呢？孔俊本以为我受父亲宠爱，他也会得到重用，没料到父亲虽然时常赞赏，但一次也没提拔他。他心里隐隐就有了怨气，只是碍于父亲的权势，对我和灵儿关怀备至，更加积极的表现。如今想来都是有目的的伪装。后来父亲出事后，他家人的真实面目就表现出来了。开始孔俊在我的央求下往牢里打点了2次，被公婆知道后训斥了一顿，说我逼迫孔俊做蠢事，要害死他们全家，罚我跪在祠堂反省，抄了好几天女戒，还说经过此事，看出我不修妇容、妇德、妇言、妇功，怕我教坏了灵儿，让我真正学好女戒后再教养灵儿。姐姐，你婆母这样对你，姐夫就不管吗？也不怕同僚骂他薄情寡义吗？孔俊先前也跟他父母求情，还要跟我一起受罚，惹恼了公婆，差点对孔俊动了家法。孔家的家法是个很粗实的藤鞭，一鞭子抽下去就能让人皮开肉绽。我怕他挨了家法会经受不住，劝他不要再管我。他认了错，公爹才放过了他。姐姐也是个傻的，亲爹打亲儿，你就算让他使劲打，他也打不中。你公婆看他真心护你，对你也会稍有顾忌。姐夫这样护一般又认怂，公婆只会觉得你这媳妇带坏了他儿子，对你会更加的过分。19，想不到你比我小，看事情倒比我看得透彻。正如你所说的，婆婆说我带坏了她儿子，又以我没为孔家生儿子为由，在我在祠堂受罚的时候，就把她身边的大丫鬟赏给了孔俊当妾，后来又陆续添了好几个，而我却日日要在婆母面前立规矩，稍有不当就会被罚抄女戒，还说是帮我早日学会规矩与妇德，不用她再为教养灵儿操劳。我抄女戒抄的，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媳妇儿、好妻子？姐姐，你这是被你婆婆和那本女戒洗脑了，这是杀人诛心啊！当女儿的，要是对亲爹亲娘的死活都不闻不问，那还算是个人吗？你这婆婆真是欺人太甚！哼，我真想大耳刮子抽她。我也想抽她。那些受恶婆婆刁难的媳妇儿，估计心里都这么想，但也就是想想罢了，哪个也不敢。大周的律法在这儿摆着呢，对公婆凌骂者征3年，殴者绞，伤者斩。公婆再过分，也没有媳妇儿敢犟一句。女子嫁了人，就再也不能同在娘家时一样了，伺候丈夫，还要侍奉公婆，既要讨夫君欢心，又要让公婆看顺眼，还得会管制小妾和下人。唉，他家里这样待你，无非就是看你没了依仗，受了委屈，也没人替你撑腰罢了。你若是想和离，他还不一定舍得。他家只会休妻，不会和离的。休妻是媳妇儿身上有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和离通常是妻子并无大错，有可能是夫君有错，且夫妻矛盾无法解决，过不下去的。他家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身上有污点呢？更何况我还有灵儿，就算是再受委屈，我也不会离开孔家的。姐姐有那么多嫁妆，还要受他们的气，我这心里头真是难受。咱们想办法和离，带走灵儿，不行吗？去我那里跟我一起过。傻妹妹，你的想法怎么这么天真呢？灵儿姓孔，就算是和离了，
孩子也没有跟着母亲的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一辈子不嫁人不要紧，灵儿跟着我，哪个好人家会娶她呀？她长大了，总不能不嫁人吧？姐，你婆婆将灵儿交还给你抚养了吗？还没有，不过她说待我生了孩子，再停一段时间，就让灵儿回我的院子。我害怕万一生了女儿，婆婆再反悔，日日担忧不已。19，今儿幸亏你和子由，不然恐怕我得等到孩子生下来才会安心。至于胎位不正，我回去就找个稳婆按摩，再受罪我也得把孩子生下来。姐姐，不用找稳婆按摩，我有正胎位的法子。今儿我们遇到只是偶然，这事儿还会让姐姐受数落吗？总不能见面装作看不到吧？19，你有什么法子？姐姐的心里就只有孩子了，我还担心姐姐被他们刁难呢。我一会儿教你个吸胸卧位操，你自己在家坚持做一段时间，就能把胎位正过来。没事儿，19不必担心姐姐，我如今怀着孩子，他们不会刁难我的。何况还有世子跟你在一起，他们也会有所顾忌的。19，快教教姐姐，什么是吸胸卧位操啊？很简单的，姐姐每次做之前先排尿，尽量给包公一个充足的空间，然后松开腰带，双膝跪于床上。白沁的脸微微有些发热。19变了好多呀，他怎么把如厕说得这么粗俗啊？姐姐先做一遍，对，就这样，两小腿平放于床上，稍分开些，胸部要尽量贴近床面，大腿与床面垂直，腹部悬空，臀部抬起，头转向一侧，两只胳膊弯曲放于头的两侧。对，每次保持这样的姿势1刻钟的时间，每天早晚2次，连做7天以上，大多数都可以把胎位矫正过来。19，这个姿势很简单，比按摩强了上百倍不止。你可帮了姐姐大忙了，等孩子长大了，我一定让他孝敬你这个姨母。好，我就等着我外甥以后孝敬我。姐姐，你起来吧，回去在家里做，不急在这一时。真是1刻都不想等了，就想着让胎位早日正过来。那姐姐就回去吧，省得你婆母为难你。我就住在朱雀大街的太白楼附近，白天在弘正堂给人看诊，姐姐有事就去那里找我。你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让人通知我，我要在一旁守着你，只要我在，就算是胎位不正也能保证姐姐母子平安，切记切记。我等会儿再回去，只顾着聊我的糟心事儿了，还没问妹妹的情况呢。世子应该不知道你的身份吧？不知道，我救他的时候就是男装打扮，他还不知道我是女子。我今日跟你相认就瞒不住了，听说父亲的名声差得很，他会不会嫌弃你的身份呢？哎呀，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不会，楚寒不像是那种人，我是白家女，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他要是真的嫌弃我的身份，那这朋友也不值得交往了。你和他的关系这样要好，怎么能轻易断了交往呢？这可如何是好啊？秋月，你去把楚寒喊过来。世子爷的身份怎么能打发一个婢女去喊呢？该我们主动过去解释才对。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他这人不拘小节，没有丝毫架子，我也没拿他当过什么世子。姐姐年长又怀了孕，他怎么就不能过来了？白苏，你叫我啊？白沁急忙俯身行礼。孔夫人快快免礼，夫人请安坐。你要是再这么多礼，白苏恐怕要怪罪我了。白沁见楚寒脸上带着笑意，说出来的话让人心里特别舒服，顿时安下心来。楚寒，是这样，以前你没问过，我也没有主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情况。我父亲是前丞相白冉，想必你也知道，他如今是罪臣的身份。以前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你说的这么详细，就连林彻我也没说。如今我觉得还是交代清楚为好，省得你以后知道了再嫌弃。我刚刚就猜到了，什么罪臣的身份？白大人为大周操劳数十年，有些过错也避免不了。况且皇上已经罚过了，我嫌弃什么呀？这和我们小辈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猜到的呀？是知道孔俊娶得我姐吗？我不认识孔俊，但相府11女郎的名气还是很大的，又是同名同姓，这不就等于告诉我了吗？我姐怕你知道了我的身份，跟我绝交，怕我失去你这个朋友，正担心呢。我怕他回去再胡思乱想，索性当面告诉你，让他安心。夫人不必担心，白苏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我都不可能嫌弃。他有什么事，我也不会不管，更不会让别人欺负他。何况他心地善良，医术高明，人品贵重，不知多少人想跟他结交，我还怕他嫌弃我呢。刚刚这顿饭，
我请了他好几回，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请到他。世子爷重情重义，不在意白家人的身份。19身边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就放心了。我今日刚拜了佛，佛祖就显了灵，让我在这儿遇到19，帮我解了心中的烦恼。我的霉运已经过去了，19也不用担心我。过几日我再设法去你那儿看看。我出来已经许久，就先告辞了。好，我等着姐姐。白苏，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啊？我还以为你在车上睡着了呢。谁惹你生气了？是因为你姐姐吗？唉，是啊，我那可怜11姐被婆母刁难，在夫家受尽委屈，却无法舍弃孩子，只能咬牙忍受。如今她又怀着身孕，身体也不大好，我真是担心她，想帮她又不知如何帮。你不要着急，咱先去屋里，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白苏回到屋里，把白沁遭受的委屈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苏苏不必忧心，此事好解决。你们知道孔俊家住哪里吗？小的知道，小的从前给11女郎家送过东西。那就简单了。陈峰，你带着福来去买些补品，送到孔府去，亲自交给孔俊的父亲，让他转交给孔夫人。你告诉他，就说白苏是我的救命恩人，孔夫人是白苏的姐姐，就是我楚寒的姐姐，林儿就是我的外甥女。谁要是让孔夫人受委屈，就是跟我楚寒过不去，让他们好生对待孔夫人。等添了小外甥，我会亲自过去道喜。记住，一定要说林儿，什么锦儿，我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乱喊。给林儿去买点点心带着，就说我亲自吩咐的，让孔夫人有空领着林儿来拜见白苏来。是。这个法子也许真有用。陈峰，不用去外面买，家里还有很多补品。福来，你去库房去挑，拣最好的拿，多挑几样。师傅，我也去帮福来挑选补品，挑适合孔夫人用的。去吧。楚寒，谢谢你，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又跟我见外，跟我还说什么谢啊？那孔俊一个小小的御史，谅他也不敢得罪我。等过几天我再亲自去会会这个孔俊，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么薄情寡义，怎么有脸当御史，简直丢尽了读书人的脸面。我定要替令姐出了这口恶气。那真是太好了，我愁了一路，也没想到一个法子，想不到你几句话就解决了。有我呢，你上什么愁啊？林芝和福来提着一盒一盒的礼品进来，拿给白苏看。这些补品啊，都是孕妇可以吃的，也适合孔夫人的体质，都是上好的东西。师傅，您看拿这些行不行？行，陈峰、福来，你们快去吧。主子，那属下就先去孔府了。去吧，你的官职比孔俊大，拿出你上官的气势来，说话硬气点儿，不要堕了我侯府的威名。是，属下遵命。子由，我以前也没有跟你说我的身份，你介意我白家人的身份吗？师傅说笑了，徒儿能拜在师傅门下，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分呢。如今已深受师傅的大恩，徒儿若稍有不敬之些，都不会为人。师傅这么善良，孔夫人也是良善之人。我想师祖既然能把师傅和孔夫人教导得这么好，也不会是大奸大恶之人，街上的传言也未必可信。想不到我徒儿看事情这么通透，还对我这么信任，就冲你这份心，我也会用心教你。我要是对你有一点藏私，也不配当你的师傅。师傅言重了，您这么说，徒儿怎么承受得起啊？就是你如今对他够好的了，整天比我还忙，还怎么用心啊？你不知道，这些医术总得传承下去，而子由这样心善又有慧根的徒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了，楚寒，我还有一件事没告诉你，白19是个女子。哦，我说我是女子，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怎么一点都不奇怪啊？听明白了，你是男子也好，女子也好，不都是白苏吗？难道你是女子就不跟我当朋友了吗？又没人规定女子不能穿男装，还不是自己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啊？对，我穿男装也是为了方便，这世道女子太难了，再有本事也会让人轻看。女子不能进书院读书，最多在家里请个先生学几个字，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很难有本事。有才气的贵女，最多会写几首伤春悲秋的小诗。谁能想到世上竟有你这等奇女子，你穿上男装，那份气度和风姿，活脱脱就是一个翩翩贵公子。对啊，师傅的胆色和气势真的让人看不出是女郎。楚公子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师傅就被师傅震撼到了。师傅为了证明金疮药的药效，把福来和秋月支到外面去，然后挽起袖子对着自己的胳膊就划了一刀。哪个女郎有这份勇气和胆色？你那个时候过得如此艰难吗？竟要你自伤去挣钱花？我陪嫁了30万，
打赏下人花了2万。我父亲回乡的时候，本打算把剩下的钱都送给父亲，但父亲只收了5万，说什么都不多留。我又偷偷塞给了侄子3万，剩了20万。和离的时候，骗你都留下了。他说钱财让我随意取，我1文钱也没有要他的。哦，他就是赵云，赵明轩，是我以前的夫君，是我要和离的。再拿他的钱干什么？我相信自己能挣到钱。买这个院子花了8万，给没带回来的下人留了一点安置钱，剩下10万。这些钱本来也不少，但我这几个忠心的仆人不舍得花，我只有早点挣到钱，让他们安心了。那赵云真不是个东西，你不要他就不给了吗？他在外2年，还不是你替他尽孝？他这么做也是薄情寡义，和孔俊有什么区别？怪不得我一见他就讨厌。不能这么说，不是他不给，是我自己没要。后来还让李友给过一回，我也没收。他得的赏赐是他拿命换来的，我自己能挣钱，干嘛花他的呀？他虽然对我不怎么样，但他母亲一直对我很好，我是心甘情愿伺候他的，也说不上是替他尽孝。父亲出事后，他母亲托人上下打点，父亲才没遭受折辱。说起来，老夫人对我是有恩的，要不是我和赵云感情不和，我还真舍不得离开他。他娶了你，又不好好对你，就是他错，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我不是替他说话，就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才跟他和离的呀。我不要他的钱，是觉得我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还能过得很好。我和离的本意也是不愿意依附于他，要不是前一段他去曹府救我，欠了他人情，我和他也没有这么多交集了。哼，对他来说，曹府那一次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治了他的手下，就算还了他人情了。我和他的事情都过去了，不提这个了。子由，你去准备熬膏药的东西，再晚就熬不了了。师傅，东子已经去制过了，药材昨晚徒儿就备好了。那我们去熬膏药吧，一边熬一边等陈峰他们。楚寒，你不是说要帮着熬膏药吗？你来烧火行不行？行啊，烧火就烧火，你这是小看我，认为我烧不了火？走走走，今儿我就烧给你看看，我楚寒上马能带兵，下马能烧火，没有做不了的事儿。厉害厉害，没想到你真能把火点着。好了，让东子烧吧，别再弄脏了你的锦袍。脏了就脏了，我刚点着，怎么能让东子烧呢？怎么样，难不住我吧？白素往他脸上一看，哈哈大笑起来。秋月笑着跑去舀水，东子抬头看了一眼，赶紧扭过头去偷笑。林彻正取了草药过来，一看楚寒脸上沾了好几处灰，指着他的脸笑得说不出话来。我脸上沾灰了吗？我看不到，你给我擦擦。水来了，秋月端水来了。秋月，你快走2步。还是洗洗吧，越擦黑得越匀实。尹子由，你个黑心肝的小狼崽子，只许你师傅给你擦脸上的奶油，就不许他给我擦下灰吗？气死小爷了。洗干净了，你脸上抹2道黑灰还挺好看的。哎呀，楚公子长得俊，脸上抹了灰也比别人好看。楚寒不理他的夸赞，趁白素去那边查看药材，用手指往他头上使劲弹了一下，又狠狠地甩他一记眼刀。林彻疼得一咧嘴，差点叫出声来，委屈巴巴地看着楚寒。叫你小子坏，接下来怎么做啊？你吩咐我。得先把这些药材炸了，你不懂药性，一旁歇着就行。油温不断上升，渐渐有药香味飘出来。林彻开始不断的搅拌，直到药材炸枯捞出。白素也帮着过滤药渣，接着就是炼油。用这些油一直熬吗？这个要多久才能熬好啊？得2个时辰左右。这么久？那你这膏药可不要再轻易送人了，这么不容易做好的东西得卖贵点才行啊。我这次熬制的膏药就是打算出售，你别看它熬的时间长，这一锅熬出来能有100多贴呢，就算一贴只卖30文，也能赚不少钱。这些药材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去山上采的，没有什么成本，最值钱的就是这一锅香油。依徒儿看啊，最值钱的不是香油，是师傅的方子和熬膏药的法子。像这种接骨的膏药，绝对是绝无仅有的。接骨的？这个膏药贴上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还能接骨续筋。那起码得值100文一贴啊！ 100文一贴，只卖给你们这些贵族，别说它值不值，
太贵了，一般的百姓舍不得买，最贵也不能超过50文。你这样定价，又累又赚不了多少钱啊！能赚点就行了，我很容易满足。这些药材就算是买，也不需要多少钱。中药是很神奇的东西，万物皆可入药。像你脸上刚刚蹭的灰，叫草木灰，具有消积泄水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大骨节病。还有附在锅底上的灰，中药名叫百草霜，从锅底轻轻刮下，用细筛筛去杂质，装入瓶中，可入药使用，内服外敷皆可。哎，师傅，百草霜和草木灰的药效有什么不同吗？百草霜最主要的作用是止血，还可以消食化滞，清热解毒。像楚寒他们行军之人，万一受伤的地方没有大夫和药，就可以取着锅底灰直接撒在伤口上，止血效果还很不错。你这个锅底灰止血是秘方吗？我能不能说出去啊？不是秘方，随便说，当兵的都知道才好呢。但是只能对小伤口效果好，厉害的伤就不明显了。像上次你身上的刀伤就必须缝合，用金疮药治疗。师傅说啊，这不是秘方，但也是没人知道的方法，不然这等简单好用的法子早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一个土方子而已，不用保密。对了，楚寒，这百草霜还能治痢疾，行军之人经常水土不服拉肚子，取百草霜用开水冲服即可，治流鼻血效果也不错。太好了，你说的对啊，行军之人最容易受伤和拉肚子。我父亲以前打仗的时候，手下的兵不少是死于这种小病的。打仗的时候缺医少药是常态，有了这个法子，让将士们出征的时候都备上一瓶带着，不就可以多一份保障了吗？带上一瓶也行，有备无患。当然行，非常行。你不知道这法子对打仗的人多重要啊！我迟早也要带兵打仗的，不可能只在后方管着一群羽林军啊。过了一会儿，师傅，炼油还需要很长时间，徒儿守着就行。您和楚公子去屋里休息吧，一会儿福来和陈峰就该回来了。那就辛苦子由了。你跟他还客气啥呀？徒弟就是替师傅做事的。好，福来，亏你想得周到。你要是不见见11姐，我还真不能安心。小的一个下人，说话有什么分量啊？还不是仗着陈大哥在那里。陈大哥沉着脸往那一坐，特别有威严。他把楚公子带的话说完，那孔家父子顿时就变了脸色，吓得连坐都不敢坐了，一个劲儿的说对11女郎如何如何好，家里一直都是11女郎主事，从来都没变过。小的就想着孔家那个排场，凭借他们那一点俸禄维持得了吗？管他那个家，说不定还得往里搭钱呢。不见一见还不知道女郎在后院怎么样了呢。还有那些补品都很贵重，若是让他转交，不定会不会给扣掉一部分。这个不会吧？他家好歹是读书人家，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啊？主子，您是没见到那孔俊他爹一副小家子气，眼睛老往礼品上瞄，一点风度也没有。真不知道白象这么睿智的一个人，怎么给自己爱女选了这么一个人家。楚寒咳了一声，看了一眼白苏，陈峰也觉得失了言，忙给白苏道歉。没事，虽说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如果孩子铁了心愿意，哪个父母也拗不过孩子。又打听到他父亲虽然是个小官，但也是老实巴交的读书人，就同意下来。但事实上，读书人未必老实，老实也不等于厚道。古人说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也是有道理的。确实有道理，我们练武之人讲义气的多，反倒那些文人多数并没有文人气节。哪个古人说的呀？这两句话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早记不太清楚是谁说的了，好像是姓曹，小时候在一本旧书上看到过这2句。你真是博学多识啊，这话很有道理。读书人坏起来可比普通百姓可怕多了，尤其是觉得自己有才华又郁郁不得志的文人，这种读书人都极其自私，披着文人的皮，满口的仁义道德，实则做着禽兽不如的事儿，真不如粗鄙的屠夫讲义气。福来对读书人意见很大呀，是不是也被读书人欺负过呀？我就是看不惯孔家那对父子。主子，小的先去前院熬膏药了，再去把孔府的事儿给林公子说说。去吧去吧，我一会儿也过去。多好的孩子呀，他刚刚大概是想起了他那禽兽不如的爹了。难怪孔俊没看出来福来是小厮，你看他这打扮比一般人家的公子穿的还体面，再加上长得又俊。他穿的这身布料还是你让陈峰送来的那些，找了个裁缝给他们一人做了2身新衣。我不想让他们穿得太差，尤其是福来马上就要当大夫了，不能让他在病人面前再是奴才打扮。难怪我看着这面料熟悉啊，你真是大方。
那些都是皇上赏的最好的料子，本打算送给你穿的，你倒好，都给他们分了。你真是不把他们当外人啊！我也做了好几身呢，你送给我了，就是我的东西了，还不是由我随意处置。况且那么多料子，我也穿不完呀。两人又聊了一会儿，一起去了前院。弗莱已经换上了平时干活时穿的衣服，这次白苏全程没有动手。林彻往锅里加丹，弗莱快速搅拌，东子在一旁扇扇子，三人配合得很默契。不一会儿啊，做得非常好，你们已经掌握了技巧和方法，下次我连看都不用看着了。这就成了膏药了吗？这么黑乎乎一大团。这团膏药还要在凉水里浸泡7天，每天要换1-2次凉水，去除里面的火毒，然后再摊在布上，才算做好了。步骤太繁琐了，这要不多卖点钱，说不过去啊。说不上有多麻烦，一晌就能熬好，再加上备药材，去火毒换水，再摊好做包装，也用不了多少功夫。比起种田的农民，忙碌1年才能见到收成，快了不知道多少倍。我和陈峰算不算是窥见了你们的秘方啊？你怕不怕我们泄露出去啊？子由，咱们师门的秘方被他们见到了，怎么办？师傅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要不咱们把他们灭口吧，这样秘方就不会泄露出去了。师傅，依徒儿看可以，此法子甚好。但他们2个武艺高强，咱们打不过怎么办？师傅莫愁，待徒儿配一副麻药，一会儿晚膳时放入他们的碗中，麻烦他们，任他们功夫再好也施展不了，只能乖乖的任我们处置。好，就这么办。好你个林子由，你比那些坏书生还坏，还想了这么个损招麻烦我们。就你那胆子，连只鸡都没杀过吧？你就算麻烦了我们，敢把我怎么样啊？麻烦了，我敢弹你一个脑瓜崩。陈峰，去给这小子头上弹2下，让他坏。是，属下遵命。陈峰，陈大哥，你不能弹我！陈大哥，哎，陈大哥！白素，没想到你开起玩笑来这么有趣啊！还不是你说什么秘方，什么泄露的？你和陈峰的身份，还会自己熬膏药，抢我们的生意不成？再一个就是因为我心里非常高兴，一个是借你的事帮到了我姐姐，另一个是子由和弗莱争气，学生们都很认真，把膏药做得这么好。令姐的事儿你放心，我会一管到底的。过几天我把孔俊请到侯府吃茶，让他好好长长记性。你派2个人去查查孔俊父子俩，势必要找出他们的把柄。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不可能干净。太阳降落又升起，转眼又是新的一天。清晨，几人吃完香喷喷的早膳，就随着白苏出了门。今儿早来了一会儿，怎么还有这么多病人等着呀？师傅，这患眼疾的病人还是不少。你看那几个人，穿的衣服很破旧，一看就是家里不富裕的，从村里过来的。弗莱进来很用功的，进步非常大，一般的病也诊断得出来，又有您和徒儿把关，出不了问题的。您看能不能让弗莱也做手术啊？他的心态和技术都没问题的，把价格定得再低一点，让这些穷苦的病人也能多一个选择。弗莱跟在后面，听到林彻的话，心一下子提起来，竖着耳朵听着，期待又忐忑地看着白苏的侧脸。也行，再让他学2天，抽时间我检验一下他，如果能做到零失误，就让他上手术台。不过他的每一个病人都需要经过你或者我的诊断后才能手术。谢谢师傅。弗莱，你听到了吗？还不快谢谢师傅。谢谢主子，谢谢林公子。不用谢，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你这一段表现不错，好几个病人都在我面前夸你，说你做事用心。可不是用心，他一有空就往病房跑，给病人挨个把脉做记录，回到家里还给我和东子把脉，所以进步才这么快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月，你也要努力啊！还有东子，也要加油啊！东子点头应是。主子，婢子进步也很大，如今都能看医书了。哦，真的能看懂吗？字认得下来吗？能认识大部分了，不认识的字，婢子都记在纸上，晚上弗莱再教。时间一晃而过，我下了好几年了，想都没敢想过还有治好的一天呢。现下有了神医，治不好不要钱，治好了只要500文，这样的好事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大夫啊，你尽管治，治不好我绝不埋怨你，只不过害你白白忙活一场。弗莱听后大受感动，
手术后自己掏钱买了2盒红果大蜜丸，在老人回家的时候硬是塞给老丈。傍晚几人回去的时候，福来没有半点疲态，脸上还一直挂着笑容。你说这手术做的窝囊不窝囊？干了一天活儿，挣的钱都给了主子，自己还搭了30文。怎么会窝囊？小的觉得特别高兴，从来都没有过的高兴。小的能给主子挣钱了，有那么多病人靠我的手治好了眼疾，小的觉得自己变得有用了，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叫变得有用了？你一直都很重要，我们6个人哪一个都很重要，缺哪个也不行。第2天病人直接爆满，药铺还没开门，病人就排了老长的队，大多都是衣着普通的百姓。看来还是穷人多呀，咱们以后得挑几个日子降价或者是义诊。师傅仁慈，2吊钱对富人来说就是去一次酒楼的钱，但在穷人眼里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尤其是家里有病人的穷人啊。主子定下的价格已经够便宜了，得个小小的风寒还得花上100-200文呢，何况这等手术还得占用床位，有人看护着，还得复查，2吊钱一般人家都能拿出来，主要是舍不得。昨儿有个病人的儿子说，他们家3个孩子，家里2个老人，一个体弱多病，一个患了眼疾，双目失明，家里也不是拿不出2吊钱，但2个老人就是不同意来手术，一个说已经习惯了失明，一个说人老了干不了什么重活了，不如把钱留给孩子们花。但是他们一听说这半月手术只需500文，半夜就催着儿子来排队，可见心里也盼望能治好，就是舍不得花钱。从下个月开始，每月15半价，对咱们的收入影响不太大，也给穷人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病人果然大多是来找福来的，林芝和白苏倒成了福来的助手。这几天孔家人的日子也有很大变化。儿媳妇儿毕竟是出身高门，怎么能像寻常人家的媳妇儿那样对待呀？你说你前一段让媳妇儿立什么规矩，整日让她在跟前端茶倒水的，闲着一堆下人干什么用啊？婆婆让媳妇立规矩，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老爷以前不是也没说什么吗？还不是因为你以前老觉得你这婆婆当的憋屈吗？你愿意端婆婆的架子就端几天，谁知道你端起来没完了，还一下子给俊儿添了好几个小妾，你这做的也太明显了。我不是想让儿子过得舒坦一点吗？当年是谁说妾会伺候人的？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多纳几个？这么多年前的一句戏言你也记得？你的身份和儿媳妇一样吗？儿媳妇娘家就算是落魄了，也比你这杜父的娘家强100倍。如今有世子爷护着她，你赶紧把你这婆婆的架子收起来，消停点儿。那个小霸王是个混不吝，不是咱们能得罪得起的。我前几天遇到一位高僧，拿孙女的八字让他看了看，高僧说孙女的5行缺水，以后就还叫林儿吧。老头子刚训完离开，儿子也找了过来。儿子话里话外也替媳妇说话。俊儿，你也觉得我对你媳妇儿不好吗？儿子没这个意思。自打她进了门，我待她如何？一天规矩也没让她立过，一家人都敬着她。可她呢，娘家出了事了，想起了夫家的好来了，她还敢在背后教唆你，让我们母子离心。我若再不狠罚他，不教他规矩，他都不知道这媳妇儿应该怎么当。母亲息怒，儿子真没说您不对的意思。我儿子才高8斗，一表人才，什么样的贵女娶不了，偏娶了一个不顶用的媳妇儿。我没让你休了他，就是给足他面子了。母亲啊，不要上心了，儿子不靠旁人也能得到上官的器重啊，晋升只是早晚的事儿，您还信不过儿子吗？白信他虽然没为我的仕途用心，却对我一心一意，从没嫌我官职小过，咱家的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还不是因为他往家里贴的钱。这下他那个19妹救了世子，成了世子的恩人，世子说了，拿白沁当亲姐来，您若是再给白沁立规矩，儿子恐怕就要遭殃了。是那个被休的庶女吗？
他怎么这么命好，能救了世子？谁知道呢？反正是真的。儿子这几天啊，眼皮直跳啊，心神不宁，老觉得世子会找我的麻烦。他说的话，咱真不能不听啊。他找你什么错处？你有什么错？他还能无端整治你不成？官场上哪有没有一点错的人呢？只要想找，总能找出错来的。您不知道官场的事儿复杂的很啊。您对白姓好点，就算是疼儿子了啊。哎呀，请安就免了吧，省得累着我孙子。这2个月就让他安心养胎吧。谢谢母亲啊，都是儿子不孝，以后儿子有时间了就来陪母亲。孔军的嘴很甜，又摆出一副孝子模样来，很快就哄得老太太眉开眼笑。那个母亲啊，白信想亲自带灵儿，跟我提了好几次了，您就让灵儿回去住吧。教养灵儿本来就是他的事儿，您就让他管去，您也少劳了一些。每天让乳娘领着他给您请安来，您也能见着孙女，他也称了心，一举两得，也省得您劳心劳力的替他教养孩子，最后还不一定落好呢。捞什么好啊？他心里少骂几句就不错了。你看白家的那个下人对我的态度，还不是他在他妹妹面前编排我的不是？也罢，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我也不错了。你把灵儿给他带回去吧，也不用让灵儿请安。这么点孩子，请什么安呢？每天过来玩一会儿就成。谢母亲，母亲啊，最心善了。哎呀，你祖母以前嫌我出身低，我在她面前可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口，小心谨慎地伺候了她一辈子，就这样还动辄得救，没少挨责罚。直到她故去，我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如今娶了高门媳妇儿，又静了好几年，管教她一下吧，又出来一个世子护着。我这一世啊，是两头受气呀。母亲啊，您这样想不对。外祖父是商人，您嫁进孔家本是高价了。祖母虽严厉一点，但也管着这父亲和我呀。我小时候的功课好，不也是祖母的功劳吗？至于白沁啊，他可是一直尊敬您的。他文采又好，以后教导孩子，儿子得省多少心啊？世子护着他，也不一定是坏事。白家的人都长得好看，世子说不定是想纳19为妾呢。他把白沁当姐，我不就是他姐夫了吗？把关系处好了，说不定啥时候就能帮助咱了。哪有把妾的娘家人当成正经亲戚的？你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还有救命恩人这层关系呢，妾也得是贵妾呀。我问过下人了，世子对白沁说话很客气，连他在酒楼的花费啊都给付了，还不是19的面子？这个19啊，是命真好啊！这世子爷可不是一般人能攀附上的。世子得宠的贵妾，不比将军府不受宠的嫡妻差多少。你说的对，我不但要善待白沁，还得跟他缓和一下关系。一会儿我去看看他，亲自把灵儿给他送回去。母亲这段时间替儿媳教养灵儿，真是辛苦了。19送的礼品里有一只上好的山参，一会儿让华善给您送过去，给母亲补补身子吧。你身子骨弱，自己留着用吧，别亏了肚子里的孩子。你刚才在床上不好好躺着，是在干嘛呢？儿媳在按19教的方法做操，这孩子胎位有些不正，按这法子过个7、8天就能把胎位正过来。你怀灵儿的时候也没事，这次怎么会胎位不正呢？这么大的事儿可不得儿戏呀。老太太随即吩咐下人去接稳婆，又让人去书房找了孔俊过来。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一声啊？你是怎么知道胎位不正的呀？让谁诊断的呀？你只对我打听世子的事，都没跟我好好说会儿话，我怎么告诉你？我也是碰见19时才知道的。19很关心我，就和他的徒弟分别给我诊了脉，结果诊出来胎位不正。我正犹豫着怎么告诉你，母亲就来了，这才说出来。啊，这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啊，有什么好犹豫的？19诊断的和太医诊断的一样，但他徒弟又诊断出我太阳精无力，恐怕会胎位不正。
他诊断的竟和太医呀！哎呀，那是真不简单啊！而且他那个徒弟好像更厉害些啊。他徒弟还说看我的脉象，我怀的这一胎是个男孩。男孩，君儿是男孩，太好了！他徒弟诊断的一定准，一定准，我就觉得这胎是个孙子。母亲啊，不要太激动了。太医说他的脉象很复杂，万一诊断不准，母亲也不要太失望了。我们还年轻呢，总会给母亲生下嫡孙的。是啊，太医都说诊断不出来男孩女孩，他的徒弟难道比太医还厉害？如果他医术真这么厉害，为何还要拜一个女子为师啊？一会儿稳婆来了，让她好好给你摸摸，若是胎位不正也没事儿，让稳婆推拿按摩1个月就能正过来。我孔家的嫡长孙万万不能出一点差错。母亲，让稳婆查看一下胎位就行。稳婆手法重，儿媳怕推拿的时候伤着孩子，正胎位，而且想用19传授的方法，看这法子7、8天就见效，而且孩子还安全。推拿就得用力，不然孩子怎么会动呢？等稳婆看看再说吧，说不定胎位没事呢。白沁心道，你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了，想法还那么天真可笑。一个大夫诊断的是男胎就一定是诊断对了，胎位不正就诊断错了。若胎位没事呢最好，真的胎位不正啊，就按19的方法，过7、8天要是没效果，再找稳婆也不迟。夫人的胎位不正，孩子是横位，得每天推拿，连续1个月以上，方能把胎位正过来。我今日先给推拿一番，明日老妇再来给夫人按摩，1个月后定能把胎位正过来。先不用了，快扶我起来。婆婆可摸清楚了，确实是胎位不正吗？御史老爷说笑了，这种事情老夫怎么会乱说呢？老夫摸过的胎位不知道有多少，从来没有摸错过。您尽管让别人来验证一下，若尊夫人的胎位不是横位，老夫给你们磕头认错。哎呦，婆婆不要误会，她不是不相信婆婆，是前几天太医刚刚诊断过，没说胎位不正，故有此一问。太医只能诊脉，并不能动手摸夫人的肚子，所以诊断不出来也正常。但老夫不会摸错的，女人生孩子半点马虎不得。老夫人可以再请个稳婆确定一下。在下相信婆婆的话，但内子已有了正胎位的法子，就先不劳烦婆婆了。母亲，等生了小弟弟，我就成了姐姐了吗？是啊，灵儿就成了姐姐了，弟弟会跟你一起玩，长大了还会保护你。我是姐姐，不是我来保护弟弟吗？小时候是你保护弟弟，等你出嫁以后，弟弟就会反过来保护你。灵儿不知道出嫁是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出嫁了要用弟弟保护。孔俊却听得不是滋味儿。白冉一家都去了徐州，若他们还住在京城，就算成了平民百姓，也会护着白沁的吧。弟弟，你在母亲肚子里要乖乖听话，快快长大，以后先由姐姐来保护你。灵儿啊，你母亲累了，让乳母带着你去你的房间玩一会儿，让你母亲休息休息，一会儿啊你再过来。那母亲休息吧，灵儿告退了。去吧。灵儿走了2步，突然停下来，对孔俊说：父亲，女儿喜欢灵儿这个名字，不喜欢叫锦儿。如今父亲给女儿把名字改了回来，女儿很欢喜，希望父亲以后不要再把女儿的名字改来改去的了。孔俊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想教训女儿几句，又怕惹白沁不快，况且这事儿的确是自己做的不妥。灵儿放心，这个名字你祖父找高僧看过了，非常适合灵儿，以后不会再改了。夫人，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因为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归到你头上，更不该忽视你这么久了。媳妇儿啊，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啊？这是孔俊以前惯用的伎俩，只要他摆出这个模样，白沁立马就会缴械投降，瞬间能原谅他所有的事。如今白沁的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夫者天也，敬顺之道。
我已经写了上万遍了，早就把当媳妇儿的规矩刻进了骨头缝里，夫君又怎么会有错呢？媳妇儿，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真的知道错了。他认错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最后声音都有些变了腔调，倒显现出几分真心来。白沁心里没有一点感动，反生出几分厌烦。夫君起来吧，蹲在地上让下人见了像什么样子？你去忙你的事吧，我有点累了，想睡一会儿。好，你睡会儿吧，我给你揉揉脚，你睡你的啊。他坐在床边，一副温柔小心的模样，他心里却没有一丝幸福的感觉，只觉得虚伪和讽刺。这天孔俊刚刚散职，就在御史台门口遇到陈峰。孔御史，世子爷请你到安定侯府喝茶，请吧。低头走路，眼睛别四处瞟。这哪里是待客之道啊，分明是拿他当奴才对待，让陈峰羞辱他呢。孔俊赶紧应是，躬身低头跟在陈峰的后面。走了不知多远，来到一个院子，跪在这里等世子。这青砖坚硬无比，又凹凸不平，跪在上面无异于受刑。刚想抬头求求陈峰，大胆，让你抬头了吗？还不快快跪下！孔俊腿软，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想求情的话吓得都忘干净了。跪往前点，再往前，跪到中间。孔俊捏着鼻子跪到中间最凹凸不平的地方，才一小会儿腿就疼得不行了。陈峰也不理他，自己坐到一旁喝茶嗑瓜子。孔俊跪了一会儿就跪不住了，屁股忍不住偷偷往脚上坐。啪的飞过来一个核桃，一下打在孔俊的脑袋上，疼得他嗷的一嗓子。跪直，再不老实我就打破你的脑袋。将军，世子爷什么时候进下官啊？世子爷还没忙完公事，不像你们文官散职那么早，等主子回来休息休息，用完晚膳再洗洗澡就会来见你。此时才申时，离晚膳时间还得1个时辰。将军，求将军让下官跪在旁边的平地上行不行啊？在这里跪1个时辰了，明日下官的腿就没法去衙署上职了，求将军了。好，没法上职就不用去了。看看这些东西，有空了我去交给你们御史大夫，你就再也不用上职了。孔俊捡起来一看，吓得七魂丢了3窍。原来陈峰查出来他收受贿赂的证据。将军饶命啊！将军饶命啊！这是下官年少无知，一时糊涂啊，也是唯一一次错事啊，以后再没敢犯过。求将军开恩啊，饶过小的这次啊！世子回来了吗？回来一会儿了，世子正在用晚膳，世子让婢子给将军传话，让将军在这里陪客人用膳即可，世子忙完再过来陪客人。这么丰盛，还真是按照待客的规格准备的呀。可不，世子说了，孔御史是贵客，不能怠慢了，连孔御史的随从都赏了酒菜呢，而给孔御史准备的酒菜都是按照府里招待贵客的规格，酒也是太子殿下赏的贡酒，寻常客人世子还舍不得拿出来呢。是吗？陈峰端起酒壶闻了闻，果然是好酒，你替我谢过主子，你们都下去吧。陈峰两腿往榻上一盘，就开始吃起来。还行，这厨子的刀工真好，肉丝切得真细，这鱼烧的也不错，要是没刺就更好了。这红烧肉真地道啊！嘿，这莲藕做的是真脆。哎呀，好酒，果然是太子赏的贡酒。孔俊跪在那里，腿疼得像跪在利刃上，肚子饿的是咕咕叫。偏这个天杀的将军吃饭动静还那么大。孔御史，这桌酒菜真是不错，我也是沾了你的光了，不然世子真不舍得让我喝那么好的酒。为了表达我的谢意呢，我就拼着让主子责怪的风险，允许你抬起头来，别低着脑袋了，怪难受的。陈峰也可能是一个人无聊，开始跟孔俊谈论京城酒楼里的菜，一边谈论一边和侯府的菜比较。孔俊又不敢不理他，只好面上陪笑，心里骂他，时不时再附和他一句。这样的人也能迷住相府才貌双全的嫡女，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时间早过了1个时辰。主子，不必拘礼，这个就是白苏的姐夫啊，抬起头来。下官孔俊见过世子爷。孔俊，就你这副熊样，也敢欺辱白相的女儿？
回世子爷，下官一时糊涂，疏忽了白沁，让他受了委屈。但下官已经知道错了，也给他赔了不是。如今下官每天一散时就回去陪伴他，照顾他。只要下官在家，日常伺候也是亲力亲为，连晚上洗脚按摩都是下官亲自给他做的。白沁也原谅了下官，求世子爷饶了下官这次吧。这位的脸皮真够厚的，为了减轻责罚，连给媳妇儿洗脚的事儿也拿出来说说。哦，怎么个饶法？你轻飘飘的给他认个错，就想把以前对他的伤害一笔勾销吗？下官没那个意思，只是觉得这腿疼得像断了一样，求世子爷对下官换个法法，抽顿鞭子、打顿板子啥的都行。下官的腿啊还要留着照顾白沁呢，实在是不能断了呀，再拖累他呀。你想得倒美，你以为打你几下就能回去了吗？孔御史看侯府的酒好喝，多喝了几杯，醉得不省人事，被世子留宿在侯府。你的随从已经回府复命去了，你在这跪个3-5日的也断不了腿，万一断了，就让尊夫人带着灵儿和小外甥跟你和离。我把灵儿接过来，认个干女儿，把小外甥认成义子。像尊夫人这样才貌双全、誉满京城的女子，再嫁也不会比你差，你说是不是？世子爷啊，小的和白沁成亲的时候就许下了海枯石烂、永不分离的誓言啊。白沁也许下了白头到老的愿望，我们怎么可能分开呢？小的就算是死，也不会和白沁和离的。世子爷随便罚，小的活该，小的腿没事儿，跪多久也断不了。就算是断了腿，我也不会拖累白沁的。小的就算是爬着，也会伺候他，弥补小的对他的亏欠。这会儿又情比金坚了，你想伺候他，他还稀罕你吗？你岳父把最心爱的掌上明珠下嫁给你，你当时对你岳父是感恩戴德的吧？他就算是罪大恶极，也没有对不住你吧？你不但在他出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甚至恩将仇报。你这种薄情寡义的人，也配说什么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小的有错，小的该死。岳父出事后，小的也去打点了，但岳父犯了众怒啊！我父母一辈子谨小慎微，唯恐祸及于我，就严命小的不要插手。父母此举也是出于爱子心切嘛。小的身为人子，实在是不敢忤逆不孝啊。这么一说，你还是冤枉的了。一切都是父母之命难违。小的不敢。把恩将仇报、冷血无情说的好像迫不得已一样。你岳父又不是犯了十恶不赦的谋逆罪，你当女婿的打点一下，让岳父少吃点苦头，别人还会赞你一声有情有义，怎么会牵连你们呢？连皇上都不忘施恩，至今还保留着白相所赠的字画，不时还会拿出来看看。你们一家子倒想着跟你岳父恩断义绝。你说皇上要是知道了你们家这么对待白沁，会怎么看待此事呢？皇上肯定心疼白沁呀，说不定还会替白沁出气。天子一怒，就不会是贵贵这么简单了。世子爷，求世子爷看在小的已经悔改的份上，不要激怒皇上啊！灵儿和白沁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呢。你看你这个样子，才跪了多大一会儿就晃荡起来了。你要是敢晕过去，就太没有用处了。小的不晕，小的诚心诚意认错受罚，绝不会晕倒逃罚。一会儿小的若是再晃荡了，求世子爷往小的身上泼点凉水，提提神。好，再晃荡我就让人帮帮你，我也不难为你。尊夫人受的苦，你也来感受一下就行。你母亲不是爱罚抄吗？你今晚就把这本素书抄上20遍，这个比较短，只有1000多字，不许字迹潦草，不许有错字。抄完了，明日就让你回去。你要是困了，就让他们给你醒醒神。这篇虽短，20遍有2万多字，吃饱喝足不挨罚，或者可以1晚上抄完。但我如今又累又饿，还整得浑身颤抖，只怕连笔也握不住了，怎么能自己工整的抄完呢？但他只敢心里抗议，面上还得谢恩。世子爷仁慈，谢世子爷轻罚。知道是轻罚就好。今晚要是写不完20遍，就写完100遍再回去。世子爷，小的马上就抄。这砖雕凹凸不平，没法在地上写字。求世子爷让小的跪在书案前抄，也能写得工整些，免得字写不好误了世子爷的眼睛。准了，把他嫁过去，再赏他一杯茶喝，省得说我小气，连杯茶水也没让你吃。孔俊在这砖雕上跪了2个多时辰，也受够了罪，真在上面跪一晚上，万一伤了筋骨，孔家人恐怕又会怪到白沁身上。长夜漫漫，希望孔御史抓住这个轻罚的机会，不要在这里抄够100遍啊！不一会儿啊，就抄了2遍。由于2手扶在案上，腿上疼痛减轻不少，
他看那两个大汉在身后交谈，也没有制止他，遂大了胆子，索性连身子也靠到桌案上，两腿偷偷的轮流缓着。你这种小白脸儿真是不能惯着，世子爷让我们来是来当摆设的吗？你是不是想重新跪到砖雕上去抄？两位军爷，请原谅小的，小的只是一时没忍住，挨到了书桌，并没有趴在上面。两位军爷，请原谅小的这次。哼，世子爷要罚的人，无论罚得多狠，果然都是该罚的。就冲你这几句话，就知道世子爷还是罚你罚轻了，有错不认，蹬鼻子上脸。给你两个选择，要么跪到砖雕上去抄，要么挨10鞭子，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跪砖雕上一晚上，腿就算断不了，也得好几天走不了路，只能挨鞭子了。大汉有心让他长记性，半点没有留情。夫道，得仁义礼武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道，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哎，原来抄罚这么受罪呀！红玉石写完了吗？回世子爷，小的写完了，请世子爷过目。那就80遍都免了吧。谢谢世子爷开恩，谢谢世子爷用心教诲。知道这滋味了就好。这次只不过是小惩大戒，若是你或是你父母再惹尊夫人不快，我就日日请你来府上吃茶来，父债子偿嘛。弘正堂里接连好几日，日日病人爆满，大多都是奔着福来做手术的病人。这日吃完了午饭，几人在屋里坐着小休。主子，刚刚有病人问明天是休沐日，能不能继续手术？你是不是不想休息啊？小的虽然连做了好几天手术，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就怕您和林公子累。连续高强度的工作是不行的，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既然制定了规则，就该遵守它，朝令夕改的，反倒容易失去信任。是，小的明白了。再说，明日我还有事，距上次见到11姐已经10天了，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明日她若再不来，我就去孔府看看她，看看她的胎位正了没有，孔家人待她好不好。料想孔家人也会收敛一点，您没见他家人那个样子，尤其是11女郎她公爹，见了陈大哥连腰都不敢直，肯定会管管那个老太婆的。师傅不必太忧心了，孔夫人的日子一定比以前好过。那孔雀若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和夫来就带几个伙计过去揍他一顿，让他知道白家的人不是他能随便欺负的。你还挺大胆，还敢打朝廷命官。我是白家人的徒弟，也算是白家人啊。夫来是白家的下人，我们白家人打白家的女婿，替自己的女郎出气，不算殴打朝廷命官。孔俊只要敢惊动官府，他的所作所为就都被别人知道了，他不会报官的。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会让你们去冒这个险的。打架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他就算不报官，他家里随从护卫众多，你们被打伤了怎么办？人多打架最容易失控，万一失手把他打中了打残了，恐怕11姐还会怪我们。至亲至疏夫妻之间的事儿最难说清了。徒儿知道师傅是怕我们吃亏，孔俊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儿，就算他真的悔改，两人也不会和当初一样了吧？那是肯定的呀，但是我姐姐又不肯和离，她公婆或许因为惧怕楚寒不敢再作妖，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孔俊真心相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唉，这女人怎么这么难，被渣男伤害还得依靠渣男，真是窝囊死了，真不如不嫁人好。渣男是什么意思啊，主子？是坏的掉渣渣的意思吗？是，渣男就是极度自私，没有担当，朝三暮四又不负责任的男人。你以后嫁人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让渣男的甜言蜜语给骗了去。啊，婢子的事儿哪有自己做主的道理，还不是主子说了算。不管嫁不嫁人，婢子也不会离开主子。那我的责任还挺大的呢，福来的婚事也得我做主吧？那是自然，就连林公子的事儿，师傅也能做主。我不会跟别人一样，随便给你们指个人的。这等大事，总要你们称心如意才好。不管是我的意见，还是父母的意见，都只能参考一下，大主意还得自己拿。师傅的思想总是与众不同，还没听说过婚姻能自己做主的呢。
能提前跟儿女商量一下的父母就很难得了，多少人连知道都不知道，父母就把亲事给定下来了。我看你父母不是那种专制的人，我跟你父亲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定亲事的时候听听你的意见。徒儿谢过师傅，不过徒儿是有师傅的人，这等事父母会给师傅商量的。再说了，徒儿这几年得跟师傅学医，婚姻的事还早着呢。那也行，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说不行。娶了人家就要待人家好，福来也是一样。你们要是欺负媳妇，我就拿棍子抽你们。林彻福来连道不敢。还有小月，嫁了人咱也不能受气，想法得活络一点，别学什么三从四德逆来顺受那一套。只要咱有自己养活自己的本事，干嘛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婢子听主子的，这几天婢子给病人登记，多学了不少字呢。你和福来的自称以后都要改一改，不要婢子小人的，让病人听到轻看你们。你我相称就行，要不就自称名字。主子真是太纵容我们了，当奴婢的若是敢跟主子你你我我的说话，是要用木板抽嘴的。哼，可不，当奴婢的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这是进府学规矩的时候最基本的一条。别说跟主子说话，就是跟府里辈分高的下人说话，那也得自称奴婢，说错了也要被掌嘴的。何止是纵容啊，简直是拿你们俩当弟弟妹妹待。你看你们吃的用的，哪里是当奴才能有的？不挨打不挨骂，还教你们医术。我看啊，伺候皇上的奴才都没你们舒坦。可不，肯定是上辈子做了不少好事，这辈子才能遇到这么好的主子。我对你们好，你们对我也不差，好是相互的。到时间了，走干活去。你们都是给我挣钱的小可爱，还那么积极，我能不对你们好点吗？小可爱，这次听起来好亲昵，好宠溺啊。第二天一早，白素，你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新奇的医术吗？这是做叫花鸡呢，不是什么医术。这黄泥里面包的是鸡，包好以后用炭火埋起来，5时就能吃了。这沾满黄泥的鸡还能吃吗？里面用荷叶包着呢，不脏，保准比街上卖的好吃。我说你们几个人怎么玩起泥巴来了？你怎么想出来这种奇怪的吃法了？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在书上看到的。前些天子由想吃，一直没有空做，今儿个就索性多做几只，让大家都尝尝。都这个时候了，哪来的荷叶啊？荷叶是中药，药铺里本来就有啊。上次听师傅说了，我又让人采了些好的，备下了。你真是个馋嘴，还让你师傅为你这馋嘴徒弟大冷天的在这里跟你和泥巴。唉，什么大冷的天啊，这才10月，一点也不冷。这次我学会了，以后啊就不让师傅动手了，我给师傅做。你也是宠徒弟没边啊，给他们说说，让他们自己弄呗。让人见了你和泥蛋的样子，谁会相信你是白象的女儿啊？子由想学，我这当师傅的当然得教了。而且我猜想今日会有客人来，正好待客，这不你就来了吗？我还准备做2个蛋糕，你上次不是说想吃吗？你还记得呀？我以为你忘记了呢。没忘，就上次见我姐10天了，也不知道她什么样了。我打算过晌去看看她，做一个大的咱们吃，另一个给灵儿带上。你姐没事儿，这种事儿啊，外人不能劝和或者劝分，得让你姐自己拿主意。她想继续过呢，咱就尽量帮她，不让她受委屈。她要是想和离，我也有办法让孔俊同意。果然够义气。走，我们去做蛋糕，你来打奶油。遵命。厉害，到底是练武之人。我们大家给楚寒鼓鼓掌，庆祝他第1打奶油成功。别看我没进过厨房，干起活来不比他们差。福来慢慢来，别着急，看你累得脸都红了。我本来以为怎么也得比这个娇生惯养的世子爷强，谁知不但比不上，差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儿。哼，谁说我娇生惯养了？练武之人从来没有娇生惯养的，我流的汗水比你们都多。主子说的是真的，练武之人从小要练基本功，一日也不能懈怠。本领越强的人，背地里吃的苦头越多。懂，要想人前显贵，必先人后受罪嘛。没有过人的本领，怎么能让手下人信服？你们还真不能轻看世家子弟，他们表面上看着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实则大多都有几分真本事。对，世家子弟只是跟在身边伺候的人多些，花钱随心所欲一些，该学的东西一点也不少学，吃的苦头也不一定少。先生，
孔夫人和她夫君来了。不是说来拜见姨母吗？怎么姨母的模样不像姨母，倒像是舅舅？我就是你姨母啊。灵儿看姨母跟哪个舅舅长得像啊？都有些像，但又都不太像。眉宇间最像外祖父，但外祖父总是紧蹙着眉头，好像有很多的忧愁。姨母眉宇间透着快乐，还比外祖父好看。那是因为外祖父太劳碌太辛苦，才会紧蹙着眉头。姨母快乐是因为灵儿来了。灵儿这么懂事，姨母当然会快乐呀。快起来，别跪着了。白苏送了一个玉坠给灵儿，亲手给她系在脖子上。灵儿谢过白苏，又给楚寒跪下磕头，按白庆吩咐的喊了一声世子爷。别喊什么世子爷，怪生分的，喊舅舅。灵儿的舅舅回老家了，以后我护着灵儿，好不好？灵儿谢谢舅舅。舅舅给灵儿个见面礼，给你留着当零花钱。谢谢舅舅。这是补给子由的见面礼，一幅是曹怀的画，一幅是我父亲画的。曹怀的画被世人追捧，其中这幅画的尤为好些，但在我看来还是比不上我父亲的作品，于是就把2幅画一并送与你，希望你不要嫌弃。早就听说师祖书画双绝，今日有幸得知，十分庆幸和感激，又怎么会嫌弃呢？林彻看白苏和楚寒都有点好奇。我可以打开欣赏一下吗？白庆看他喜欢也很高兴，忙说可以。曹怀的画工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尤其是瀑布，像是在流动一样，简直是神来之笔。师祖的画朴实无华，素净淡雅，但仔细看看却像是有生命一般，氛围生动，给人一种傲气风骨的俊逸之感，确实更胜一筹啊。夫人赠的这2幅画都是无价之宝，真是太贵重了。你喜欢就好，这是我和孔俊一起选的，要不是你和19为我诊脉，我和这腹中的孩子还不知会经历怎样的磨难呢。这是我和白沁的一点心意，子由一定要收下。还不是白沁的嫁妆，都成了你的心意了。既是我姐姐的一片心意，子由就收起来吧。是，徒儿遵命。多谢孔夫人，多谢孔御史。林彻把2幅画卷起，小心翼翼地放入盒子里。白沁又指了指旁边一堆礼盒，这些是给你的，没什么稀罕的东西，你喜欢就留着用，不喜欢就打赏下人吧。我啥也不缺，姐姐还花这么多心思干嘛？以后再来，可不许再带这么多东西了。好，我听19妹的。姐姐随我去内室，我……先生，赵将军来了。白沁和孔俊都大吃一惊，心道：赵将军是赵云，不是和离了吗？怎么又找上门来了？赵云给姐姐见礼。孔御史。孔俊简直受宠若惊，赶紧给赵云行礼打招呼。大将军和舍妹，我出征2年，回来后又接管了禁军，只顾忙于军务，对白族关心甚少，还做了许多错事，他嫌弃我也是应该的。不过我和白苏说好了，和离了还是朋友，姐姐也不要跟我见外，还是和以前一样喊我明轩吧。不是休妻，真的是白苏要和离的，而且赵云怎么比以前还客气啊？这是灵儿吗？长这么高了，灵儿已经4岁了吧？哈哈，是啊，4岁了，没想到将军还记得灵儿啊。灵儿，快给将军磕头。灵儿还小，就不必多礼了。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那时候啊还不会走路呢，被你母亲抱着，挥着2个小手让我抱你呢。灵儿扭头看白沁，是你小时候在你外祖父家，一屋子的舅舅要抱你，你拧着身子不肯，偏要将军抱。我知道了，那一定是因为将军长得最好看，比舅舅他们还好看。灵儿过来，到舅舅这里来。你说谁长得最好看呢？舅舅也好看。我刚说的舅舅是外祖父家的舅舅，不是世子舅舅。那灵儿说是世子舅舅好看，还是他好看呀？舅舅。是啊，我拿11当亲姐姐看待，不就是灵儿的舅舅吗？可不像别人，只是嘴上喊的亲。灵儿，有什么可想的呀？就他那人一天天冷着个脸，长得跟个冰雕似的，有什么好看的？朱信气呼呼地瞪着他，赵云则摸了摸自己的脸，想着是不是该多笑一笑呀？你为难孩子干什么？孩子又不会说假话。灵儿，你记住姨母的话，男人的外表长得好看难看一点也不重要，
人品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人品不好，长得再好看，也跟个绣花枕头似的，草包一个，也没什么用处。快去给十一姐姐检查去吧。完了，我们还得做蛋糕，不是说好了要做给灵儿吃吗？那个将军啊，要不你让朱信明日去洪正堂找白苏吧。这就不劳烦世子费心了。白苏，姐姐的身子要紧，你先给姐姐看。朱信的事儿不急。朱信的胳膊怎么样？还疼不疼？怎么还提着东西？先生，我这胳膊没什么大碍，不怎么疼了，等先生有空了再说。这个是用麂子皮做的手套，又轻薄又防水，先生带着它，在给病人打石膏的时候就不用泡在石膏水里了。您看看尺寸合不合适，不合适再找人改。太好了，大小正合适，抓握灵活，也不紧绷，也没有什么气味。怎么能把皮子处理得这么薄？谢谢你啊，朱信。朱信看了一眼赵云，笑了笑，没有说话。亲手送给夫人多好啊，非得让自己出面，夫人这不挺喜欢的吗？你们先坐，我先给我姐看看。子由，你招待客人。是，师父，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我跟孔御史他们说会儿话。楚寒，你看好灵儿。知道了，你们去屋里说会儿话吧。你买的这处小院儿虽然不大，但好在温馨，房间布置的也很雅致，也足够你们几个人用了。我也觉得这个院子特别好，买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又看了其他几处，都比不上这个，当天就定了下来。他把手放在白沁的肚子上，仔细摸起来。我每天早中晚3次，都按你说的方法做的。白苏凝神摸了片刻，姐姐没有白辛苦，胎位已经正过来了。真的，太好了。姐姐不要太激动，你的身体不宜情绪波动太大，要把心态放平和，对孩子才好。好，我不激动，我只是太高兴了。我都听19的。姐姐的脉象也好了许多，保持这种状态，一定能平平安安的添个胖小子。这些天孔家的人待你怎么样？你婆母没有再欺负你吧？没有，多亏了你和楚寒呐。那就好。你走了之后，我怕你婆母继续找你的麻烦，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办法帮你，就把你的事告诉了楚寒。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把这事给解决了。对付你公婆这种趋炎附势的人，就得以势打压他们。那日你回去后，你婆婆找你的麻烦了吗？找了，不过也就数落了2句。我的马车行得慢，福来去的时候，我刚到家一会儿，婆母正数落我呢，嫌我许个愿也能许大半天。福来一说要见我，他就没再说什么了。福来也是个厉害的，他那天呐，把我婆母气得够呛，一点颜面也没给他留，把我感动坏了。还是我娘家人好啊。我听陈峰说了，福来的确做得不错，也是姐姐在相府的时候待下人好，他们心里感念着呢。娘家人和婆家人真是不一样，有事就看出亲疏来了。娘家人再不联系，心也是向着的；婆家人表面上再怎么好，心里头啊也拿你当外人。在婆家，只有自己的孩子才是自己的亲人。姐姐的意思是，夫妻之间也不算是亲人吗？我觉得夫妻之间顶多算半个亲人，亲人之间无论犯了多大的错，都会被原谅、被包容，他们之间的心是近的。就像孔俊，那毕竟是他亲娘，他再怎么对你不好，也是真心当他儿子的。但是夫妻之间就不行了。以前我的眼里心里都是他，他在我心里的分量超过了所有人，甚至包括父母。可经过了这么多事，我就完全不这么想了。所以说，夫妻之间的感情是最容易改变的东西，它远不如亲人之间的关系稳固，只能算是半个亲人。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到底是伤得深了。孔俊认错的态度怎么样？他这几天待我非常好，比刚成亲那会儿还好。不管他几分真心几分假意，反正这2天他对我是花了心思了。他身上带着伤，也强撑着亲自为我做一些小事。什么小事？洗脚揉腿的小事吗？好你个19，竟然变得这么皮！你若再敢嘲笑你亲姐，我就要打你了。姐姐莫打，妹妹再不敢了。我这么好的11姐，又漂亮又可爱，真是便宜她了。你也别对她心软，有些男人就是贱皮子，媳妇越是一味的温顺，他们反倒越不知道珍惜。就凭他做的混账事，就该好好折腾折腾他。他想伺候，你就让他伺候，无论你怎么选择，我们都支持你，不会再让你受委屈。19哪里还是从前那个话都不敢说一句的19妹啊，分明是姐姐的大靠山呐，
姐姐真是爱死你了。我要是还和从前一样，这会儿还在别人眼皮子底下惹人嫌呢，咱俩也遇不到了。你们夫妻和好了，以后别记恨楚寒就行，把孔俊叫去侯府。楚寒说是他自作主张，其实也是我的意思。他对世子没有说过一句怨言，还说是世子骂醒了他。像今天我来你这儿，他瘸着腿，我本不欲带他来，但他坚持要亲自谢谢你和子由。他挨打的事儿也瞒着我公婆呢。能瞒住吗？看他走路那样。瞒住了。他开始说喝了酒太多，头疼，躺了2天。后来给他父亲请安的时候，又故意摔了一跤，他父亲也没多心。后来他母亲问的时候，就用这个借口搪塞过去了。算他有心，不然他母亲知道了，又得心疼的不行。虽然他不敢招惹楚寒，只怕也会埋怨你。我以前对他倾注了我的所有，我也不相信他对我全无感情。我们就这样过吧。你跟明轩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跟他和离啊？我看他挺好的呀。那是现在，以前没和离的时候，他可不是这样，一天到晚的拉着个脸，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才不想看他的脸色，我跟他之间就是陌生人。我看他在你这儿一点也不见外啊，他不是第一次来你这里吧？之前他帮了我一个忙，来了我这儿，之后又有事来了2次。这次是因为他的部下的胳膊让我看诊来了，我们互相都帮了对方，也算是朋友吧。他这人虽然讨厌，但也不是坏人。讨厌？我与孔俊定亲那年，咱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大哥把明轩在演武场勇冠3军的事讲给侄子听，你听得入了迷，举着筷子好一会儿一动不动的，一脸的痴傻样，惹得大家都笑你呢。父亲就是看出了你的心思，才舍下老脸主动提亲的。这会儿你又嫌人家讨厌了，父亲知道了不得气死呀？父亲是为了我，不是他看中了赵云的将才，为了拉拢他吗？你这个小没良心的，父亲的地位还用拉拢别人吗？他再英武不凡，那时候也就是个车骑将军，跟父亲的地位差得远呢。再说了，把你一个庶女嫁给人家，是拉拢人的手段吗？人家心里不骂父亲就不错了，父亲为了你能称心如意，连脸面都舍下了，你还这样说他？这事儿以前怎么没人跟我说过呀？父亲连话都没有跟我说过几句，有这么看重我吗？你以前跟个闷葫芦似的，整天待在自己房间，也不与人交往。我那时候也嫁了人，谁与你说这个呀？父亲哪里不看重你了？吃穿用度哪里少你的了？你没有姨娘，小时候不过多的关注你，也是一种保护。父亲那么忙，就算有不周全的地方，也没有对不住我们这些子女的。倒是你想想，你主动跟父亲说过什么话没有？姐姐教训得对，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不知道父亲对我这么好，是我的错。怪只怪哥哥姐姐都这么优秀，我胆子又小，老觉得自己在家可有可无的，哪敢往父亲跟前凑啊？你胆子小？你胆子小，敢一声不吭的就和离，胆子小还敢嫌弃人家？我看你的胆子啊，都大到天上去了。你给我说说，他把你怎么了？你非不给人家过？哎呀，姐姐，你怎么老向着外人呀？你不能因为他喊了你2声姐姐，就胳膊着往外拐。我才是你妹妹呀！好妹妹，你别生气嘛，我这心里不是好奇嘛。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看不上我，也看不上父亲，这些都是真的。我怎么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呀？我们这些姐妹啊，如今哪个在婆家不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呢？我看明轩言语之中也有悔改之意，他若是找你复合，你就答应了吧。世子虽然很好，但侯府的门第太高了，咱白家现如今这个样子，根本就高攀不上。你听姐姐的，咱们白家女就算是再不济，也是不能与人做妾的。姐姐呀，你怎么乱点鸳鸯谱啊？这都哪跟哪儿的事儿，他们2个对我都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的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好，半点没有嫁人的打算。真是这样也好，世子对我有大恩，他要是真对你有意，知道我对你说这番话，一定会怪罪我的。但你是我的亲妹妹啊。我知道姐姐是为了我好，你妹妹眼光高着呢。我要的夫君首先得接纳我的身份，接受我成亲后继续行医，我们要彼此真心喜欢，他还得保证永不纳妾，我才可能嫁给他。找个真心喜欢又不纳妾的夫君，就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了。你还想婚后行医？就算你夫君同意，公婆也不会同意的。你这个条件呢，得去掉，不然没人敢娶你。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呢？行医才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你真是太任性了，哪有女子一辈子不嫁人的呀？
姐姐也不必为我担心，就算一辈子不嫁人，我也过得很好。我有挣钱的本领，不缺钱花，我还有孝顺的徒弟和忠心的仆人，每天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用给公婆请安，不用被他们管束，在外面受病人敬重，在这个家里以我为尊。我凭啥为了男人放弃这么多，把自己困在后院之中，按他们的标准生活呀？你说对不对啊，姐姐？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可是女人都是这样过的呀，不嫁人老了怎么办？膝下连个承欢的儿女都没有，也是很孤独的呀。我有徒弟啊，子由也是至纯至孝之人，到时候让徒子徒孙承欢膝下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我还有我外甥，你前2天还说让我外甥孝敬姨母，我可是记在心里了，你可不能不作数。怎么会不算数呢？我定让他待你如我一般无二，他要是敢不孝顺你啊，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儿。哼，还是姐姐疼我。我本来打算让孔俊张罗着给你找门亲事，看来是不行了。既然你志不在此，我也支持你的选择吧。谢谢姐姐理解我。19的说法听起来惊世骇俗，仔细想想也很有道理。这世上的诸多规矩都要求女子柔顺服从，言行举止都要受到约束。若能如19这般潇洒不羁地过一生，纵有缺憾，也是另一种令人艳羡的选择。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过来，却被你小子给破坏了。这小子实在讨厌。白族不就是救了你一命吗？你还打算赖上他不成？不是说你清冷孤傲吗？你的傲气在哪儿呢？都和离了，还一口一个姐姐的喊着，分明是贱兮兮。你的目的不就是想复合吗？晚了，谁让你小子有眼无珠啊？有我在，你还想复合？门儿都没有。他阴沉着脸走过去，打开朱信拿来的盒子，看了看里面的手套。你回去找麂子皮和工匠，给白苏多做些这样的手套来。陈峰嘴上应是，心里却想，这麂子皮极其稀少，这几双手套看似不起眼，实则珍贵的很。你师父最喜洁净了，别让闲杂人等乱摸，快给你师父放下来。你2位都请给我个面子，喝杯茶消消火。师父命我待客，您2位要是吵起来，师父会责怪我招待不周的。况且我师父最不喜人争吵了，要是他听到你们为了一点小事吵架，一定会不高兴的。我不会和他一般见识的。是我不跟他一般见识。狮子舅舅，你为什么不高兴啦？我跟你姨母本来就做蛋糕做得好好的，谁知他休沐日也不让你姨母休息，还来烦他。做蛋糕，蛋糕是一种吃食吗？是啊，舅舅刚刚还打奶油了呢。朱信，你的胳膊得把石膏去掉，贴上我们新制作的膏药，然后重新打个石膏托，得需要好长时间。你要是不急，就午后再复查吧。我不急，不急，我和将军今天一点事儿也没有。先生，小的去太白楼要几个菜，在您这用膳可以吗？我还不知道蛋糕是什么滋味呢。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你有那么馋吗？还不是替你家将军出头啊，愿意在这多赖一会儿。不用你去买菜，来者是客，我还少你一口吃食不成？那就打扰你了。没事，福来，去把蛋糕胚端过来，我在这屋子里给蛋糕抹面。白苏吩咐完就去洗手，福来也应声去了厨房。孔御史是腿受伤了吗？不敢瞒大将军，我做错了一些事，受了些教训，又摔了一跤，不碍事的，过2天就好了。做错了事能有改正的机会，也是福气嘛，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希望孔御史能惜福，善待姐姐和灵儿，不要让他们受委屈。如果他们再受了委屈，我也不会坐视不理的。下官谨记大将军教诲。姐姐找白苏看诊，可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先前胎位不正，19给想了法子，现在已经正过来了。胎位虽然正了，但我姐还有许多别的问题。她长期肝气郁结，不是短时间能恢复的。姐姐怀着孕，又不宜用药，只能时刻保持心情舒畅，饮食休息方面也得注意，千万不能劳累，不然会有早产的可能。千万不能掉以轻心。19妹放心，我再也不会让白线上心了。今儿啊，当着世子爷和将军的面，我在这打个保证，我若再跟以前一样犯浑，19妹也不必再给我留情面了，直接让人打死我都行。就说你这态度，我也诚心喊你一声姐夫。姐夫，女人生孩子等于是在鬼门关转了一圈，19在这里恳请姐夫，姐姐生产时一定要通知我，让我过去守着姐姐。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姐姐一定会母子平安。我知道我的身份，按习俗来说不宜进产房，但姐夫是读书人，也应该明白那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偏见。请姐夫提前知会你父母一声，让他们不要阻止我。白素，你不必担心，什么身份不身份，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谁要是敢阻止你见11姐，我直接让人绑了他们。你回去
就给你父母好好说说，放着这么一个神医不让进，不是害自己的媳妇儿孙子吃苦吗？你可能不清楚白苏的医术，他的医术比太医令都不知道高出多少，更不是稳婆能比的。我相信孔御史只要用心，为了让自己的妻儿平安多个保障，一定能说服2位老人的。我先谢谢各位对白沁的关心，谢谢19妹。这世上恐怕也只有19妹这样的血亲才会如此的珍视白沁和孩子，这是任何稳婆都做不到的。就凭19妹这份心意，我也会答应啊。现在请大家观看我的表演，看我如何把奶油抹在蛋糕上，别眨眼哈。子由，还不快给你师傅鼓掌？师傅加油！赵云从没有见过他这么俏皮的模样，一时看吃了去。师傅太厉害了，这次比上次做的还好看。白沁笑意盈盈地跟着拍手，心里被幸福填得满满当当的。白苏，你歇会儿，剩下那个我来做。不行，抹面手一定要轻，你手劲太大了，我就做这一个，剩下的那个让徐敖、孙敖他们去学着抹，学会了回去让他们给灵儿做。灵儿和侍女进了屋，看到蛋糕，3两步跑到桌案边。太好看了，姨母，这就是蛋糕吧？您把它做得这么漂亮，灵儿都不舍得吃了。那我们就等会儿再吃，先让灵儿看一会儿。你在外面玩啥呢？玩了这么久。灵儿看了看姨母的2个院子，还看了一会儿院子里会冒烟的土堆。那个东子小厮说，土堆里面埋着的好吃的叫花鸡，是真的吗？姨母，是真的，一会儿就扒出来，让灵儿尝尝。吃的东西也能埋在土里吗？灵儿也觉得姨母家的东西都很特别，糕点做得又大又漂亮，肯定会好吃。但是鸡埋在土里，吃的时候会不会把泥吃进嘴里呀？不会的，灵儿，鸡外面包着好几层荷叶，还裹了几层油脂，外面还有黄泥，一点泥土都不会让你吃到。哪个大户人家的女郎不是娇生惯养，十指不沾阳春水啊？她倒好，大冷的天儿和泥巴给徒弟解馋呢。这叫接地气儿，你这个世子不懂。泥水生，万物生，泥生万物，万物归于土。泥巴是好东西，传说女娲娘娘造人就用的泥巴，泥巴做出来的食物能不好吃吗？里面的肉鲜香酥嫩，让你们一吃就忘不了。我相信你做的一定好吃，我在这养伤那几天，在这里吃的饭比宫里的饭都好吃。上次在你这里吃的烤全羊，我让府里的厨子照你的方法做了，但是做不出那个味儿来。还有你中秋时候做的那些月饼，宫里的御厨都没那本事。夸张了，你是山珍海味吃腻了，才觉得这些家常菜好吃。19，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我就啥也不会做。姐姐才是真正的名门才女，你会的那些东西，什么琴棋书画，我可是一窍不通。师傅，您这话说的就有些妄自菲薄了。您那字隽永清秀，苍劲有力，自成一体，不比任何大家差。还有你用画的画，那笔法一看也是不俗的。19还会画画。子由，你去把你师傅的作品取来，我想看看。这幅图我师傅画的特别辛苦，是我师门的至宝，还从没让人看过呢。要不是孔夫人要看，我还真舍不得。不过咱先说好啊，只需远看，不能用手触摸，因为这图呢是要生生世世传于后世的，请大家理解。好，我坐着不动，我们大家都不摸，你打开我们看看就行。林彻缓缓打开画轴，一幅人体骨骼图展现在大伙面前，众人的眼光齐刷刷地盯在图上，怪不得他会给朱宪校正畸形的手臂。看着图画的精细劲儿，不管哪儿的骨头断了，他都会接吧。怪不得子由舍不得，这绝对是个宝贝啊！我见过人的枯骨，就是这个样子，看着骨缝画的都这么逼真，确实是画工不俗啊。你画的这图，我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都是在咱们家藏书楼里看的吗？可不是，很多年前看到一本旧书，里面都是艺术方面的东西，我看着有趣就记了下来，可惜家里一出现变故都无从寻找了。看来你是真心喜欢行医啊，小时候就能记下这么复杂的东西。我如今啊，相信19妹的医术比太医令强了。19妹看的那本医术啊，必是一本医术秘籍，这图啊也绝对是世上绝无仅有啊。岳父家的藏书楼是除了兰台以外藏书最多的地方了，有不被人察觉的秘籍，一点都不奇怪。幸亏你聪明记了下来，不然这么重要的东西就失传了。子由，你收起来吧，你师傅的画工确实不凡，这等精细的图真不是一般人能画出来的。我师傅啊，自然不是一般人，我师傅的人品和才学都令人折服，制的丸药呢也是行业的始祖，以后定能活人无数，医术方面简直是生死人肉白骨。林子由，你去院子里跟东子一起干活去。是师傅，徒儿先把画放回去了。师傅这是不好意思了，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我师父这么好，可不是一般男人能肖想的。男人才了解男人，将军和楚公子想拿我师公，也得看看他们配不配。那个将军定然是做过不少错事，要不然师父怎么会不要他？楚公子和师父当朋友还行，有趣儿还讲义气，但一看就是个花花公子，还老想占师父的便宜。师父天真无邪，也不知道避讳他，要让未来师公知道，肯定会介意的。再说了，就算他对师父一心一意，那侯府的媳妇是好当的吗？只怕不会再让师父行医。我这个徒弟也别想跟着师父学医了，必是天下最好男子才有资格娶师父，他们都不行。这个子由是师父看着自家的好，什么生死人肉白骨的，简直是胡说八道，看大家见笑了。什么胡说啊？一般人哪有那么厉害？那画上的每根骨头都含有名字，连牙齿都一颗一个样。哎，是不是牙齿也有名字和数量啊？还真有，成人有28到32颗牙齿，牙齿分为切牙、尖牙、双尖牙、磨牙，共16对。我只知道大门牙、后槽牙和一嘴牙。那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呀？我想办法给你找回来。不用了，书里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记着呢。而且那本书本就破破烂烂的，没有封皮，我们离开相府前就没见过了。那就找不到了。看来家里的兄弟姐妹只有你最像父亲，这么详细的图我和大哥也记不住呢。你那字儿是不是重新练了呀？真的像子由说的自成一体呢？是练了，没事了就写2张。以前的字软趴趴的，不喜欢了，就变了字体。我扶姐姐去院里看看吧，看看浇花机熟了没有。白素，是不是把这泥皮敲开就可以了？对，先敲开一个看看吧，应该是熟透了。陈峰走上前，用剑柄敲了2下，泥壳碎裂开来，然后揭开油纸，剥开最里面的荷叶，露出皮色鲜亮金黄、冒着热气的鸡肉来，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很干净吧？大家尝尝看，看这接地气的做法，好吃不好吃？几人都看着盘里金黄色的鸡，偷偷吞口水，没人好意思动手。子由，去拿几双筷子来。说完伸手拽下来一个鸡腿。姐姐，你先尝。我怎么能先吃呢？还有，你怎么直接就下手了？下手吃的才爽利，我给你拿着，你直接咬。白沁实际馋得很，只是不好意思，妹妹这么疼她，她也不好再拒绝。太香了，鲜嫩多汁，还有一股荷香味儿，跟平时吃的口味儿一点也不一样。白沁说完就想把鸡腿接过来，我给你拿着，你别沾手了。楚寒拽下另外一个鸡腿递给灵儿，再回头，赵云和孔俊已经吃了起来。等林彻拿来筷子，一只鸡已经被抢食一空。孔御史是文人，第一次这么吃吧？哈哈，还真是，没想到将军也会下手。我们行军的时候都这样吃，就像白苏说的，爽利。几只鸡撕了好几个大盘，孙傲他们又做了一桌子别的菜，配上一个大蛋糕，几人都吃得饱饱的。饭后，白苏给朱信检查完，临走又送他几贴膏药。赵将军，你既然已经选择了和离，就不要再纠缠他了吧。你也说了他嫌弃你，为什么再找借口接近他呢？主子别生气了，赵云虽然可恶，但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先生不是能够委曲求全的人，像先生这种有才华的人，也不可能让他一辈子居在后院。皇后娘娘和太子那么疼您，怎么会同意您娶一个罪臣之女呢？侯爷也不会同意的。您就算不要这世子之位，也是侯爷的儿子啊。您总不能连父亲也不认了吧？何况先生还有和离的身份，您想娶先生太难了。我看白先生对您也没有别的意思，您就退一步，和白先生做朋友吧。就算是困难重重又怎么样？我可以想办法解决。让我退一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上天既然让我遇到了他，我就不会放弃他。难道我父亲和表哥还能打死我不成？我如今看别的女人，只觉得索然无味，一点都不愿意碰她们。那些世家女人不会有像白苏这样的女子。白先生自然是千好万好，可是你不会知道我和他在一起时的感觉。让我把他拱手让人，那就是要我的命。我只是没想到赵云会这么不要脸，堂堂大将军竟然翻我从前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还要告诉白苏。你说他会介意吗？毕竟白相也是很风流的呀。白相风流不风流的和先生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先生对主子有那个意思，肯定会不高兴的吧。这种事情谁也做不到不介意。那我以后就再不碰他们了。我也跟赵云一样，可以认错，可以改。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哼，我能做到的他未必能做到。白苏和我在一起多开心呢，跟他，哼哼，他连怎么对女人好都不会吧？白苏不是喜欢吃悦来楼的菜吗？你去给那儿的老板说一声，让他除了休沐日外，每天5时前把菜送到弘正堂，让他们变着花样送，别让他吃腻了。吃腻了就立马换别家。
陈峰躬身应是，随即去了悦来楼。没办法，主子认准的事儿，全力支持就完了。赵云他们都走了以后，只剩下白苏和白沁一家，孔俊心里才算完全放松下来。今日在19妹这里算是长了见识了，这胳膊上的骨头啊，还能断开再重新剪，石膏粉还能绑在胳膊上。哎呀，这艺术啊，何止是比太医令强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谁说不是啊？我说呢，子由这么厉害的人都能拜你为师，肯定有过人之处。没想到已经这么厉害，咱们白家这是出了一个神医呀。姐姐、姐夫，你们在外面可不要这样说话，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人听到了，岂不是说我们白家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我和你姐说的是事实，在哪里啊？我也敢这么说。要不是亲眼所见啊，谁能相信还有这种艺术啊？手臂对练武之人得多重要啊！你看朱将军一脸感激的样子，19妹这是积了大德了。姐夫既然认可我的医术，我姐接生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定能让我姐姐母子平安。19妹放心啊，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神医，我怎么能拒绝呢？我到时候啊，提前来见你。姐妹两个又说了一会儿话，孔俊一家也给白苏告别，马车顺着胡同缓缓而去，小院里安静下来。白苏在林彻的劝说下休息了一小会儿，就起来给他们上课。咱们这个时代，女子生孩子时死亡的产妇和婴儿非常多，说到底还是对这方面的知识太欠缺。我先给你们讲讲怀孕。男子的精华里面有上万个会游动的精子，女子的胞宫里每月会排一个卵子，排卵日期大概在2次经期的中间。夫妇两人如果在女子排卵期内同房，精子和卵子相遇结合发育成为受精卵，随着输卵管的蠕动游走到宫腔内进行着床。在胞宫内着床后，受精卵会逐渐的成长发育成孕囊，形成胎儿。整个怀孕过程要经历280天。女郎不讲手术，不讲制药，怎么讲起受孕的事儿了？这让人多尴尬呀！原来男子的元阳里面的精子还是会游动的东西啊，简直太神奇了！不知道少爷将来会给我指配个什么样的媳妇？先生要是能把秋月指给我，就是让我为少爷和先生去死，我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主子怎么讲起这种事情了？女子生产时又不让男子进产房，也没人请男大夫，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原来胞宫里面还有叫卵子的一种东西啊，还真是任何典籍里都没有听说过的名称，这个得记清楚。女子在生产前会出现腹痛、胞宫收缩、宫口开大、见红等征兆，然后胎儿逐渐下降。他回过头一看，秋月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东子眼珠子正在来回晃荡，福来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林彻边听边记，还有个学生样。秋月、东子、福来，你们想什么呢？主子您别生气，福来知道错了。东子，你犯什么浑呢？师父仁慈，看你平时挺上进的，给你一个学医的机会，你为何第一次听课就走神啊？怎么不知道珍惜呢？先生听小的解释，小的今儿能听先生讲课，心里激动的厉害，才会稳不住心神。但先生的课，小的是一字不漏的听着呢。小的把内容给先生复述一遍。东子流着泪，啰里啰嗦的把白苏刚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师父，别生气了，福来知道错了，一会儿徒儿罚他。东子只是高兴过了头，也知道错了。秋月还小，不知道这方面学问的重要性，又守着我们几个男子，定是害羞了。师父，别跟他们生气了。白苏听了东子复述的内容，又有林彻劝他，气已经消了大半，忙命东子起来，坐回座位上。求先生饶了哥哥这次，哥哥还跪着呢，东子也不敢起身。主子，福来知道错了，求主子责罚。秋月也嘤嘤着认错。白苏已经消了气，每人打了2个手板，让他们起来了。东子讨赏似的也伸着2手，白苏顺手也打他2下。东子，你笑啥呢？小的从小就羡慕家主家的孩子在学堂学字能被先生打手板，如今小的也因为学东西被先生打手板了。东子，你不必担心，只要你品行端正，像上课走神这样的错，最多是不让你继续听课，不会赶你走的。我之所以生气，一是因为你们不认真，浪费了我的时间；二是因为你们对大夫这个职业认识不清，在大夫的眼里也不应该有男女之分，只以患者的病情优先，而人身上所有的部位在大夫角度看都只是一个器官而已。和病人的生命比起来，大夫真的不应该有别的顾忌。对，好大夫的眼里只有生命。女人从怀孕到生产是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试想一下，如果你们的妻子在生产的时候痛苦难产，你们也会因为男子不进产房的习俗而止步在外吗？不会。这还差不多。
要是你们有一点迟疑，我都没有必要继续教你们了。每个怀孕的女子都很伟大，她们都应该被重视、被尊重。我们当大夫的也应该认真学习妇科，尽可能的帮助她们。师傅，徒儿知道女子从怀孕到生产的重要性，也知道每个母亲都是伟大的，只是医术上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太少了，徒儿以前想学又无从学起。如今师傅教的这些内容，徒儿每个字都铭记在心了。好徒儿，师傅果然没有看错你。主子，福来也知道错了。福来跟主子和林公子的学识、见识、认知和思想简直是云泥之别。福来恳请主子对我严加管教，以免福来以后再犯浑。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并且知道改正就可以了。接下来我跟你们讲讲受精卵在包宫里成长的280天里有什么样的变化。女子怀孕前，包宫只比拳头差不多大小；怀孕后，宫壁开始变得柔软增厚，随着受精卵一点点的发育。怀孕第1个月，胎儿就逐渐有了血液、心跳、脉搏等等。第2个月，胎儿的外表轮廓、四肢等都开始进行分化，胎儿的大脑以及身体器官也在一点点形成，对外界的事物也开始有了感知。而此时孕妇时常会感受到胸部胀痛，并伴有孕吐的反应。第3个月，包宫被逐渐撑大，这个阶段的胎儿发育是比较快速的，五官和器官也在不断发育。与此同时，胎儿也可以在母亲的腹中开始活动起来。怀孕第4个月，胎儿的大脑和心脏开始发育。怀孕第5个月，包宫逐渐增大，孕妇腹部向外隆起，胎儿的骨骼开始发育，胎动明显，孕妇食量增加。怀孕第6个月，胎儿的身体特征越发显著，包宫快速增大，此时开始挤压到内脏，孕妇会产生胸闷、呼吸不畅、肠胃不适。到第7个月的时候，胎儿基本发育成熟，孕妇肚子越来越大，身体为保持平衡不得不向后仰，腰部易疲劳而疼痛，同时她开始对盆腔和下肢产生压迫，下半身静脉回流受阻程度加重，导致孕妇出现腿部浮肿、排便不畅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胎位不正，就要采取措施了。哦，就是师傅让孔夫人做的胸膝卧位操吧？这个方法比传统的推拿效果好多了。一种方法是胸膝卧位操，还有一种方法让孕妇仰卧，把臀部垫高，这是利用重力的作用让胎头转向下腹部。女子怀孕的第8个月，胎儿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发现胎位不正，就危险了。很大一部分孕妇的胎位会正不过来，此时孕妇常常可以感到宫缩，就是腹部有变硬的感觉，对肠胃部以及其他内脏的挤压也会增加。孕妇开始出现恶心难受、食欲不振、呼吸不畅。接下来一段时间，宫缩强度越来越大，胎儿开始入骨盆后，包宫位置会往下移动，对内脏的压迫稍微减少，但是膀胱和耻骨的压迫增加，孕妇又开始尿频加重，肚子也会感到坠痛。临近生产的时候，包宫由一个拳头大小变成了一个大西瓜，体积扩大了20倍，容量扩大了将近1000倍。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成为一个母亲有多辛苦。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也许就是因为孩子来得太不易了，当母亲的纵然再受委屈，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但比怀孕更辛苦100倍的是生产的时候，从宫口打开到宫口开到10指，少则需要几个时辰，多则需要2-3天，而中间所承受的疼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这个时候如果孕妇难产，大夫就要帮助产妇把孩子生下来。等白苏给他们讲完几种辅助产妇生产的方法，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到了晚上，林彻第一次对福来发了脾气。你是不是觉得我师父对你太好了，你就可以不尊重他了？你还敢气着他？林公子，我也知道错了，您使劲打，但我从没想过气主子。知道你是无意的，才用戒尺打你。你要是有意的，我就用棍子直接打断你的腿。我师父拿你当嫡传弟子对待，手把手教你，比我这个亲徒弟都亲，你还敢气他？你知道什么是尊师重道吗？尊师重道就是从认真听课开始。我从小就读遍医书了，在师父面前还似无知的孩童一样了。就你那2下子，就敢不好好学了？有机会学你不好好学，等师父嫁了人，你想见一面都不一定能见得着。林彻开始舍不得使劲儿，后来呀，越说越来气，手上力度也渐渐大起来。东子在门外偷偷听着戒尺敲肉的声音越来越响，再也躲不住了，哭着跑进来。少爷，您饶了哥哥吧，哥哥真的是无意的呀。哥哥明日还要做手术，不能再打了，要打您就打小的吧。林彻这才惊觉，知道大约打中了。林公子不必心疼福来，福来皮厚，一点都不疼。哼，我才不心疼你呢。你既然知道错了，
就回去休息吧，以后莫要再犯了。是，福来谨记林公子教诲。师傅没怪你，不代表你就没错了。你第一次听课就走神，也是欠打。我从来没打过下人，也不会打你，这次就放过你。下次再犯错，你就按规矩直接回林府领罚。东子吓得一哆嗦，忙磕头应是。清晨人还都没有起床，东子就轻手轻脚的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拔鸡匹马刷了好几遍。你做这些干什么呀？东子呢？东子把我的活都干完了，我让他去厨房帮孙傲去。林公子对福来如师如兄，传授医术，又教导我做人。福来却从没为公子做过任何事情，在这方面我真不如东子。公子昨日教导我尊师重道，主子是女郎，福来无法伺候，可是公子可以啊。以后公子的起居就让福来伺候吧，也让福来尽尽心。福来说完，放下水盆，像旋风似的一通收拾打扫。只此一次啊，以后这些事再不许你做。你是师傅的人，我有几个胆子敢让你伺候啊？公子日常还能伺候主子用饭，尽点心意。秋月和孙媪也都有自己的事情做，就我最轻松，每天让主子和公子费心教导，还惹主子和公子生气。师傅器重你，想让你好好学医呢，你用心学即可。看你这欢实劲儿，看来昨晚是没上床。没有，就最后几下还稍微疼一点，一晚上早就好了。没事干，你也去厨房帮忙，我去给师傅请安。半晌的时候，铺子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老夫是个稳婆，夫家姓郑，自称郑婆婆。郑婆婆，有什么事但说无妨。老夫前些日去了孔御史府上，给御史夫人看胎位，知道她胎位不正，想要给她推拿矫正，被婉言拒绝。昨日又去了孔御史府上，才知道短短10日，夫人的胎位已经正过来了。老夫追问良久，御史夫人才告诉我是先生指点的法子。老夫自认手艺还可以，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矫正得这么快。不知道先生能否把正胎位的秘法传授一二，也可让那些我经手的妇人少受些罪。当然可以，我正想让此方法传播出去，婆婆就来了，倒是帮了我的忙了。她随即把正胎位的方法给郑婆婆讲了一遍。此方法无需婆婆动手，只需孕妇自己就能解决，反倒是断了婆婆的财路了。不知婆婆还愿不愿意替我宣传此法？先生放心，老夫接生多年，得到了贵人不少厚赏，早已不缺钱了。老夫一直做这些事，也是因为心疼那些妇人。先生此法不知道能救多少妇人和孩童，我替天下妇人谢谢先生，也会将此法以先生的名义大力传播出去，让他们感念先生的恩德。说完对白苏郑重行了一礼。婆婆不必多礼，婆婆接生多年，救人无数，又一心为产妇着想，才是令人佩服之人。对于胎儿个头太大的情况，我还有几种不同的接生之法，想跟婆婆交流一下。白苏把分娩侧切手术和产前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详细讲解一遍。婆婆接生的产妇无数，也算是老大夫了，这2个方法对你来说应该都不难，只要按我说的方法缝合、消毒、上药，都能很好的愈合伤口。我一会儿送你2个缝合针和线，产前我刚让人去做，等做好后也送给你一个，也算是给婆婆弥补一下推拿方面的损失。郑婆婆表面平静，心里早就似惊涛骇浪般。听白苏讲完，起身要对她大礼参拜，白苏急忙拦住。先生请坐，您传授了老夫这等绝技，就是老夫的恩师了。您要是不受弟子的礼，弟子心里会日日难安，使用此术时也会不踏实。婆婆太多礼了，我可不敢当你的师傅，是我看中了婆婆的人品，想私心接婆婆的手，把这些医术传播出去，实不敢受你的大礼。先生高尚的品格真是当世罕见。不瞒先生，我娘家也是行医世家，我自小就对医术很感兴趣，可因为家中有传男不传女的祖训，不管我怎么哀求，父亲也不肯传授我一点医术。我会的这一丁点东西，还是我背着父母偷偷学的，亲生父母怕记忆泄露，都不肯传授我，先生却对我这个陌生人。郑婆婆哽咽着后退一步，拜伏在地。我受了婆婆一拜，婆婆安心了吧？这世上的女子懂医的少之又少，才会有这么多女子在产子时丧命。希望婆婆能用这些方法多救治几个病人，以后有事尽管来问我，我再忙
也会挤出时间来的。跟我去拿针线吧。快午时的时候，铺里来了一个伙计，送来一个食盒，说是安定侯府的处世子，让送给白先生的。世子说了，先生日日吃食堂的饭，再好吃也会腻，送几个菜过来给先生换换口味。但先生素来节俭，菜不能超过6个，味道得做地道些。我们掌柜的说了，若做得不好，掌柜的亲自打厨子板子。白素有点意外，但心里也有些高兴。上次在那里吃的菜的确不错，还真是有些馋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第二天这个伙计又来了。第3日，楚寒给你们付了多少钱，让你们送几天啊？世子在我们店里啊有专门的账本，过一段时间就有人去结账了。没说多少天，说除了休沐日，日日都送，菜不能重样。那我把这几日的饭钱给你，你以后不要再送了。哎呀，小的若收了先生的饭钱，掌柜的还不得把我打死啊！小的只是听命行事，你可千万别为难小的呀。那好吧，你回去告诉你们掌柜，让他告诉楚寒，就说我喜欢吃食堂的饭菜，让他不要再送了，再送我也不会收了。次日，白苏起床后，孙傲拿出新做的棉袍给他穿。有那么冷吗？穿这个会不会太厚了？不厚的，主子。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层丝棉，袖子上更薄。您动动胳膊试试，绝不会影响您活动的。外面的天儿冷得很，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雨雪。婢子已经让福来收拾好马车了，主子坐马车去吧，还暖和点儿。我听孙敖的，给他们也说一声，让他们也穿厚一点。过冬的棉衣都有吧？给他们说了，他们的衣服也都备下了。前几天请裁缝师傅一人做了2身棉衣呢。婢子亲手给主子做了几套棉袍，还有去年没穿过的2件夹袄。不是说不让你再做针线了吗？咱们现在有钱了，不用你再这么辛苦了。婢子整天在家闲着，不愿意让主子穿别人做的衣服。咱院里一共也没几个人，其实不需要裁缝的，婢子一个人也能做出来。你可别，不需要你做哈。我现在1个月挣的钱都够咱们花好几年的了。咱们不铺张浪费，但也没有必要再做那些活儿。我不想你那么辛苦。辛苦的是主子，婢跟着主子可享了福了。吃饭的时候，白苏看福来穿的棉袍和林彻的一模一样。这玄色的衣服不像咱家的料子。子由，是你家里做的吗？是我母亲早上让人送来的，说本来还打算给师傅做几身呢，又怕做不合身，只送来了几匹布料和丝棉，让孙敖给师傅做吧。替我谢谢你母亲，真是的，你挣的钱交给了我，你家里还老往我这里补贴东西，连福来都让你母亲费心，你母亲对我太好了，我遇到你们一家人算是走了运了。师傅，徒儿是走了大运了，才有幸拜在师傅门下，我父母不知道多感激您呢。您不知道，如今大院那边多红火呀！听叶掌柜说，红果大米丸已经限量出售了，不然维持不到明年秋季就要断货了。洪正堂的名声已经打响了，药丸也开始销往外地了。我父亲还打算明年在扬州等地设置分店，让那里的百姓也能用到洪正堂的药。这一切还不都是仰仗师傅啊？那真是太好了，幸好你父亲一下子投了那么多钱进去，算是投对了。一会儿都别骑马了，咱们几个都坐马车过去，看这天气说不定得下雨。今日天气寒冷，病人必然会少。要不师傅就在家里休息吧，我跟福来过去。不用，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我打算跟几个大夫商讨一下那几个药方，制作一些消炎药。午后，天上突然响起几声轰隆隆的惊雷，小雨淅淅沥沥下起来。老话说10月里打雷，人死用坝推。听朱老板说，今年南方那边大旱，老百姓收成不好，挨不到明年秋，只怕又得饿死一些穷人呢。叶掌柜，你听说徐州那边怎么样了吗？那里有没有遭灾啊？没听说徐州遭灾，遭灾的是徽州那一带。您要是想知道，小的明日找人打听打听。麻烦叶掌柜了，你再给问问有没有去那边的熟人，我想往徐州那里捎点东西，费用多少都行。先生是想捎什么东西呢？是信件吗？如果是信件的话，小的托人让驿站的人捎也可以。主要是烧钱，我怕他们没有钱花。驿站的人不敢烧钱，太明显，得另想办法。主子，您多虑了。老爷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了，不让您记挂他。老爷早就在老家置买了田地，都是上好的水田。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呀？还是烧些钱过去，让他们存点粮食？要不让楚公子找驿站，他的身份能指挥动驿站的人。不行，我父亲身份敏感，说不定会给他惹麻烦。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呀，就让叶掌柜去想办法，咱多花点钱，一定能找到人的。主子要是不放心，到年底福来就去徐州跑一趟，亲自给老爷送钱去。尽量还是找人捎吧，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不安全。黄昏的时候，雨渐渐停了，白苏他们正打算回家，
白苏，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你太瘦了，想让你吃好一点。我没生气，就那么一口饭，你让人家伙计跑了好几条街，我能吃舒服吗？再说了，伙房的饭很好，不比他们酒楼的饭差多少。我就说先生没生气吧，主子还不信，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散了职就赶了过来。楚寒，你说你怎么跟个小孩一样？天冷了，不知道加件衣裳吗？陈峰，你也是，怎么还都穿着单衣呢？嘿嘿，先前没觉得怎么样，你一说才感觉到，今儿是有点冷啊。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冷暖都不知道，你说你傻不傻呀？你烧菜好了多久，就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了？为这点小事跑这么远，看你脸色铁青，是冻的吧？楚寒被数落的心情舒畅，心里接连2天的郁闷都没了。楚寒为什么郁闷了2天呢？昨日是朝会日，楚寒在朝会结束后，隐隐约约听到什么大将军、什么亲事几个字眼，难道赵云定亲了？听说那郭家的女郎也是才貌双全啊，大将军却看不上。据说啊，她与原配白氏也不亲近，莫非她真像传言所说的那样？什么传言？听说大将军之所以不近女色，是后南风，他的意中人啊是个绝世美男。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哪儿传出来的？不知道是谁先说的，反正好几个人都这样说，难道是假的？我就说嘛，看他也不像是个不行的人啊。哼，你看他哪儿像行的了？说他是断袖应该不靠谱，但他肯定是不行。你看他那副样子，一天天跟欠他钱似的，看着就讨厌。也不知那郭女郎看上他什么了。是，谁比得上世子爷文武双全啊？世子爷，您对郭女郎有意不？有意啊，我们俩给您牵个红线，郭家一定会同意的。是啊，大将军虽然不错，但是太死板，哪比得上公子爷风流倜傥？河边，你们2个人怎么说着说着就说我身上来了？我不用你们牵线，我也有意中人了。我们正想回家呢，你也跟我回去暖和暖和，穿件厚衣服再走吧。楚寒简直心花怒放。白苏，我这会儿浑身发冷，不知道是不是染了风寒，让子由骑我的马吧，我跟你坐马车，这样还暖和点。我去骑马，你跟林公子坐马车吧，我也骑一骑你的汗血宝马。也好，弗兰你小心点，不行你就牵着他，反正到家也没几步路。是，主子放心。给他诊诊脉，看是不是真的得了风寒了，不行就拿点药再回去。师傅，楚公子没事了，他们练武之人看着虚弱，也比我们壮实。没事，我缓一会儿就不冷了。昨日的天气还挺暖和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冷了。东子赶车，我们回家。你身边伺候的也不知道提醒你吗？人家子由家里人一早就送衣服来了，你还是个世子呢。提醒了，我怕操练不方便就没穿。不听人劝，爱动了吧？到了家里，你让玉来楼的伙计送菜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当时想到了什么吗？想到了话本子里面说的纨绔子弟哄骗小姑娘的段子。我把你当成最信任的朋友，你却一点也不了解我。你要是再这样，我可不敢跟你有过多的来往了。什么纨绔子弟骗小姑娘呀？明明是朋友之间好东西互相分享，怎么你一说显得我这么猥琐呢？我拿你当恩人当知己，你把我当成可有可无的人，还想跟我绝交？我有那么大过错吗？哎呀，你怎么还伤心起来了？我没有绝交的意思，我知道你重朋友讲义气，不是那种纨绔子弟。我只说你不了解我，再好的朋友也得有界限感呀。界限感是什么意思？界限感就是无论关系多么好的朋友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你的这种好意已经超出我能接受的范围了，就像上次你请我吃饭，我在家回请你吃饭，这样有来有往，大家心里都舒服。但是你让人日日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可能你觉得我矫情小题大做，但是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和处事的原则。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不就是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吗？你别生气了，我以后再不这样了，我再做什么事儿都会提前给你打招呼，你同意了我再送，行不行？这是林公子送我的，我穿的正好，还是新的呢。你们3个的身高胖瘦都差不多，穿着还挺合适的。楚公子，这件你穿上试试，新的，今儿早上我家里人刚送过来的。谢谢你啊，子由，我不跟你见外，好朋友之间就应该相互分享，我改天拿2身新的给你。这是说给我听呢，嫌我跟他见外了，嘴上说着再也不这样了，心里一点也没服气。服，心服口服，我敢不服吗？我早把你们几个当成家里人了，你要是一发脾气不让我进门了，那我不得难受死啊？我们主子就这样，在朋友跟前不把自己当外人，也不把朋友当外人，对谁都掏心掏肺的。这倒是真的。白苏打量着楚寒和陈峰，你俩穿着这身衣服跟兄弟俩似的。我们本来就是好兄弟，一起经历过多少次生死了？主子救了我好几次了，要是没有主子，我早就死了。你不是没打过仗吗？怎么经历过那么多次生死了？你不知道宿州那个地方强盗特别多，我们端了许多个山头的土匪，大大小小的仗不知打了多少场。
一直把那一带的土匪流寇都打光了，我也为大周的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呢。宿州又乱又穷，是主子把那一带整治的没有了匪患，才让百姓安居乐业。宿州的军民敬重主子，就像敬重神明一般，主子的功劳不比他们上战场的小多少。英雄，两位都是英雄。摆饭，让两个英雄抓紧吃饭，别饿着了。母亲，您别生气了。您要是生儿子的气，就让人打儿子一顿，可千万别跟儿子置气啊！您气坏了身子，儿子罪过就大了。你还怕我生气？怕我生气还自作主张？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就管不了你了？儿子不敢。你不敢？你连和离都敢不声不响地背着我办了，你还有什么不敢的？可怜的白苏啊，如今在娘家不知道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他走了，沉了你的心了。重娶你又挑三拣四的看不上，连郭家女郎都眼也不眨的拒绝了。你到底想娶什么样的媳妇儿？儿子知道对不住白苏，也不是挑三拣四，只是觉得他们不合适。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还不是挑三拣四？我告诉你，这世上的人呐，都有缺点，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选媳妇儿，只要人品好，家世清白就可以了，感情过着过着就有了。你这样眼高于顶，什么时候能找到媳妇儿啊？你过了年都22了，却连一个媳妇儿都没有。你儿子不孝，惹母亲生气烦心，请母亲狠狠责罚。我打你一顿有什么用？打你就同意了吗？你如果同意，我这就找人去给郭家赔个不是，把郭瑾娶回来。我找人问过了，郭瑾也是个好孩子，完全配得上你。儿子没说他不好啊，只是儿子心里已经有了人，不能娶别人了。母亲，请母亲成全儿子。那还不早点娶回来？是哪家的女郎啊？你放心，只要是清白人家的孩子，母亲都同意。不敢隐瞒母亲，但此事儿子实在是难以启齿，娶她如今只是儿子一厢情愿，他还不知道儿子的心思呢。哦，咱们是男方，得主动求娶呀。是谁家的女郎啊？让母亲去找人给你说和。这个人母亲认识，我说出他的名字，母亲别激动啊。赵云说的老太太心里一阵紧张，以为儿子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快说。是白苏。哪个白苏？就是您的前儿媳白苏。我没有听错吧？他刚刚说的是谁？老夫人没听错，将军说少夫人白苏是将军的心上人。你是说你喜欢上了白苏，想把她重新娶回来，所以推了那么多的亲事儿？对。你不是讨厌她吗？连她的院子都不愿意去，现在怎么突然又喜欢上她了？我和她和离后又见过几次面，接触了几次，对她的人品性格都有了了解，所以……你是说她还在京城，没有回徐州老家？没有，她原来在白家的时候就偷偷习得了医术，从咱府上离开以后就在京城买了一个院子，制药卖药呢，现在给人家看诊呢。到底什么情况啊？你从头到尾的给我说一遍。这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你对他的看法有那么大的变化呀？其实和离那日我就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是我做错了。和离后第一次见他，看他跟他徒弟在一起，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后来我知道那是嫉妒。在曹府的时候，我看他受苦的样子，心跟醉了一样难受。回到家里老想起他。再后来因为朱信的胳膊而跟他见的那几次面，次次都让儿子铭心刻骨。不怕母亲笑话，如今我每次上至下至都会绕路从他住的那条街上过，只为往他待的地方看一眼。他对儿子的心思毫不知情，整日为病人忙碌着，但儿子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了。你说的这是白苏吗？我怎么觉得像另外一个人呢？当然是白苏了，母亲，他身边伺候的人也没变。这么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能这么落落大方的治病救人了？儿子觉得是儿子以前在他面前总沉着脸，把他吓着了。母亲是长辈，在你面前他说话办事的也不敢放撒，才显得胆小懦弱。如今他以男子装扮示人，病人都对他很尊敬，展露的才华让人惊叹不已，他自然就不再胆怯了。前一段时间儿子带回的猪头肉、红果大蜜丸都是他给的，卤肉的配方和叫花鸡的做法也是他教的。他不恨我，还想着我这个老太婆呢。我这段时间常常后悔，要不是我拿纳妾逼他，他也不会离开的那么决绝。
母亲也是好意，都是儿子的错。儿子这些年做过唯一后悔的事，就是冷落了白苏，让他受了委屈还不自知。如今我知道了自己的心意，日日忍受相思之苦，也是我的报应。他从前那么喜欢你，现在你对他表露心迹，再诚心诚意的赔个不是，他应该能原谅你吧？我给他道过歉了，但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很客气，态度跟陌生人略微强一点，根本就不像是有情的样子。不是吧？母亲不知，他对谁都很好，对看诊的病人无微不至，对长青、王少他们也是一样有耐心。像骨折、大石膏这样绝密的记忆，他还在大庭广众下传授给大伙，只为更多的伤患得到正确的救治，不再像朱熹那样整歪。王少把这个法子教会了营里的大夫，大夫用此方法已经医治了好几个将士。在咱家这几年，一直让他在后院里围着我这个老太太转，真是埋没了他了。他如此出众，恐怕爱慕他的人也不会少。你心里有他，却连心迹都不敢表露，什么时候才能娶她呀？这种事急不得，贸然提亲只会适得其反。那就听你的吧，先缓一段时间再说。他要是真的不能接受你，咱们再考虑别人。你也不要太执着了，尽量争取，但也得看还有没有缘分。母亲，我心里是认准他的，不管等多长时间，我也不会改变心意，除非他嫁了人，不然儿子不会和任何人成亲的，请母亲成全儿子。他要是不嫁人，你就一辈子不娶亲了吗？母亲，我一生中除了亏欠母亲，另一个亏欠的人就是他了。我会尽全力对他好，争取把他娶回家。说他喜欢上了别人，实在不能接受我就等他成亲后立刻成婚，全凭母亲做主。毕竟他今日的处境都是儿子的过失。您不知道那日他说他的身份不能进产房时，儿子心里有多难受啊！他若不能幸福，儿子怎么安心娶妻生子啊？但是母亲您放心，儿子一定能把他娶回家的。您还不相信儿子吗？从小到大，儿子认准的事情哪个没做好？母亲只需养好身体，以后好帮着我和白苏教导孙儿。他有这么好的医术，是不可能整日在家教导孩子的，到时候还得靠母亲帮着照看呢。您不好好吃饭怎么行？我让他们把饭菜重新热热。母亲就算是为了孙子，也得保养好身子。老太太叹了口气，算是同意了。明日正好是休沐日，我过去看看他，看看他过得怎么样，看一眼我才放心。母亲是长辈，怎么能去看他呢？这样他会有压力的。你放心，我不提你们两个的事儿，我只是想他了。您想他，我把他请到府里来见你，他会来的。就你这样的，还对自己挺有信心。追媳妇儿不是你打仗或者练武，是要用心的。咱们现在的身份，凭什么让人家来看我呀？长辈怎么了？长辈就不能串门看看小辈儿吗？没那么多穷讲究。此事不要声张，明日去时只带一个车夫拉着咱们俩，这样没人注意，不会给他压力的。第二日，白苏领着林彻和福来，正在厢房对着一堆柳树皮分拣清洗。先生，大将军的母亲来了。钱婆婆看望钱儿媳来了。来了多少人啊？老太太年轻时跟随赵云之父上过战场，赵云之父战死后，又把独子培养得很出色，被皇上御笔亲封为忠烈夫人。忠烈夫人出行的仪仗排场很大，没有带护卫和随从，就一辆普通的马车。李有将军赶车，大将军陪着，马车里应该就老夫人一人。白苏站起身来往外走去。白苏，我的儿啊！白苏被老太太这一嗓子唤得眼眶发热，她急走2步上前，刚想给老太太见礼。我的儿，白苏，你好狠的心呐！你怎么就一声不吭的就舍我而去了呀？这个孽障欺负你，你给我说呀，我给你出气。你怎么能说走就走，一点余地都不留呢？剩下我这个孤老太婆，日日为你挂心呐。白老夫人不要伤心了，都是我不好，外面冷，咱们去屋里说话吧。老太太知道她不会再喊她母亲，但亲耳听到这声老夫人，还是觉得扎心。这身男装倒显得很精神，脸色也比从前好看些。又抓住她的双手来回翻着看了看，比先前粗糙了，还是吃了苦了？没有，我如今过得挺好的。秋红禀报后，
云儿派李友往徐州方向追了1天1夜，回来又找遍了客栈，都没找到你的踪迹。那时候你就买了这个院子了吧？你倒是个有主意的。我昨晚才知道你还在京城，恨不得立时来看看你才放心，但又怕晚上过来吓到你，只细细问了一遍你的近况。云儿不想让我来见你，说你忙，不愿意给你压力。我想着怎么也得看你一眼呐，就算是立时就走也行。一个是确认你的平安，另一个就是想当面给你道个歉。您给我道什么歉呀？我不该插手你们夫妻之事，你和云儿本来相安无事，只是生疏些，时间长了自然就好了。偏我这个糊涂老婆子对你们指手画脚的，让云儿越错越多，让你们走到这一步。她这个孽障算是罪有应得，但你一个相府之女不该承受这么多，都是我的错呀，白苏。不是的，老夫人，我从来就没有怪过您，是我想和离的，不关您的事，真的不关您的事。白苏心想，和离因为我不是您儿媳，我可看不了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在原主的认知里，婆婆想给自己夫君纳妾是没有过错的，她只是怕赵云纳妾后更不喜欢她，才有了后面的事。你不怪我就好，这话我得说出来，是错就得认。我也跟您道个歉，我不辞而别，让您伤心了，也没给您报个平安，让您牵挂着。我不是怪你，只是心疼你，小小年纪就要承受这些，都是这个逆子让你受了委屈。你给白苏赔个不是。是。不用不用。赵云往白苏的方向迈了一步，对他深施一礼。真的不用，合理是我的意思，不怪他。赵云道完歉，白苏招呼他坐下。你不用理他，就让他站着，要不是他混账，我们母女俩怎么会分离呀？白苏忍不住心里发笑，没再说话。你这院子收拾得挺好的，房间也很宽敞，再添几个人伺候也住得下。秋红他们几个大丫鬟都在我院里做事儿呢，你带来的那些下人基本都没走，身契也没改，还都在你名下。你要是缺人伺候，就挑几个好的过来。我看秋红那丫头就不错。不用，我身边不缺人，就让他们伺候您吧，需要的时候我给您要。好吧，那就让他们先跟着我。李友呢？让他把礼物拿进来。赵云冲外面喊了一声，李友提着礼品进了屋。这是我当日想给你吃的人参，你不来讨要，我就给你送过来了。那次是白苏刚穿过来，出去买房子时胡乱找了一个借口，假说自己不舒服。老太太当时要他拿回去吃，他推脱说过几天再去讨要，结果第2天就离开将军府了。怎么没见孙媪他们？老夫人，婢子在呢。孙媪比以前显得还年轻，秋月也长高了。这个就是福来吧？我听云儿说，福来机智勇敢，是个好孩子，还跟着白苏学了医术，都会给人看病了，是真的吧？福来笑了笑，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你们几个都是忠仆，把白苏照顾得很好。这几个礼物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你们收下吧。听说你收了一个徒弟，他今日在不在？在呢，我让他在厢房做事呢。福来，去喊子由，让他来拜见老夫人。师傅，徒儿在呢。白苏话音刚落，林彻就笑着走进屋来。晚辈林彻拜见老夫人。老太太起身扶起林彻。听云儿说，白苏收了一个品貌不凡的小神医当弟子，今日一见，果然是位如玉公子。老太太从李友手里接过一个小盒，打开盖子，君子佩玉，这块美玉正和子由相配，这个就送给子由当个见面礼吧，希望子由不要嫌弃。白苏，我这几年可是把你当女儿疼的，他是他，我是我，不管你怎么怪他，我们的母女情不能一把断干净了，好不好？好，老夫人对我的情谊我都在心里记着呢，只是我前一段非常的繁忙，才没有去看您。我知道你忙，没有让你去看我的意思，也不会经常过来给你添乱。你有难处的时候能想起我来，别见外。
我想你的时候能来看你一眼就行了。老夫人，断没有长辈来看小辈的道理。你要是想见我，就让人捎个信，我就去拜见你。你以后也不必挂念我。我现在虽然累一点，但是每天都很充实，很愉快，挣的钱完全够花。您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也安心。好，我以后啊也不管那混小子的事儿了。你说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自从他16岁以后5年多了，还不如你陪我的时间长呢。自古忠孝两难全，他为国尽忠，陪您的时间自然就少了。要是他一天天的在家里守着您，您要嫌他不成器了。是我老太婆太贪心了，你也是隐藏的好，咱们娘俩日日在一起3年时间，我都不知道你会医术，而且还这么厉害。那时候我不好意思说，士农工商，工匠的地位太低了，我好歹是相府的女儿，却私下对医术感兴趣，还偷偷学了。说出去怕您笑话，但是这大夫一做起来，认知就变了。你做大夫一点也不丢白相的脸，大夫治病救人是在积德行善。我以前随云儿的父亲从军的时候，每一场仗打完都会死伤很多人，军医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帮着给几个伤兵包扎过伤口。那个时候啊，军医真是在跟阎王爷掰腕子，被救活的伤兵都把军医视为再生父母一般敬重。老夫人随过军，见识就是不一样。我以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思想太狭隘了，如今我已男装示人，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知道你出门就会变化那么大，我就算亲自压着你，也得逼着你出去转转呐。我以前老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甚至恃才行贿，如今早上一睁开眼就想着有病人等着我看病呢，晚上回到家想着今儿又治好了不少病人，还挣了不少钱，时间长了，不知不觉的就嘚瑟起来了。嘚瑟的好，你这要是叫嘚瑟呀，一定得继续嘚瑟下去。看来还是医术给了你自信，我真的为你的改变高兴。人呐，就该活得肆一点，不能太委屈自己。你在府上那几年啥也不说，等你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府上的管事竟敢怠慢你这个主母。管事再受器重，也是个奴才，打罚他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云儿知道后已经罚了他，把他赶出府去了。白苏从原主的记忆里翻了翻，才想起那个管事来。当时只觉得有点不高兴，也没想把他怎么着，还以为府里那么多人和事，他是真的忙呢。再忙也得以主母的事儿为先呐，明明就是故意怠慢。云儿和你的关系就算再冷淡，也不妨碍你处理一个奴才。你就是太心善了，人善被人欺，以后再有人欺负你呀，千万不要在心里憋着。你要是不愿意指使云儿那个混小子，就让福来去告诉我，我老太婆呀也能给你撑腰。好，我以后就想让老夫人护着我了。哎，老夫人，我给您请个平安脉吧。这些树皮是干什么用的？难道这些也是药材啊？用这个制药吗？师傅说柳树皮里有一种叫水杨酸的物质，提炼出来以后做成药，能解热止痛、消炎，能治很多病呢，还能治关节疼痛呢。提炼？你拿着匕首是想把外面的老皮去掉吗？对啊，师傅说要把外皮剥下来，只用里面粉色的内皮，清洗后剪成小块，然后再熬制提炼。把匕首给我，我来试试。这些都是谁从树上割下来的？福来和东子清晨的时候从郊区的柳树林里割下来的。我按主子的吩咐，每棵树上割下来一树条，不久之后树皮就会重新长出来，不会影响柳树的生长。只这样削老皮也不轻松，这种力气活不要让白苏做。你们还需要多少？我让人削好给你们送过来。没有让师傅做的，师傅刚教会我们，老夫人就来了，还没开始弄呢。也不用麻烦将军了，师傅说这些树皮做尝试就够了，如果尝试成功了，定制好方法，以后就交给其他的大夫和伙计去做了。不仅是这件事，其他的事也一样。你们两个都是他信赖的人，一定要照顾好他。朱雀大街这一带的治安，如今归朱信管呢。洪正堂附近，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禁军，以后不管是有事还是有活，喊他们一声就行。啊，朱信将军啊，太好了，这下没人敢找洪正堂的茬了吧？他们大多都认得福来，
有事福来就去招呼他们。是。等白苏扶着老太太进来的时候，赵云身前筐子里的树皮已经见了底。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消了那么多啊！我闲着没事儿，就帮子由消几下。母亲怎么过来了？我来看一眼白苏平日忙碌的地方，再给子由和福来告个别。您大老远来一趟，怎么能这么快就走啊？东子已经出去买菜了，您吃完饭再回去吧。是啊，老夫人，您再多陪我说会儿话吧，我这会儿也不忙了。你弄这些树皮也是做药用吗？是的，这个柳树皮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物质，做成口服药可以消炎止痛，做成软膏可以治疗松皮癣，用这个树皮泡2天水浇花用，能促进花的根部生长，对生病烂根的花草效果很好。您屋里的那几盆金边瑞香还有金缕梅什么的，隔一段时间用这个水浇一下，能长得更旺盛。哦，这么神奇呀，长见识了，怪不得以前你帮我养的那些花长得那么好。将军府里养了花匠，专门伺候这些花草，原主也只是按照花匠说的定期浇水。这些老皮不能用吗？这些粗糙的外皮不易清洗，得削下去才好清洗消毒，毕竟是给人吃的，马虎不得。浇花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剪成小块泡2天就行。你说的很有道理，做药就得慎之又慎。听云儿说，你做的这些药已经开始销往外地了。今年徽州一带患了大旱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你做的这些药品，说不定能救很多人。你也知道徽州的事情了，听叶掌柜说，明年恐怕得饿死不少人，饿死的人多了，就容易有疫情。云儿说的，不用明年，今年冬天那些穷人就难熬。到时候就算皇上下旨赈灾，老百姓也不好过。你有制药丸的能力，就运用起来，万一用得上，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也不知道别的地方遭没遭灾。您放心，徐州那边风调雨顺，没事儿。对，徐州那边没事儿，你也不用担心白象他们。不管怎么说，白象也为大周操劳了那么多年，皇上是念旧情的人，没想着让白象吃苦。徐州那边的家产一点没动，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白苏闻言，这才放下心来。那你忙这些事儿吧，忙不过来就叫云儿找几个人过来帮忙，我就不在这里给你们添乱了。你用了饭再走吧，您才来这么一会儿就回去，我这心里头不安。有什么不安的？我就是怕你麻烦，才早早的过来的。这才半晌，离午时还早呢，我就不在这儿耽误你的时间了。子由这孩子太实诚了，早早的就让东子去买菜。好在现在天冷了，你们吃不完呐，晚上还可以吃。见老太太态度坚决，也只好顺着她的意思。今日是我这几个月最开心的一天，见到你过得不错，我就放心了。只是你千万要注意身体，吃好喝好，不能累着了。活尽量分给下面的人去做，不能啥都自己动手，不然时间长了，身子就累垮了。我记住了，老夫人，您也要注意身体，吃好喝好睡好，不要让我担心。我没事儿，身体壮实得很。赵云跟在后面，看着最敬爱的母亲和日思夜想的心上人携手而行，互相叮嘱的画面，只觉得无比的美好。天气渐渐冷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了烧炭的时候了。你不要在集市上采买了，集市上有钱也买不到好炭的，烧的时候冒的烟呐，熏得人不舒服。等朝廷把银谷炭分发下来，我立即差人给你送过来。不用了，老夫人，市面上虽然没有上好的银谷炭，但是略次一点的也没烟，烧起来是一样的。白苏，你听话呀，一定要乖乖收下呀。这取暖问题可了不得，不少人因为取暖时那个炭里的味儿，把人的脑子都熏得不灵光了。你的脑子多重要啊，半点熏不得。你要是敢不收，我就亲自给你送过来。你又不是不知道，府上本来就人少，银谷炭年年都用不完。古人木炭取暖的方法真的很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老夫人厚爱。老太太见他答应，这才心满意足地上了车。赵云深深看了白苏一眼，转身也上了马车。各位，
告辞了。子由、孙儿，一定要照顾好白苏啊！放心吧，老夫人，晚辈一定会照顾好师傅的。婢子记住了，老夫人保重。回去吧，各位都回去吧。老夫人这么和蔼可亲的一个人，怎么大将军这么冷冰冰的呀？可能是10几岁就身居高位，不严肃点儿，怕镇不住手下那群人吧。也可能是因为在战场上见的死人太多。我听别人说，如果年纪轻轻见的死人太多，性格就容易发生变化，就不会笑了。将军哪里不会笑了，只是笑得少而已。他在老夫人跟前儿还是经常笑的。将军就是在老夫人面前还好点儿，平时惯常冷着脸。我以前一见他就腿发软，在他面前头都不敢抬，也不知道他那些属下为什么这么尊敬他。这个我倒知道，听说大将军跟将士同甘共苦，常常把自己的伙食分给部下吃，指挥打仗也很有一套，能把敌人分析得很透彻，还有胆有识，常常以少胜多呢。作战的时候总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半点不惧生死，激励着将士舍生忘死的杀敌，肯跟部下同生共死，手下人能不佩服吗？公子知道的真不少，您是不是以前也佩服他？还真是，没在献王楼遇到他之前啊，大将军在我心里像是神一般的存在。哎，不单是我啊，京城的百姓哪个不佩服啊？他凯旋而归的那天，我还去城外迎接他了呢。结果道路两旁被百姓围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挤得我愣是没看到他的脸。后来一见面啊，差点打起来，谁知道这个气人的家伙竟然是大将军。哼，一码归一码，他有功是有功，但欺负我师傅就是不对，管他是谁呢，天王老子也不行。那天我幸亏死命拦着公子，不然一动手您就得吃大亏，咱俩也抵不上人家一个小手指头。还真是，看人家萧树平的手艺，咱不服还真不行。哎呀，这是差太多了，简直没法比，动手也只有挨打的份儿。公子，怎么将军府的马车没了？是老夫人他们回去了吗？是，刚走。啊，小的还在太白楼订了最贵的一桌菜呢，一会儿就送来了。订了就订了，咱们自己吃，师傅也该吃好一点。来，你把东西放厨房里去，老夫人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呢。东子大吃一惊，小跑着把东西放到厨房，又跑到林彻跟前，眼巴巴地看着他。林彻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盒递给他，东子随即打开看了看，是一个发簪。哈哈，小的一听说老夫人来了，都吓懵了，转头就跑进来给先生禀报了，连个头也没给他磕，幸亏他老人家没怪罪。下次见了老夫人一定补上。看把你乐的，我师傅给你那么多月钱，你去过啥呀？我平日也没少赏你东西啊，怎么没见你这么高兴过？主要是太意外了吧，忠烈夫人这么高高在上的人，还想着给小的这个没见过面的小厮准备礼物。虽然少爷也经常赏小的东西，但都是随手赏赐的，和这个带着小盒子赏的感觉不太一样。嘿嘿。说完了又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少爷，您别生气呀，小的只是太高兴了，有点得意忘形了。还真是，老夫人这样显得特别尊重人，好像是很郑重的送的礼物，跟我以前赏赐你的不是一回事。少爷赏赐的东西比这个簪子贵重的东西很多，小的都在心里记着呢，只是小的长那么大还没收过礼物呢，都是沾了伺候少爷的光了。嘿嘿。老夫人给我和孙儿的也是簪子，不过是个银簪子，可好看了。福来，给你的是什么？老夫人看着很喜欢你的样子。和东子的一样，也是个牛角簪。其实福来的盒子里面还有2个金币，他心里明白，老夫人之所以夸他机智勇敢，还厚赏他，是因为主子出事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找到赵云，让主子少受了点苦。那我们4个下人每人得了1只簪子，主子都进去一会儿了，咱们还在这里说话呢，换了别家早挨罚了。秋月，跟我去做事去。你们都帮我想想，送给老夫人什么回礼好？她这么大岁数来看我，礼数还这么周全，我不去看她一趟说不过去。按说看望老人送点补品最好，但老夫人手上啥也不缺。是啊，咱们库房里的补品还有一大半是将军送来的呢。徒儿看他最想要的是关心，师傅能去问候一下，老夫人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要是能有一份能用得上的礼物就更好了。能用得上的东西我知道送什么了，又能用得上又显得用心。就送他了。东子，你吃完饭把陆班请到家里来。是，先生。主子，您想送夫人家具啊？老夫人屋里都是上好的黄花梨木家具，也没看出缺什么呀。做一个能坐能躺的椅子，做2个，送给11姐和老夫人，他俩1人1个。椅子？师傅说的是不是胡床啊？有腿的那种坐具，徒儿倒是见过，但是也不能躺啊。不是胡床，我已经想好什么样了，能椅坐
还能躺的那种。一会儿画好让你们看看，把咱们家里的座具也都换了。我现在啊都迫不及待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了。我猜这个椅子大概像罗汉床的样子，不过应该是窄而长的，才可以能倚能坐还能躺。不错，样子基本差不多。先做2个看看，要是做得好就再做一个送给子悠的母亲。还有这顿饭钱在宫中出啊，不能老让你掏腰包。孙儿，一会儿拿钱给他。师傅您可别这样，这些钱都是您给徒儿的零花钱，我这个徒弟当的就够无用的了，要是连这点小事您都不让我尽心，我还有什么颜面跟您学东西啊？好吧。想不到白苏变了这么多，你看她现在过得多好啊，完全做到了不依附男人，她怎么会轻易的再嫁人呢？尤其是你这个何丽乐的前夫。就算是千难万难，儿子也不想放弃，求母亲成全儿子。我自然是盼着你们能和好，但你得把握好尺度啊，别过多打扰，让他烦了你，也不能躲躲闪闪，显得不闻不问的，自己单相思，让别人钻了空子。你没有任何经验，也不会甜言蜜语，想要打动白苏，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呀？我这抱孙子的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母亲放心，白苏喜欢干干净净的人，甜言蜜语的花花公子他不会看得上的。再说了，儿子有一颗真心啊，真心才能打动人啊。午后半晌的时候，陆班跟着东子到了家里，没了陆大嫂的陪伴，陆班显得有点手足无措。白素拿出画好的图纸，开门见山的给他讲解一遍。这个图纸上画的是躺椅，不仅能折叠，收放十分方便，而且还可以坐可以躺，2种用法。你看我标记的，它的总长9尺，坐高2尺，扶手高度3尺左右，靠背4尺，宽度3尺。先生，这个躺椅设计的太精妙了，坐上去一定会非常的舒服。我这是送给孕妇和老人的，不然的话，把这个腿下面做成弧形的，就成了摇摇椅了，坐起来更舒服。白苏拿起笔，从图纸旁边画了2条弧线，在弧形椅腿和直的椅子腿连接的地方，再安装一个这样的卡扣，也能折叠，而且十分安全。太巧妙了，这个坐上去肯定还很有趣儿，像荡秋千一样。在椅背这块和椅面上再加一个图案。陆班一说起自己的专业，一下就自然很多。两人一直交谈了半个多时辰，才把细节沟通完。先做躺椅，用上好的木料，做完送过来，或者是让东子去拉回来都行。我自己用的座具和餐桌餐椅最后做，用一般的木料就可以。您说的这些餐椅是不是得做2种样子，都做成一样，就显不出尊卑了？至少得把您用的椅子做得精致些啊。这个倒无所谓，陆师傅看着做吧，只要坐着舒服就行。你估算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先付给您，不够了做完再补。如果用最好的黄花梨木就贵了，3个躺椅仅木料大概需要5吊钱。您屋里的这些家具虽然多，但如果选一般的木料，2吊钱就足够了。就这么做吧，躺椅用黄花梨木，自用的用结实的木料就行。那我先给你1万钱，不够的做完再补给你。小月，去给陆师傅取10吊钱来。用不了这么多，工钱有1吊钱就够了。大大小小的都有几十件家具，1吊钱怎么够？陆师傅不要推辞，安心收下就是。陆师傅把几个躺椅做得结实些，白素就感激不尽了。白素把钱袋子和几张图纸递给陆班。这个图纸陆师傅拿着就行，也不需要保密，有客户需要的你给他们做就行。先生的这2张图纸比这些家具还值钱，就这么送给了我。按说小的不该拿先生1文钱，但小的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买木料，就收先生一半吧。说着他就想解钱袋子要往外取钱。陆师傅该知道我的性格，我不喜欢占人便宜，你要是再推辞，我也不好意思让你做了。陆师傅快收下吧。先生不但救了犬子的命，就连犬子上学的束修都是仰仗着先生支付的工费维持着，小的一家陆师傅靠手艺挣钱，不用承谁的情，那点工费我早靠着陆师傅的手艺翻了多少倍的挣回来了。能找到陆师傅这么好的工匠，是我沾了光了。陆班又客气几句，才千万谢地回了家。白苏还画了图纸，让叶掌柜找人做了药片压片机。白先生，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个压片机对洪正堂来说和搓药板一样，是我们洪正堂镇店的宝贝。洪正堂全是仰仗先生才有了今天啊。林先生客气了，洪正堂还给我分着钱呢，我能不出点力吗？你上次派人送来的分红，我可是一点都没有客气的收了。
先生制定良方，传授技艺，还提供模具，却拿的很少的一点点钱，大恩不言谢。老夫啥也不说了，大院那边的伙计已经有100多个了，有很多伙计还没见过先生，还有我提拔上来的新掌柜也没见过先生呢。他们就希望这鸦片机做好后，先生能亲自去那边演示一遍，能见先生一面，给先生见个礼。老夫就代表他们请先生去那边一趟，亲自传授给大家。毕竟第一次制作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个又是先生的独门技艺，别的人代为传授不太合适。我去一趟也可以，只是我有一个要求，请林先生提前告诉他们，别让他们给我磕头。我太年轻，这么多人拜我怕折了寿。先生真是说笑了，您传授他们技艺，他们给先生行弟子礼是应该的，哪里有折寿一说呢？他们就盼着给先生磕个头呢。先生不同意，就让他们行医礼。他知道大伙是敬佩他的医术，心甘情愿的想拜他，但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本事。这些东西啊，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是多少代的前辈们积累的智慧，只是被他带到这个时代而已，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啊。听李先生说你们很多人没见过我，想看看我长啥样，我知道后立刻就过来了。那大家看看我的脑袋上是不是长得一个鼻子俩眼睛，跟大伙儿一个样啊？我儿真是好福气呀，拜了这么好的一个师傅。先生长得和我们不一样，先生的模样长得像天上的仙君，小的们的眼睛鼻子长得呀，一看就是凡人。先生的脑袋里面装的是济世救人的智慧，我们的脑袋里面装的都是浆糊。好模样是父母给的，这没啥值得炫耀的。认真做事，心灵美的人才是值得称赞的人。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值得称赞的人。先生说的心灵美，是不是心眼好的意思？先生讲的心灵美，小的认为应该指的是善良、忠诚、仁义，还有努力上进。这位伙计和丁掌柜说的都对，心灵美就是心眼好，心眼好又包括丁掌柜所说的那些品质。对我们做药的人来说，还应该包括认真和负责，还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伙计们都认真的听着，什么叫使命感、责任感，他们听不太懂。反正啊，知道先生的意思是夸赞他们。我的脑袋里面装的东西和大伙脑袋里面装的东西都差不多，只是我是费脑子的，你们是费力气的，彼此分工不同罢了。我的志向就是把自己脑袋里面装的药方都做成药丸、药片，然后卖到大洲的各个地方，让老百姓都能用得上咱们洪正堂的药品。没有大家伙的辛苦做工，我的志向就是一句空话，啥时候也实现不了。先生，我们做工一点也不辛苦，先生劳心费神的才是真辛苦啊！先生不但给我们提供了挣钱的机会，还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没别的本事，但有把子力气。先生定制好的药方，小的们一定按先生的要求做出来，把咱们洪正堂的药啊卖到大洲的各个地方。对，做药丸不累，老爷还给涨了工钱。虽然咱们没有看病的本事，但咱们把药丸做好，不是也算拐着弯给人治病了吗？看把你能耐的，这一切明明都是先生的功劳。先生不要介意，这个二虎子就是个二皮脸，但干活还是很仔细的。老先生多心了，这个叫二虎子的小兄弟说的话很有道理。洪正堂的每一瓶药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二叔，先生说我说的有道理，我们认真做好老爷和先生交代的事，也是有功劳的。那是先生宽厚。大家看到没？这个就是鸦片机，分为顶膜、中膜和底膜3个部分。先把底膜和中膜安在一起，接着往药粉里掺一点点水。哦，这是3七粉吧？是的，先生，正是3七粉。往3七粉里喷点水，不要喷多了。潮湿后搅拌均匀，调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然后用竹片抹到中膜的小孔里，抹平这些小孔。接下来把底膜盖上，用锤子在底膜上敲几下。这个模具是冰铁做的，很结实，大家放心敲就行，敲不坏。然后把模具翻过来，拿掉底膜，将中膜往下一按，
压好的3七片就被推出来了。他拿起模具给大家看了看压好的3七片，然后用竹片轻轻一刮，药片就掉落到盘子里。这就是压片机的操作流程，其实非常简单，而且省力，比制作水丸简单多了。大家觉得学会了吗？学会了。哪位愿意上台来尝试着做一下呢？先生，小的想试一试。好，请丁掌柜上台来。他又在台下挑了几个人，都很顺利的完成后，白苏就带着林彻他们告了辞。小的正好巡查这条街，跟先生一起走走吧。小的还有一件事要禀告先生。什么事呀？太医令不知道从哪里得了消息，知道我的胳膊治好了，昨儿傍晚找到营地里去，非要解开我胳膊看看，还问我谁给治好的。小的当时也没多想，就告诉他了。告诉了就告诉了呗，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我还怕别人知道不成？太医令给信哥看过伤，很熟。信哥一时也没多想，一下就说了实话。将军说，这个太医令是个执拗的性子，一跟治病方面的事有关，就想方设法的，非要琢磨透了，就怕他来找您麻烦。没事，他要是虚心请教，我就告诉他方法。他要是找我麻烦啊，应该不至于吧？我给老百姓看病，他给宫里的人和达官贵人看病，没什么冲突吧？小的给他说了，不让他麻烦您，但是估计不会有用。太医令是医馆里的最高官职了，听说太医令手下的医力医足足有300余人呢，也算位高权重了。他不会来民间请教一个大夫吧？会，听将军说，太医令一身的医术是靠不耻下问得来的，难缠得很。不过人是好人，他要是纠缠先生，您就喊小的一声，小的把他给请走。没事，是好人就不是事，只要不涉及洪正堂的利益，也没什么可保密的。请问阁下可是白先生？对，你是？在下秦慎，见过先生。秦先生找我有什么事？为何对晚辈行此大礼？家父曾经得先生传授过医术，家父又传给了我秦氏子弟，所以我也算先生的半个弟子。今日又是第一次见先生，自然该行礼的。他脑子里一下子想起来，在玉带河救陆班的儿子的时候，是给一个老头讲了几句心肺复苏。你父亲可是那位秦维秦老先生？正是家父。家父回去后念叨了先生好久，说先生医德高尚，人品贵重，有妻子回生之术。只是想不到先生如此年轻，实在是让在下汗颜啊。哪里？秦老先生过奖了。这位是林贤弟吧？家父年轻的时候和令尊相识，我们两家也算是故交了。秦大哥，小弟正是林彻林子由。子由贤弟，今日愚兄来的匆忙，改日定会专程拜望林叔父。秦先生，请到里面坐着说话吧，子由也过来。白苏看秦慎一个劲儿的攀交情，他家里又是学医的，估计也是想问什么。秦先生专程等了我大半晌，是有什么事吧？是，在下是有事请教先生，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口。秦大哥，不会是太医令吧？贤弟怎么知道？你听说过愚兄吗？我和师父刚刚跟朱信将军交谈了一路，方才进门时他才走。先生，在下也知道请教先生秘术是强人所难，实在是弟子昨晚一晚没有睡着觉，怎么也想不通，骨头怎么还能断开重建，皮肉怎么还能割开再缝上，为什么伤口没生脓疮，为什么手术时病人不疼，为什么骨头上还能用钉子铁板固定。弟子想，先生既然能将石膏的秘术教会王司马，可能也会给弟子解惑，不然。秦大人，我本不想打断你说话，但你这样怪难受的，坐下说话吧。秦慎睁开眼站起身来，一下子就说不下去了。他刚问的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人家的独门绝技，就算顺利拜了师，师傅也肯教，也不是1年半载就能够学会的。秦大人，我师傅请你坐下。你是太医令，医术必定十分精湛，也应该知道你提的问题不是3、2句话就能说清的。白苏把手术过程给他讲了一遍，这里面涉及很多药品，最重要的就是金疮药和麻醉药，这2个都是我的独门秘方，不能告诉你，但你可以在洪正堂购买。断骨重接你暂时也做不了，但你来这一趟也不会让你空手回去，我可以教你缝合伤口之术，这里面也涉及消毒、清创等等问题，你若是练好缝合，也需要练很久。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主子，该用饭了，林先生让人送来了菜，已经在食堂摆好了，先生先用饭，一会儿弟子再过来。一块吃吧，既是你林叔父送来的，饭菜定然是差不了，走吧。
趁吃饭时间也能给你讲讲，来了病人就没空给你说了。秦慎混了一顿饭，还学了本事，长了见识。临走啊，还收了先生送的东西，他感激的再三拜谢。人家秦慎把下人安排到别处等着，不提官职身份，丝毫没有高人一等的样子，又谦卑又守礼。师傅，徒儿知道错了，下次他来了不给他脸色看了。徒儿就是看您走了半条街，也没顾得歇一会儿，就对他有了点偏见。真知道错了，从知道他身份以后，你就给人家脸色看，你就是不想让他学呗。其实真没必要，咱们传统的医术不外传的观念太守旧了。其实学识越是分享，越能收获。若是我死守着医术不外传，如今我还领着福来和小月在山上采药呢。徒儿就是有点看不惯他，为了达到目的乱攀关系，明明没什么交情，还一口一个贤弟的，真有交情，怎么一次面都没见过？他这不是求到你了吗？想让你帮着说两句好话呢。反过来，咱要是有事求着人了，也会把平时没什么来往的人搬出来，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责怪的。徒儿不会这样，有事攀交情，没事不来往，想想都让人不舒服。福来，你觉得我们两个谁说的有道理？福来觉得主子对别人太好了些，公子也是怕主人累。一个从来不来往的人，突然带着目的套近乎，确实有点让人不舒服。人在为了达到目的的时候，确实爱习惯性的找关系。就像我前一段时间被曹夔抓走的时候，有了鸦片机，很多现代中成药的药方都能做出来。他接连写了好几个中药消炎药。这一日，哇，这个就是主子想出来的那个能坐能躺的椅子吧？这个叫做躺椅。陆师傅做工真的很精细，每一块木头都打磨得很光滑。陆师傅两口子送来就赶回去做活了，说3个躺椅都检查了很多遍，绝对结实。陆大嫂比着躺椅的尺寸，分别给做了软垫，软垫的面料是陆大嫂自己织的，婢子看了织得非常好，和这个躺椅配得上。您看看，做工细腻又平整，陆大嫂织布的手艺果然不差。包起来吧，送躺椅的时候把这坐垫一并送了，下次记得给陆师傅多拿点钱。是，婢子记住了。秋月拿了一个白苏平常用的软垫铺在上面，主子快坐上去，看看是不是很舒服。师傅，您坐下试试。孙敖，你在家没坐上去感受感受呀？主子说笑了，婢子怎么能坐呢？哎呀，这躺椅看着真不错呀，开始多坐一个就好了，还没主子用的呢。我偏要你坐下试试。哎，主子，隔着垫子呢，坐一下也不影响送人。往后倚，后背贴到椅背上，放松。你紧张啥呀？哎，对，就是这样，感觉怎么样？太舒服了，在这上边坐上3天3夜，腿也不会疼。不行，这个只能尊贵的人坐到上边啊，就不想起来干活了。几人齐声笑起来，白苏笑着让他们都做试试，林彻死活不肯，福来秋月也不做。师傅，徒儿看您也喜欢，不如您留着用吧。徒儿让陆师傅给母亲再做一个。没有这样的道理，哪有准备给客人的东西自己再留下来用的？孙敖，小月，去摆饭吧。两人应声去了厨房。明日我带小月和福来去将军府给老夫人送去，等回来直接去弘正堂。反正这2天病人也不多，你自己忙活一晌吧。等我们回来后，你就跟你母亲送去，在家里住一晚再回来。谢谢师傅。师傅，后天就是休沐日了，要是后天去，徒儿也能陪您去了。后天我去看我11姐，就别赶在一天了，到时候咱们几个都去。第2天，福来刚好套好马车，东子就从弘正堂赶了回来。先生，少爷说那黄花梨木的躺椅太重，让小的跟着一起去搬抬抬什么的。那就一起去吧。白苏选择今日去也是有原因的，赵云毕竟是原主的前夫，还是该避讳一点。这个好，这个一看就是个好东西，坐上去一定舒服。我先坐试试。白苏给他讲解了扶手上下卡扣的用途，以及怎样调节椅背上的倾斜度。这个坐着太舒坦了，像是浑身上下都被人恰到好处的搀扶着。白苏啊，你可送了我一件宝贝呀！你喜欢就好，我还怕您嫌做它不优雅呢。怎么不优雅了？在自个儿家里，当然怎么舒坦怎么来了。哎，这个是你琢磨出来的吧？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稀罕物啊，还是黄花梨木做的。给您用，当然得用好点的木料啦。白苏，谢谢你，你这个礼物又能让我享福，又让我长了见识。老夫人，你还跟我客气啥？这个是子由给您做的灵芝片，吃了固本培元，养心安神。饭后用温水吞服，
1次2粒，很简单的，您记得吃啊。田儿，你想着提醒老夫人。是，婢子一定记得。您能来一趟真的是太好了，老夫人好久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忽听门外有人低声说话，是秋红的声音。他们这是听说你来了，来拜见你了。他们既有这个心呐，就让他们进来，给你磕个头吧。让他们进来吧。来的是秋红、秋菊、秋霞3个。这几个丫头都是好的，秋菊、秋霞老实，走时不言不语的，干活好，人也实在。秋红和秋月性子活泼，手又巧，心又善。我没带走她呀，不是因为别的。秋红比小月大，快到婚配的时候了，跟着我怕耽误了她的姻缘。老夫人，她以后是您的人了，您看在我的面子上多留一点，给她找个好点的人家，到时候我给她添一副嫁妆。女郎，您说的什么呀？当着老夫人的面，怪羞人的。好，我答应了。有情有义的主子，才会有忠心耿耿的奴婢。这事儿交给我。秋红脸上像着了火，心里又欢喜又感动。老夫人让婢子给您做衣服呢，婢子做好几件，女郎回去时先带回去穿吧。行，孙敖、秋月，你们2个跟秋红他们下去说说话吧，过2个钟再回来，把那几盒脂粉带上，给他们分分。白苏，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得吃了饭再走。厨房已经去准备了。不了，老夫人，你别让他们忙活了，子由自己忙不过来，一会儿我就得回去帮他。我猜想着你午时会回来吃饭。儿子有啥不好意思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从衙署赶回家来，想见见自己的心上人，不是很正常的吗？母亲，他铺子里忙，怕子由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没留下吃饭。田儿，让人摆饭吧。是。你也不必失望，他如今这个身份，选择你不在家的时候来，是很正常的。这个说明不了什么。儿子知道，儿子就是好奇，想回来看看母亲跟他聊得愉快与否。愉快，非常愉快。这个是白苏给我带过来的，没见过这东西吧？他总能琢磨出来别人想不到的东西。白苏说，这个叫躺椅，你坐试试，躺上去，身上每一处都很放松，解乏，真是个好东西呀。那儿子就坐上去试试。这个给母亲用啊，刚刚好。冬日坐在暖炉旁，品品茶，赏赏花草，可比坐在榻上舒服多了。这靠背还能调高度呢。他摆置着扶手下面的卡扣，给赵云一讲解完，又说了怎么折叠和脚踏处怎么收放。赵云摆弄着卡扣，又从躺椅上下来，跟个好奇的孩子似的，把躺椅折叠起来又打开。他真是慧心巧思，这么巧妙的东西也能想得出来。母亲，他真的很好吧？他当然很好。都说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这句话用在白苏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我如今觉得呀，我儿子都有点配不上人家了。儿子差的那一点会尽快的追赶。我知道侍卫一定会去通知你，你忍着没赶过来，做得很对。感情是2个人的事儿，你再喜欢人家，也得等到人家心甘情愿才行，不能表现得太急切了，把人给吓跑了。儿子明白了，母亲，去吃饭吧。吃完饭，儿子还得赶回去呢。秋红说，咱们府里带来的下人身气都没有改，做的事基本也没有变动，月钱跟以前一样，还是按大丫头的分例给的。秋菊和秋霞还问婢子和孙敖，身上的衣服是不是为了来将军府特意做的？婢子跟他们说，我们平时天天穿这个，还跟主子一天吃3顿饭，他们还不大相信呢。哼！秋红打听的是主子吃没吃苦，在外头行医累不累，受没受委屈。那2个人老打听婢子住的房子有多大，月钱是多少，我一个人做家里人的针线能不能做得过来。婢子就实话给他们说了，针线都是裁缝做的，根本就用不着婢子，让他们羡慕去吧。将军府主子少，奴婢多，老夫人又宽厚，他们想留在将军府也是人之常情。像你俩和福来这样宁可跟着我吃窝头也不愿意离开我的，毕竟是少数。天底下哪有奴才挑拣主子的，他们本来就是主子的奴才，主子没带他们走，是主子仁慈。当初主子离开前把人牙子领来，
把它们都卖掉，也能给主子卖不少钱花呢。哼，就是，当初把他们都留下，就是觉得他们舍不得离开那里，我也没有打算带走那么多人。如今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受到影响，我也算是求人得人了，也没有什么可怨的。好在我也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情谊，没让你们过得比他们差。主子对婢子是千好万好，我们过的日子比他们不知道强多少倍呢。第二天一大早，林彻就赶回来给白苏请安。你母亲喜不喜欢？我母亲高兴坏了，午后让徒儿陪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晚上还要父亲和徒儿陪她去外头看星星呢。我父亲说，人家都是夏季乘凉的时候看星星，你大冬天的盖着大厚毯子看什么星星？你坐在躺椅上倒是自在，我和彻儿坐着小屋子，跟你的小跟班一样，冷哈哈的陪着你，你忍心吗？那你们最后去看星星了吗？看了。我父亲说归说，凡事还是想让我母亲高兴呢。我们在院子里待了一小会儿，我母亲就回屋了，也是怕我们冻着。我母亲还说了，躺在师傅送的躺椅上看星星，星星显得格外的好看。你母亲真是个有趣的人，你们的家庭氛围真好，怪不得能养出你这么单纯善良的好孩子。师傅仁心仁术，制的药不知能救多少百姓呢，师傅才是真正的至善之人。你夸起自己的师傅倒是一套一套的，昨日忘了嘱咐你，让你在家里多待一天，多陪陪他们。今儿一大早啊，我父母就赶徒儿回来了，让徒儿不要误了给师傅请早安。他们知道徒儿跟着师傅学本事呢，才不将我留在家里呢。对了，师傅，秦伯父昨儿啊去找我父亲，想让我父亲给他当引荐人，想和秦大人一起拜入师傅门下。我父亲拒绝了，父亲说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该享清福了，还想拜师，让师傅怎么教导啊？这秦老先生还真是好学之人。秦慎要是岁数再小一点，我也愿意收他。他岁数大这么多，当他师傅心里头别扭。师傅岁数大点别扭啥呀？学问无大小，能者为尊嘛。师傅教他医术，不管有没有师傅名分，也是事实上的师徒啊，该有的礼数也得有。你比他小那么多岁，当他的师兄不觉得别扭吗？不别扭，师傅若收了他，他要是惹师傅生气了，徒儿还敢打他呢。你倒是有大师兄的范儿，不说他们了，去收拾一下，去孔府。我们19啊，不但是个小神医，脑子里还有这么多的奇思妙想，给姐姐琢磨出了这么个好的东西呀。这些天我的腿浮肿的厉害，是坐着也难受，躺着也难受。这个做剧做着呀，真是太放松了。你可帮了姐姐大忙了。多谢师九妹，你姐啊最近老是休息不好，怎么伺候都不大管用，可把我愁坏了。师九妹，能不能给你姐看看啊？看有法子能让你姐别这么难受不？姐夫不必客气，我这一趟就是为我姐来的。子由，帮我姐诊诊脉，看看是怎么回事。是，师傅。林彻分别为白沁号了左右2只手的脉象。孔夫人腿浮肿的厉害，还是先前肝气郁结的原因。除了时刻保持心情舒畅和泡脚按摩外，晚上睡觉时尽量往左侧躺着，把双腿垫高，或可缓解一二。若仍然不能缓解，就服用些天心藤散，能理气行滞，化湿消肿。徒儿一会儿写个药方给孔御史，难受就服用些，如果症状缓解，就不用继续服用了。等到临近生产时，腿上的浮肿自会逐渐消失。白沁为了这个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待这小子长大，我定把他教导成一个孝顺感恩的孩子。希望姐夫能说到做到。其实我姐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全在姐夫身上。你要是舍不得姐姐受委屈，谁也给不了她委屈受。十九妹放心，我以后绝不会再放火了。我说什么，十九妹可能也不会全信。来日方长，你以后看我表现。十九妹要陪白沁生产的事儿啊，我也跟我父母说了，他们也很高兴十九妹能过来。我和子由他们去花厅喝茶。白沁啊，你跟十九妹说说话吧。白素坐在白沁跟前的绣墩上，捞起她一只脚放在腿上，牵起白沁的小腿处查看。妹妹不必担心我，其实我没那么难受。我平时之所以说的这么严重，也有吓唬孔俊和婆母的意思。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孩子。还有啊，我也想折腾折腾他。我晚上一难受就喊他，我睡不着，也不想让他睡觉。妹妹，你说我是不是变坏了？姐姐一点也不坏，是你以前太好了，太把他当回事了。你晚上喊醒他，他对你发过脾气吗？没有，他总是满脸内疚和紧张，
一边认错一边给我揉腿，每次都等我睡着了他再睡。他真心伺候起人来呀，比华善他们还显得用心些。哼，还算他有点良心。夫妻之间不就是应当互相照顾的吗？就算你们没有发生这些不愉快，也不该你自己忍着，应当让他知道你的辛苦。他这一段对我也算是不错。他晚上还会宿在小妾房里吗？没宿在别处过，偶尔去小妾屋里待一会儿就回来了，没在他们屋里过过夜。那些小妾也不知道是他命令的还是怎么着，也变得很乖顺。他们这是看姐夫看中你，怕你让姐夫把他们都遣散了。他们是婆母买来的，赶走他们也得婆母同意才行。左右不过是个妾，大周也没有妾室扶正的先例。姐姐是容下他们了，但看他们跟姐夫一块儿，心里到底是憋屈的吧？唉，虽说女子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嫉妒，但哪个女子看自己的夫君去别人屋里，心里会舒服呀？哪有婆婆一下子给儿子屋里塞几个妾的？我看呀，该给你公爹送几个年轻漂亮的妾过去，看他高兴不高兴。婆婆给儿子屋里塞2个小妾不稀罕，儿媳给公爹屋里塞人，倒是闻所未闻呢。我也是说2句气话，这要是这么做，气势出了，恐怕也把姐夫得罪了，还白白便宜了你公爹。可不是，这么做恐怕只有公爹一个人满意。虽然不能这样干，但能这么想想也很痛快。19，你的想法咋这么与众不同呢？我就说你婆母这人，自己经历的那一套，非得让儿媳遭受一遍，就见不得儿媳好。按礼节说，你婆母是长辈，我来你家理应去拜望她去，但你看她办的那些事，我是真不愿意理她。你不想去就别去了，我也不愿意你为了我勉强你自个儿。我一会儿还是去一下吧，省得他对你说我们白家人不懂礼数。那些礼品是子由的母亲给姐姐准备的，我看了都是适合你吃的。你记得让徐敖炖给你吃，有哪不舒服的地方派人去喊我一声，别自己硬扛。姐姐知道了，你替我谢谢子由的母亲。姐妹2人聊了一会儿，就结伴去见了孔俊的母亲。最后白苏从孔府用了午饭，在白倩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坐上了回去的马车。主子不必再担心11女郎了，婢子听徐敖说11姑爷是真的改好了。孙敖当初心疼11姐，心疼得直掉泪，这会儿竟一点也不生孔俊的气了。有错能认能改就行了，没几个男人会给媳妇儿认错的。孙姑爷能做到这一步，算是很难得了。这世道对男人太宽容了，对女人太苛刻了。好像不论哪个时代的女人，活得都比男人辛苦些。男尊女卑的观念延续了几千年，就连现代人也会在行为上体现出这种思想。子由今早还说起李先生和秦老先生呢，没想到您今日就过来了。弟子秦维见过先生，先生，是弟子请求林贤弟领我们过来的。弟子的岁数跟林贤弟差不多大，只是头发白得多一些，显得岁数大点而已。明明只差个1、2岁，怎么一个是先生，一个就是老先生了呢？那我喊您秦先生吧。这老头啊，太可爱了。这个秦兄是个急脾气，我给他说了先生今儿去走亲戚，非要拉着我在先生门口等着来。还有秦贤侄也是多次相求，我就只好带着他们来叨扰白先生来了。林夫人让子由给我姐带的礼品，我姐很感激，让我替她对林先生和夫人表达谢意。先生和令姐对车儿那么好，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尽，给令姐送点东西表达一下谢意，不是应该的吗？等很久了吧，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吧。没等多大一会儿，白先生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我这次来是受秦为秦大哥所托，给秦婶当个引荐人来的。我和秦大哥相识多年，虽然交往不多，但对他的人品还是很了解的。我相信他教的孩子人品也不会差，只是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受累，再收一个徒弟。婶儿还不跪下求先生收下你？请先生收下弟子，弟子一定会执弟子礼，尊师重道，绝不敢忤逆师父，只求先生闲暇之余对弟子指点一二。先生，弟子听林贤弟说了，知道先生很繁忙，但犬子实在是拜师心切，求先生收下他。秦先生太多礼了，我这个人对医术并不提倡保密，我前几天对秦慎也是这样说的，有空了就可以去弘正堂找我，想学什么我都可以教他，何必非要师徒相称呢？名不正则言不顺。
慎儿如果不能拜先生为师，没有师徒名分，再厚颜请教先生是会被人耻笑的。